魔女，一日夫700日恩，你可么真踹啊！就算你是孩子他娘，小爷今后也要跟你势不两立。神路，合欢宗外门一间屋舍内，楚南跟到流光似的从阴阳界中被踹飞出来，趴在地上摔了个狗啃泥。我的老腰啊！楚南一边咒骂，一边扶着后腰支起身子，抬头看着周围熟悉的环境，再看看脖子挂着的小鼎，楚南鼻子一酸，差点没哭出来。这个小鼎是从小和他相依为命的姐姐托梦带给他的。10年前，姐姐上山打猎，却再没能下山，他哭晕在山脚，迷迷糊糊中梦到姐姐。梦里，姐姐递给楚南这尊小鼎，说自己被困魔窟，只有楚南有朝一日成为传说中的仙人，才能救他脱困，姐弟重逢。楚南惊醒后，本以为是梦一场，没想到梦里姐姐递给他的小鼎，居然被他握在手中。自那以后，楚南便将小鼎贴身佩戴，从不离身。本以为这就是个普通的小鼎，不想在楚南拜入合欢宗的第2年，小鼎突然散发出五彩光晕，将他传送进了鼎中世界。自此，楚南的噩梦就开始了。鼎内除了他外，还有一名容貌绝美的魔女。这魔女极其歹毒，唯一的爱好就是拉着他双修，刚一见面就把他的清白给霍霍了。既然反抗不了，那就用心感受。一开始，楚南还觉得艳福不浅，可随着时间流逝，1年又1年，足足双修了1000年啊！楚南简直要疯了。就算他兄弟是铁打的，放1000年也该氧化了，更别说1000年来日夜勤更不眠。但不论楚南怎么祈求，魔女都不肯放过他，非说要怀上他的孩子才能放他自由。好在就在刚才，随着楚南一番激烈的鏖战，终于成功让魔女怀上了。结果那个魔女居然连招呼都不打一声，一脚将他踹了出来。借完小爷的种，就这么一脚把小爷踹了，简直欺人太甚。楚南愤愤不平。谁想就在这时，他脑中突然响起了魔女的声音：你信不信我把现在肚里的打掉，再跟你要一个？啥？楚南闻言浑身一个激灵，差点没腿软栽倒。虽然按这魔女说的，鼎中世界和现实世界流速不同，鼎中10000年，外界须臾间。也就是说，尽管楚南在鼎中被迫双修1000年，但外界时间几乎没变。但这是有没有时间的事吗？谁知道下次魔女怀孕会是多久以后？那种日日夜夜被榨干的痛苦，楚南这辈子都不想再尝试了。哼！鼎中空间，瞧见楚南那副抗拒的样子，魔女气得翻了个白眼。别人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这臭小子居然还委屈。魔女名叫九宁，本是上界魔尊，因被最疼爱的徒儿算计，误入陷阱，遭到正道围攻，香消玉殒。所幸身死前，魔门至宝阴阳鼎护住他的一缕残念，可残念终究只是残念，根本不能修行。想要重塑肉身，恢复修为，唯一的办法就是怀孕届时，诞子之时，只要以阴阳鼎屏蔽天机，便可借生子契机重临人间。想法很美好，现实很残酷。九宁只是寄生在阴阳鼎内的残念，根本无法走出阴阳鼎。他足足等了500万年，才等到阴阳鼎中新任楚南为主。而楚南也是九宁唯一能在鼎中接触到的男人。虽然本尊怀了你的孩子，但你说话最好注意点。阴阳鼎和你心意相通，不论你心里想什么，本尊都能够感应到。惹本尊不高兴，就算你被阴阳鼎认主，本尊也有的是办法收拾你。好了，本尊要养胎去了，没事别烦本尊。扔下几句话后，九宁的声音消失在楚南的脑海。完了完了，这岂不是以后我做什么事都会被这魔女给监视？楚南欲哭无泪。咚咚，这时楚南的屋舍外敲门声突然响起。楚南，三师姐听闻你还没突破炼气5层，叫你今晚去内门，要亲自指导你。门外一名婢女服侍的少女鄙夷地冲着楚南喊道：内门。楚南眼中闪过一抹惊惧，紧张回应道：是。要糟。等传话的少女走后，楚南心急如焚。在现实世界，他是2年前被合欢宗的使者看中，带入合欢宗修行的。合欢宗分内门和外门，外门全是如楚南一般凡俗中有些修炼天赋的少年，而内门则全是肤白貌美的师姐。因为合欢宗主事的3位长老全都在闭关，所以教导外门男弟子修行的任务就全都落在了这些内门的师姐身上。合欢宗顾名思义，宗门功法以双修为主，每当有外门弟子修行到炼气5层后，便会被内门师姐赏识，带入内门双修。双修之后，那进境简直1日千里。是以外门男弟子全都以最快的时间内修行到炼气5层为目标。2年前楚南刚入门时知道有这种好事，自然也心痒难耐。因为平素大胆，某天晚上楚南实在没忍住，尽管当时他才炼气4层，可还是趁夜偷偷溜进了内门，想去观摩学习。谁想楚南却发现了一个惊天大秘。
他亲眼看到几名在外门中风光无限、快要筑基的师兄被内门师姐在房间中吸成了人干。自那之后，经一中，楚南数次溜进内门，渐渐发现了合欢宗的真相。原来所谓的外门弟子根本就是这些内门师姐用来修炼的炉鼎。所有达到炼气5层的外门难修，在与内门的这些师姐双修后，看似进境一日千里，实则是被双修功法透支了身体潜力。等所有潜力透支完后，内门的师姐便会采摘，将其吸成人干。得知真相后，惊惧下，楚南哪还敢去修行？他每天荒废修炼，愣是将自己的修为一直压制在炼气4层。但现在宗门应该不是发现我知道了这个秘密，现在想来，我当初之所以没被发现，应该是小鼎屏蔽天机的缘故。但我并没突破炼气5层，却被三师姐柳飘飘点名指导，肯定是我压制修为太久，迟迟没有突破，引起了宗门怀疑。不行，我被魔女炸了1000年能不死，是因为魔女没想要我的命。可内门这些师姐却个个都是吃人不吐骨头的主，最多半个月就会把我吸干啊！楚南急得团团转。这2年中，他不是没想过逃跑，但合欢宗的出口有3位长老部下的山门禁止，根本没机会逃走。魔女，救命啊！迫于无奈，楚南不得不拉下脸来向九宁求救。鼎中世界微微睁眼的九宁摸了摸自己的小腹，神色中闪过一抹纠结，但沉默片刻后还是冷笑道：这种占便宜的好事，你居然想跑？本尊这1000年来教你的双修绝技，哪个不吊打这小破宗门？他想吸你，你不会反过来吸了他吗？顿了顿，九宁语声一厉，警告道：记住，要吸就把人彻底吸干，斩草除根。如果让我发现你怜香惜玉，留下隐患威胁到我和孩子，我就先把你吸干，反过来吸干柳飘飘。听到九宁的话后，楚南心里不由打了一个寒战，开口就是吸干，果然不愧是魔女。不过眼下确实别无他法，合欢宗就是一个魔窟，不反抗只有死。魔女，你教我那些，嗨嗨，真的管用吗？楚南有些不确定，关键是这1000年里魔女教的太多了，36身法、72绝技、108种手法，这些个东西真能如魔女所言轻松拿捏柳飘飘？楚南有些不太信。合欢宗的3师姐柳飘飘那可是筑基强者，魔女你可别藏私，我要是完蛋，你也不想让孩子生下来就失去亲爹吧？滚！听到楚南话后，阴阳顶空间九宁气的吐血，他堂堂魔尊居然被楚南这混蛋用孩子威胁，你爱信不信，你死了本尊再找一个便是，有的是男人愿意伺候本尊。九宁冷哼一声，不再言语。呼！见九宁不再搭理自己，楚南反而松了口气。1000年来，他早就对九宁的性格摸得透透的。总结一句话便是：这魔女越愤怒，越不可能说谎，只能拼了。神识退出阴阳鼎后，楚南简单收拾了一番，漱了漱口，便朝山上走去。合欢宗的内门师姐有近100位之多，全都居住在玉女峰上，地位越高，住的位置也越高。3师姐柳飘飘就住在峰顶西侧。沿途，楚南偶尔能碰到合欢宗其他的外门难修，这些人和楚南心里的忐忑截然相反，一个个眼冒金光，兴奋地迈着大步朝一些内门师姐居住的院落狂奔。毕竟能被内门师姐指导，在外门男弟子眼中有享不尽的艳福和好处，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可拉倒吧，都被吸成人干了，怕是连鬼都没得做。楚南暗暗感慨，但却并未多言。他现在自身都难保，哪有心思管别人？好在许是楚南才炼气4层的修为，沿途那些肤白貌美、花枝招展的师姐们，仅仅是瞥他一眼便不再关注，倒是省了楚南不少麻烦。然而楚南却并不知，这一切都是柳飘飘让婢女提前打了招呼。一路走到峰顶，在一间淡雅的小院外，楚南又看到了之前去喊他的婢女小茹。楚南，3师姐让你进去。小茹冷冰冰的开口，她的容貌姣好，只是年龄尚浅，身材还没有完全长开，可即便如此，放在外界也是1等1的角色。是。楚南盯着小茹打量了一眼，他倒不是有什么想法。论容貌，小茹虽然不差，但比起倾国倾城的魔女来，还要差几个档次。整个内门的师姐，楚南也算见了不少，但没有一人能比得上魔女惊艳。跟魔女在一起，朝夕相处，形影不离1000年，对女色，楚南很难再起波澜。他只是心里有点隐忧。小茹这种内门师姐身边的婢女，实际上跟他们这些外门男弟子一样，都是近几年陆续被吸纳进合欢宗的。楚南没记错的，小茹好像入门才半年。据说婢女只要把内门的师姐侍奉好，10年之后便可转为正式弟子。小茹这种婢女多半才是合欢宗真正的外门弟子。柳飘飘固然要解决，但以防万一，小茹也不能放过。楚南心思转动，迈步走入了柳飘飘的闺房。
一进房间，楚南便嗅到一股浓郁的香气，这香味并不刺鼻，还隐隐有种刺激精神的效果，让人神清气爽，忍不住想大口呼吸。楚南心中暗自警惕，面上却恭敬的行礼：“三师姐，外门弟子楚南拜见。”楚南，你可让师姐等得好苦啊！粉色纱帐内，柳飘飘酥麻入骨的声音响起，他咯咯笑着，伸手掀开了纱帘，一双令人血脉喷张的修长玉腿徐徐伸出，晶莹剔透的脚趾俏皮地踩在床底的绣花鞋上。但柳飘飘却没有起身，而是半倚着身子，玉臂舒张，转动着纤细白皙的玉手，朝楚南勾了勾指尖。楚南，你离师姐那么远干什么？过来啊！咕咚，饶是楚南见多识广，此情此景也被柳飘飘的媚态晃眼，有些心猿意马。柳飘飘妆容精致，体态丰腴婀娜，尤其是那一双眸子鬼迷日眼，转动之间散发着无尽媚态。即便再满是靓丽师姐的合欢宗，柳飘飘的姿色也能排前5，而且是和前5不分伯仲的那种。虽然比之惊艳人间的魔女要逊色许多，但架不住魔女太冷啊。跟冷若冰霜动不动对她凶巴巴的魔女相比，柳飘飘绝对是那种迷死人不偿命的类型，一颦一笑魅惑天成。楚南也是正常男人，一时间竟是有些挪不开眼睛。然而就在楚南刚准备迈步靠近之际，突然心神一凛，不好，这妖女多半在对我用媚术。楚南心头暗惊，差点就着了这妖女的道。柳飘飘可是想吸干他，他还主动往上凑，那不是找死吗？师姐沉鱼落雁，弟子不敢唐突。楚南将迈出去的脚不动声色地收了回来，神色警惕地答道：“口不对心。楚南，你是不是觉得师姐不漂亮？”见楚南无动于衷，柳飘飘黛眉一蹙，目光中水波流转，满含幽怨。我岂敢？师姐是我见过最美的女人。咯咯喽。柳飘飘巧笑嫣然，那你喜欢师姐吗？我有谁能不喜欢师姐呢？既然你喜欢师姐，那干嘛不好好修炼？你难道不想跟师姐双修吗？我当然想，想还不快过来。柳飘飘姿态轻盈地站起，轻撩着身上的薄纱，火爆身姿一览无余。她语声娇媚地再度冲楚南勾着指尖：“楚南，来，让师姐帮你提升修为好不好？”是，师姐。楚南闻言，目光略显空洞，步伐机械地走向妩媚的柳飘飘。见楚南听话地靠近，柳飘飘俏脸上的娇媚越发浓郁，双颊晕红。谁知就在这时，楚南突然蹲了下来，看着柳飘飘踩在绣花鞋上的嫩足道：“师姐，我能不能帮你穿上鞋子？”咯咯喽。见楚南目光一眨不眨地盯着他的玉足，柳飘飘花枝乱颤。因为功法缘故，柳飘飘很享受楚南此刻隐带侵略的眼神。楚南表现得越冲动，他就越兴奋，双修的效果也越好。当然可以。柳飘飘吐气如兰，姿态撩人地抬起玉腿，面上红晕满颊，但眼眸中却充斥着一抹阴冷。她天生媚体，10年前初入合欢宗便被宗门3长老收为真传。2年前，她无意中看到楚南后，媚体便生出一缕感应，如果能吸干楚南，将对她的修行大有益处。楚南根本不知道，从2年前开始，柳飘飘便把她当作禁臠，不许门中的其他女弟子接触。但2年来，楚南一直徘徊在突破炼气5层的边缘，毫无寸进，让柳飘飘逐渐失去耐心。恰逢眼下合欢宗秘境即将开启，关乎圣女传承，柳飘飘已等不及楚南突破，这才让楚南上山2年了。我倒要好好感受一下，你究竟是什么体质，如此令我的媚体神往，但修炼进度又如此废柴。就在柳飘飘心思转动之际，突然她只觉脚底一烫，浑身上下都生出一股前所未有的舒爽感，犹如登仙。她的娇躯就像是泄了气的皮球，一下子软了下来。哦，柳飘飘忍不住娇哼出声，眼眸如丝，目光迷离地看向楚南72绝技，居然这么管用。瞥见柳飘飘陡然空洞的迷离眼神，楚南吃了一惊。他刚才佯装中的媚术，就是想趁柳飘飘松懈之际出其不意的偷袭。但楚南怎么都没想到，他还没发力，柳飘飘就成这样了，这效果简直出乎意料的好。奇怪，当初我给魔女按的时候，她似乎没这么大反应啊。楚南嘴里嘀咕一声，但也没有多想，趁热打铁，准备一鼓作气拿下柳飘飘。他以指句法不断在柳飘飘的玉足上点来点去，正是魔女教他的72绝技之一一阳指。房间内，柳飘飘额角见汗，声音越发高昂。谁知就在楚南长松口气之际，柳飘飘却突然将腿一收，整个人朝楚南扑了上来。我去！楚南吃了一惊，刚想躲开，脑海里却突然响起九宁讥讽的声音：一阳指被你拿来按摩，可真是令本尊开了眼界。但你别忘了，一阳指时效有限，一旦时间到了，柳飘飘清醒过来，
瞬间就能杀你100次。那要我怎么办？他修为太高，我就算全力出手，也破不了他的气海啊。楚南只有炼气境4层，连气旋都未形成，他那点实力，对比凡俗能一达1000，称得上是刀枪不入的人形怪物。可对比高他一个境界的柳飘飘，就如婴儿面对饿狼，连柳飘飘的防都破不了。废物，你只会按摩，就不会吸干他吗？阴阳顶空间内，九宁冷眸如刀，冷笑道：“你不会是怜香惜玉，舍不得下手吧？都什么时候了，我是那种人吗？可问题是，吸干了柳飘飘，后面怎么办？”楚南手忙脚乱地应付着扑进怀里的柳飘飘，没好气道：“他的命魂灯一旦熄灭，合欢宗肯定会知晓，到时派人查看，我肯定会死翘翘。不是，魔女你别坑我啊，这一阳指怎么对他不管用了？他这样子像是要吃人啊！蠢货！”九宁闻言没好气道：“一阳指的作用本来就是现在这样，你越暗，他当然会越疯狂。”气归气，九宁也不会真在一旁看笑话。他如今寄居在阴阳鼎内，而阴阳鼎又以认楚南为主，一旦楚南出事，一损俱损。而且楚南的担忧也没错，如果把柳飘飘弄死了，麻烦不小。以楚南现在的修为，连合欢宗的山门都出不去。你用36功法之一的九阳神功对他索取，此女虽然污秽不堪，却是难得一见的天生媚体，以九阳神功双修，效果绝佳。以他筑基6层的修为，你只需运转一次九阳神功，他就会彻底跪服，认你为主。届时自不用担心会被合欢宗发现，就这么简单。那你不早说？楚南闻言没有丝毫迟疑，立即运转九阳神功，朝扑来的柳飘飘欺身而上，反客为主。尽管知道魔女可能就在阴阳鼎里看着，但性命攸关，楚南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反正他什么样，魔女又不是没见过，哼，竟如此急色，狗男人！阴阳鼎空间，九宁紧抿红唇，银牙都差点咬碎。他教楚南的各种双修功法和技法，非他所学，而是在阴阳鼎中找到的。他自幼天资绝艳，从不屑媚术，更不会用双修来提升修为。和楚南双修，他是第一次，虽然是为了怀孕脱困，可他在鼎中数万年孤寂，好不容易遇到楚南，陪他度过1000年，说一点都不在意是假的。甚至九宁曾想过，若能放下仇恨，一辈子不放楚南出阴阳鼎，或许也会很开心吧。但九宁最终还是放楚南出鼎了，他有大仇要报，楚南也有自己的人生。可如今眼睁睁看着楚南跟别的女人在一起双修，九宁嘴上说不在意，心里却气到要炸。不，我不能气，我有什么好气的？本尊堂堂魔尊，而楚南就是一个凡俗的小混蛋、小垃圾、小废物，他根本配不上本尊。他就算是孩子的爹，也一样配不上本尊。他居然还当着本尊的面叫得那么大声，这个混蛋气死本尊了。九宁浑身气抖冷，最终银牙一咬，双眸紧闭，屏蔽六感，不愿再看下去。屋内，楚南与柳飘飘双修渐入佳境。蓦地，他的全身经脉陡然发出一声震响，这是炼气5层，我突破了。感受着体内的变化，楚南心头微喜，正准备继续双修。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突然，一阵又一阵的暴震持续在楚南体内炸响。我丢！感受到体内灵气疯狂暴涌，楚南吃了一惊，赶忙镇定心神，运转功法凝息。然而身下柳飘飘已完全沉浸在双修的欢愉中，娇躯不断扭动，强烈的触感令楚南到抽口气，差点没走火入魔。魔女，这到底怎么回事？快想办法让她停下来啊！楚南心惊肉跳，他虽早就知道双修提升修为的速度很快，但没想到能猛到这种程度。他才刚突破炼气5层，可体内的灵力依旧在源源不断的涌动，柳飘飘又跟着了魔一样的折腾，再这么下去，一个不慎就有可能会爆体而亡。哥哥喽，瞧你那窝囊样，大惊小怪。阴阳鼎中，九宁嗤笑不已，淡淡道：“他修为足有筑基6层，远高于你，与他双修，你修为暴涨自是寻常，你无需慌张，只管调息运气便是。”可他，楚南看着情动之深的柳飘飘，欲言又止。他什么？九宁黛眉冷蹙，身为修士，逆天而行，连这点诱惑都抵挡不了吗？这是光诱惑的事吗？这是真刀实枪好吧？楚南头大如斗，但此刻却毫无他法，只能强行忍耐，凝神静气，任尔东西南北宫，坐怀不乱，稳如钟。见到楚南的窘样，阴阳鼎中，九宁优雅伸了个懒腰，心情极好。哼，当着本尊的面跟别人双修，本尊叫你好好快活，活该。时间1分1秒过去，半个时辰后，楚南体内的爆响声逐渐停歇，而楚南此刻的修为短短时间竟是连破数个小境界，从炼气4层一跃至炼气9层巅峰，这双修的速度当真恐怖如斯。
楚南心里啧舌，怪不得合欢宗这群妖女要拿他们当韭菜，这速度简直了一日千里。不过楚南也明白，他这种情况应该很特殊，柳飘飘等人都是汲取修为低很多的韭菜，而他却是韭菜反客为主。如果以糖罐比拟，柳飘飘是成人，日取糖1颗，他却犹如孩童，猛吞糖1罐，修为不暴涨才奇怪。床榻上，随着双修结束，柳飘飘也渐渐清醒，他强撑着睁开眼，看向刚刚提起裤子的楚南，媚眼如丝。还要？此时的他已经彻底被楚南征服，楚南所展现出的双修功法简直不是人。所以不等九宁开口，柳飘飘一见到楚南，顾不得凌乱衣裳，修长玉腿一弯，含情脉脉地朝楚南恭敬屈膝。楚师弟，之前是我不对，不该妄想吸干你的，原谅人家吧。人家还要。言罢，柳飘飘神色娇羞地弯下了腰，直接摆好了姿势。明明是乖巧俏佳人，偏偏视如虎狼，大胆而明艳。试问如此风情，谁人能抵挡招架？咕咚！看着与前后判若两人的柳飘飘，楚南口干舌燥，多少有些心猿意马。柳飘飘在宗门一向高高在上，如今却跟个女仆一般跪在他面前，任由采撷。而且他仅双修一次境界就从炼气4层到达了炼气9层，若是现在再修炼一会，岂不是直接筑基都有可能？想到这里，楚南有些异动，而紧接着魔女便给他泼了盆冷水。哼，你要是想变成一个废物，不妨跟他继续欢好。九宁的冷哼声突然在楚南脑海中炸响。楚南闻言一凛，什么意思？你如今已炼气圆满，再进一步便是筑基。筑基为修行之本，有天地人3道，天道最强，地道次之，人道最弱。筑基之强弱决定了日后修士的上限。九宁戏谑道，你如今毫无准备，若继续双修，一旦在双修中突破筑基，便是最普通的人道筑基，这不是废物是什么？筑基，天地人3道，天道筑基最强。楚南还是头一次了解筑基奥秘，心神大为震撼。他不禁问道，魔女，我该怎么做才能成为天道筑基？你天道筑基？魔女轻蔑的声音响起，人道筑基最为简单，只要服用1颗筑基丹，亦或有海量精纯的灵力灌输入体，助修士凝结出丹田气旋即可达成。地道筑基除了海量灵力灌输之外，还需一步至少达到玄阶的功法，将入体的灵气不断压缩，凝结出极为精纯的丹田气旋。一旦成功，不仅丹田可容纳的灵气是人道筑基的10倍，就连吸收灵气的速度也会提升10倍。而天道筑基除了地道筑基所需的条件外，更需寻一处聚灵之地，在凝结筑基气旋的那一刻，以自身为基，借聚灵之地引雷淬体，得天地认可，方能成就。天道筑基一旦成功，不仅丹田可容纳的灵气比人道筑基多100倍，其可调动的灵力亦可达100倍，能比肩金丹境界。然能达成天道筑基者，皆是得天地眷顾的奇才，财力、实力、机缘、气运，缺一不可。而你，九宁咯咯一笑，除了你这身臭皮囊，你连1颗筑基丹都拿不出来，还想天道筑基？楚南语噎，这魔女说话夹枪带棒的，瞧不起人是吧？不过楚南也清楚，魔女话虽难听，却是事实。天道筑基的3个条件，一是大量筑基丹，二是修炼一步至少达到玄阶的功法，三是寻到一处聚灵之地，在突破时引雷淬体。这3个条件，最难的聚灵之地先不说，只前2个条件他就万难达成。因为一直压制修为在炼气4层，楚南到现在都没敢修炼任何功法。魔女虽教了他包括9阳神功在内的36种双修功法，但双修功法和正经功法根本不是一回事。换而言之，双修功法就像是暗器、毒药一类的旁门左道，用来战斗或可出其不意，但想凭此凝聚丹田气旋却是痴人说梦。而抛开功法，筑基丹同样价值不菲。对楚南这种连1块灵石都拿不出来的外门小韭菜而言，别说海量筑基丹，就算是1颗他也没有啊。须臾间，他目光忽然扫到了床上瘫躺着的柳飘飘身上。对啊，这些条件他没有，不代表别人没有。他现在并非毫无助力。飘飘师姐，你现在有多少灵石？有没有如筑基丹一类的补充精纯灵力的丹药？楚南目光期待地看向柳飘飘。柳飘飘贵为合欢宗5大真传之一，还是宗门3长老唯一的弟子，肯定身价不菲。自己辛苦耕耘这么久，你给点辛苦费，不过分吧？师弟想要灵石，奴身上的话还剩30块下品灵石。至于筑基丹，1颗筑基丹价值100块下品灵石，且常常有价无市。我也只是在炼气圆满境时，才蒙宗门赐予1颗达成筑基。不过虽然筑基丹珍贵，但若是你能每天与我欢好，我也能送你。啥？本来期待万分的楚南瞬间傻眼。
柳飘飘，合欢宗5大亲传之一，宗门3长老的唯一弟子，高高在上的宗门女神身上的灵石，居然连1颗筑基丹都不够买的师弟。见到楚南蹙眉，柳飘飘解释道：按宗门规矩，普通内门弟子1个月有10块下品灵石的月历，而我们5大亲传有100块下品灵石的月历。但这些灵石用来修炼都有些捉襟见肘，奴平时根本不敢多用，几年下来才存了800余块。只是前不久，奴花费了800块灵石，在宗门换取了2张2品攻击符箓，现在只剩30块下品灵石了。说罢，柳飘飘从储物戒中珍惜地取出30块黄豆大小的灵石，以及2张符箓，递向楚南。看着柳飘飘递来的东西，楚南嘴角一阵抽搐。按柳飘飘所言，1颗筑基丹市价在100块下品灵石，也就是说，柳飘飘1个月的月历只够买1颗筑基丹。而魔女口中天道筑基所需的海量筑基丹，绝不是简简单单3、5、8颗，至少也得几十上百颗起。就算柳飘飘今后将所有的灵石都给他，也完全是杯水车薪，想要攒够的猴年马月去。而且听柳飘飘话里的意思，他自己修炼也需要不少消耗，多年下来也才攒了800多灵石，并且还拿去买符箓了2品攻击符箓，据我所知，可堪比筑基巅峰修士全力一击。楚南肉疼且不解，但你自己就是筑基修士，在宗门也没什么危险，干嘛浪费钱买这些符箓？回夫君，奴婢购买符箓是为了应对宗门在3月后开启的灵蛇秘境，为加入主宗做准备。灵蛇秘境，主宗。楚南突然想起，刚入宗的时候有人讲过，合欢宗分为主宗和分支，分支负责为主宗招纳有天赋的弟子，只有加入主宗后才算真正的合欢宗弟子。此地只是合欢宗8大分支之一，而合欢宗主宗坐落在东海之滨，据传内有强者无数，各种修行资源硕之不尽，因此合欢宗8大分支弟子皆以能加入主宗为目标，而想加入合欢宗主宗，只有闯秘境这一条路。每隔10年，合欢宗主宗都会开启一次灵蛇秘境，这灵蛇秘境极为玄妙，能一分为8，同时显化在8大分支中。凡8大分支弟子，只要能在秘境中通过历练，就能够加入主宗，成为真正的合欢宗弟子。我们合欢宗各个分支因被周围不少门派针对，资源一向贫瘠，不然宗门也不会招收这么多外门弟子用以修炼。而每次灵蛇秘境，主宗仅在8大分支中招收10名弟子，我们分支在8大分支中排名第6，历届最多只能有1人被招入主宗，甚至有几次秘境历练，连1名加入主宗的弟子都没有。说到此，柳飘飘苦涩道：对这次秘境之行，奴本身也不抱太大希望，这些符箓和灵石，师弟你若有所需，尽可拿去。楚南听得目瞪口呆，所以合欢宗部，准确地说，他所在的合欢宗第6分支割韭菜的真正原因，居然是因为穷得揭不开锅。楚南心中一声哀叹，哭笑不得。亏他之前还满心以为柳飘飘是个富婆，甚至想着通过柳飘飘来给他输送合欢宗的资源。现在看来，柳飘飘也只是表面风光，对他们这些外门韭菜而言自是遥不可及。可实际上，柳飘飘连真正的合欢宗弟子不是，哪怕这所谓的合欢宗的第6分支，也是外强中干，穷得冒烟。既然柳飘飘指望不上，看来只能另想他法了，不如趁此脱离合欢宗。楚南心中思索，柳飘飘往上还有大师姐、二师姐以及3位宗门长老，他可不觉得控制了柳飘飘就能在宗门里为所欲为。相反，一旦事情暴露，他绝对会被全宗追杀。加上知晓了此处只是合欢宗一处分支，且资源贫瘠后继续留下不仅有很大的风险，而且想凑齐天道筑基所需几无可能。然而就在这时，九宁的声音突兀响起，严肃道：楚南，你想办法去参加这个灵蛇秘境啊！楚南一头雾水，合欢宗这等邪宗，我跑还来不及，你还让我去参加灵蛇秘境？魔女，你该不会是想让我加入真正的合欢宗吧？怎么，加入真正的合欢宗，未来身边可能到处是柳飘飘这等美女服侍，你就不动心吗？还是说你身体不行？九宁先是讥讽一句，随后才正色道：本尊才懒得管你加不加入合欢宗，只是但凡秘境，无论上界还是下界，莫不是天养地运，绝无可能完全为人所操控，固定在8个地方同时显化。魔女，你什么意思？这秘境难道是假的不成？不错，这所谓的灵蛇秘境，以本尊判断，应该是一件能演化山水万物的空间法宝。这等法宝可是罕见的很，其内必有灵源。若你能寻找到这空间法宝的灵源所在，效果比一般的聚灵之地只强不弱，或可助你达成天道筑基。楚南闻言啧舌，他知道所谓聚灵之地就是灵气汇聚浓郁的洞天福地，但世间洞天福地皆被各大修仙门派占据，是各派的立足之本，所以
天道筑基的3个条件里，最难的就是寻聚灵之地，这是门派气运所在，岂能轻易让你借运？楚南还想着先完成其他2个条件，再想办法，没想到魔女居然说这秘境中有聚灵之地。魔女，你不会坑我吧？而且我在这法宝里筑基，法宝主人岂会不知？我怎么感觉这方法特不靠谱了点？楚南虽然心动，却是有点担忧。哼，你懂什么？这般能演化秘境历练的法宝，在法宝中都算是极品，不知消耗了多少天才地宝才能炼成。本尊虽不知这合欢宗底细，但仅凭有此法宝，你就算真的加入合欢宗主宗，想来也是不亏的。至于你天道筑基消耗的那点气运，九宁嗤之以鼻，不过9牛1毛，不值一提。本尊若是合欢宗主事之人，宗门有如此天才弟子，高兴都来不及，岂会怪罪？拼了！听到九宁这般肯定，楚南没再犹豫，若错过这个机会，再想找聚灵之地可就难了。尽管他现在一穷二白，但机会就在眼前，岂能连尝试的勇气都没有？楚南立即看向柳飘飘询问：“那个，飘飘师姐，外门弟子想进入灵蛇秘境，可有办法？”师弟想去秘境？柳飘飘闻言神色古怪，弱弱道：“外门弟子本来就可以进入灵蛇秘境，秘境开启后，内门排名前20的弟子都会进入灵蛇秘境参加历练，而按宗门规矩，每名内门弟子可带2名外门弟子入内。我师父3长老曾说，秘境内危险重重，所以带外门弟子入内就是用来挡灾的。”说到这，柳飘飘急忙表态：“不过师弟你放心，你若进秘境，奴拼死也会护你周全。”柳飘飘10岁之位，从未尝过如此天才的他，那里舍得楚南赴死？不过听到他说的，楚南嘴角确实微微一抽，这合欢宗还真是把韭菜割到极致了啊！修炼拿来吸干就算了，居然连历练都拿来挡灾不过，这样一来，他去秘境反而简单了。如此说来，只要你选中我，我就能去秘境，没别的要求了。也不是全无要求，按宗门惯例，挑选时都会优先挑选实力强劲的外门弟子，且若有多名内门弟子同时选中某外门弟子，则可由外门弟子决定跟随谁进入。不过宗门一直担心外门弟子数量众多，一旦实力过高会出乱子，所以一直有严令，无论何等天赋的外门弟子，一旦达到筑基层次，必须吸干。因此柳飘飘目光灼灼地看向楚南：“楚师弟，你现在的实力刚刚好。”既如此，楚南看向柳飘飘叮嘱道：“飘飘师姐，为防万一，你此后最好以指导修炼的名义，每半月换我上山一次，掩人耳目。等3个月后秘境开启，我会随你一起进秘境历练。”啊，半月一次，是不是太久了啊？柳飘飘颇为不满，他哪里能忍得了半月时间啊？3天，不对，1天一次才行。楚南闻言，双腿直打颤：“姑奶奶啊，你就饶了我吧，1天一次，他迟早绝境人亡。”最后楚南好说歹说，才让对方同意每半月一次，一次半天。另外，飘飘师姐，你将外门藏经阁的权限给我呗。外门藏经阁是供外门弟子学习仙法之所，但只有对接受过内门师姐指点的外门弟子开放。换而言之，炼气5层以下是没资格进藏经阁的。楚南之前一直将修为卡在炼气4层，只简单修行过合欢宗的基础功法，后来为了压制修为也停炼了，根本没进过藏经阁。如今他修为大涨，合欢宗的基础功法已经不适合他，他想先在合欢宗的藏经阁里挑一本功法练着。楚师弟是想挑选功法？柳飘飘此时已被楚南征服，甚至担心楚南挑选的功法不好，主动坦言道：“外门藏经阁都是一些寻常功法，师弟若真想学，可以去后山的内门藏经阁。”楚南讶异：“内门藏经阁不是只有内门弟子才能进入吗？”“那是平常。”柳飘飘解释道：“这次灵蛇秘境开启，内门排名前10的弟子可以指定2名外门弟子进内门藏经阁学习。”说罢，柳飘飘将一枚腰牌递了过去，并趁机在楚南的脸上亲了一口：“师弟想去，只需持我腰牌前往即可，守卫弟子不会阻拦的。”原来如此，楚南心中一喜，接过腰牌，在对柳飘飘暧昧一番后，径直下山。咦，门外侍女小茹看着楚南离去的背影，大感讶异。刚才屋里叫的那么大声，这楚南居然还有力气走下山。小茹歪着脑袋，小声嘀咕道：“楚南，你不会是想去藏经阁吧？”见楚南下了玉女峰后，并未回外门，而是向后山走去。九宁不屑讥讽：“这等下界的虾门蟹派，能有什么仙法？完全是浪费时间。而且，你想达成天道筑基，至少也得修炼一部玄阶功法。本尊虽只是精神体，但关那柳飘飘，其所修的也仅是黄阶中品功法而已。这所谓的内门藏经阁，只怕根本没有玄阶功法。”顿了顿，九宁挑眉轻笑：“若你肯求求本尊，逗本尊开心，
那本尊不介意传你一套魔门顶尖神功，无需拜师便能有这等好处。楚南，你还发什么呆？还不快来求求本尊？呵呵。听着魔女在脑海里絮絮叨叨，楚南淡淡的翻了个白眼，不为所动。就如魔女所说，他只是一缕意念所化，只有寄居在阴阳鼎中才能存活，根本无法在真实世界显化。想要摆脱樊笼，还得靠他去寻找凝聚肉身的天才地宝。换而言之，魔女巴不得他变强，以便早日收集到所需的天才地宝。因此他脑子有坑才会去求魔女，就算求也得是魔女送功法求着他修炼不是。况且现在也根本不是学习魔功的时机。在外门，每到月底都会有专人负责检测修为，凡达到炼气5层以上的，必须参加外门1月1次的斗法比赛。届时会有众多外门师姐前来观战，若发现有天赋的弟子，则会邀请该弟子去内门接受指点。说穿了，斗法大会就好比是一众内门师姐在菜市场上挑韭菜。因为以前一直卡在炼气4层，楚南一直没参加过斗法大会。如今他晋升炼气圆满，修为肯定是瞒不住的。若在斗法大会上他出手便是魔功，那不得直接被宗门长老拉去审问。距离这个月的斗法大会只剩5天，我得先选一门合欢宗的功法学个七七八八，以便在斗法大会上应付。否则就我那半吊子水的合欢宗基础功法，凭什么晋升炼气圆满？肯定会引起怀疑。至于学习魔功的事，等斗法大会结束后再说，反正离秘境开启还有3个月的时间，不急。念及此，楚南突然醒悟，魔女这种上界的老油条，不可能连这种简单的问题都想不明白。我说魔女，你这么主动诱惑我学魔功，是不是就想看我到时候在斗法大会上手忙脚乱出丑？楚南吐槽道，咱们现在可是穿一条裤子，你能不能别老想着算计我？谁算计你了？不是啊呸，谁给你穿一条裤子了？哼，好心当做驴肝肺，有你求本尊的时候。见楚南不上当，九宁冷哼一声，不说话了。楚南也没当回事，整整1000年朝夕相处，他对魔女的性格太了解了。这魔女除了嘴毒一些，外加暴力刁蛮、自恋狂妄，还喜欢戏弄人之外，心眼倒也不坏。至少对他这个未来的孩子爹，无论是出于这份关系还是利益，都不至于害他。虽然在魔女口中合欢宗功法不值一提，但内门藏经阁肯定要比外门要好一些。尽管是为了应付斗法大赛，但能选择肯定是挑最好的来。楚南一路来到后山，不多时就到了内门的藏经阁。藏经阁外并无旁人聚集喧哗，只有2个看守的内门师姐。见到楚南走来，两女齐齐一怔，目光里透着狐疑，显然对楚南陌生得很。2位师姐，是柳师姐让我来的。楚南掏出柳飘飘给她的腰牌，恭敬地上。啊，柳师姐，你可是叫楚南？回师姐，弟子正是楚南。见楚南承认，两女大感惊讶，好奇地打量着楚南。楚南在外门名声不显，完全是小透明，但在内门，因柳飘飘曾明确表示楚南是其近鸾，几乎无人不晓。2位师姐，是有什么不对吗？见两女惊讶目光，楚南微微狐疑。没有，楚师弟，腰牌无误，你随时可以进藏宝阁。两女急忙说道。楚南是柳飘飘的人，他们可不敢为难。这楚南除了模样俊些，似乎也并无特别之处，为何会得柳师姐青睐？小声点，柳师姐可是3长老亲传，就算是她的近鸾，也不是我们这些小弟子可以议论的。在楚南进入藏经阁后，两女小声地嘀咕着，其中一女更是趁四下无人，悄悄发出了一道传讯。进入藏经阁后，楚南想象中到处都是书架，功法琳琅满目的场景并没有出现，相反，藏经阁内更像是一个展厅，各类功法随意地摆放在石案上，占地虽广，但粗略一扫，功法绝不会超过100部。这里就是内门藏经阁。下山之前，他特意咨询过柳飘飘，内门藏经阁的功法以3部最强，一部是对魅功有极大加成的桃经，大多数内门弟子都主修桃经，提升自己的魅功的同时，还能长保青春，并且威力也算不凡，位列黄阶中品功法。一部是对修炼者要求极高的九鼎功，这是一部可采阳补阴的邪功，威力强悍，位列黄阶上品。但碍于天赋，也只有包括柳飘飘在内的5大亲传修炼成功。换而言之，也只有修炼成九鼎功，才能被收为长老亲传。这2部功法都不适合男人修炼，他只能挑选最后一部。很快，楚南就找了石台正中央一部名为合欢功的功法。不过，这部合欢功是残篇，且修行极难，哪怕是柳飘飘等5位亲传，也并未主修合欢功。魔女是上界魔尊，她给的魔功肯定不一般。而我学合欢宗的功法，也只是为了应付比斗，反正以后都要换，减大不减小，没道理放着黄阶极品的合欢功不学，去学品阶更低的。打定主意，楚南当即取下合欢功，盘膝凝神翻看。
这合欢宫的前半部分跟楚南在外门接触的残篇并无缺漏，楚南翻看得很快，但随着楚南持续翻阅，画风渐渐开始不对劲起来。这合欢宫不仅内运气，还需要配合姿势，只是上面的这些姿势怎么看起来这么怪，有些居然和魔女教我的双修术相仿。就一个人做这些姿势不尴尬吗？创这功法的人怎么想的？楚南越看越觉得别扭，但都决定练了，且藏经阁内也没其他人，楚南倒也没迟疑，很快就一边运气一边开始学着图册上的姿势开始修炼。这招不是我施展的老寒腿车吗？观音坐脸也有，那我可得好好学学了。楚南随即忘我学习起来，可他不知道的是，就在他旁若无人忘我修炼的时候，藏经阁弟弟通过法器将这一切都尽收眼底的妖娆美妇，并毫不客气的讥讽，又一个心比天高的。哼，这些个男人还真是可笑。这美妇不是别人，正是宗门内的二长老韩燕。藏经阁是一宗重地，岂会只有2个弟子守卫？宗门的3大长老每隔一段时间都会轮换着来藏经阁地底看管。灵蛇秘境每10年开启一次，这无数年来早不知开启了多少次。韩燕成为宗门长老数百年间，不止一次见有外门的男弟子进入藏经阁，而这些男弟子大多数也都会和楚南一样，捧起这本号称最强的合欢宫修炼，直至最后毫无所获下不得不放弃，白白浪费时间和机缘。师尊先世前曾说，宗门弟子能修成合欢宫者，须立为圣女，且即刻上报主宗，请使者皆引入主宗。但这都几百年了，连内门多少天资卓绝的弟子都无一人修成，可笑这些外门的臭男人居然也妄想修炼神功。韩燕不屑地摇摇头，随后闭目养神，懒得再关注楚南。哥，内门藏经阁就在楚南一招一式的参悟合欢宫时，脑海中突然响起了九宁的笑声。魔女，你别捣乱。楚南没好气地瞪眼。这合欢宫着实怪异，他出运气时不显端倪，但随着他开始做那些修人的姿势，配合运气时，总觉得体内仿佛有一股若有若无的东西，似要喷涌而出，却又屡屡在关键时刻收止，不得释放，搞得他有些心焦烦躁。行，我不捣乱行了吧？那你练着，等你练完了，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只要你到时候别跳脚就行。阴阳鼎中，九宁打量了一眼脚下，俏脸憋笑。他何等境界，就算只剩一缕意念，感知也远非寻常。楚南一进藏经阁，他就发现了地底下打坐的韩燕。想到楚南这副样子，做这么多姿势，被下面的女人看得一清二楚，甚至那女人都闭目养神，懒得再看九宁，就憋不住想笑。切！然而楚南却只以为九宁就是故意捣乱，根本没放在心上。他只有5天时间，如果5天内不能将合欢宫修出个样子来，那他这么快晋升炼气9层的事情肯定会引起怀疑，必须抓紧练。楚南心无旁骛，什么这姿势那姿势，在他眼里都只等若寻常。反正不管这些姿势里有的还是没的，和魔女双修那1000年中，他早就实战过无数次，完全麻木了。换个人或许羞耻，但在楚南心中却掀不起丝毫波澜。终于，当楚南练完一遍姿势后，突然感觉体内的烦躁似乎消去了那么一缕，有那么一点点的舒坦，但更多的却是累杂的烦躁不能释放，而憋在体内那种令人抓耳挠腮的不适。是没练对吗？楚南不信邪，再次演练，1遍、2遍、3遍、5遍、7、8遍，每一次结束，楚南都有同样的感觉，体内的烦躁会消去一丢丢，但剩余的烦躁，那种迫不及待想要从体内爆出的感觉却会愈发强烈。偏偏这种烦躁感是在修炼中累积的，如果说没练1遍，积累的烦躁是10，那么练完的瞬间会消去1，剩下的9则会加倍烦躁，变成18。倘若是一般人遇到这种问题，早就心焦难耐，停止修炼了。但楚南不同，鼎中1000年双修，那种循环往复、攀登极点、周而复始、源源不断的体验，让楚南对这点烦躁压根不在意。对比很多时候，魔女为了让他屈服，在双修中故意在他最猴急的时刻戛然而止。眼下的这点感触，真的算不了什么，完全是小巫见大巫。难道说，当烦躁累积到极致，才算练成？楚南越练越是好奇，1遍又1遍，完全停不下来。有魔女这个警报在，楚南相信，如果他真出什么问题，魔女一定会提醒他。所以楚南根本不担心，完全没有后顾之忧。殊不知，鼎内本来憋笑的魔女，在感应到楚南不断修炼下的变化后，竟有些惊疑不定。怎么会？怎么感觉天地灵气似乎在朝着臭小子身上汇聚？可他分明没有吸收啊！九宁黛眉紧蹙，厉害的功法能快速聚集周围的天地灵气为己用，这不奇怪。关键在运转功法时，这些灵气会被修士吸收入体，进入气海。可楚南现在只吸引不吸收，
天地灵气汇聚在楚南周身后，仅仅只是汇聚，根本没有进入他体内。难道是因为功法残缺的缘故？九宁若有所思，不过在精神感应了一下楚南的身体后，他的黛眉又渐渐松开。罢了，这臭小子敢拒绝本尊的魔功，那就让他自己受着吧。在九宁的感应中，楚南体内热感虽重，却并未侵体，最多是停止修炼后体内热气过多排不出去，虽有小疾小痛，却无伤大雅。这外门弟子居然还在修炼。藏经阁地底，当韩燕一番打坐后，再次睁眼，竟惊讶地发现楚南还在修炼合欢功。合欢功每运行1个周天，都会如百蚁挠心一般难受，不撕碎几个难修，根本止不住躁动。这外门弟子居然若无其事一般，他不会是个……想到内门一些女弟子整活的手段，韩燕自以为明悟，眼眸中看向楚南的目光更加不屑。一个废男人，真不知道柳飘飘那个妮子怎么会选中你。韩修镇守藏经阁，自知晓楚南是拿着柳飘飘的腰牌进来的。不过柳飘飘并非他的弟子，韩燕也懒得多管，继续闭目养神。呼！而此刻又练完一次的楚南，从口中淡淡的吐出一口热流，神清气爽。这半日多的时间内，大概是他在练完几十次后，忽然就感觉每次练完能逼出体外的燥热多了一丢丢，之后便越来越多。渐渐的，每次练完吐出燥热和在练的过程中吸收入体的燥热渐渐持平。而就在刚刚，他练完后吐出的燥热第一次超过了练的过程中吸收来的燥热，相当于每练一遍，他吸收的燥热依旧是10，但练完后逼出体的变成了11。这功法也没有多难嘛。楚南信心十足，他觉得自己的判断是对的，只要当体内的燥热完全排出后，这合欢功他应该就算是入门了干。楚南勤耕不辍，继续操练。这小子的毅力还真够顽强，居然让他误打误撞给弄明白了。阴阳鼎中，九宁一直在关注楚南体内的变化，他也发现现在楚南排的比劲的多，照此下去用不了半日就能将体内的热气排干净。不过聚集他周围越来越浓郁的灵气究竟是怎么回事？这灵气的浓郁程度都快抵得上筑基期修士能操控的极限了，再练下去，万一这功法引导灵气入他体内，让这臭小子突破了可不太妙。九宁美眸凝重，抛开他肚子里的孩子不谈，他想真正凝聚肉身，少不了楚南的帮忙。楚南是阴阳鼎的主人，是他等了无尽岁月才等来的一个能够脱身的希望。这倒霉功法，要是敢让这些灵气钻进去，本尊就给你拳打出来。九宁心中冷哼，心里狠狠地咒骂研究出功法的人，但他的眼睛却一眨不眨地盯着楚南的状态。楚南是他脱困的希望，也是他肚里孩子的爹，他可以等，但绝不允许楚南平凡。如果楚南发生意外，达成人道筑基，那他不介意出手废了楚南的修为，让楚南重新修炼。终于在清晨第一缕阳光射入藏经阁时，又练完一遍的楚南长长地吐出一口浊气。此刻他体内已再无一丝热流，而也就在楚南准备再练一遍，看看能否借此入门的时候，突然间汇聚在他周身那密密麻麻看不见的灵气爆发出了浓郁的璀璨金光。不好！九宁脸色大变，汇聚在楚南身周的浓郁灵气刹那间犹如实质，金光璀璨，直奔楚南灵台。九宁来不及出言提醒，唯恐灵气入体会让楚南突破筑基，凭着受损风险想要凝聚实体阻挡止。突然冥冥中传来一道无形音波，万物皆静。藏经阁地底感受到灵气波动，刚刚睁眼的寒夜刹那僵住，犹如被施展定身术一般，目光无神。哪怕是在阴阳鼎中的九宁，也被这突如其来的浩瀚法则定住意念体，无法再动弹丝毫。唯有楚南呼吸平稳地站在原地，但灵台中楚南的意识却来到了另一片世界，古木、灌丛、花鸟、虫鸣，海天一色。这是……楚南眼眸瞪大，却无丝毫惧意。他能感受到身边的一草一木、花鸟虫鱼，甚至是连风都在朝他靠拢聚集，一切都是那么的清静。哈哈哈！我和欢宗终于又出现了一个身具血脉之力的天才。突然草木皆碎，花鸟散形，淡蓝的天际中一道金光聚敛凝聚，是一个慈祥的老者在朝着楚南微笑。合欢宗。楚南心中一凛，他猜到自己身上的变化可能和修炼合欢功有关，所以这突然显化的老者是合欢宗的强者。楚南心头有惑，他修炼的明明是最普通且残缺的合欢功，合欢宗内人人都有修炼，但听着老者话语中的惊喜之意，似乎能修炼成合欢功极其不易一般。前辈，楚南刚想开口，天际那老者巨脸突然一凝，无比唏嘘道：小友，老夫知道你心中定有疑惑，但你既有资格修炼合欢功，必然是宗中俊杰，知晓一些往事。这前辈，
我只是……昔年合欢宗遭逢大劫，老夫将合欢精碎为齑粉，以身殉道，以此保合欢传承。而宗中的合欢功缺乏精义，是谓残缺，但老夫也留了一手，深化万念，留待有缘。凡能感悟大道合欢者，皆可唤醒老夫意念，接收精义。合欢者以身合大道，与天地融一，窥天道法则，一言出，天相地助。老者缓缓开口，一道道散发着金光的经文在其话落之际盘旋在楚南头顶。楚南渐渐明悟，这老者根本不是真人，甚至都不是九宁那般由意念凝聚的精神体，只是一道生死道消时的残念，在秉承死前遗愿，传承合欢精义。所以老者听不到他说话，更不会和他交流。楚南没再多想，闭上眼睛，心无旁骛，感受着浩瀚的合欢精义。合欢经与天地合欢，原来那些怪异的姿势并非男女之事，而是人与自然通过最原始的冲动对天地耍流氓，不应该说是对天地散发本心，从而获得天地亲近，与天地相融，以借天地法则之力。浩瀚精义如黄钟大吕，让楚南瞬间明悟合欢真本。然就在楚南沉醉其中之际，周围却是景象一变，蓝天、金光、巨脸全都不见。霎时间，楚南灵台内神识归体，再度回到了内门藏经阁，只是脑海中还回想着老者一句话：小友，再待有缘。有缘？楚南脸色一僵，明白了，狗屁的有缘，分明是这老者留了一手，只传了他一部分精义。那完整的精义需要如何获得？是将这残缺的精义领悟后融会贯通，还是需要什么特殊的媒介？就在楚南思索之间，九宁焦急的声音在他脑中响起：楚南，你没事吧？刚才是怎么回事？你神识离体去哪了？然还不待楚南回答，九宁语气突然一变，凝重道：小心点，有人来了。楚南一头雾水，有人来了？他又不是偷溜进来的，有人来怕什么？你就是楚南？一道淡漠的女声在楚南身后响起。楚南回头一瞥，却是吃了一惊，急忙低头躬身。二长老。韩燕一身红裙，身段婀娜，姿容妩媚，却神态清冷，隐带雷威的长眸下，红唇轻启。本长老见你修炼这合欢功，似有所得，你心中若有疑惑，大可诉出，本长老或可指点你一二。楚南心中微动，他可不是初出茅庐的小子，这合欢宗不准确来说是这合欢宗第6分支是啥样，他一清二楚。按柳飘飘所说，他们这些外门弟子都是宗门的3位长老抓进来的。当初引诱楚南入宗的虽说是柳飘飘的师傅3长老，但眼前这位2长老肯定也没少做类似的勾当。合欢宗主宗是什么样，楚南不清楚，但在这里有一个算一个，全都是杀戮无数的妖女。哪怕是柳飘飘，若非中了他的九阳神功，也会毫不犹豫地吸干他。男人在这里完全就是韭菜，楚南可不相信2长老会有这么好心，会指点他修炼是了。看那老者意思，想修炼这合欢功，怕是不易，至少修炼到让老者能显化残念，教习精义程度的根本没有几个。若我不知道此地只是合欢宗一个分支，倒也罢了，现在既然知道了，那这2长老或者说分支这3位长老，在真正的合欢宗内多半也是些不受重视的弟子。这老妖婆根本不是想指点我，而是发现了我身上有些端倪，想要白嫖。念及此，楚南根本不上当，滴水不漏的禀报：回2长老，弟子修炼合欢功确实有很多疑惑，弟子感觉这合欢功除了修炼的时候浑身燥热外，似乎没什么功效。你说谎！韩燕眸色如电，冷冷盯着楚南：你修炼1天1夜，刚才却突然顿住，分明是有所误。你以为能瞒过本长老的眼睛？这……楚南闻言心惊，这女人怎么知道他修炼了1天1夜？楚南，他在诈你！刚才有人触发了时间规则，万物静止，连本尊都被定住身形，他一个小小的金丹修士根本不可能有思维。这是九宁的声音在楚南脑中响起，这女人也太狡猾了吧！楚南吐槽一声，心中大定，抬头露出一脸疑惑之色：二长老，刚才我确实感觉身体一僵，像是整个人突然失神一样，我还以为修炼终身体出了什么问题。二长老，这一僵就算是领悟？那……楚南满脸请教之色，我怎样才能知道我领悟了什么？还请二长老教我。韩燕冷艳的俏脸微微抽搐，他刚才打坐结束后，发现楚南仍在修炼，惊疑下正想动用神识查看，却突觉身子一僵。虽然只有短短一瞬，但却很不寻常。想起宗门内的一些传说，韩燕这才现身，想探究是否是楚南的原因。否则他何等身份，平素根本懒得跟这些外门弟子说半个字。是我多心了吗？从楚南神色中看不出任何端倪，韩燕心生一动。
但他自不会表现，随口敷衍楚南道：“既无领悟，更该勤加修炼。不过合欢功是本门最强功法，你不过区练气7层，最好还是另选一部功法主修，莫要异想天开。”说罢，韩燕罗袖一甩，闪身不见乎。见韩燕身形消失，楚南略松口气，心中哭笑不得。这女人还真是够敷衍的，打发她就算了，居然连她的修为等等。楚南大吃一惊，他此刻下意识内视，却愕然发现并非韩燕口误，而是她的修为真的只有炼气7层魔女。我的修为呢？这怎么回事？别慌，保持镇定。那女人在地底，并非离开，等你回去再说。好。楚南心中震惊，却也知道轻重。他装模作样的捧在合欢宫，又看了一阵后，唉声叹气的离开了藏经阁。阁外仍是那2名女弟子看守，见楚南出来，也无多话。藏经阁内的功法不可带出，修士在藏经阁内待几天几夜都是常事。而一旦学会功法，修士除非想另修功法，否则同样不会再来藏经阁。因此藏经阁最热闹的时候，也就是内门招收女弟子之际，除此外一向冷清。难道真的是我多心了？在楚南离开后，韩燕的身形又淡淡显化在藏经阁中。他瞥了一眼楚南放下合欢弓，略微思索。玉女峰，宗门第一亲传，内门大师姐白真真的闺房内。这里刚刚结束了一场鏖战，2个外门难修的尸体被白真真身边的侍女抬了出去。在外门弟子眼中威严尽显，圣洁无比的白真真，此刻犹如换了个人一般，妩媚妖娆地躺在床榻上，慵懒至极。感受着体内再度提升不少修为，白真真满足地勾起红唇，挥手照出玉简，查看宗门内的信息。身为内门大师姐，宗门第一长老的亲传，又值灵蛇秘境即将开启之际，白真真此刻在宗门的地位不言而喻。她手上拥有的特权，远不是柳飘飘能比。宗门中自然有不少弟子察言观色，聚拢在白真真身边，为她鞍前马后，充当耳目。外门第10的南修芳远晋升炼气8层，这应该是武师妹的痉挛吧？才炼气8层，和薛月差远了。外门第18居然练成了外门藏经阁的飞鹰盾，有些意思。咦，楚南？突然在看到一条关于楚南的信息后，白真真微微凝眉。柳飘飘天生媚体，在宗门不是秘密。这种天生能甄别难修天赋的体质，连白真真都羡慕不已。2年前，在柳飘飘将楚南列为痉挛时，白真真就曾派人暗中关注过楚南，但楚南表现平平，久而久之，白真真都快将这个名字给遗忘了。楚南去了内门藏经阁，看来柳师妹是打算带他进秘境呢。哼，这楚南，若我没记错的话，已在炼气4层停留许久，修为至少要炼气5层才能进藏经阁挑选功法。这楚南才刚从玉女峰下来，就去了藏经阁，想必是突破了。柳师妹，我倒要看看你一直关注职能秘境将开采舍得拿出来采补的杀手锏到底有什么特别。合欢宗分支资源匮乏，内门之中的竞争，尤其是亲传弟子之间的竞争尤为激烈。5大内门亲传相互间一直暗中较劲，秘境将开，关乎进入主宗的机缘，白真真对此势在必得。尽管在5大亲传中，他的实力远超其余4人，可在这种时候，他不会一丝一毫的掉以轻心。白真真挥手打出一道玉简，对外门中他的痉挛，位列外门斗法的第1的薛月传讯，在斗法大会上测楚南的斤两。而也就在白真真传讯之际，玉女峰上内门2师姐、2长老韩燕的亲传弟子徐娇娇，此刻也接到了一道传讯，师尊居然让我去关注楚南。正在闺房中打坐的徐娇娇明眸费解，因为柳飘飘的原因，徐娇娇也有关注楚南。可让徐娇娇诧异的是，居然连师尊都知道了这个炉鼎，莫非对方真有什么过人之处？其中一定有秘密。哎，真羡慕柳师妹的天生媚体，找的炉鼎总是那么出众。徐娇娇叹息起身，前凸后翘的爆火身材令人血脉喷张，偏偏其既不似白真真那般高傲华贵，也不像柳飘飘那么有着拒人千里之外的冷漠。徐娇娇长着一张清纯娃娃脸，犹如清纯明媚邻家小妹，可她的身段却是比火辣的少妇还要丰腴3分，让外门无数男弟子挪不开眼。既然是师尊的命令，那我只好亲自去一趟了。徐娇娇随意披了一件长袍，盖住了玲珑娇躯后，缓缓向玉女峰下行去外门弟子居所。楚南回到屋中，疑惑地询问九宁：“魔女，你的意思是说，这和欢宗大有来头？”回来这一路上，楚南已向九宁诉说了经过。当知道楚南的神识当时去了另一个世界后，九宁语气含有的凝重。按理说，下界中若真有如此人物，本尊不应该没听过，但毋庸置疑，能凭一道残念将你带入幻境，且能调动法则之力让时间静止，你口中这个老者的实力一定超越了仙境。楚南闻言既惊又喜，
这岂不是说，只要我将这颗欢金修炼下去，终于一日也能达到仙人，甚至和他一样超越仙境？楚南心中激动，他最大的心愿就是成为仙人，救出姐姐。哼！谁料九宁闻言却是当即给楚南泼了盆冷水，不屑冷嗤：你真以为那老者会和本尊一样好心？你能被他传送到精神世界，便说明了一点，他并没有彻底死去。如果你将合欢经修炼大成，你猜最后他是夺你的肉身，还是夺你的元神？亦或者他全都要？我丢魔女你可别吓我。楚南吃了一惊，不过对魔女的话他也深感认同。合欢宗分支都有这么多人，更别说还有主宗。楚南从不觉得自己是天命之子，如此大的机缘凭什么落到他头上？拿人命财补，这合欢宗光分支就这么邪性了，谁知道主宗是什么样？楚南暗自担忧，那魔女这合欢经我究竟是练还是不练？练？为什么不练？九宁说着黛眉一挑，楚南，你之前不是疑惑你的修为为何不进反退吗？楚南一愣，魔女你的意思和修炼这功法有关？不错，你可还记得本尊说过，想要地道筑基必须要修炼玄阶功法不可。那是因为你现在的境界只有玄阶功法才能够压缩并凝练你体内的灵气，因此你的修为不是降低了，而是在凝练，你丹田内的灵气非凡没少，还变得更加凝实，战力更强。换而言之，九宁淡淡一笑，这结合了合欢经的合欢功根本不是什么黄阶极品功法，其就算残缺也绝对达到玄阶功法的水准，否则你绝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接连压缩2个小境界的修为。这么厉害？楚南心头略喜，不禁问道：魔女，那这功法与你给我准备的魔功相比，哪个厉害？你都不肯求本尊，本尊凭什么给你准备魔功？楚南理所当然的语气令九宁呼吸微滞，银牙暗咬，心头恨不得把楚南拽进空间蹂躏100遍。但他心知楚南现在时间不多，强忍薄怒冷哼：本尊的魔功就算再上界也是顶级，自不会比这什么合欢经差。不过敢与天地合欢的功法，本尊也是第一次听说，可惜本尊没有肉身，无法尝试。反正你肯定得修炼一部合欢宗的功法，便姑且练着吧。本尊也想看看这功法的威力究竟怎样。听着九宁颇为异动的语气，楚南嘴角抽搐：你都没听过，怎么就肯定不如你的魔功？不是，你都没听过，怎么就敢让我修炼呢？魔女，我怎么感觉你想拿我当试验品？天下功法何其多，本尊又不是卖功法的，没听过有什么问题？而且就算本尊没听过，本尊也一样敢下断言。九宁神色不屑，淡漠道：功法4阶，天地玄黄，但具体到某个修士而言，最强的却不一定是天阶。等阶只是这部功法能达到的高度，不代表练了这功法的修士就一定能够达到。修士选择功法，功法同样也在给修士设限。以地阶功法来说，渡劫期以下几乎没有修士能修成，境界不到，就算再天才，就算有大能修士手把手教习，也难以领悟地阶功法的真意。至于天阶功法，更是要求严苛，不但境界要求更高，且非特殊体质的修士根本无法修行。而就算是特殊体质，若体质与功法不符，一样无法修行。能得到一部契合自身的天阶功法，机缘、气运、能力都缺一不可。况且就算你都符合也能修行，可想领悟天阶功法亦有诸多门槛，绝非得到就可以照着练那么简单。天阶功法就像是为绝世奇才量身打造的功法，不是普通人能觊觎的。而地阶功法需要境界足够才可修行，不是低阶修士能够直染的。换而言之，玄阶功法就是炼气修士能修炼的最高等级功法，而本尊为你准备的魔功乃是一部玄阶顶级功法。说到这，九宁冷嘲道：这合欢功，你既能在炼气境便可修行，其绝非地阶功法，最高也不过是玄阶顶级，最多也就和本尊为你准备的魔功相当而已。原来是这样，楚南恍然大悟，怪不得九宁之前言之凿凿，感情竟是为他准备了现阶段最好的玄阶顶级魔功。魔女，那就这么说定了，我先修炼这合欢功，等应付过外门斗法后，再修炼你为我准备的魔功。楚南心中豪情无限，跃跃欲试。切，你想的倒是挺美。九宁扑哧一笑，善意提醒：楚南，你不会以为修炼降低2层就算凝练成功了吧？正所谓99归一，你现在的炼气9层不过是伪境界，想要返璞归真，达到地道筑基的条件，你的修为会一路下降，直到炼气1层后再重新修回炼气9层。玄阶功法的好坏决定了你凝练速度的快慢，而据本尊观察，你这合欢功凝练的速度几乎不弱于本尊为你准备的魔功。所以九宁浅浅一笑，你若继续修炼合欢功，最多只要3天，你的修为就会下降到炼气1层，而5天后就是外门斗法。现在那个2长老可
是知道你修为是炼气7层，若你突然修为骤降，你说他会不会怀疑你学会了那门合欢功？这楚南闻言心头冷汗直冒。毫无疑问，二长老含羞不会平白无故现身且故意炸他，因此5天后的外门斗法，他的修为必须是炼气7层，只能高不能低。既如此，那我这几天就别修炼好了。楚南话刚出口，突然噎住。他如果不继续修炼，到了外门斗法的时候，拿什么去比斗？别说那门合欢功和老者教他的合欢经，就连外门藏经阁阉割版的合欢功中记载的法术，他都一招没学会。斗法的名次不重要，哪怕是最后1名都没关系，但他至少也得会1-2招才能应付过去，不然什么都不会，他凭什么修到炼气7层？肯定会引起宗门的注意。然而他想学合欢功的法术，就必须运转合欢功，可一运转，他修为就会掉。一掉，二长老含羞肯定会怀疑，这简直无解魔女，这什么灵蛇秘境？可是你让我参加的，不然我早跑了，你不能见死不救啊！你有什么好办法没？看着焦急的楚南，九宁嘴角微扬，刚想调侃，却是突的黛眉一扬，凝声道：楚南，有人来了，是冲你来的。谁？楚南心头一惊，他在外门属于小透明，从不得罪，也从不结交任何人，平时鲜有人来找他，是个漂亮女人。这女人的修为在筑基7层，比你收服那个柳飘飘还强。九宁正蹙眉间，突然咦了一声，他又走了。奇怪，刚才他明明是冲你这来的，为何走了？他长什么样？哼，自然是女人样。九宁懒得多说，直接在楚南脑中具象了一幅画面，是内门二师姐徐娇娇。看到九宁具象的画面，楚南吃了一惊。可以看出，画面中徐娇娇婀娜身段轻摇，迈着莲步正朝他居住的地方走来。但不知为何，他手中的玉简突然亮了一下。随后徐娇娇掩嘴轻笑一声，转身离去。这徐娇娇可是二长老的亲传弟子，难道是二长老叫他来的？糟糕，二长老不会真察觉出什么了吧？楚南心惊肉跳。别看徐娇娇那张娃娃脸上千娇百媚，用脚趾头想想也知道其能成为亲传，在艳丽外表下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狠辣。徐娇娇在宗门身份高贵，根本不可能平白无故来外门弟子的住所，魔女的感应肯定没错，她就是冲我来的。但不知什么原因，她却改变了主意。想到徐娇娇转身前那一抹娇笑，楚南只觉得头皮发麻。魔女，现在情况紧急，二长老肯定盯上了我，你到底有没有办法？瞧你那怂样，慌什么？九宁不屑训斥，淡淡道：如今看来，这内门合欢功能修成的人应该寥寥无几，至少在这处合欢宗的分支中是这样。只有触发那老者的残念，才能得到匹配的心法，否则只按照功法修行，事倍功半。所以那二长老盯上你的目的，无非就是想确定你是否得到了心法，想从你手中获得而已。换而言之，是他对你有所求。楚南闻言无语。魔女，就算是他对我有所求，你不会以为他真会把合欢宗的弟子看吧？一旦被他确定我真的得到了心法，只怕分分钟就要被他要挟逼问。二长老可是金丹修士，随便一根手指头都能碾死我。切，那又如何？九宁嗤笑，他的目的只是心法，只要拿捏住他，你就立于不败之地。拿捏宗门二长老？魔女，你没跟我开玩笑吧？哼，有本尊传你的双修术，男的先不说，一个女的，你有什么好怕的？就算暴露，只要你想办法接近她，和柳飘飘一般如法炮制，分分钟就能叫她臣服，让宗门二长老臣服。楚南听得目瞪口呆，魔女不愧是魔女，这行事风格比合欢宗这些妖女还可怕。但诚如魔女所言，一旦暴露，二长老必定会逼她吐露心法。只要找机会接近，想到魔女那些双修术的厉害，楚南吞了吞口水。一个柳飘飘仅双修一次，就让他的修为突飞猛进。虽然现在修为下降，但那是因为灵气凝实的缘故，实际他的修为并没有降。所以要是真把二长老给给设计了，那他的修为进简直不敢想。而且话说回来，二长老虽然是宗门长者，可模样却和少妇一般，水灵灵的娇艳欲滴。哼，瞧你那一脸猪哥样，男人果然没一个好东西。看楚南想入非非，九宁顿时冷笑。但楚南，你也别高兴太早，本尊叫你的双修术是没问题，可你也要有匹配的修为，才能发挥出威力。以寒焰金丹期的修为，你至少要达到筑基期，才能通过双修令他臣服。啥？楚南犹如当头被泼了一盆冷水，内心抽搐。他想天道筑基，不知要猴年马月。如果等筑基后才能有制服二长老的实力，哪怕是不等他筑基，就不知死了多少回了。魔女，我看你就是诚心在消遣我。消遣？九宁一脸揶揄。本尊何时消遣你了？是你问本尊有没有办法，办法本尊当然有。
可你修为不足，这也能怪本尊。而且现成的办法就在眼下，你不抓紧时间去做，反而来问本尊，本尊就算消遣你又如何？楚南狐疑，什么现成的办法？自然是修炼。九宁淡淡道，你只要在5天内，在斗法大会开始前，利用合欢功将修为压缩至炼气1层，之后再继续修炼，将修为重新提升至炼气7层，不就可以了吗？别忘了，你还有柳飘飘。这……楚南恍然大悟。对啊，虽然这听上去有些不可思议，5天内怎么可能进境这么快？但正如魔女所说，她有柳飘飘啊。对拥有双修术的她来说，柳飘飘的作用就好比灵丹妙药，虽然说起来有些残忍，但事关生死，也由不得楚南迟疑。更何况，若非他控制了柳飘飘，柳飘飘早就把他吸干了。楚南可不会有什么愧疚心理。既如此，那就修炼。楚南没有废话，时间紧急，他立即在屋内盘坐，开始运转合欢功心法，对照功法记载那些古怪动作，开始运功。看着迅速进入修炼状态的楚南，九宁黛眉微挑。那徐娇娇的体质似乎也颇为不凡，若能被这傻子驯服，再加上那个二长老，天道筑基所需的灵力应该是差不多了。哼，真是便宜这傻子了。不过这徐娇娇突然离去，确实有点古怪。合欢宗，本尊倒要看看一个下界下派都要哪些手段。九宁青丝飞舞，神色睥睨天下。楚南已经是他脱困最大的希望，谁敢动楚南，就是与他魔尊为敌。而也就在楚南苦修之际，外门演武堂，徐娇娇隐在暗处，看着从演武堂出来的一名仪表堂堂的魁梧壮汉，眉目娇媚如春水。这薛岳不愧是外门最优秀的男修，要是什么时候能和他双修一场就好了。不过这楚南居然能惊动薛岳出手，看来是大师姐那边也在关注楚南。徐娇娇红唇微翘，十分感兴趣。楚南，你到底有什么特殊呢？姐姐可真是越来越好奇了呢。内门5大亲传弟子明面和气，实则都在暗里较劲。内门大师姐白真真能在藏经阁安插人手，而作为内门2师姐的徐娇娇自然也有拥趸。之前碍于师尊之命，徐娇娇本想亲自去会会楚南，但就在她快到处难住所时，却接到眼线传讯，说大师姐白真真派出了薛岳，要让薛岳试探楚南的斤两。有人代劳，徐娇娇自然乐得看戏。而此刻，外门第一人薛岳已经从演武堂来到外门藏经阁中。外门藏经阁虽远不如内门藏经阁，但除了有限的几个外门弟子，依旧是大多数外门修士提升实力的唯一途径。只要修炼有成，就可以和内门师姐一清芳泽。这在外门已经是公开的秘密。除了一些外门大嘴巴的传播之外，内门也有意放出消息推波助澜。因此外门弟子不管是为了进入内门让修为更上一层楼，还是因为欲念垂涎那些内门师姐的，几乎都在藏经阁中苦修，为的就是能在外门斗法大会上大放异彩，被内门的师姐相中。就在薛岳进来的时候，外门藏经阁中满满的全是外门修士，和内门藏经阁寥寥无几的场面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庞四，你出来一下。薛岳没有废话，直接朝一名男修喊道。作为外门第一人，薛岳在外门的威慑力十足。这不光是因为薛岳修为高，拳头硬，关键是薛岳还是内门大师姐白真真的痉挛。在合欢宗，痉挛的意思就是只属于大师姐白真真一个人，其他内门师姐没有大师姐白真真的同意，根本不能使唤薛岳。换而言之，就算是普通的内门师姐，有白真真做后台，薛岳也根本不放在眼里。曾经就有一名内门师姐路过调戏薛岳，结果被薛岳告诉了白真真。听说那个内门师姐没过多久，就在一次外出中消失无踪，再也没能回来。因此庞四尽管在外门，也在百强榜的名单上，算是比较出色的弟子，可面对薛岳的点名，不敢有丝毫怠慢，立刻跟了出来。大师兄，是有什么事吗？庞四神色讨好的问道。的确有一桩事要你做。薛岳直截了当，外门有个叫楚南的弟子，你去打听一下，给他点颜色看看。薛岳漫不经心的说道。虽然试探楚南是白真真吩咐的，但对薛岳来说，别说一个外门没听过的弟子，就算是外门排名第2、第3的弟子，在他面前一样是土鸡瓦狗。尤其是在薛岳打探到楚南来外门2年，却连炼气5层都没突破后，更是完全失去了兴趣。他亲自出手，楚南恐怕连他一招都挡不住。这样的人也值得他试探。薛岳看着庞四淡漠道：1天内我要看到结果。大师兄，您太客气了。听到薛岳的要求后，庞四松口气的同时忍不住疑惑：大师兄，能问一下，这楚南是得罪您了吗？庞四很疑惑，像薛岳这种在外门1等1的猛人，还背靠着内门大师姐白真真，外门居然还有不长眼的人敢得罪。让你做你就做，别问那么多。听说你最近在参悟飞鹰盾，这件事办好了，我可以指点你一次。
谢谢大师兄。听到薛岳的承诺，庞四大喜过望。很快，薛岳离开后，庞四立即开始打探楚南。他倒也谨慎，没有大嘴巴，毕竟是薛岳交给他的事，庞四没傻到四处宣扬。殊不知，这一切都被隐藏在暗中的徐娇娇看在眼里。很快，在得知楚南入门为止，才练气4层，连参加斗法大会的资格都没有后，庞四微微错愕。外门近1000弟子，能参加斗法大会的10之8九，他好歹也是外门100强弟子，结果薛岳却叫他去收拾一个外门吊车尾的家伙。看来这楚南应该是不知道什么地方得罪了薛师兄，但薛师兄的身份肯定不屑和他动手，这才让我出手。庞四自我脑补一番后，嘿嘿冷笑，这种好事简直是天上掉的馅饼。楚南是吧？放心，我庞四肯定会好好感谢你的。没有丝毫迟疑，庞四问清楚楚南的住所后，直接赶来。还有5天就是外门斗法大会，越早办成这事，就能越早得到薛岳的指点，说不定就能让他在斗法大会上提升几个名次。楚南，给我滚出来！庞四到来后，没有任何废话，点名要楚南滚出来。屋内，楚南刚刚结束一次合欢经的修炼，和之前的修炼不同，在老者出现之前，楚南并无心法辅助，而在老者传授心法后，楚南只修炼了1次，就将炼气圆满的修为压缩到了炼气7层。只不过，因为魔女说压缩越到最后越难，因此楚南一直觉得想要压缩到炼气1层，最少也需要1-2天的时间。但让楚南没想到的是，他这才修炼了1个周天，自己的修为居然又降了2层，如今直接降到了炼气5层。楚南惊讶之际，本想问问魔女，谁料他还没开口，外面就响起了庞四的呵斥声，似乎是外门炼气6层巅峰的庞四。透过门缝看到屋外的庞四后，楚南心中疑惑。他前2年虽甚少和外门弟子接触，但对外门弟子中的牛逼人物他都是了解的，因为每次外门斗法大会结束，前100名都会被刻画在外门100强榜上，用以激励外门的普通弟子。庞四便名列其中。我和庞四素无交集，他这般来势汹汹，所谓何事？楚南下意识联想到徐娇娇。魔女说徐娇娇来而又去，那这庞四来寻衅，会不会就是徐娇娇找来的？树欲静而风不止，徐娇娇背后是韩燕，既然躲不过去，那就按照跟魔女定的计划来吧。楚南目光冷峻，打开房门走出，看着门口姿态高傲的庞四，淡淡询问：庞师兄，不知何事来找楚某？你就是楚南？看着神色姿态对自己毫无恭敬之意的楚南，庞四眉峰一挑，心中冷笑，怪不得薛师兄想揍他，这般目空一切的小弱鸡，自己看了都想揍他。楚南，我听说你在背后乱嚼舌根，说我的坏话。庞四随口给楚南按了条罪状，冷笑连连，今天我来就是要给你点教训，让你知道什么叫祸从口出。说罢，庞四更无废话，直接扬起沙包大的拳头朝楚南狠力袭来。还真是来找茬的。望着庞四裹挟劲风狠辣袭来的拳头，楚南心头掠过一抹阴沉。他与外门弟子素无往来，庞四此人若非100强榜上的影像，他甚至都认不出来，何来背后诋毁一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既然避无可避，今日便拿你来震慑宵小。楚南眸中寒意一闪而逝，不闪不避，同样一拳迎了上去。砰！双拳交击，发出一声闷响，一股沛然力道反震而回。庞四只觉得手臂一麻，竟控制不住身形，噔噔噔连退数步，方才稳住。他面露骇然，死死盯着楚南。这怎么可能？楚南身上的灵力波动分明只有炼气5层，虽然比他打听到的炼气4层要强上一筹，可自己乃是炼气6层巅峰，距离炼气7层也不过1线之隔。方才那一拳的力道，绝非区区炼气5层能够拥有。哼，倒是小瞧你了。庞四面色变幻，随即冷笑，莫非是修炼了什么增强力道的秘法？可惜旁门左道，终究上不得台面。在他看来，楚南定然是依仗了某种瞬间爆发的法术，才有了这般惊人力道。楚南却心知肚明，他根本未曾修习任何法术，之所以能一拳逼退庞四，全赖于体内那经过9凝魔尊指点，千锤百炼后压缩到极致的灵力。如今的炼气5层，其灵力总量与精纯度远非寻常炼气9层可比。不同的法术固然能增强修士的攻防之力，一些威力奇大的法术甚至能让修士拥有越阶挑战的资本，但外门藏经阁那些功法大多粗浅不堪，庞四所学又能高明到哪里去？楚南并未解释，只是平静地注视着庞四。还有什么手段，一并使出来吧。狂妄！庞四被楚南那淡然的态度激怒，脸上清气一闪，他双手掐诀，低喝一声：锋刃！数道淡青色的锋刃凭空浮现，带着尖笑朝着楚南疾射而去。楚南不为所动，体内灵力奔涌，
直接以雄浑的灵力在身前形成一道无形屏障。吃吃吃，锋刃撞在屏障之上，如同泥牛入海，瞬间消弭于无形。庞嗣瞳孔骤缩，心中翻起了惊涛骇浪。硬抗，他居然用纯粹的灵力就挡下了自己的法术。这处男当真只有炼气5层，看来不给你点真颜色看看，你是不知道天高地厚了。庞嗣面色狰狞，眼中闪过一抹狠厉。处男能死在我的飞鹰盾之下，你也足以自傲了。这天鹰九击乃是外门最顶尖的攻击法术之一，我苦修2年也才堪堪掌握前2击，本是为斗法大会所准备的杀手锏。话音未落，庞嗣周身气势陡然攀升，一股凌厉之气透体而出。远处隐匿在暗处的徐娇娇美眸中异彩连连。师尊曾言处男身具炼气7层的修为，可如今看来，他分明只展露了炼气5层的境界，便能与炼气6层巅峰的庞嗣斗得不落下风。这傻子果然隐藏了实力。飞鹰盾，天鹰九击吗？徐娇娇红唇微弯，饶有兴致地注视着场中，倒要看看你能给我多少惊喜。此刻庞嗣已经蓄势完毕。天鹰九击，第1击，鹰击长空。他暴喝一声，身影陡然变得模糊，仿佛化作一只扑击猎物的苍鹰，双掌成爪，带着撕裂空气的锐啸，朝着楚南猛扑而来。这一击气势惊人。楚南神色微凝，他曾在外门百强榜的介绍中听闻过这飞鹰盾的威名，当下不敢怠慢，体内压缩到极致的灵力毫无保留地运转起来，汇聚于双臂，准备硬抗。轰！鹰爪与楚南的双臂悍然相撞，发出一声巨响，劲气四溢，吹得楚南衣衫猎猎作响。烟尘散去，楚南依旧稳稳站在原地，毫发无伤。他心中却暗自嘀咕，这天鹰九击果然有几分门道，单是第1击便有如此威力，而且天鹰九击1击强过1击，若任由他施展下去，单凭防御恐怕会陷入被动。一念及此，楚南改变了策略，与其被动挨打，不如主动出击。见楚南竟硬生生接下了自己天鹰九击的第1击，庞嗣脸上满是难以置信，这可是他引以为傲的杀招。楚南那平静的模样，仿佛刚才那石破天惊的1击只是微风拂面。不等庞嗣从震惊中回过神来，楚南已然动了。庞嗣心头一凛，不敢有丝毫大意，强行压下心中的骇然，怒吼道：第2击，裂金！他双爪交错，爪影重重，比之第1击更为凌厉，更为迅猛，仿佛能撕裂金石。然而楚南不退反进，体内灵力如火山般喷发，不施展任何花哨的法术，只是简简单单的一拳对着那漫天爪影轰了过去。砰！拳爪再次交锋，楚南的拳头如同最为坚固的磐石，直接将那凌厉的爪影尽数震散。庞嗣只觉得一股无可匹敌的巨力涌来，第2击的攻势瞬间瓦解，整个人气血翻腾，差点一口血喷出来。楚南身形微微一晃，也感觉手臂有些发麻。这第2击威力果然又强了不少，若是他能使出第3击，自己单凭修为硬抗，就算能接下来，恐怕也要受些轻伤。没有给庞嗣任何喘息之机，楚南一步踏出，身影如电，第2拳已然轰出。庞嗣骇然欲绝，仓促间只能勉强抬臂格挡。咔嚓一声轻微的骨裂声响起，庞嗣闷哼一声，身形不受控制地向后倒退，每退一步都在地上留下一个深深的脚印。噗！还未站稳，楚南的第3拳已经如同枯骨之躯，紧随而至，结结实实地印在了他的胸膛。庞嗣如遭重锤，一口鲜血狂喷而出，身体像是断了线的风筝一般倒飞出数丈之远，重重摔落在地，激起一片尘土。他挣扎了几下，却再也爬不起来，看向楚南的目光中充满了惊恐与不解。这真的是那个入门2年连炼气5层都未突破的废物楚南。暗处徐娇娇那张清纯的娃娃脸上浮现出浓郁的欣慰，她纤手掩着红唇，一双媚眼波光流转，真是有趣的小家伙。只用炼气5层的修为，不动用任何法术，仅凭肉身和灵力，就如此干脆利落地击败了炼气6层巅峰的庞嗣。难怪师尊会让我留意，这楚南身上藏着大秘密呢。徐娇娇对楚南的兴趣愈发浓厚。另一边，被楚南3拳打得瘫软在地的庞嗣，口中不断溢出鲜血，看向楚南的视线里只剩下无尽的恐惧。楚南，不，楚师兄，误会，这都是误会。庞嗣再无半分之前的嚣张，挣扎着求饶。楚南居高临下地俯视着他，神色淡漠。这一战看似轻松，实则楚南心中清楚，他完全是靠着修为碾压。合欢经凝练过的灵力，精纯雄厚，远非庞嗣这种外门弟子可比。可他至今连一招像样的法术都不会。若是换一个炼气7层的修士，只要法术稍强一些，自己就未必能赢得这么轻松。若是炼气8层，自己恐怕只有落败的份。法术对修士的战力加成太大了。
庞四所学的不过是外门藏经阁最粗浅的功法，威力有限，这才被自己抓住机会以力破之。今日之事绝不能善了，否则只会引来更多的麻烦。误会。楚南的声音不带一丝温度，一句误会就要了结此事。庞四心头一颤，抢笑道：楚师兄，你想怎么样？只要我能做到，一定补偿。补偿就不必了。楚南缓缓蹲下身，伸出一根手指，轻轻点在庞四的丹田位置。既然是误会，那就小惩大戒，废你一层修为，你可有意见？庞四闻言，脸上的恐惧瞬间被愤怒与怨毒取代。废掉一层修为，那他将从炼气6层巅峰直接跌落到炼气5层，还有5天就是斗法大会，这无异于断了他的前程。楚南，你别太嚣张！庞四色厉内荏的嘶吼：你以为我为什么会来找你？我告诉你，我背后有人，你敢动我，就是自寻死路。背后有人。楚南脑海中瞬间闪过徐娇娇那张千娇百媚的脸，除了她还能有谁？而徐娇娇的背后站着的可是宗门2长老韩燕。原来如此，自己早就被盯上了，躲是躲不掉的。既然横竖都是死，又何必忌惮一颗随时可以被牺牲的棋子？楚南嘴角勾起一抹冷冽的弧度，他不再废话，指尖灵力一吐，干脆利落。噗！庞四只感觉丹田如遭针刺，一股钻心的剧痛传来，体内辛苦修炼的灵力如同决堤的洪水般瞬间宣泄一空。他的气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萎靡下去，直接从炼气6层巅峰跌落到了炼气5层初期。啊！我的修为！楚南，我杀了你！庞四发出凄厉的惨嚎，双目赤红，充满了无尽的怨恨。庞四怨毒地瞪着楚南，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每动一下都牵扯着丹田的剧痛，让他面容扭曲。楚南，你等着，你死定了！我不会放过你的！他撂下狠话，连滚带爬地逃离了此地，背影狼狈不堪。楚南面无表情地看着他消失的方向，这才转身回屋，关上了房门。暗处，徐娇娇眼波流转，用纤纤玉指卷着一缕发丝，嘴角噙着一抹玩味的笑意。真是个杀伐果断的小家伙，难怪能被柳师妹看上。只可惜这般人物却成了柳师妹的痉挛。她悠悠一叹，媚眼中闪过一丝冷意。既然不能为我所用，那还是死了的好，免得在秘境里给我添麻烦。随即他又轻轻撇嘴，自语道：这庞四也真是个废物，连楚南真正的深浅都试探不出来。徐娇娇沉吟片刻，最终决定按兵不动，先看看白真真那边有什么反应。她那个宝贝痉挛应该不会坐视不理吧？要是她还不出手，那妹妹我可就要亲自下场了。屋内总算有点男人样了。九宁的声音在楚南脑中响起，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赞许。楚南闻言咧嘴一笑，开起了玩笑：我是不是男人，别人不清楚，你还不清楚？你阴阳鼎中，九宁的意念体瞬间一致，绝美的脸颊上竟飞起一抹红霞。他羞恼地啐了一口：油嘴滑舌，你还是先担心自己吧。他强行压下心头的异样，冷哼道：废了那个庞四，你固然是立了威，但也把他背后的人得罪死了。刚才那个徐娇娇可是一直在附近看着呢，本尊可警告你，要是真到了被人喊打喊杀的地步，本尊可没办法出手救你。楚南脸上的笑容收敛，心头一凛，他没有再废话，立即盘膝坐下，开始运转合欢经。时间对他来说太宝贵了。随着心法运转，周遭的天地灵气再次被引动，疯狂地朝着楚南汇聚，却又被他体内的功法无情地压缩凝练再提纯。仅仅是2个周天之后，楚南猛地睁开双眼，内视己身，炼气4层，他的修为竟然又降了1层。丹田气海内，原先那片灵气之湖，如今只剩下了一汪小小的清泉，但泉中的每一滴水都仿佛蕴含着爆炸性的力量，精纯到了极致。照这个速度，最多再有半天就能压缩到炼气1层。楚南心头大喜，到那时他就可以去找柳飘飘，通过双修将修为一口气冲回去了。然而阴阳鼎内的九宁此刻却看得有些发懵，那双睥睨天下的美眸中满是震惊。这合欢经的凝练效果怎么比本尊的魔功还要恐怖？这不合常理。外门，薛岳的居所。作为外门第一人，他的住处是一座独立的院落，远比其他弟子的居所要气派。薛师兄，薛师兄救我！庞四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扑到院门前，凄厉地哭喊着。院门打开，薛岳皱着眉头走了出来。当他看到庞四那修为跌落、凄惨无比的模样时，高傲的脸上也闪过一抹讶异。怎么回事？薛师兄！庞四看到救星，哭得更凶了。是那个楚南，那个楚南，他不但不把您放在眼里，还废了我1层修为啊！他太嚣张了！
我只是提了您的名字，他就对我下此毒手。庞四添油加醋地哭诉着，将自己塑造成了一个忠心耿耿却惨遭毒手的小弟形象。薛师兄，你一定要为我做主啊！薛岳的脸色阴沉的能滴出水来。庞四这废物，居然被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处男以炼气5层的修为给废了！滚！薛岳脸一冷，一脚将还想哭诉的庞四踹开，眼中的厌恶毫不掩饰。庞四连滚带爬的离去，不敢再多言半句。薛岳心情烦躁至极，他并不在乎庞四的死活，他在乎的是白真真的态度。大师姐居然会关注一个外门2年都未曾突破的废物，甚至还特意让自己去试探。在薛岳看来，自己天赋异禀，是外门独一无二的存在，更是唯一能配得上白师姐的人。他深爱着白真真，绝不允许任何人染指他半分。这处男定是想靠着什么歪门邪道博取大师姐的关注。薛岳心中妒火中烧，再也坐不住，径直冲向了玉女峰。白真真的闺房内香气袅袅，她一袭白衣盘坐在榻上，圣洁如雪莲，却又透着一股令人心颤的魅意。何事？她并未睁眼，声音清冷，仿佛不带人间烟火。大师姐。薛岳单膝跪地，语气急切而恳切，若您是为了灵蛇秘境之行，想多寻些帮手，您根本无需理会那个处男。我已经按照您给的功法，将修为压缩到了炼气8层，不日便可重回巅峰。那处男在我面前，不过一招之敌。秘境之中，薛岳愿为您赴汤蹈火，定助您夺得第一。听着薛岳那充满深情与决心的表白，白真真缓缓睁开眼，那张绝美的脸上竟浮现一抹淡淡的笑意。谁告诉你我想收了处男？薛岳猛地抬头，满脸错愕。白真真轻笑道：那处男是我三师妹柳飘飘的痉挛，我让你试探她，不过是想看看我那位柳师妹究竟藏了张什么样的底牌。原来是这样。薛岳心中一块大石轰然落地，狂喜瞬间填满了他的胸腔，看向白真真的目光炙热的几乎要将人融化。白真真从床榻上起身，莲步轻移走到薛岳面前，伸出纤纤玉指，轻轻挑起他的下巴。他俯下身，温润的红唇在薛岳的唇上轻轻一印，一触即分。好好修炼。薛岳脑中一片空白，只剩下那惊人的柔软触感和醉人的香气。他有些失望，却又被这蜻蜓点水的一吻激起了无穷的斗志。是，大师姐，我一定尽快突破到炼气9层。薛岳激动的告退，脚步都有些虚浮。看着薛岳离去的背影，白真真脸上的笑意瞬间敛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片刺骨的冰寒。他从宗门一本残破的古籍中窥见了一个惊天秘密：筑基分为天、地、人3道，而他只是最普通的人道筑基。他不甘心，所以他选中了天赋绝佳的薛岳，赐予他一部从黑市重金购来的玄阶残缺功法，让他千锤百炼，凝练灵气。他之所以近1年来都未曾与薛岳双修，并非是故作矜持，而是要保住薛岳的元阳，等他将修为重新修炼到炼气9层巅峰的那一刻，届时他便会将这颗他亲手培养的最完美的果实一口吞下，以此将他的人道筑基重塑成为地道筑基。灵蛇秘境，我势在必得。白真真喃喃自语，声音幽冷。不管是柳飘飘还是徐娇娇，你们都将成为我的垫脚石。同一时间，外门楚南的居所内，夜色已深。当楚南又一次完成和欢金的周天运转后，他紧闭的双眼豁然张开。近30次的功法运转，他体内的灵气被压缩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极致。楚南内视丹田，炼气1层，他的修为终于淬炼到了起点。魔女，我成功了，我已经将修为压制到炼气1层。楚南压抑着心头的兴奋，在脑中对九宁说道。阴阳鼎中，九宁却罕有的陷入了沉默，心神俱震。这和欢金怎么可能将灵气压缩得这么快？这速度比他为楚南准备的玄阶顶级魔功快了不止1星半点。难道这功法不只是玄阶？不可能。若是地阶功法，以楚南的境界，根本连门槛都摸不到，根本不可能修炼成功。除非九宁绝美的脸上浮现出一抹惊疑，除非是楚南自身的原因，他身具某种连他都未曾察觉的特殊体质。这个念头一出，便再也遏制不住。九宁越想越觉得有这个可能。回想千年双修，他就觉得楚南的气血之力庞大的非比寻常，完全不像一个低阶修士。起初他对能否借楚南之身受孕，其实并未抱太大希望。毕竟他曾是魔尊之躯，哪怕只剩一缕残念，与凡俗修士之间也隔着天堑，想让她怀孕，难如登天。可楚南偏偏就成功了。之前九宁只当是自己气运逆天，是千万年难遇的巧合，但现在看来，事情绝非那么简单。阴阳鼎这等上古之宝，为何会认一个平平无奇的下界修士为主？这小子身上一定有他不知道的秘密。
可这秘密究竟是什么？以他现在的状态，却也无从探知。哼，别高兴太早。面对楚南的询问，九宁压下心头的波澜，死鸭子嘴硬，依旧是那副不屑的冷傲腔调。你以为重新修回去是件容易的事？你丹田内的灵气经过合欢经的凝练，品质早已发生质变。寻常修士炼气9层的灵力总量，或许才勉强抵得上你现在炼气1层的灵力。换而言之，你想重新修回炼气9层，需要吸纳的灵力是寻常人的9倍不止。楚南闻言，心头也是一沉。他自然清楚这个道理，但九宁的话让他对困难的程度有了更清晰的认知。我明白，定不会懈怠。楚南看了一眼窗外，夜幕已经降临。他决定明日再去找柳飘飘。1天之内去2次，太过频繁，难免会惹人生疑。这一夜的时间正好可以用来熟悉一下心得的法术。他当棋盘坐下来，心神沉入脑海中的合欢功法之中。和外门那部阉割版不同，内门的合欢功记载了足足3个法术，分别是天地一刀斩、疾风遁、五雷咒。在3个法术中，天地一刀斩是唯一一个在外门功法中也有记载的法术。楚南的目标很明确，必须先学这个。若是贸然使出疾风遁或五雷咒，就等于直接告诉别人他偷学了内门功法。天地一刀斩，其要义在于身融天地，调动自身所有灵力与周遭的天地之力，发出至强一击。代价是一击过后，体内灵力便会涓滴不剩，陷入虚弱。但其威力，按照功法记载，至少是同阶法术的3倍。对现在的楚南来说，这无疑是最好的保命底牌。学习法术对已经掌握功法心诀的楚南来说并不算难，无非是按照特定的经脉路线运转灵力，再配合相应的身法而已。很快，楚南便感觉自己已经掌握了其中的诀窍，只差实际演练一番。可这法术威力巨大，若是在这小小的居所中施展，怕是动静不小，会立刻引来旁人窥探。楚南心念一动，试探着问道：魔女，我可不可以进阴阳鼎里对你施展一下，看看这法术的威力？反正你也不睡觉，而且想必这种小法术也伤不到你吧？阴阳鼎中，九宁的意念体被楚南这句没皮没脸的问话气得呼吸一滞。滚进来！他冷斥一声，话音刚落，楚南便感觉周遭景物一阵扭曲，下一瞬已然身处一片无垠的灰蒙空间。此地空旷死寂，毫无生机，却又坚固的匪夷所思。本尊可没兴趣陪你玩，何况这阴阳鼎自成一界，坚固异常，你直接在鼎内空间施展，自可看出威力。九宁的声音在空间中回荡，带着惯有的睥睨之意。也行。楚南闻言不再犹豫，当即按照天地一刀斩的心法要诀，运转起体内那精纯到极致的灵力。灵力如同一条苏醒的蛟龙，在他经脉中奔腾咆哮。成了！楚南能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灵力与周遭产生了某种玄妙的联系。他立刻尝试引动这片空间的力量，试图让天地之力灌入己身，发出石破天惊的一击。然而什么都没有发生。周遭的灰蒙空间纹丝不动，没有一丝一毫的能量被他牵引而来，仿佛他与这片天地之间隔着一层无法逾越的壁障。怎么回事？楚南眉头紧锁。笨死了！九宁的声音适时响起，带着一丝嘲弄。阴阳鼎自成一界，法则独立，你那功法想借的是外界的天地之力，在本尊的地盘自然行不通。楚南恍然，心中不免有些失望。无法借用天地之力，这天地一刀斩的威力岂不是要大打折扣？但他没有放弃，既然无法外借，那就将自身力量催发到极致。楚南低喝一声，将丹田内那炼气1层的所有灵力尽数凝聚于掌心，猛地向前劈出。一道凝实无比的金色刀芒瞬间脱手而出，带着撕裂一切的锋锐，狠狠斩在远处的虚空。轰！整个灰蒙空间似乎都为之轻轻一颤。被刀芒斩中的地方，空间壁垒上竟浮现出一道浅浅的白痕，虽一闪即逝，却真实存在过。九宁心头巨震，这怎么可能？阴阳鼎是何等至宝，楚南这一击虽然只是微不足道的一道白痕，可他用的仅仅是炼气1层的灵力啊！这合欢经威力也太强了，其凝练灵气的效果远超玄阶功法的范畴。若非他深知的阶功法绝非炼气修士所能染指，他几乎要以为这是一部传说中的地阶神功，威力也就一般般，勉强能看。九宁嘴上却是不屑一顾，连本尊的空间壁障都破不开，也就欺负外门那些废物了。楚南闻言倒是没觉得气馁，反而心头一动。对了，在阴阳鼎里，时间流速与外界完全不同，他何不趁此机会将另外2个法术也一并学会？想到这，楚南立刻盘坐下来，心神沉入疾风遁的法诀之中。疾风遁身融天地，既是身法，也是隐秘之术，修炼到极致，甚至能短距离瞬移。
只是在这片空间，楚南同样无法身融天地，只能依靠自身灵力模拟出那种急速穿行的感觉。身形闪烁，带起道道残影，虽远达不到瞬移的程度，却也快得惊人。接着是五雷咒，此法乃是召唤天雷的攻击法术，同样需要引动天地间的雷霆之力。楚南尝试了半天，最终也只能用自身的灵力在指尖凝聚出一道细小的金色电弧，噼啪作响，威力聊胜于无。唉，楚南叹了口气，从修炼中停下。这合欢宫的法术威力虽大，但限制也太大了，几乎每一个都需要借助天地之力。若是碰上像阴阳鼎这样隔绝天地的环境，战力怕是要大打折扣。不知所谓。九宁冷哼道：“修是修炼，本就是窃取天地之力。你这功法能让你在炼气境就触碰到法则的门槛，已是逆天之举，你还嫌弃？创造此功法的人当真是个疯子，想法大胆至极。”在阴阳鼎中，不知过去了多久，或许是3个月，又或许是更久。楚南已将天地一刀斩、疾风遁、五雷咒这3个法术修炼得滚瓜烂熟，只待出去后，在真实的天地间检验其真正的威力。魔女，我准备好了，可以出去了。哼！九宁轻哼一声，楚南只觉眼前一花，再度回到了自己那间狭小的居所内。窗外夜色依旧深沉，与他进去前似乎没有丝毫变化。时间果真只过了瞬息。楚南不再耽搁，立刻盘膝坐下，继续运转合欢经，想看看压缩到炼气一层后修炼的速度如何。然而一个周天下来，他却发现丹田内的灵力增长竟是微乎其微。怎么会这么慢？楚南有些诧异，他凝神感受了一下，随即明白了缘由。他这间小破屋周围的天地灵气，经过他之前夜以继日的疯狂压缩，早已变得稀薄不堪，几乎快被他给抽空了。楚南傻眼了，他自己把周围的灵气给吸干了。哼，现在知道麻烦了。九宁的声音带着几分幸灾乐祸，想靠着吐纳天地灵气重新修炼。等你修回炼气9层，怕是灵蛇秘境都结束几百年了。那怎么办？楚南顿时一个头2个大。办法倒也不是没有。九宁慢悠悠道：“要么去找一处洞天福地，那里的灵气浓郁到化不开，足够你挥霍。”楚南嘴角抽了抽，这跟没说有什么区别。要么就用灵石修炼，一块下品灵石蕴含的灵气就远超你这破屋子周围的总和。灵石，楚南更头疼了，他浑身上下连一块铜板都找不出来，去哪弄灵石？魔女，你就别卖关子了。看着楚南那副苦瓜脸，九宁轻哼一声，似乎十分受用。看在你还算听话的份上，本尊就指你一条明路，炼丹。炼丹。楚南一怔，不错。九宁的语气中透着一股傲然。本尊脑海中上界的丹方何止万千，你缺的不过是丹炉和药材而已。只要你能炼制出丹药，别说灵石，就算你想买下一座城池，也不过是时间问题。而且你身怀阴阳鼎，鼎内时间流速与外界不同，别人炼丹需要数日，你在鼎里却有数月乃至数年的时间去钻研，简直是为你量身打造的。楚南的心脏砰砰直跳。炼丹师那可是修真界最尊贵、最富有的职业，他只要能学会，资源问题将迎刃而解。丹炉和药材，楚南沉吟，我去找柳飘飘。翌日天刚蒙蒙亮，楚南便离开了居所，径直朝着玉女峰行去。他手持柳飘飘给的令牌，一路上畅通无阻。只是他敏锐地察觉到今日的气氛有些不同寻常，那些平日里对他视若无睹的内门师姐们，今日看他的视线却充满了毫不掩饰的火热与探究。他就是楚南听说昨天把外门百强榜上的庞四给废了。可不是吗？只用了3拳。我听我那静鸾说的，庞四连他的衣角都没碰到。啧，真看不出来，这般清秀的小师弟动起手来竟如此狠辣，我喜欢。别想了，他是柳师姐的静鸾，你敢动一下试试？哎，真是可惜了，柳师姐的眼光就是毒辣，总能挑到最好的。议论声虽轻，却一字不落地传入楚南耳中。他这才明白，自己昨日与庞四一战，竟已在内门传开了。合欢宗内门师姐不过100余人，而外门百强榜上的男修便是他们争相采捕的目标。自己这一战成名，俨然成了他们眼中的香饽饽。楚南不动声色，脚下步伐却快了几分。很快他便来到了柳飘飘的住处外。侍女小茹正巧从院内走出，一见楚南，俏脸立刻沉了下来，厉声呵斥：大胆！柳师姐没传召你，谁让你私自上山的？懂不懂规矩？小茹话音刚落，屋内便传来一道清冷又带着几分慵懒的悦耳嗓音：是我让他来的。小茹，请楚师弟进来。小茹的呵斥声还未散尽，柳飘飘清冷中带着一丝媚意的声音便从屋内传出，让小茹的身子僵在原地。房门被一股柔和的力道推开。
楚南走了进去，柳飘飘已从床榻上起身，他随手一挥，一道淡蓝色的光幕便将整个房间笼罩，隔绝了内外一切声息。做完这一切，他才转过身，方才对外的清冷荡然无存，一双美眸水波盈盈，柔顺地走到楚南面前，盈盈一拜：“主人，您怎么来了？”那一声主人娇媚入骨，与在外人面前的楚师弟判若两人。飘飘，我需要一些零食和符箓。楚南看着眼前娇艳动人的女子，直接说明了来意，算我借你的，日后定会加倍奉还。柳飘飘闻言，那张美丽的脸蛋上浮现出一丝委屈，她幽怨地看着楚南：“主人，我的一切都是您的，何谈借字？您这般说，是看不起飘飘吗？”他一边说着，一边从储物袋中取出一个精致的锦囊，里面装满了亮晶晶的下品零食，足有上百块，又拿出了10几张黄色的符纸，全是些防御和攻击性的基础符箓。这些是飘飘所有的积蓄了，主人若是不够，飘飘再去想办法。看着柳飘飘那真切的模样，楚南心中微暖，也不再矫情，将东西收下。我问你，这合欢宗附近可有修士交易的方式？柳飘飘一怔，随即答道：向西300里有一处黑龙潭房室，是附近几个宗门共同建立的，很是热闹。他顿了顿，又提醒道：不过我们合欢宗弟子名声不好，在外面几乎是人人喊打的邪魔外道，若无必要，很少会去方室，以免被其他门派的修士围攻。那丹药在方室中好卖吗？楚南又问丹药。柳飘飘更加讶异了，那是自然，丹药是修真界的硬通货，任何丹药都供不应求，炼丹师的地位更是无比崇高。方室中有专门的寄卖行，可以代为出售物品，也能典当和拍卖，非常方便。柳飘飘美眸闪烁，小心翼翼地问道：主人怎么突然问起这个？莫非你有丹药要出售？现在没有，但很快就有了。楚南没有多做解释，他看着柳飘飘：我想出宗一趟，去那黑龙潭方室看看。这柳飘飘秀眉微蹙，面露难色：主人，您的身份只是外门弟子，根本无法擅自离宗，除非我用亲传弟子的令牌带您出去。可我平时外出，身边只带小茹一个侍女，若是带上您，宗门盘查起来，恐怕会引来不必要的麻烦。这确实是个难题。就在楚南思索对策时，九宁那带着几分戏谑的声音在他脑中响起：这点小事也值得烦恼？本尊传你一门易容术，你扮成那个叫小茹的侍女不就行了？楚南精神一振，他看向柳飘飘说道：你在此稍等片刻。柳飘飘不明所以，但还是乖巧地点了点头。楚南心念一动，整个人瞬间消失在原地，进入了阴阳鼎的灰蒙空间。片刻之后，他又重新出现在房间里。柳飘飘正惊疑不定，却见楚南双手掐诀，口中念念有词，身上泛起一阵奇异的微光。光芒散去，站在他面前的已经不再是楚南，而是一个身形、相貌、气息都与侍女小茹一模一样的人。这……柳飘飘堂口微张，被眼前这一幕惊得说不出话来。这是什么法术？内门藏经阁中从未有过如此神妙的易容之术，竟然能变得分毫不差。现在可以带我出去了吧？楚南开口，声音却还是他自己的。可以，当然可以。柳飘 flutter 震惊过后便是无尽的喜悦，他用力点头：我们现在就去把小茹打晕，然后我便带主人下山。万一失手被人发现，你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九宁的声音再度冷冷响起。楚南动作一顿，在脑中问道：魔女，那你有什么好办法？办法？九宁的语气理所当然，简单的很。你把那个侍女也收服了，让她认你为主，然后直接丢进本尊这鼎里，既不会泄露秘密，又能多一个使唤的人，一劳永逸。这不好吧？楚南听完九宁的提议，整个人都僵住了。收服柳飘飘，那是生死关头，被逼无奈。可小茹只是个侍女，对他用上这种手段，楚南的内心颇为抗拒。哼，有什么不好的？九宁的冷斥声在楚南脑中响起，满是技巧。本尊都不介意你碰别的女人，你一个大男人在这假惺惺什么？你以为本尊是为了让你快活？本尊是不想陪你一起死。这个小茹一旦走漏风声，引来寒焰，你猜他会用什么手段炮制你？到时候你连求饶的机会都没有。九宁的话如同一盆冰水，浇灭了楚南心中那点不忍。的确，在合欢宗这种地方，任何一丝心软都可能招来杀身之祸。他深吸一口气，看向柳飘飘，神情有些不自然，斟酌着开口：飘飘，为了万无一失，我们或许需要控制住小茹。楚南已经做好了柳飘飘会反对甚至会生气的准备。谁料柳飘飘听完，非但没有半分不悦，反而美眸一亮，脸上竟浮现出一抹娇羞的红晕。主人想做什么，飘飘都支持。他柔声应下，随即莲步轻移，走到楚南身前，
吐气如兰的在他耳边低语：“主人是想让飘飘和小茹一起服侍您吗？”楚南只觉得一股热气直冲头顶，当场愣住。不等他回应，柳飘飘已是嫣然一笑，转身朝门外轻唤一声：“小茹，你进来一下。”很快，小茹推门而入，看到屋内的楚南，俏脸依旧挂着寒霜，正要开口呵斥，柳飘飘却以鬼魅般欺进他身后，玉指轻点，瞬间封住了小茹周身的穴道。小茹身子一软，连惊呼都来不及发出，便被柳飘飘扶住，动弹不得，眼中只剩下惊恐与不解。“师姐，你……”小茹，能服侍主人是你天大的福分。柳飘飘解开自己的外衫，露出里面那件水蓝色的贴身丝裙，将她那玲珑浮凸的曲线勾勒得淋漓尽致。他又动手将小茹身上那朴素的侍女服也一并褪去。小茹虽只是侍女，身段却也发育得极好，肌肤白皙，在烛光下泛着诱人的光泽。此情此景让楚南血脉奔张，再也无法把持。他不是圣人，面对这般活色生香的画面，任何男人都会失去理智。“主人，来吧。”柳飘飘将惊恐万状的小茹扶到床榻边，自己也顺势依偎在楚南怀中，媚眼如丝。楚南低吼一声，抱起两具温香软玉的娇躯，翻身压了上去。房间内的光幕轻轻荡漾起来，和欢经自行运转，将两女体内最精纯的元阴之力源源不断地转化为雄浑的灵力，涌入她的丹田气海。不知过了多久，当一切归于平静，楚南缓缓睁开双眼，只觉神清气爽，通体舒泰。他内视己身，原本那空空如也的丹田，此刻竟已汇聚了一片小小的灵力湖泊。炼气2层，仅仅一次双修，他的修为便直接提升了一个小境界。再看身旁，侍女小茹早已舒爽地昏死过去，嘴角还挂着一丝满足的笑意，之前的惊恐与抗拒荡然无存。而柳飘飘则是娇躯瘫软，香汗淋漓，正满脸潮红地伏在他胸口，急促地喘息着。他抬起那双水气氤氲的美眸，凝望着楚南，里面满是化不开的柔情与崇拜。突然，柳飘飘的身子猛地一颤，她脸上的媚意迅速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愕然与难以置信。主人，她失声惊呼，声音都带着颤抖：“我的修为竟然突破了！”柳飘飘能清晰地感觉到自己卡在筑基3层许久的瓶颈，就在方才被一股来自楚南体内的奇异力量摧枯拉朽般的冲破了。如今他已是筑基4层的修士。楚南脑中一片空白，几乎以为自己听错了。合欢宗的功法，无论内外，其核心都是采补，损人利己，以他人精元为炉鼎，助长自身修为，这才是魔道功法的本质。可柳飘飘的修为为何不降反增？这完全颠覆了他对魔功的认知。魔女，这是怎么回事？楚南压下心头的惊疑，在脑海中急切问道。“哼，大惊小怪。”九宁的声音里充满了不屑与鄙夷。“本尊传你的双修术，岂是下界这些粗鄙不堪的采补功法能够相提并论的？双修讲究的是阴阳调和，互惠互利。你为主导，自然得大头；他为辅，也能分得些汤水。他的瓶颈松动已久，借你之势冲破，有何奇怪？”原来如此。楚南心中恍然，原来这才是真正的双修大道。九宁却话锋一转，冷冷警告：“不过你也别得意，此法虽好，却也讲究循序渐进。你与他修为差距过大还好，若相差无几，切不可贪功冒进，否则阴阳失衡，必遭反噬。以他现在的状况，你一天最多只能与他修行1次，等你修为上来了，1月1次都算频繁。1天1次，1月1次。”楚南脑海中莫名浮现出在阴阳鼎中与九宁朝夕相处，颠鸾倒凤的那1000年。他下意识嘀咕了一句：“比起你来，这柳飘飘倒是有些弱不禁风了。”“你说什么？”九宁的声音陡然拔高，仿佛被踩了尾巴的猫，带着羞恼与怒意。“楚南，你是不是想再尝尝本尊的厉害？”楚南吓得一个机灵，连忙告饶：“不敢不敢，魔女你息怒，孩子要紧，你可千万要保重身体啊！”“哼，少拿孩子当挡箭牌。”九宁冷斥一声，却终究没再发作，只是不再搭理楚南。而就在这时，床榻上的小茹也悠悠转醒。她先是茫然地看了看四周，当时陷落在楚南身上时，那双清澈的眼眸里瞬间被狂热的崇拜与如沐所填满。“主人！”她挣扎着起身，竟是直接跪伏在床榻上，对楚南恭敬叩首。楚南看着眼前这截然不同的一幕，心中再无半分不忍。他知道九宁是对的，在这吃人的魔宗，任何心软都是自寻死路。没有耽搁，楚南对柳飘飘道：“我要带他去一个地方，你莫要声张。”说罢，他心念一动，那跪伏着的小茹便凭空消失不见，已被他收入了阴阳鼎中。这……柳飘飘再次被楚南的手段所震惊，他那双勾魂夺魄的媚眼里，惊喜与爱慕交织，几乎要满溢出来自己的主人，
究竟还藏着多少神鬼莫测的手段。走吧，去黑龙潭方室。在柳飘飘的服侍下，楚南穿戴整齐，随后施展易容术，摇身一变成了侍女小茹的模样。两人走出房间，径直朝着山门行去。一路上，柳飘飘向楚南解释，在合欢宗，只有他们这些亲传弟子才有资格持令牌自由出入宗门，去方室交易资源。至于内门的普通师姐，除非有特殊任务，否则根本没有外出的资格。来到山门处，看守的弟子查验了柳飘歪的令牌，确认无误后，又看了一眼他身后亦步亦趋的小茹，便恭敬地放行。一切都顺利得不可思议。也就在柳飘飘带着楚南离开宗门后不久，徐娇娇的住所内，一名侍女正躬身汇报：二师姐，刚刚得到消息，三师姐柳飘飘已经带着她的侍女小茹下山，往黑龙潭方室去了。哦，她倒是清闲。徐娇娇正慵懒地躺在软榻上，用一根玉簪挑弄着指甲，闻言只是轻轻挑了下眉，并未在意。柳飘飘时常会去方室，这在内门不是什么秘密。那个楚南呢？现在在何处？徐娇娇更关心的是那个让她捉摸不透的小子。侍女垂首道：回师姐，那楚南自昨日进了柳师姐的房间后，至今还未出来。噗嗤，徐娇娇掩嘴娇笑起来，花枝乱颤，胸前波涛汹涌。柳师妹还真是个榨汁机，看来我们这位新晋的外门天才已经被吸得下不来床了。她眼中闪过一抹鄙夷与不屑。罢了，一个被女人掏空了身子的废物，不足为虑。反正这些年来，外门的男人都是这德行。徐娇娇挥了挥手，像是赶走一只苍蝇，派人盯紧玉女峰，看看薛岳那边有什么新动静。二师姐，还有一事。侍女迟疑了一下，还是躬身禀报：薛岳师兄从白师姐那里回来后，便闭门不出，比以往更加勤奋的修炼，暂时没有任何动作。没有动作？徐娇娇挑弄指甲的动作停了下来，那双媚眼中闪过一丝狐疑。庞四被打成那样，薛岳居然能忍得住，这可不像他那高傲自负的性子。白真真到底让薛岳做什么？徐娇娇红唇撇了撇，自语道：罢了，继续给我盯紧。他不动，不代表我不能动。等妹妹我玩腻了，再去找楚南那小家伙算算账。与此同时，距离合欢宗300里外的黑龙潭方室，这里鱼龙混杂，三教九流的修士随处可见，叫卖声、讨价还价声此起彼伏，充满了喧嚣与混乱的生机。柳飘飘带着变为小茹模样的楚南，刚一踏入方室，便立刻引来了数道不怀好意的打量。合欢宗的女修，哪怕只是一个侍女，那股子魅意也是天生的，对其他修士有着致命的吸引力。你这般模样，太扎眼了。楚南传音给柳飘飘，他双手快速掐了几个印诀，一道微不可察的灵力波动拂过柳飘飘的脸颊。柳飘飘那原本妩媚动人的容貌瞬间变得普通了7、8分，身上的气质也收敛许多，混在人群中不再那么引人注目。主人，您……柳飘飘感受到脸上的变化，心中又是一阵惊涛骇浪。这种悄无声息改变容貌的法术，他闻所未闻。走吧。楚南没有解释，带着他往方室深处走去。就在这时，前方一阵骚动，一名身穿灵气门服饰的壮汉正一脚踩在另一个瘦小修士的胸口，蛮横地抢过对方手中的一株灵草。这株凝血草，大爷我要了，给你10块灵石，是看得起你。道友，这可是我好不容易才采到的，至少值50块灵石。瘦小修士嘴角一血，不甘地争辩：50块。壮汉狞笑一声，脚下猛地用力，我看你是想死。楚南眉头微蹙，刚想有所动作，手腕却被柳飘飘轻轻拉住。主人，别冲动。柳飘飘传音道：那是灵气门的人，在这一带他们最是霸道。灵气门门主不仅是远近闻名的炼气大师，修为更是达到了金丹5层，一身横练筋骨，刀枪不入，极为难缠。就算是咱们宗门的大长老，也不愿轻易与他起冲突。楚南压下心头的不忿，默然不语。修真界终究还是强者为尊，与凡俗世界的弱肉强食并无本质区别。二人穿过人群，很快来到一座名为百宝阁的3层阁楼前。这是方室内最火爆的几家商铺之一。楚南将柳飘飘那2张2品符箓交给掌柜，那是个精瘦的山羊胡老头，眼珠子滴溜一转，便懒洋洋的报价：2品金刚符，品相一般，1张350块下品灵石，2张700块。柳飘飘秀眉一蹙，传音道：主人，这符箓市价至少要400块1张，他这是在压价。楚南不动声色地点了点头，他现在急需灵石，没时间去计较这些。可以。拿到700块灵石，楚南没有半分停留，直接道：我需要一个炼丹炉，最便宜的那种。掌柜瞥了他一眼，随手一指角落里一个满是灰尘的黑铁丹炉，100块灵石，拿走。另外，我还要血气草、凝香花、石龙子这3味药材。楚南报出9宁告知的药材名。
掌柜有些诧异地抬起头，重新打量了一番楚南。这3味药材正是炼制一品丹药回春丹的主要，剩下的600块灵石全买这3味药材，能买多少买多少。楚南将装有灵石的袋子推了过去，很快交易完成。柳飘飘提着丹炉，楚南则将一大包药材收入储物袋中。主人，您买这些药材，难道您是想自己炼丹？走出百宝阁，柳飘飘终于忍不住心中的震惊，开口问道。他本以为楚南是有什么特殊的门路可以弄到丹药，万万没想到他竟是打算亲自动手。炼丹师何其稀有，哪一个不是经过宗门耗费海量资源，千锤百炼才培养出来的？楚南笑而不语，只是道：回去等着看好戏就是。丹炉和药材到手，楚南已经迫不及待地想回宗门，进入阴阳鼎中大干一场。而就在2人转身离开，身影消失在街角后，百宝阁内，那山羊胡掌柜拿起柜台上那2张金刚符，放在鼻尖嗅了嗅。掌柜的，就那2个穷鬼，有什么好看的？一旁的伙计不解地问道。穷鬼？掌柜嘿嘿冷笑一声，眼中闪过一抹贪婪的光芒。你懂什么？这2张符箓上残留着一股极重的阴气，纯而不散，媚而不妖。如果我没猜错，这应该是出自那臭名昭著的合欢宗。伙计闻言顿时倒吸一口凉气。合欢宗？没错。掌柜将符箓收好，眼神愈发亮了。合欢宗的女修名声虽然烂，可个个都是人间绝色，更是修炼采补之术的上好炉鼎啊。前些日子小公子不正在让我们物色合适的炉鼎吗？掌柜的脸上浮现出谄媚的笑容。你现在就跟上去查清楚他们的落脚点，办好了这件事，小公子那边定有重赏。2人行色匆匆，眼看前方山林渐密，再穿过去，不远处便是合欢宗的山门。就在楚南略微松懈之际，九宁那冰冷中带着一丝戏谑的声音毫无征兆地在他脑中炸响。你身后50丈吊着一只小尾巴，跟了一路了。楚南心头猛地一紧，脚步未停，神色也无半点变化。什么人？百宝阁那个伙计。九宁的语气透着一股理所当然的轻蔑。炼气9层的修为，身法倒是不错，藏匿的手段也算精妙，若非本尊提醒，凭你们2个怕是被人摸到家门口都发现不了。以柳飘飘的实力，就算发现了也留不住他。炼气9层。楚南的瞳孔微微收缩，此人绝不能让他跟回宗门。一个念头在楚南脑中飞速成型，他立刻对身旁的柳飘飘传音：飘飘，你先走，加快速度，装作什么都不知道。柳飘飘娇躯一颤，但没有问任何缘由，只是轻轻嗯了一声，脚下步伐陡然加快，化作一道流光，迅速消失在山林深处。暗中，那名百宝阁伙计见状，心中一动。那个姿色普通的侍女先行离去，只剩下这个小茹。他有心想跟上柳飘飘，可又怕被留下的小茹发现，暴露行踪。就在他犹豫的瞬间，却见前方的小茹竟找了块空地，大大咧咧地盘膝坐下，仿佛在打坐休息。这反常的举动让伙计心中警铃大作，难道被发现了？糟了，肯定是中计了。伙计不再隐藏，身影如鬼魅般从树后闪出，朝着楚南急冲而来，口中厉喝：说，刚才那个女人去哪了？一股炼气9层的威压铺天盖地般朝着楚南压来。楚南缓缓睁开眼，看着来势汹汹的伙计，脸上不见丝毫慌乱。伙计见他只有炼气2层的灵力波动，心中大定，出手更是狠辣，一掌拍向楚南天灵盖，竟是想直接搜魂。楚南不闪不避，同样一掌迎上，砰！双掌相交，一股远超炼气9层修士能承受的雄浑灵力如山洪爆发，瞬间反噬而回。噗！伙计只觉得一股沛然巨力冲入体内，5脏6腑都仿佛移了位，一口鲜血喷出，身形狼狈地倒退10几步，满脸都是骇然之色。他死死盯着楚南，无法相信眼前的事实。一个炼气2层怎么可能拥有如此恐怖的灵力？这灵力的精纯与雄浑程度，甚至比他见过的门内筑基期的师叔还要强上几分，居然隐藏实力。伙计又惊又怒，知道自己踢到了铁板。他毫不犹豫，双手飞快掐诀，一道道青色的藤蔓破土而出，如毒蛇般缠向楚南。青木缠绕术，这法术远非庞四那粗浅的锋刃术可比。楚南感受到那藤蔓上传来的强大束缚力，清楚地认识到炼气9层修士施展的法术与庞四那样的货色完全是2个概念。不能留手，既然来了，就永远留下吧。楚南的声音冷得像万载玄冰。他深吸一口气，不再压制，体内那炼气2层的灵力在合欢经的运转下，轰然与周遭的天地之力产生了共鸣。一瞬间，风停了，云住了，一股难以言喻的压抑气息笼罩了整片山林。那名伙计脸色巨变，他感觉到一股前所未有的生死危机。他想逃，可身体却像是被无形的枷锁禁锢，动弹不得。
天地一刀斩。楚南并指如刀，对着前方轻轻一挥，没有惊天动地的巨响，只有一道璀璨到极致的金色刀芒一闪而逝。那刀芒所过之处，疯狂袭来的青色藤蔓如同烈日下的冰雪，瞬间消融瓦解。刀芒的速度快到极致，穿过藤蔓，直接掠过了那名伙计的身体。伙计脸上的惊恐表情凝固了，他低头看着自己胸前浮现出的一道细细的血线，血线迅速扩大，下一瞬，他的身体竟是从中间整整齐齐地分成了两半，鲜血内脏稀里哗啦地掉了一地。至死，他都没能发出一声完整的惨叫。看着眼前这血腥的一幕，楚南也怔住了。他完全没想到，在外界施展的天地一刀斩，威力竟恐怖如斯。这已经不是法术，而是屠杀。然而，紧随而来的便是一股掏空了身体的无尽虚弱。楚南眼前一黑，双腿一软，直接瘫坐在了地上，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就在这时，柳飘飘的身影去而复返，焦急地落在他身边。主人，您没事吧？他看到楚南那苍白的脸色，心都揪紧了。那个跟踪的人呢？柳飘飘警惕地环顾四周。楚南喘着粗气，抬起手指，指向前方那两片还在微微抽搐的碎尸。死了，死了。柳飘飘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当看清那血肉模糊的一幕时，他那张美丽的脸蛋瞬间血色尽退，潭口微张，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楚南费力地喘着气，感觉头痛欲裂。他万万没想到，自己第一次在外界施展的天地一刀斩，威力竟然能达到如此地步，直接将人劈成了两半，尸体碎得这么彻底，想问出点什么，显然是不可能了。可百宝阁的人为何会平白无故地盯上他们？想知道缘由，倒也不难。九宁的声音在楚南脑海中响起，带着一股彻骨的寒意。本尊有一门搜魂秘术，可直接读取死者残存的记忆，只不过代价是被搜魂者神魂俱灭，永世不得超生。楚南听得心头发麻，但转念一想，这伙计方才出手狠辣，分明是想要自己的命，那点仅存的同情心便烟消云散了。魔女，传我此法。楚南心中一动，随即对一旁忧心忡忡的柳飘飘吩咐了一句：你且在此等我。他随即进入阴阳鼎内，九宁将那晦涩繁复的搜魂法诀打入他的识海，在鼎中枯坐了一天一夜，楚南便将这门邪异的法术彻底掌握。当他从鼎中出来时，外界不过是瞬息之间，柳飘飘甚至还没从他消失又出现的震撼中回过神来。楚南走到那堆碎肉前，面无表情地伸出手掌，按在其中一半头颅之上，一股阴邪诡异的能量自他掌心涌出，瞬间包裹了残尸。无数破碎混乱的记忆画面如同潮水般涌入楚南的脑海。原来问题竟是出在柳飘飘那2张2品的金刚符上。和欢宗的功法阴气极重，柳飘飘制作的符箓上自然也残留着这种独有的气息。百宝阁的掌柜正是凭此认出了他们的来历，而这百宝阁的背后居然是附近一带势力极大的气灵门。掌柜口中的小公子正是气灵门的少宗主黄峰，此人修炼一种邪门功法，需要采捕女子元婴。百宝阁这些年暗中不知为他掳掠了多少女修冲当炉鼎。得知柳飘飘是和欢宗的女修，那掌柜便动了歪心思，想将她献给黄峰，这才派伙计一路跟踪。楚南将搜魂得到的信息一字不落地转告给了柳飘飘。柳飘飘听完，那张绝美的脸蛋上瞬间布满寒霜，美眸中满是痛恨与厌恶。这群道貌岸然的伪君子！气灵门平日里总是摆出一副名门正派的嘴脸，处处与我和欢宗作对，没想到背地里竟是这般藏污纳垢，难道女娼？楚南对此不置可否。在他看来，气灵门固然是伪君子，可和欢宗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一个暗着坏，一个明着烂，不过是50不孝100不罢了。不过楚南从这伙计的记忆中还得到了一个意外的线索。百宝阁的3楼是一处禁地，里面存放着气灵门用以在方士中交易的珍贵天材地宝，由气灵门门主亲自设下了强大禁制，就算是金丹期修士也休想在不惊动任何人的情况下闯入其中。楚南的心思活络了起来，既然气灵门助纣为虐，那自己若是能将他们的宝库洗劫一空，也算是替天行道了。可那禁制却是个天大的难题。魔女，你可有办法破开那道禁制？咯咯喽！九宁的笑声在他的脑海中响起，充满了不屑。区区下界修士设下的禁制也配称之为难题？你以为炼丹是什么？不过是遵循天地法则，将药力、灵气通过特定的手法凝练成丹罢了。这其中的每一道手法，每一次火候的掌控，都蕴含着禁制的智理。炼气、画符亦是同理，万法同源，都是对天地之力的运用。那气灵门不过是掌握了些皮毛，炼制的所谓灵兵，在本尊眼里连垃圾都算不上。真正强者的兵刃唯有法宝。
灵冰那种东西在绝对的力量面前不堪一击。九宁的一番话为楚南打开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门。你的意思是，只要我学会炼丹，就能破开那道禁制？楚南的心脏不争气的加速跳动起来。不错，九宁的语气理所当然，只要你将炼丹术融会贯通，届时别说是气灵门的禁制，就算是上界的仙家洞府，你也能来去自如。楚南欣喜若狂，恨不得立刻就回宗门开始自己的炼丹大业。柳飘飘动手处理了那具碎尸，二人这才动身，匆匆返回宗门。回到柳飘飘的住处，楚南先是将小茹从阴阳鼎中放出。刚刚脱困的小茹看到楚南，立刻就要跪下行礼，却被楚南抬手制止。明日我再来找你。留下这句话，楚南便转身离去。只是他走路的姿态刻意装出了一副脚步虚浮、元气大伤的模样，仿佛刚刚经历了一场恶战，被榨干了身体。楚南回到自己那间破旧的居所，关上房门的瞬间，脸上那副虚弱不堪的表情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一贯的平静。下山途中，那些内门师姐们毫不遮掩的视线和议论，他听得一清二楚。快看，那不是柳师姐新收的痉挛吗？怎么一副被榨干了的模样？哥，柳师姐的手段，你又不是不知道，这小子怕是连路都走不稳了。真是走了狗屎运的废物，也不知用了什么狐媚法子，竟能攀上柳师姐。讥讽、嫉妒、鄙夷，种种声音交织在一起。楚南充耳不闻，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在合欢宗，一个锋芒毕露的天才，远不如一个被榨干了身体的废物来得安全。回到屋内，楚南盘膝坐下，缓缓运转合欢经，恢复着之前施展天地一刀斩所消耗的灵力，静静等待夜幕的降临。与此同时，外门弟子区域，一座最为气派的独立院落内，薛岳结束了修炼，发出一阵畅快淋漓的大笑，一股炼气8层巅峰的强横气息在他周身激荡不休。最多3日，3日之内，我必能重回炼气9层。他眼中闪烁着自信与狂热，只要重回巅峰，他就能再次得到白师姐的垂青。一想到白真真那绝美的容颜和惊鸿一瞥的吻，薛岳的心头便是一片火热。随即他想起了楚南那个不知死活的家伙。来人，薛师兄！庞四连滚带爬地跑了进来，神态恭敬到了极点。薛岳瞥了他一眼，随手打出一道法诀，指点道：你的天阴9击，灵力运转至色，破绽百出。照我说的这个法子，再练个10天半月，威力至少能再强3成。庞四感受着脑海中那精妙无比的法门，顿时欣喜若狂，连连叩首。多谢薛师兄指点，多谢薛师兄。起来吧。薛岳淡淡道：我交代你一件事。师兄请讲。庞四万死不辞。你去一趟傲风的住处，让他去废了那个楚南。傲风。庞四闻言，脸上闪过一抹为难之色。薛师兄，那傲风可是外门百强榜第3，又是武师姐的痉挛，性子孤傲得很，恐怕不会听我的。薛岳嘴角勾起一抹讥讽的弧度。你不用跟他废话，你只要告诉他，只要他办成此事，我便让他亲眼见识一次完整的天阴9击。什么？庞四浑身巨震，眼中满是不可思议。天阴9击，整个外门谁人不知，谁人不晓这门顶尖法术的强大，可真正能将其修炼到大成，能使用出天阴第9击的，唯有薛岳一人。自己苦修2年，也才堪堪掌握前2击，而那个被誉为外门战斗狂人的傲风，天赋异禀，也不过是掌握了前8击，始终无法窥得第9击阴神将的门径。据说就连傲风背后的那位内门武师姐，也未曾将这门功法修炼圆满。第9击是所有修炼天阴9击的弟子心中共同的执念。薛岳此言无异于给了傲风一个无法拒绝的诱惑。我明白了，大师兄放心，有此耳，傲师兄肯定会答应。庞四的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他仿佛已经看到楚南被傲风打断手脚，跪地求饶的凄惨下场。夜色如墨，楚南进入了阴阳鼎那片熟悉的灰蒙空间。他将从百宝阁买来的丹炉和药材一一摆在面前，看好了。九宁的意念体凭空浮现，依旧是那副睥睨天下的姿态。炼丹的每一个步骤都蕴含着天地至理，错一步便是炉毁丹消。话音未落，他素手一挥，那黑铁丹炉便悬浮而起，一团金色的火焰自他掌心生出，瞬间将丹炉烧得通红。他屈指连弹，一株株药材按着特定的顺序飞入丹炉，提纯、融合、凝练，所有动作行云流水，充满了难以言喻的美感，仿佛不是在炼丹，而是在进行一场神圣的仪式。片刻之后，九宁玉手一拍丹炉，嗡，炉盖开启，一股沁人心脾的药香弥漫开来。9颗圆润饱满的丹药静静地躺在炉底，每一颗丹药的表面都盘踞着9道玄奥的纹路。这是9纹回春丹。九宁的声音带着一丝傲然，丹分9品，纹分9道，一纹一重天，9纹为极致。
每一道丹纹都可让丹药的药效翻上1倍。传说中，在9纹之上还有一种金纹神丹，药效是寻常丹药的100倍，不过那是仙人才能触及的领域。他瞥了一眼目瞪口呆的楚南，冷哼道：“这回春丹不过是一品丹药，烂大街的货色。你想靠它赚取灵石，就必须炼出丹纹，哪怕只有1道丹纹，都足以让那些凡夫俗子抢破头颅。”楚南的心脏狂跳起来，道理太显而易见了。回春丹虽然烂大街，一颗只卖5块下品灵石，但限制也极大。寻常修士受了伤，一次只能服用1颗，药效有限，想彻底痊愈，往往需要10天半月，每天都耗上1颗。若是想快速恢复，就必须去买价格昂贵数倍的2品丹药复春丹。1颗复春丹售价高达20块灵石，药效却只有普通回春丹的1半。好处是可以叠加服用，一次最多10颗，相当于同时发挥5颗回春丹的药力。对任何修士而言，时刻保持巅峰战力才是保命的根本。可若是他能炼制出九宁手中这种9纹回春丹，药效直接翻了9倍。那是什么概念？1颗下去就等同于服用了18颗复春丹。18颗复春丹总价可是360块下品灵石，他就算只卖300灵石1颗，也赚得盆满钵满。而炼制回春丹的药材成本才区1块灵石，360倍的利润。然而就在楚南畅想着未来的暴富蓝图时，九宁却素手一番。那9颗散发着异香的9纹回春丹，在他掌心化作一缕青烟，消散无踪。你，楚南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本尊炼的丹，下界的人不配买。九宁的语气仿佛在说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楚南差点一口气没上来。你清高，你了不起，那你留着不卖，给我吃总行吧。九宁似乎察觉到他的想法，竟是微微一怔，随即轻哼道：下次留给你。楚南彻底没了脾气，这不纯浪费材料吗？他压下心中的郁闷，开始了自己的学徒生涯。炼丹第一步学的是阵道。九宁告诉他，丹炉之内自成一方小天地，每一次提纯，每一次融合，都是在构建一道微缩的阵法。阵道一级，方可炼制1品丹药。这一学便是3年。阴阳鼎中不计年，楚南从最基础的阵纹学起，九宁则将那浩如烟海的阵道治理一点点灌输给他。3年后，阵道1级学完，可到底掌握了几分，全看楚南自己的悟性。紧接着是炼丹的理论基础，辨认药材，分析药性，相生相克。楚南一度觉得这纯属浪费时间，他只要认得回春丹那3味主要不就行了。九宁却只是冷冷一句：不通晓万千药材的药性，你就永远无法做到心中有数，更不可能让药力凝聚成文。楚南只能耐着性子继续学。又是一个3年过去，当他能将上万种药材的图谱与药性倒背如流时，九宁才终于让他开始学习最后一步——火候。以自身灵力凝聚丹火，掌控炉温。这一步考验的是对灵力最精微的控制。又是一个3年，阴阳鼎中9年光阴疏忽而过。当楚南终于得到九宁的许可，开始尝试第一次炼丹时，他信心满满。然而药材刚一入炉，便被他那忽强忽弱的丹火直接烧成了一团焦炭。失败。呵，眼高手低。九宁的讥讽声毫不留情，学了9年，上手还是个废物。楚南闻言，脸上却没有半分气馁，反而咧嘴一笑。在阴阳鼎里，我最不缺的就是时间，我就不信我练不成。一股执念在他心中升起。接下来的半个月，他几乎不眠不休，全身心都扑在了炼丹之上。失败，失败，再失败，在耗费了10几次药材之后，当丹炉开启的那一刻，一股熟悉的药香终于飘散而出。成了。丹炉底部静静地躺着一颗灰不溜秋的丹药，正是最普通的回春丹，没有任何丹纹。楚南没有停歇，立刻开始下一次炼制。每一次开炉，他都会仔细思考失败与成功的关键。九宁的意念体在一旁静静看着，那双睥睨天下的美眸中第一次浮现出一丝诧异。楚南的天赋在他看来只能算中人之资，但这股不服输的韧性却远超常人。以你这股劲头，不出3年必能炼出丹纹。九宁心中暗道。谁想仅仅是3个月后，当楚南再一次开启丹炉时，一颗与众不同的回春丹映入他的眼帘。丹药表面赫然多出了一道浅浅的玄奥的纹路。一纹回春丹，他炼成了。九宁的意念体悬浮在半空，那双看惯了沧海桑田的美眸中第一次透出了一丝错愕。他不久前才断言，楚南这等资质至少要3年才能炼出丹纹。可这才过去多久？鼎中3个月，这小子竟然真的炼成了。没想到这小子还真有点炼丹天赋，走了狗屎运罢了。九宁嘴上依旧不饶人，强行挽尊，
肯定是本尊方才演示时有几缕本源之气残留在了丹炉中，被你侥幸拧动，才勉强凝出了一道最垃圾的丹纹，有什么好得意的？楚南嘿嘿一笑，也不反驳。他现在满脑子都是零食，被巨大的兴奋包裹，哪有功夫跟这魔女斗嘴？抓住那稍纵即逝的感觉，楚南立刻投入了新一轮的炼制。接下来的几日，他废寝忘食，将剩余的药材全部耗尽。最终，他总共炼制出了普通回春丹180颗，异纹回春丹40颗。更让他惊喜的是，最后一炉，他竟然炼出了10颗表面盘踞着2道纹路的回春丹。药材彻底告罄，可惜了。楚南看着空空如也的药材袋，颇为遗憾。是时候去黑龙潭方士将这些丹药变现，再采购一批新的药材了。心念一动，楚南离开了阴阳鼎。外界天色依旧漆黑，他没有浪费时间继续盘膝修炼，哪怕居所周围的灵气稀薄的可怜，能增进一丝也是好的。翌日清晨，楚南刚推开房门，正准备去找柳飘飘，一道冷冽的身影便挡住了他的去路。来人身材挺拔，面容冷峻，浑身散发着一股生人勿近的锋锐气息。外门百强榜第3，傲风。你就是楚南？傲风的视线落在楚南身上，带着毫不掩饰的审视与傲慢。有事？楚南平静的回应。庞四那个废物，托我来替他出气。傲风言简意赅，语气充满了不容置喙的霸道。他手里有我想要的东西，你跟我打一场，你输了，自废一层修为，去给他磕头道歉。楚南的拳头瞬间攥紧，一股怒火自心底升起。这傲风未免也太狂妄了，只是他现在却有些投鼠忌器。以他如今的实力，施展天地一刀斩，要赢傲风不难，难的是留下傲风的性命。昨日那伙计被一刀两断的场面还历历在目，他根本无法做到精准的控制威力。在宗门内私下比斗，若是失手杀了人，那可是滔天大罪。除非是在斗法大会上签下生死状。楚南不想平白招惹这种麻烦，耽误自己赚钱修炼的大计。他压下怒意，婉言拒绝：我没兴趣，傲师兄请回吧。傲风闻言，眉毛一挑，似乎没想到居然敢拒绝他。楚南，在外门还从没人敢拒绝我，你刚才的话敢再说一遍吗？傲风神色阴冷地盯着楚南。暗处徐娇娇饶有兴致地看着这一幕，嘴角勾起一抹媚笑。有好戏看了，薛岳居然能把五师妹那个只知道打架的痉挛给请出来，怪不得这几天都没动静。楚南不想动手，更不想因为这些破事暴露自己只有炼气2层的灵力波动，那会引来更大的麻烦。他思索片刻，再次开口：斗法大会还有4天就开始了，我不想在此时受伤。傲师兄若真想打，我们斗法大会上见真章。斗法大会？傲风发出一声嗤笑，仿佛听到了天大的笑话，用不着那么麻烦，解决你1分钟就够了。话音未落，他身上气势陡然爆发，竟是想直接动手。楚南勃然大怒，厉声喝道：怎么，你要无视宗门规矩吗？合欢宗规矩，弟子间可以切磋，但若一方明确拒绝，另一方则不可强逼。毕竟任何一个弟子都是长老们眼中可以收割的韭菜，内耗的太厉害，可不是他们想看到的。宗门规矩。傲风的脸上满是讥讽，就算我今天在这里失手杀了你，五师姐也会替我摆平一切。你一个外门废物，死了也就死了，谁会为你出头？是吗？楚南怒极反笑，他不再忍让。他缓缓摊开手掌，一枚雕刻着精致柳叶图案的令牌静静地躺在他的掌心。我怕到时候你的五师姐给你摆平不了。令牌出现的那一刻，傲风那张狂傲的脸表情瞬间凝固，周围那些本来看热闹的外门弟子更是当场炸开了锅，一道道难以置信的视线齐刷刷地汇聚在那枚令牌上。那是内门3师姐柳师姐的亲传弟子令。我的天，楚南他什么时候成了柳师姐的痉挛？难怪他敢废了庞四，原来背后有这等靠山。议论声此起彼伏，而傲风的脸色已经变得难看至极。他自然认得这令牌，也清楚这令牌代表着什么。只有最受宠幸的痉挛才会被内门师姐赐予这种可以自由出入内门的令牌。这个前2天还是人尽可欺的废物，怎么转眼间就攀上了内门3师姐这棵大树？傲风的脸色青一阵白一阵，精彩至极。他死死地盯着那枚柳叶令牌，眼神中满是惊怒与难以置信。内门5师姐楚可可虽然是宗门大长老的亲传弟子，可大长老门下足有3位亲传，而柳飘飘却是3长老唯一的亲传弟子。这其中分量孰轻孰重，他心里比谁都清楚。楚可可绝对不会为了他一个外门的痉挛去得罪地位超然的柳飘飘。一股屈辱感涌上心头，傲风的拳头捏得咯咯作响。他深吸一口气，强行压下动手的冲动，脸上挤出一抹森冷的笑容。好，很好，既然有柳师姐为你撑腰，我给你这个面子。
傲风收敛了气势，但语气中的寒意却更盛了。4天之后就是外门斗法大会，到时候你我签下生死状，在斗法台上，我倒要看看柳师姐能不能护你一辈子。希望你别当个缩头乌龟。说罢，他冷哼一声，转身拂袖而去，再不看楚南一眼。暗处，徐娇娇慵懒地伸了个懒腰，丰满的曲线起伏，勾人心魄。他咂了咂嘴，有些意犹未尽，本以为能看到一场好戏，没想到被这小子一块令牌就给搅了。不过能把傲风逼到这份上，看来4天后的斗法大会一定会很有趣。本来我还想让李雷出手，但李雷就算加上隐藏实力，也和傲风在伯仲之间，看来暂时不用他出手了。李雷在外门百强榜排名第5，是徐娇娇的近鸾。徐娇娇伸了个懒腰，自语道：反正师尊那边也没催，那就看看这斗法大会上楚南对上了傲风还能玩出什么花样来。傲风离去，周围看热闹的弟子也渐渐散了，只是看向楚南的视线中多了几分敬畏与复杂。当然也有很多人在幸灾乐祸，觉得斗法大会上楚南死定了。对此楚南置若罔闻，他收起令牌，面色平静，心中却在飞速盘算。合欢金附带的法术疾风盾和五雷咒都见不得光，一旦使出等于自爆。而天地一刀斩威力虽大，可一击过后自己便会力竭，风险太大。对付傲风这种级别的对手，必须要有能够持续交手的底牌，而且这底牌必须是外门功法，否则他只去过一次内门藏经阁，就算天赋再高，也不可能在几天内学会一门新的内门功法。若是外门功法的话，他大可以解释是几年前就开始参悟了。思来想去，外门藏经阁中最强的攻击法术，便是薛岳和傲风都修习过的由功法飞鹰盾中包含的至强法术天鹰九击。打定主意，楚南没有理会旁人异样的打量，径直走向了外门藏经阁。刚一进门，便冤家路窄，碰上了正在翻阅法术的庞四。哟，这不是我们的大天才柳师姐的近鸾楚师兄吗？庞四一见到楚南，立刻阴阳怪气的开口，满脸都是讥讽。怎么，刚攀上高枝就不好在内门待着，跑来我们这小地方做什么？楚南连眼皮都懒得抬一下，直接走向存放着飞鹰盾的书架。见自己被无视，庞四恼羞成怒，凑上前来，压低了声音，恶狠狠地说道：你别得意，斗法大会上傲风师兄是不会手下留情的，就算有柳师姐护着你，在签了生死状的斗法台上，谁也救不了你。楚南终于停下脚步，回头冷冷地瞥了他一眼。怎么还不长记性，想再被废一层修为？丢下话，楚南拿起飞鹰盾的功法御剑，转身离去，留下庞四在原地气得脸色发紫。楚南没有回自己的居所，而是直接上了玉女峰，来到柳飘飘的住处。柳飘飘立刻会意，布下了隔音禁制。主人，楚南没有厚此薄彼，先是将小茹从阴阳鼎中放出，随后房间内很快便春意盎然。阴阳鼎的灰蒙空间里，九宁的意念体背对着外面，冷哼了一声，心中莫名有些不是滋味。一番云雨过后，楚南感受着体内灵力的提升，满意点头。随后他再次施展易容术，变为小茹的模样，又将真正的小茹收入阴阳鼎中，在柳飘飘的带领下，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宗门，直奔黑龙潭方士而去。黑龙潭方士车水马龙，人声鼎沸。这一次楚南没有再去百宝阁，在柳飘飘的建议下，二人径直来到了方士内规模最大、名声最好的福源拍卖行。与别处的喧闹不同，这里自有一股井然有序的威严。楚南刚踏入大门，一名长相精瘦、眼神机灵的伙计便迎了上来。这位道友是想寄买还是想典当？楚南没有多言，从储物袋中摸出一颗平平无奇的回春丹，放在了柜台上。那伙计看了一眼，脸上的笑容不变，却多了几分城市化。回春丹明码标价，一颗2块下品灵石。楚南的眉头不易察察地皱了一下，这个价格太低了。据他所知，回春丹成本1块灵石，炼丹师的出货价通常在4块，就算典当行要抽成，3块灵石也是底线。价格太低了。楚南平静道。伙计闻言摊了摊手，笑道：道友，不是我们福源拍卖行压价，您就这一颗丹药，连个像样的玉瓶都没有，我们卖丹药都是按瓶起售的，还要请人查验药效，这些都是成本。2块灵石童叟无欺。他顿了顿，又补充道：当然，若是您有大量的回春丹，且能保证品质，我们也可以给个优惠价，2颗5块灵石，如何？楚南听明白了，对方这是看他穿着普通，又只拿出一颗丹药，把他当成偶然得了些丹药来换钱的散修了。楚南淡淡道：把你们掌柜的请出来。伙计闻言笑容淡了几分。道友，我们掌柜的很忙，这种小事请他出来也是一样的价格。楚南不再废话，他手掌一翻，一颗丹药再次出现在掌心。
与之前那颗不同，这颗丹药的表面赫然盘踞着一道清晰可见的玄奥纹路。丹药出现的一瞬间，一股远比寻常回春丹浓郁数倍的药香瞬间弥漫开来。那明金兽火姬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他那双机灵的眼珠子瞪得滚圆，死死地盯着楚南掌心那道丹纹，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作为福源拍卖行的伙计，他太清楚能炼制出带纹丹药的炼丹师是何等恐怖的存在。他脸上的轻慢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敬畏与惶恐。您稍等，我这就去请掌柜的。伙计连滚带爬地冲向了后院。后院书房，一名身穿儒袍的中年男人正悠闲地为一盆名贵的紫烟兰浇水。他便是这福源拍卖行的掌柜孙千秋。慌慌张张，成何体统？孙千秋头也不回地道。被他称为小风的伙计上气不接下气，声音都带着颤抖。掌柜的，出大事了，有人拿出了带丹纹的丹药。啪嗒，孙千秋手中那价值不菲的白玉水壶失手掉在地上，摔得粉碎。他那张古井无波的脸再也无法保持淡定。片刻之后，孙千秋满面春风地出现在大堂，对着楚南拱手行礼，笑得无比热情。怠慢了贵客，还请恕罪。里面请。雅间一叙。雅间内，香茗氤氲。孙千秋亲自为楚南斟茶，姿态放得极低。不知贵客高兴大名。您这带纹路的回春丹可还有？孙某愿以高价收购，一颗10块下品灵石。一纹回春丹药效是普通回地药的2倍，但价值却远不止2倍。因为回春丹有日服1颗的限制，一纹丹药能让修士在1天内恢复双倍的伤势，关键时刻这就是一条命。这种丹药在市面上一向有价无市，能炼制出来的炼丹师凤毛麟角。10块灵石这个价格很公道。楚南没有立刻答应，而是将自己所有的丹药都倒在了桌上。180颗普通回春丹，40颗一纹回春丹。普通的3块灵石1颗，一纹的10块灵石1颗。孙千秋看着桌上那堆积成小山的丹药，尤其是那40颗散发着异香的一纹回春丹，眼睛都直了。他毫不犹豫道：没问题，全要了。这笔交易下来，楚南直接入账940块下品灵石。我还有一个要求。楚南看着喜不自胜的孙千秋，缓缓开口：如果掌柜的能答应，我日后炼制的所有丹药都只卖给福源拍卖行，且保证一纹丹药的数量只会多不会少。孙千秋心头一跳，连忙道：贵客请讲。我需要拍卖行为我提供炼制回春丹的药材，价格必须是市价的8折。孙千秋脸上的笑容微微一僵。回春丹的药材都极为常见，利润本就微薄，市价的8折，他们拍卖行几乎是原价进原价卖，赚不到任何差价。这等于是想让他们福源拍卖行白白为楚南提供服务。他沉吟片刻，客气地推诿道：贵客，您这个要求实在有限，要不这样，孙某做主给您打9折，如何？楚南闻言淡然一笑，他慢条斯理地从怀中又取出了一枚丹药。一股比一纹回春丹还要浓郁精纯数倍的药香瞬间充斥了整个雅间。那颗丹药的表面竟是清清楚楚地盘踞着2条玄奥的丹纹。孙千秋的瞳孔在看到那2条丹纹的刹那骤然收缩成了针尖大小。他猛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死死盯着那颗丹药，失声惊呼：二纹回春丹。孙千秋感觉自己的呼吸都停滞了。2纹回春丹，这已经不能简单的用一品丹药来衡量了，其药效顶得上4颗普通回春丹，甚至比得上8颗价格高昂的2品富春丹。市面上1颗富春丹售价20灵石，8颗就是160块。这意味着眼前这颗其貌不扬的丹药，其真实价值绝对在150块下品灵石之上。更重要的是，能炼制出2纹丹药的炼丹师无疑不是各大宗门奉为座上宾的存在。许多2品、3品乃至一些普通的4品炼丹师都未必有这份手段。通常只有那些传说中的5品炼丹大师才有把握稳定的炼制出1品的2纹丹药。眼前这个年轻人背后站着的究竟是何等恐怖的大人物？好！孙千秋几乎是吼出来的，之前那点算计和犹豫早已被他抛到了九霄云外。他脸上堆满了谄媚的笑容，腰弯得更低了。贵客的要求，孙某不，福源拍卖行无不应允。8折，药材保证给您8折。不知您这2纹回春丹打算卖个什么价？楚南将那颗2纹丹药收回，淡淡报出一个数字：130块灵石1颗。这个价格对于典当而言几乎是顶了天了。成交！孙千秋想都没想，一口答应下来。他从怀中郑重地摸出一块通体温润的白色令牌，双手奉上。这是我们福源拍卖行的最高贵宾令，福源令。持此令，
您就是我们拍卖行最尊贵的客人，日后若有物品拍卖，不仅为您备好雅间，抽成也只收一半。孙千秋亲自拿起算盘，手指翻飞，很快便算出了总价。普通回春丹180颗，共计540块下品零食；一文回春丹40颗，共计400块下品零食；二文回春丹10颗，共计1300块下品零食。总价2240块下品零食。一旁的柳飘飘，那双美眸中早已被惊涛骇浪所填满。昨天楚南买药材时，花的还是他给的600块零食，可今天仅仅过了一天，这笔钱就翻了近4倍。这种赚钱的速度简直匪夷所思。将其中2000块零食换成炼制回春丹的药材，楚南的声音将柳飘飘从震惊中拉回。2000块零食，按照8折的单价，一份药材仅需0.8克零食。孙千秋立刻安排下去，不多时，一个巨大的储物袋便被送了进来，里面装着整整2500份药材。孙掌柜，到此。接过药材和剩下的240块零食，楚南带着柳飘飘起身离开。恭送贵客。孙千秋一直将二人送到拍卖行门口，目送他们消失在人流中，这才长长舒了一口气。魔女，可有人跟着？走在返回的路上，楚南在心中问道。没有。九宁的声音依旧清冷。这拍卖行倒比那家破烂阁楼要懂规矩。楚南点了点头，转头看向身旁的柳飘飘，脸上带着一丝歉意。飘飘，欠你的零食恐怕还要再等等。主人，您千万别这么说。柳飘飘俏脸微红，急忙摆手，我的一切都是您的，何来欠字？她顿了顿，美丽的脸蛋上浮现出一抹忧色。只是我们这样连续2天外出，会不会引起宗门里有心人的怀疑？楚南沉吟片刻，道：确实是个问题，不过明天必须再出来一趟，等明天之后，我们再隔一段时间出来。二人加快脚步，朝着合欢宗的方向折返。与此同时，福源拍卖行2楼那间雅致的房间内，孙千秋手捧着那个装着10颗2文回春丹的玉瓶，神态恭敬无比。在他面前，一道珠帘之后端坐着一名身姿曼妙的女子。小姐，我已经按照您的吩咐，满足了她所有的要求。他们刚刚离开。原来方才孙千秋之所以敢拍板做主，甚至拿出福源令，全是因为这名女子在暗中传音，命令他这么做的。回到宗门，楚南辞别了柳飘飘，顶着外门弟子们各异的打量，径直回到了自己那间破旧的居所，关上房门，隔绝了外界的一切纷扰。他没有急着炼丹，而是从储物袋中将那沉甸甸的240块下品灵石全部倒了出来。亮晶晶的灵石堆在破旧的木桌上，散发着诱人的灵光，与这间陋室显得格格不入。这笔钱对柳飘飘那种亲传弟子而言，也是他2个月的阅历了，足够一名筑基期修士修炼许久。楚南深吸一口气，不再犹豫，盘膝而坐，开始运转合欢经。刹那间，一股熟悉的吸力自体内生出，屋中本就稀薄的天地灵气，几乎是瞬间便被他抽至一空。楚南没有停下，右手捏起一块下品灵石，功法运转，一股远比天地灵气精纯雄浑100倍的暖流顺着他的手臂涌入4肢百骸，最终汇入丹田。太快了，这种灵力暴涨的感觉，舒爽的让他几乎要呻吟出声，比他之前苦苦吐纳的效率强了何止千百倍。然而他还没来得及细细品味，手中的灵石便咔嚓一声化作了一堆毫无灵性的白色粉末，一块灵石就这么没了。楚南心里一抽，有些肉疼，但此刻箭在弦上，他没有半分迟疑，立刻又拿起1块、2块、3块灵石在他手中不断化为飞灰，而他丹田内的灵力湖泊则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扩张着。仅仅是半炷香的功夫，桌上那堆灵石便少了整整10块。阴阳鼎的灰蒙空间内，九宁的意念体负手而立，那双睥睨天下的美眸中第一次透出了一丝凝重。他看着外界楚南修炼的景象，眉头微不可察的蹙起。这合欢经未免也太霸道了些，如此鲸吞灵石的速度，比起他当年修炼的无上魔功，竟也是不遑多让。外界，楚南已经完全沉浸在了修为飞速提升的快感之中。当第100块灵石在他掌心化为齑粉时，他体内的灵力湖泊猛地一震，仿佛冲破了某种无形的壁垒。轰！一股比之前强横数倍的气息从他身上激荡开来。炼气3层，成了！楚南睁开双眼，感受着体内那股充盈的力量，心中涌起一阵狂喜。这可是灵力压缩的炼气3层。按照魔女所言，他现在体内的灵气浓郁程度丝毫不比人道筑基初期修士弱。灵石果然是修行第一利器，这吸收的效果虽然比不上跟柳飘飘以及小茹二女双修，但已经很恐怖了。毕竟双修不能一直持续，灵石确实可以一直吸收的。可惜这合欢经的修炼讲究的是与天地之力共鸣，无法在阴阳鼎中进行，否则
只要有足够的灵石，他就能在顶中世界以一种骇人听闻的速度将修为硬生生堆上去。压下心中的杂念，楚南没有停歇，继续拿起灵石修炼。然而当桌上最后一块灵石也化作飞灰时，他丹田内的灵力虽然增长了一大截，却始终没能触摸到炼气4层的门槛，还差一点。楚南估摸着起码还需要100多块灵石才能再次突破，这和欢金简直就是个无底洞。他无奈地叹了口气，看着空空如也的桌面和渐渐暗下来的天色，知道今天只能到此为止了。没有灵石，修炼便无从谈起。楚南心念一动，整个人消失在原地，进入了阴阳鼎中。阴阳鼎的灰蒙空间内，时间仿佛失去了意义。楚南静静地坐在那尊黑铁丹炉前，心如止水。他没有立刻动手，而是将九宁之前演示的每一个细节在脑海中反复推演了上百遍，直到再无一丝疏漏，这才缓缓睁开双眼。他伸出手，一团淡金色的火焰在掌心升腾。第一炉开，药材投入、提纯、融合、凝丹，每一个步骤他都做得极其缓慢，极其专注。当炉盖开启，一股熟悉的药香飘出。丹炉底部静静地躺着10颗丹药，每一颗的表面都清晰地盘踞着一道玄奥的纹路。成了，全部都是一纹回春丹。第二炉依旧是10颗一纹回春丹。这一次楚南虽然没有炼制出2纹丹药，可成功率却达到了一个恐怖的境地，连一颗普通的无纹丹药都没有出现。九宁的意念体悬浮在一旁，看着这一幕，那双睥睨天下的美眸深处闪过一抹连他自己都未曾察觉的讶异。这小子的炼丹天赋或许算不上万古无一，可这份耐得住寂寞、肯沉下心钻研的韧劲，却远非寻常天才可比。时间在一次次开炉与凝丹中悄然流逝。当楚南炼制到第100炉时，炉盖开启的刹那，一股比之前浓郁数倍的药香轰然炸开。10颗丹药，每一颗的表面都盘踞着2道清晰的丹纹，2纹回春丹。自此之后，楚南炼丹的速度越来越快，手法也愈发随心所欲，仿佛那丹炉成了他身体的一部分。有时候开炉是1纹丹药，有时候开炉是2纹丹药，到最后他甚至闭上了双眼，仅凭神念与感觉便能行云流水地完成所有步骤，真正做到了熟能生巧。2500份炼制回春丹的药材，足足可以炼制250炉丹药。当最后一份药材耗尽，楚南开启丹炉时，整整10颗2纹回春丹静静地躺在炉底，散发着诱人的光泽。最后的16炉，他炼制出的全部都是2纹丹药。可惜我的积蓄还是太少了。楚南看着空空如也的药材袋，心中颇为遗憾。他的积累终究有限，即便将9年的理论知识全部榨干，也无法触碰到3纹的门槛。想要再进一步，必须学习更多更深奥的丹道知识。哼，算你还过得去。九宁难得没有讥讽，反而淡淡评价了一句。在上界，那些所谓的丹道宗师想要有所精进，动辄闭关数百年。炼丹一道本就是用水磨功夫和海量资源堆出来的，你能做到这一步已经不错了。楚南闻言只是笑了笑，上界太过遥远，他眼下只想尽快提升实力，救出姐姐。他也清楚自己连续在鼎中修行了3个多月，精神已经绷到了极致，此刻不适合继续钻研丹道，需要换个方式调整一下。他的目光落在了那枚飞鹰盾的功法玉简上，神念探入其中，一股霸道凌厉的法门瞬间涌入他的脑海。作为外门藏经阁最强的攻击法术，天鹰九击对灵力的凝实程度和操控都有着极为苛刻的要求，但这对楚南而言却恰好是他的强项。他体内的灵力经过和欢金的淬炼，其精纯与雄浑程度远非同阶修士可比。天鹰第1击，仅仅数日，楚南便轻松掌握。10数日后，天鹰第2击成，1个月后，第3击信手拈来。鼎中世界3年光阴疏忽而过，当楚南的身影如鬼魅般腾挪闪转，双臂挥动间，8道凝若实质的雄鹰虚影破空而出，发出阵阵撕裂空气的锐利尖啸时，他已经将天鹰9击掌握到了第8击，只差最后一击鹰神降。然而无论他如何尝试，这第9击却始终隔着一层捅不破的窗户纸，让他总觉得差了点什么。奇怪，到底是哪里不对？楚南停下动作，喃喃自语：笨死了。九宁清冷的声音不合时宜地响起。楚南扭头看去，九宁的意念体不知何时已出现在他身旁，双手背在身后，一副指点江山的神态。这天鹰9击是横练法门，讲究的是以力破巧。你这小身板连本尊一根手指头都扛不住，身体强度根本没到极限，灵力再强也无法催动最后一击的精髓。楚南恍然大悟，随即问道：那要如何提升身体强度？办法有2个。九宁伸出2根白玉般的手指，其一是等你修为突破到炼气5层，
肉身自然会得到灵力反哺，届时第9击水到渠成。其二吗？九宁话锋一转，嘴角勾起一抹若有若无的弧度，像一只偷腥成功的小狐狸。本尊这里恰好有一张上古淬体丹的丹方，可以伐毛洗髓，淬炼筋骨，让你的肉身强度在短时间内媲美筑基修士。他眨了眨那双勾魂夺魄的凤眸，语气中带着几分玩味的引诱。怎么样，你想不想要？想要的话，你求求本尊，兴许本尊一高兴便赏你了。九宁的声音里带着一丝戏谑的引诱，仿佛在逗弄一只笼中的宠物。楚南当然想要，这可是2品丹药的丹方，就算是在黑龙潭方氏，也绝对是有价无市的珍宝。但他可不会惯着魔女。楚南故作沉重地叹了口气，脸上满是无奈。魔女，你说的对，我确实应该求你。在方氏黑市里，一张2品丹方没有几千上万灵石，根本想都别想。魔女，你堂堂上界魔尊，如此珍贵之物，说送就送，我只是求一下就能获得，这真不亏。楚南这番话明着是恭维，暗地里却是在嘲讽他堂堂魔尊，竟为了这点小事拿捏要挟。你！九宁瞬间气结，他岂会听不出楚南话中的讥讽？楚南真是好大的胆子，竟敢编排他小气！哼，你想多了，本尊岂会在乎这区区灵石俗物？九宁冷哼一声，恼羞成怒道：本尊不过是逗你玩玩，现在本尊看见你就心烦，你滚远点，别打扰本尊养胎。话音刚落，一股庞大的信息流便涌入楚南的识海，正是那上古淬体丹的完整丹方。楚南见九宁不再说话，知道他肯定还在暗中观察，便嘿嘿一笑，对着虚空抱拳：魔女，我就开个玩笑，别生气嘛。你放心，我一定好好炼丹，争取成为炼丹大师，多赚灵石，待修为上来，定会尽快筹集灵石，寻遍天下，为你找其中塑肉身所需的天才地宝。阴阳鼎的灰蒙空间深处，九宁听到这话，心中的那点恼怒顿时消了大半。他撇了撇嘴，轻声自语：算你还有点良心。淬体丹的丹方虽然到手，但楚南心中清楚，眼下这丹方还不能为他带来灵石。淬体丹在2品丹药中也算极品，可他现在并无十足把握炼制出带丹纹的成品。其次，相比回春丹这种人人都需要的基础丹药，淬体丹的受众太小，销量绝不可能太大。至少小小的黑龙潭方氏根本吃不下多少。对他而言，提升修为远比提升一门法术的威力更加重要，所以他并不着急，目前依旧是以炼制回春丹赚取灵石为主，淬体丹只打算炼制了自己使用，回头只要购买少量药材即可。与柳飘飘约定的时间是后天。第2天一早，楚南又拿着那枚柳飘飘的令牌去了一趟内门的藏经阁。他前脚刚踏入，镇守于藏经阁地底的2长老韩燕顿时察觉，一双美眸睁开，将神念锁定在了楚南的身上。昨日韩燕已从徐娇娇那里得知，楚南不仅攀上了柳飘飘，更是被内门大弟子白真真的人给盯上了。白真真只是一个弟子，韩燕不至于放在心上，但白真真的身后站着韩燕的师姐内门大长老周罗兰。在没有弄清楚楚南究竟是否真的掌握了合欢宫的真正法门之前，韩燕不想轻举妄动，打草惊蛇，引来周罗兰那边的注意。殊不知楚南早就通过九宁的提醒，知道韩燕正在盯着他。而楚南今天之所以来内门藏经阁，也正是为了打消韩燕的疑虑。很快，楚南来到藏经阁中央，翻开了合欢宫的玉简，开始重复上一次的动作。这一次他没有运转合欢经的心法，只是单纯的模仿着那些姿势。地底深处，韩燕的神念扫过楚南，见楚南虽然姿势标准，但体内灵力运转平平，并无任何奇异之处，不禁黛眉微蹙。难道真是自己多心了？而阁楼中的楚南起初也只是在做样子，可练到后来，他忽然发觉，哪怕只是这些单纯的动作，也依旧蕴含着某种智力。那种仿佛要与天地合欢，与万物共鸣的气势，让他对合欢经的理解又深了一层。眼看时间差不多了，楚南抹了把汗，脸上故意做出一副失望至极的表情，离开了藏经阁。也就在他离开的刹那，地底的韩燕猛然睁开了双眼，他那双妩媚的凤眸中泛起深深的狐疑。不对，他的修为为何才炼气3层？此子定是隐藏了修为，可这究竟是什么手段，竟能瞒过我的探查？韩燕神色惊疑不定，但深深皱眉后却并未多言。对楚南如何隐藏修为的法术，他并不感兴趣。韩燕想要的只是修炼合欢宫的正确法门，这楚南身上定有可疑罢了，谅他也逃不出我的手心。我倒要看看他究竟还有什么特殊之处。韩燕冷哼一声，再度闭目修炼。回到自己的破旧居所，楚南并未立刻去找柳飘飘，做戏自然要做全套。他故意在韩燕面前展露修为，虚虚实实，反而更容易稳定韩燕。正所谓夷陵窃斧，凡事做得太逼真，反而更容易惹人生疑。
如果这次不故意暴露修为，韩燕尽管找不到错漏，但以其谨慎多疑性格，说不定就会在耐心耗尽之前亲自出手探查，稍微露出一点端倪，反而更容易稳住韩燕。离开内门藏经阁后，楚南转身又一次走向了外门藏经阁。外门斗法在即，他天天待在屋内也容易引人怀疑，时不时到处走走，营造一种焦急之感，正是要营造给一直盯着他的徐娇娇看的。外门藏经阁内，庞四正与几个相熟的弟子聚在一起，一见楚南进来，又直奔那飞鹰盾的书架而去，当即嗤笑出声：“哟，这不是我们那位靠着柳师姐一步登天的楚师兄吗？又来钻研天鹰九击了。庞师兄，你当初学这法术，可是足足花了半年才堪堪掌握前2击，这位楚师兄满打满算，这才是第2次来吧？真是好大的志向！”旁边有人立刻帮腔，庞四脸上讥讽更甚：“天才嘛，自然与我等凡夫俗子不同，说不定人家不用修炼，只要去柳师姐那里躺上几天，什么神功妙法都会了呢。”这话一出，周围顿时响起一阵哄笑，言语中的酸味与恶意几乎要凝为实质。什么讨好柳师姐的狐媚手段，什么见不得光的交易，污言秽语不绝于耳。楚南心中一片清明，他拿出令牌逼退傲风的消息，显然已经传遍了整个外门。这些外门难修，哪个不把柳飘飘这等长老亲传视为梦中女神？自己如今成了名义上的痉挛，自然就成了众矢之的。想通了这一点，楚南反而不急了。他故意挺了挺腰，让腰间那枚精致的柳叶令牌在众人眼前晃了晃。有些人自己没本事，就总觉得别人的好运是偷来的。楚南的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遍了整个藏经阁一层。有这功夫操心别人，不如先想想自己。别回头，修为又掉了一层，连参加斗法大会的资格都没了，那才叫贻笑大方。这番话如同一个响亮的耳光，狠狠抽在庞四的脸上。修为从炼气6层跌落5层，是他心中最大的屈辱与隐痛。这几日，那位与他双修的内门师姐已经对他爱搭不理了。若再掉一层，他连斗法大会的门槛都摸不到，届时就真的会被彻底抛弃。庞四一张脸涨成了猪肝色，双拳紧攥，胸膛剧烈起伏，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他不敢再赌。看着庞四那副敢怒不敢言的憋屈模样，楚南心情舒畅，拿起玉简，转身施然离去。玉女峰，柳飘飘的住处。楚南刚一进门，柳飘飘便心领神会地布下了隔音禁制。主人，楚南没有厚此薄彼，先将小茹从阴阳鼎中放出。很快，房中便春意盎然。一番云雨过后，小茹盘膝而坐，身上气息猛然一涨，竟是直接冲破了瓶颈，踏入了炼气8层。他睁开双眼，看向楚南的视线里，那份如沐与崇拜已经近乎狂热。而楚南自己，丹田内的灵力湖泊也随之扩张，在之前吸收灵石残余力量的共同作用下，一举冲破壁垒。炼气4层。次日，天光微亮，楚南与柳飘飘再次一容，悄然下山，直奔黑龙潭方室。福源拍卖行。伙计小峰一见到楚南那小茹的装扮，眼睛一亮，连半句废话都没有，直接躬身将2人请入了最顶级的贵宾雅间。不多时，孙千秋便满面红光的快步走了进来，拱手寒暄。楚南懒得客套，开门见山，挥手间，桌上便堆满了散发着浓郁药香的丹药。孙千秋虽然早已做好了心理准备，可当他看清桌上那堆积如山的丹药时，依旧感觉自己的心脏被一只无形的大手给攥紧了满满一桌子，居然连一颗普通的无纹丹药都没有，全是带纹路的。其中盘踞着2道丹纹的2品回春丹，数量竟然达到了惊人的210克。孙千秋的呼吸瞬间停滞，脑中一片空白。要知道，这才过去多久？就算楚南买走药材后回去马不停蹄的炼制，也快到了离谱。而最关键的是，楚南买走了多少份药材，孙千秋清清楚楚。而看现在楚南拿出来的丹药数量，难道说那些药材全都炼制成功了，炼丹的成功率达到了惊人的100%？孙千秋心中骇然，越发觉得楚南深不可测。而想起小姐的嘱咐，他知道这件事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己能处理的范畴。2位道友，请你们稍等片刻。孙千秋的声音都在发颤，此事重大，孙某需要去请示一下。说罢，孙千秋拱手离开雅间，快步来到2楼一扇紧闭的房门前。正当他准备敲门汇报时，房门却吱呀一声从内推开，一名身穿淡青色长裙的女子款步而出，正是上次让传音孙千秋给楚南幽会的那名少女。这少女容貌绝美，气质温婉中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自信，圣洁高雅中透着平易近人。尽管身姿妩媚，让人如沐春风，生不出丝毫亵渎之感。少女名叫林悠悠，出身南州大派天行宫，是天行宫公主最得意的亲传弟子，而天行宫正是福源拍卖行背后的东家。不必说了，我已知晓。
林悠悠的视线仿佛能穿透楼板，看到楼下雅间内的一切，莞尔一笑：“孙掌柜，我准备亲自下楼去会会这2位和欢宗的道友。”雅间内就在楚南和柳飘飘等候之际，门开，在孙千秋神态恭敬的陪同下，林悠悠身穿淡青色长裙的女子缓步走了进来。她的脸上附着一层美轮美奂的轻纱，只露出一双清澈如秋水却又深邃似星空的眼眸。她身段窈窕，气质温婉，每一步都仿佛踩在了某种独特的韵律上，让人不自觉的心生宁静。2位道友，这位是我们东家的千金林小姐。孙千秋引荐后，恭敬的垂手退到一旁。楚南闻言，目光打量林悠悠之际，心头猛地一跳，一股无形的压力扑面而来。他知道，能在黑龙潭方市开设规模如此庞大的拍卖行，福源背后的势力绝非等闲之辈，恐怕不比和欢宗弱上分毫。只是他想不通，自己炼制的2文回春丹固然稀有，但终究只是一品丹药，还远不到能让这等大人物的千金亲自出面相见的地步。这背后到底图的是什么？楚南心生警惕，抬手微微见礼：“林小姐，道友不必多礼，你年纪轻轻便有如此惊人的炼丹造诣，实在让小女子佩服。”林悠悠的声音温润悦耳，如清泉流过心田，不知道友师承何处高人？楚南的眉头微微皱起，他最烦应付这种探根问底的场面，也懒得去编造什么莫须有的师门，我们是简单的买卖关系。楚南的语气平静的没有波澜：“丹药，你们要就开个价，不要我便另寻别家。”气氛瞬间有些僵硬。孙千秋额头渗出冷汗，正要开口打圆场，林悠悠却轻笑出声，那双被轻纱遮掩的凤眸弯成了好看的月牙：“是小女子唐突了，还请道友莫怪。”他非但没有生气，反而落落大方的致歉，随即话锋一转：“我之所以这般询问，其实是另有一事相求。我想请道友为我们福源拍卖行炼制2品丹药富春丹，只要道友能炼制出1文富春丹，我们愿意以远超市价的价格收购，并且从今往后，道友便是我们福源最尊贵的客人，所有药材一律7折供给，丹药寄卖，价格也可再高2成。这个条件优渥的让人难以拒绝。”楚南心动了，可随之而来的是更深的疑惑。收益与风险永远是成正比的。据我所知，福源拍卖行并非没有1文富春丹出售。楚南试探着问道：“而且相比回春丹，富春丹的销路要窄得多。姑娘开出如此优渥的条件，在下实在想不通。”林悠悠闻言竟是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刹那间春光明媚。他坦然道：“不瞒道友，黑龙潭之所以能形成方士，皆因潭底盛产各种水怪与天材地宝。而就在最近，有人在潭底最深处发现了寒心草的踪迹。百气阁已放出话来，高价收购此物，1克便值100块下品灵石。附近几个门派的修士都已闻风而动。只是那潭底妖兽凶猛，稍有不慎便是重伤垂死。回春丹药效虽好，却有服用限制，远不如可以叠加服用的富春丹来的实用。道友可曾想过，一株成熟的寒心草价值至少5000灵石，为了这等重宝，那些修士又岂会在乎区区几百灵石的丹药钱？”楚南闻言不由得啧舌，因为学习丹道，他对各种天材地宝都有所涉猎，自然知道寒心草是何等珍贵的炼器材料。而就在此时，九宁那冰冷中带着一丝异样的声音在他脑海中响起：“普通的寒心草对本尊无用，但若是能找到寒心草母，倒是可以作为本尊重塑肉身的材料之一。”楚南的心脏猛地一缩。然而九宁的声音紧接着便泼下了一盆冷水：“寒心草母早已诞生灵智，懂得趋吉避凶，藏匿于水脉深处，便是金丹期修士也未必能寻到，强行寻找反而可能被潭底大妖重创。以你现在的实力，去了就是送死。”楚南压下心中的悸动，将这件事牢牢记在心底。林悠悠的这番解释听起来合情合理，也暂时打消了他的疑虑。多谢姑娘坦诚相告。楚南沉吟片刻，最终应下：“我可以尝试炼制，但成与不成，并没有十足的把握。”林悠悠闻言，清澈眸子闪亮，声音里带着真诚的笑意：“道友愿意相助，小女子感激不尽。只要道友愿意出手，我们福源拍卖行愿先送出道友100份炼制富春丹的材料，以表诚意。”孙千秋在一旁听得欲言又止，却不敢有半句异议。而如此条件，饶是楚南，心中也一阵翻腾。这林小姐的出手，还真是够大方的。如此好意，楚南自不会拒绝。他看向林悠悠点头：“既然林小姐这般豪气，我必尽力尝试。”“好，那小女子就不打扰了。”林悠悠说着，躬身一礼，离开了房间，仿佛他此来真的是为了请楚南出手炼制丹药一般。“道友，能让我们家小姐如此大方，这么多年，你还是我见的第一个。”见林悠悠离开，
孙千秋的面色也放松下来，哈哈一笑。很快，孙千秋招呼将桌上的丹药小心翼翼地分门别类。道友，您此次的一文回春丹共计1400颗，每颗10块零食，总计14000块下品零食。二文回春丹共计210颗，每颗130块零食，总计27300块下品零食，合计41300块下品零食。当孙千秋报出这个数字时，他自己的声音都有些发飘。饶是福源拍卖行也很少能成交如此数量的大单。一旁的柳飘飘那双漂亮的眸子早已圆睁，潭口微张，整个人都僵住了。4万多块零食，他上次亲眼看着楚南卖出2000多零食的丹药，已经觉得是天方夜谭。这才过去多久，这个数字竟是直接翻了20倍。这已经不是赚钱了，这简直是在凭空硬造零食。楚南倒是神色如常，点了点头。孙掌柜，老规矩，我需要采购一批药材。他报出了自己需要的清单：回春丹药材1000份，复春丹药材2000份，另外还有100份2品淬体丹的药材。孙千秋飞快地计算着，回春丹药材最是廉价，1份1块零食，共计1000块零食；复春丹药材1份3块零食，共计6000块零食；淬体丹的药材最为珍贵，1份便要20块零食，共计2000块零食，总价9000块下品零食。我家小姐吩咐了，给道友打7折优惠。孙千秋脸泛笑意，道友，您只需支付6300块下品零食即可。很快，交易完成。楚南将几个装得满满当当的储物袋收好，起身告辞，离开福源拍卖行。走在返回宗门的路上，柳飘飘依旧感觉自己像是在梦里。他看着身旁那道易容后的身影，心中的震撼无以复加。楚南见状，忽然停下脚步，递过来一个储物袋。飘飘，这里面是1600块零食，之前那2张符箓的钱算是加倍还你了。柳飘飘娇躯一颤，连连摆手，主人，这万万不可。他话未说完，楚南又递过来另一个储物袋，这里面是2000零食，你拿去修炼。楚南的语气不容拒绝，我们双修，你的修为提升对我也是大有裨益，跟着我，我不会亏待你。柳飘飘捧着那2个沉甸甸的储物袋，眼眶瞬间就红了。他从未想过有朝一日自己会被一个静鸾如此体贴的关怀，一股暖流涌遍全身。他抬起那张布满红霞的俏脸，声若文瑞，主人，飘飘最近刚学了些新花样，下次定会好好侍奉主人。阴阳鼎的灰蒙空间内，九宁的意念体背对着外面，冷冷地哼了一声。狐妹子。楚南顿时觉得后颈一凉，连忙装作没听懂柳飘飘的暗示，干咳一声，一本正经地说道：时辰不早了，我们快些回宗门吧。回到自己那间破旧的居所，楚南关上房门，长舒一口气，随即他目光炙热地将零食尽数倒在桌上。总收入41300块，减去买药材的6300，再减去给柳飘飘的3600，现在他身上还有足足31400块下品零食。看着那堆积如山，几乎要将木桌压垮的零食，楚南的心脏不受控制的剧烈跳动起来。有了这笔巨款，他终于可以全力冲击更高的境界了。没有丝毫迟疑，楚南盘膝坐下，合欢经疯狂运转。他直接抓起一把零食，那股熟悉而霸道的吸力自体内爆发，精纯的灵气洪流如同决堤的江河，汹涌地灌入他的四肢百骸。咔嚓咔嚓，他手中的零食以惊人的速度失去光泽，化作一捧捧无用的白色粉末。这种修炼方式奢侈到了极点，也狂暴到了极点。仅仅是几个时辰过去，直到傍晚时分，当桌上那堆零食山矮了足足1圈，消耗了近3000块零食后，楚南体内传来一声沉闷的轰鸣，炼气4层的壁垒被这股蛮横的力量瞬间冲垮。炼气5层，成了。楚南没有停歇，继续抓起零食，整个人仿佛化作了一个不知满足的漩涡，疯狂吞噬着灵气。又是一夜过去，当5000块零食再度化为齑粉，他身上的气息再次暴涨，一举冲破瓶颈，踏入了炼气6层。他继续修炼，可渐渐的，他发觉灵石消耗的速度明显加快，但修为提升的幅度却在变缓。魔女，这是怎么回事？楚南在心中问道。九宁的声音带着一丝无语：你1天之内连破2阶，还嫌慢？你以为你在做什么？你修炼的合欢经是在不断压缩灵力，每一级的提升都相当于寻常修士从炼气1层到9层圆满的灵力量。换做普通功法，这么多灵石灌进来，早就把你冲到800回了。九宁轻哼一声，继续道：而且你这种方法极为浪费，灵气转化太快，许多都逸散了，根本没被彻底吸收，最多你也就凭此冲到炼气7层。再往后，你体内残存的逸散灵气，加上你跟那个狐妹子双修，一个控制不住，就会被迫提前筑基，到那时你想后悔都来不及。
楚南心中一凛，但随即又放下心来。还早呢。他再度投入到疯狂的修炼之中，又是一个白天过去，在再度消耗了8000块灵石之后，他终于踏入了炼气7层。感受着体内那股几乎要满溢出来的庞大力量，楚南咂了咂嘴，这灵石消耗的速度也太快了。这才过去多久，他已经消耗了16000块灵石。肉痛归肉痛，楚南却没有丝毫停歇，一直修炼到第二天清晨。当第一缕阳光照进房间时，楚南再度消耗了4000块灵石后，终于将修为稳固在了炼气7层巅峰。这个境界与当初二长老韩燕探查到的一模一样。而今天也正是外门斗法大会召开的日子。楚南站起身，活动了一下筋骨，感受着体内奔腾的力量，却没有立刻出门。这次他一共消耗了2万块灵石修炼，目前身上还有11400块灵石。虽然灵石暂时不缺，但斗法大会楚南更不放在心上。想了想，楚南心念一动，他进入了阴阳鼎中，准备炼制2品的富春丹。阴阳鼎空间内，见楚南进来，九宁直接丢过来几卷古朴的丹道典籍，意念体懒洋洋地悬浮着，一副甩手掌柜的姿态。修行在个人，本尊已经没什么好教你的了，接下来全靠你自己。楚南接过典籍，忍不住吐槽了一句：也好，省得你练出来又给毁了，浪费材料。你……九宁被他一句话噎住，那双睥睨天下的美眸瞬间瞪圆，勃怒之下竟平添了几分动人的风情与妩媚。楚南一时看得有些发痴，尽管与这魔女纠缠1000年，可她身上那种霸道与娇憨并存的独特韵味，远非柳飘飘等人可以比拟。九宁俏脸微不可察的一红，旋即冷哼：再看就把你眼珠子挖出来。楚南干咳一声，为了缓解尴尬，连忙转移话题：魔女，我一直很好奇，你的炼丹术到底有多高？九宁闻言，神色恢复了惯有的傲然。在上界，丹药只分3品：凡品、仙品、神品。你们下界所谓的9品丹药，统统都属于凡品之列。而本尊的炼丹术，在上界也就算一般，勉强能炼制仙品丹药罢了。他顿了顿，补充道：当实力到达一定境界，凡品的9文丹药挥手即来，根本不值一提。哪怕是不会炼丹的修士，稍加学习，也可轻易炼制出9品丹药。仙品才是上界修士真正使用的丹药。至于神品丹药，传闻乃上古神族的炼丹法门，所需材料皆是神药神材，仙界也难寻其踪。所以并非无人能炼，而是根本没有材料可以尝试，只有在一些古老的境地中，或许还有遗存。楚南听得心驰神往，九宁却嗤笑一声：万道殊途同归，丹道、阵道、符箓、炼器，到了尽头都与修为挂钩。你还是先想想怎么先天道筑基吧。楚南心中一动，离灵蛇秘境开启只剩3个月，他如今有足够的灵石与药材，实力也已达到炼气7层巅峰，再进一步便是圆满。先天道筑基的3个条件，他已有把握满足2个，剩下的就看那灵蛇秘境之中是否真如九宁所言，有那处聚灵之地了。压下纷繁的思绪，楚南收敛心神，将神念沉入那些丹道典籍之中。他不疾不徐，从最基础的药理开始参悟。阴阳鼎中不计岁月，眨眼便是10年光阴疏忽而过。阴阳鼎中10年光阴不过是楚南一次长久的静坐。那几卷古朴的丹道典籍，他并未囫囵吞枣，而是逐字逐句的细细品读，反复揣摩。他仿佛化身成了一名最虔诚的学徒，忘记了外界的纷争，忘记了时间的流逝，将自己完全沉浸在那浩如烟海的药理与丹方之中。这10年他不曾开炉一次，只是看，只是想，只是悟。当他将最后一卷典籍合上时，整个人的气质都发生了一种莫名的变化，平静的眼眸深处仿佛蕴藏着一方丹道小天地。可以开始了，楚南轻声自语。他起身来到那尊黑铁丹炉前，神色从容，没有半分即将挑战2品丹药的紧张。九宁的意念体不知何时已出现在远处，双臂环抱，冷眼旁观。他倒要看看这小子闭门造车10年究竟能弄出个什么名堂。楚南并未看他，只是伸出右手，掌心托起一团金色的丹火，火焰平稳，不焦不躁，温度恰到好处。他屈指一弹，一株珠炼制富春丹的药材，按照某种玄妙的顺序，井然有序地飞入丹炉。提纯、分离、融合，他的动作不快，却行云流水，每一个步骤都精准的像是用尺子量过，充满了难以言喻的韵律感。鼎中世界安静的只剩下丹火燃烧的轻微声响。九宁那双睥睨天下的美眸渐渐的染上了一抹惊异，这小子手法竟如此老练，这哪里像是一个初学2品丹药的菜鸟，分明就是经营此道数百年的丹道大师。畏手畏脚，不存在的。楚南的每一个动作都透着一股我本就该如此的绝对自信。片刻之后，
楚南双手掐诀，口中轻喝一声：“宁！”嗡！丹炉发出一声清越的嗡鸣，炉身剧烈震动起来。成了！九宁的心头闪过这个念头。然而，当楚南抬手拍开炉盖的瞬间，一股远比寻常二品丹药要浓郁、精纯10倍不止的药香轰然炸开，瞬间充斥了整个灰门空间。九宁的意念体竟被这股药香冲得微微一晃。他定睛看去，那双看惯了沧海桑田的凤眸骤然收缩丹炉底部，10颗碧绿色的丹药滴溜溜地旋转着，每一颗都圆润饱满，灵光内蕴。而最令人心神俱震的是，在那每一颗丹药的表面都清清楚楚地盘踞着3道玄奥繁复的金色纹路。3纹富春丹，这不可能！九宁失声惊呼，那张万年冰封的俏脸上第一次浮现出名为震撼的情绪。他不久前才断言，楚南能练出1纹丹药便算不错，可现在他不仅练成了，还是第一次上手就直接跨越了1纹、2纹的门槛，一步登天，炼制出了3纹丹药。这小子的炼丹天赋怎么回事？非但没有因为修为提升而变得驳杂，反而随着境界的增长愈发精纯，愈发恐怖。这不合常理，这傻子的体质……九宁美眸锐利，仿佛要将楚南从里到外看个通透。不对劲，这傻子这体质绝非凡体。他几乎可以断定，楚南身上藏着大秘密，一种连他这位上界魔尊都闻所未闻的特殊体质。可奇怪的是，除了修炼和欢金和炼丹时表现出的逆天之处，这体质在其他方面又显得平平无奇。看着九宁那副惊疑不定的神情，楚南却没有多想，只以为九宁在惊讶他的炼丹术。楚南将丹药收起，思索中开口：“魔女，我能进步得如此快，我想是和欢金的缘故。我如今炼气7层，和欢金小成，讲究与天地万物共鸣。炼丹亦是与药材、丹火合欢的过程。我不去强求结果，只是顺其自然，将每一步都做到极致，丹纹便自动出现了。”九宁听完，那双凤眸中的惊疑之色稍减，却并未完全消散。合欢金，他撇了撇嘴，没有再追问下去。这傻子怕是真以为是功法的原因，根本不知道自己可能身怀何等逆天的宝体而不自知。也罢，九宁乐得不拆穿，就让他当个糊涂蛋好了。楚南见他不再说话，便也不再解释，立刻投入了第2炉的炼制。这一次他的速度明显快了几分。炉开，依旧是10颗成丹，每一颗都是完美无瑕的3纹富春丹。第3炉、第4炉，接下来的日子，楚南彻底化身为一台不知疲倦的炼丹机器。炉起炉落，丹香弥漫，从始至终他没有失败过一次。炼制出的每一颗富春丹，无一例外，尽是3纹。阴阳鼎中，楚南将1000份回春丹的药材全部炼制完毕。当最后一炉开启，10颗表面盘踞着3道金色纹路的淬体丹静静躺在炉底。至此，他购买的所有药材消耗殆尽，1000份回春丹，1000颗3纹丹药，2100份富春丹，2100颗3纹丹药，100份淬体丹，100颗3纹丹药，无一失败，品质如一。楚南看着这满地的成果，心中却并无太多波澜。他能感觉到自己如今的丹道水平已经触碰到了一层无形的壁障，这壁障与技巧无关，与知识无关，而是源于他自身的境界。万道殊途同归，九宁说的没错，若修为不至，哪怕再耗费100年钻研丹道，也难有寸进。反之，只要修为突破，丹道、阵道乃至其他法门都将水到渠成，获得跨越式的进步。是时候出去了，斗法大会也该有个了断了。心念一动，楚南的身影从灰蒙空间内消失。他离开后，九宁的意念体才缓缓浮现。他看着那变得堆积如山、散发着恐怖药香的3纹丹药，那双睥睨天下的美眸中写满了挥之不去的惊疑。就算楚南是特殊体质，也不可能第一次炼制2品丹药就直接跳到3纹。难道真是那和欢金的缘故？此功法另辟蹊径，若真能修炼到极致，或许真的不比他的无上魔功差。九宁的好奇心第一次被真正勾了起来，他很想看看这个被他选中的男人最终能走到何种地步。鼎中10年，外界不过是弹指一瞬。楚南睁开双眼，在破旧的居所内静坐了半个时辰，将心境彻底平复。当当当，3声悠扬而肃穆的钟声响彻了整个外门。所有外门弟子，凡修为达到炼气5层者，前往演武场参加斗法大会。楚南推门而出，朝着演武场的方向走去。他刚一踏入宽阔的演武场，数道冰冷的视线便落在了他的身上。傲风站在人群前方，神色冷峻，宛如一柄出鞘的利剑。他身旁的庞四则像一条吐着信子的毒蛇，脸上挂着怨毒的狞笑，对着楚南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嚣张动作。
周围的弟子们更是议论纷纷，一道道幸灾乐祸的视线毫不掩饰地投射过来。这几日，楚南与傲风将在斗法大会上生死一战的消息早已传遍了整个外门，嫉妒他被柳飘飘选为禁臠的，不屑他靠女人上位的，此刻都等着看他的笑话。很快，一名外门执事走上高台，宣布斗法大会的规则，随后修为检测开始。弟子们排着长队，挨个上前，将手掌按在一块黑色的测灵石上。外门1000余名弟子，检测的速度极快。外门百强榜前10的弟子无需检测，直接晋级。庞四走上前去，将手掌按在测灵石上，嗡，石上亮起光芒，浮现出3个字：炼气5层。看到这个结果，庞四的脸色更加阴沉，他回头死死瞪了楚南一眼，那眼神里的恨意几乎要化为实质。终于轮到了楚南，一瞬间，整个演武场都安静了下来，所有人的视线都汇聚到了他的身上。在无数道复杂的注视下，楚南神色平静地走到测灵石前，缓缓抬起了手，他将手掌轻轻按了上去，嗡，测灵石发出一声远比之前任何一次都要响亮的嗡鸣，璀璨的光芒冲天而起。光芒散去，2个龙飞凤舞的大字清晰地浮现在石面之上：炼气7层。哗，整个演武场当场炸开了锅。炼气7层，我的天，我没看错吧？难怪他能一招废了庞四，原来他竟有如此修为，这怎么可能？他之前不是一直默默无闻吗？肯定是柳师姐，肯定是柳师姐给了他天大的好处。嫉妒、震惊、难以置信的议论声此起彼伏，人群中有人酸溜溜的冷哼道：哼，运气好罢了，不过是攀上了3师姐的高枝。就是，咱们外门又不是只有他一个运气好的。傲风师兄还是5师姐的禁臠，修为更是早已到了炼气8层巅峰。这楚南就算到了7层，在傲风师兄面前也只有跪地求饶的份。那炼气7层4个大字如同一块巨石砸入平静的湖面，在整个演武场掀起了轩然大波。庞四那张怨毒的脸瞬间血色尽退，变得煞白一片。他引以为傲的靠山傲风也不过是炼气8层，这楚南竟然只比傲风低了1层。傲风的瞳孔也在此刻微微收缩，那张冷峻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了阴沉凝重的神情。炼气7修为，每一个小境界之间的差距有限，并非难以跨越的沟壑。尤其是看检测台显示的灵气浓郁程度，楚南的势力赫然处在炼气7层的巅峰，这与炼气8层之间的差距进一步缩小。至少傲风想凭修为上的浑厚碾压楚南几无可能。先前还在讥讽楚南靠女人的弟子，此刻脸上一阵青一阵白，只觉得火辣辣的疼，再也说不出半个字来。楚南对周围的一切充耳不闻，他平静地走下测灵石，回到了队伍中，仿佛刚才那个引起全场轰动的人根本不是他。这份泰然自若落在有心人眼中，更显得他深不可测。待所有弟子检测完毕，一道身影从百强榜弟子的队列中走出，一步一步踏上了高台。来人一袭白衣，身姿挺拔，面容俊朗，眉宇间自有一股凌驾于众生之上的孤高与傲然，正是外门百强榜第1薛岳。薛岳的出现瞬间将场中所有的议论声都压了下去，无数外门弟子眼中都泛起了痴迷与崇拜的光芒。薛岳和欢宗外门百年难遇的天才，他不仅是外门弟子，更是内门大师姐白真真的禁臠，地位超然。就算是寻常的内门师姐见了他，都要客客气气。楚南也抬眼看向台上那道身影，心中暗自衡量，炼气7层的自己对上傲风几乎没有悬念。楚南很清楚，他的炼气7层是经过玄阶功法压缩后的炼气7层，真是得灵力浑厚程度已经丝毫不弱于筑基期。可若面对这个传闻中已经将飞鹰盾、中天鹰九击全部练成的薛岳，又会如何？就在此时，演武场一侧的观战席上忽然香风阵阵，传来一阵娇笑。一道道身姿婀娜、衣着华美的身影如百花盛开，陆续出现在席位上，正是前来挑选禁臠的内门师姐们。他们的出现让台下无数男修呼吸都变得粗重起来，眼中充满了渴望与野心。薛岳对这一切视若无睹，他冰冷的视线扫过全场，声音不带一丝感情。斗法大会规则有3：其一，同境界弟子抽签对决，决出胜负；其二，胜者将获得初始排名，不服者可向上挑战，败者掉落，胜者取代；其三，最终排名前100者入百强榜，可得宗门赏赐，亦可被台上师姐垂青。最后4个字，他说的意味深长。台下顿时一片骚动，无数人摩拳擦掌，战意高昂。能被内门师姐选中，意味着数不尽的修炼资源和一步登天的机会。现在开始抽签。薛岳冷冷丢下一句，便转身走到一旁，闭目养神。弟子们立刻涌向抽签箱。而就在这时，
观战席上，那群争奇斗艳的内门师姐中，忽然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只见一名女子在一众师姐的簇拥下，缓缓落座。她身穿一袭紧身的金色长裙，将那火爆惹火的身段勾勒得淋漓尽致，曲线惊心动魄，妆容更是精致到了极点，一双凤眸，眼角微微上挑，带着几分天然的魅意。如此尤物，本该是妖娆妩媚的性子，可她偏偏神态安静而温婉，只是静静地坐着，便自成一道独特的风景，让人无法移开视线。台下瞬间炸开了锅，是内门五师姐金巧巧，她怎么也来了？我的天，金师姐不是刚成为吴长老的真传弟子吗？居然会来我们外门斗法大会，太美了！要是能被金师姐看上，少活10年也愿意啊！金巧巧，新晋的内门五师姐，因为刚成为真传不久，毫无架子，对谁都彬彬有礼，在外门弟子中人气极高，是无数人心中的白月光。她的出现直接盖过了薛岳的风头，成为了全场唯一的焦点。要知道，外门斗法虽然大多数的内门师姐都会前来观战，并在比试结束后选择表现不俗的弟子指点，但内门排名前5的师姐都是3大宗门长老亲传，每一个都地位崇高。可以说，外门中稍显天才的弟子，在比斗之前就都被舞女给挑走了。而即便有一些黑马，只要事后这舞女知道消息，一句话索要，内门的其他师姐也不敢不从。因此，外门斗法大会固然能吸引很多内门师姐前来观看，但排名前5的师姐到来的次数屈指可数。据说上一次有内门排名前5的师姐来斗法大会，还是因为观看外门大师兄薛岳的比斗，所以到底是什么原因，居然能吸引内门五师姐金巧巧亲自到场？不少人下意识地看向楚南，唯一的可能就是楚南和傲风之间的比试。傲风是金巧巧亲自指点的弟子，所以金巧巧此来是为傲风占场子的五师姐，也太漂亮了。据说五师姐是内门排名前5的师姐中容貌最精致的一位，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金师姐的神仙容颜，看一眼都无憾此生。金师姐亲自前来为傲风助威，那楚南待会儿怕不是要被傲师兄给打死？有如此貌美的师姐助威，就算失手打死楚南，触犯门规又算得了什么？不少外门的双眼冒光，看向金巧巧的目光中充斥着浓浓的欲念。若非理智尚存，加之金巧巧的仙子一般的高洁气场，只怕会有不少人都忍不住冲上去。这就是内门排名第5的金巧巧。楚南看着台上紫衣飘扬、容貌绝美的金巧巧，心头莫名升起一股不适。他隐隐感觉到金巧巧身上似乎散发着一种奇特的异香，若隐若现，让他气血翻涌难定。难道是媚功？一瞬间，楚南猛地冒出一个想法，还算你没有上头，不错，这个小妖女的确在施展媚功。九宁的讥讽的声音在楚南脑中响起，似这种搔首弄姿的浪蹄子，也就本尊没有肉身，否则见一个杀一个。楚南缩了缩脖子，这魔女的杀心可真重，动不动就喊打喊杀。不过对金巧巧的作为，楚南也有点反感。这可是外门的斗法大会，金巧巧上来二话不说就施展媚功，搞得周围不少外门弟子气血沸腾，估计也只有在合欢宗这等门派才会发生这种事吧。这也得亏他修炼了合欢功，并且修为提升上来，才能抵抗这种魅惑。而周围尤其是那些修为低的外门弟子，目不转睛的，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就这状态，待会儿上场后能拿出真实本事才怪。魔女，这金巧巧修为如何？楚南询问。不论如何，金巧巧出现的时机不寻常，而周围的议论，楚南又不是聋了，自然听得清楚。如果金巧巧真的是为了他和傲风之间的比试而来，楚南不由打起了12分的精神。这小妖女修为平平，也就筑基2层，不过她这媚功倒是了得，比你收服的柳飘飘还要精湛，能收放自然，且同时影响这么多人，看来天赋不浅。哦，楚南闻言暗自一惊，柳飘飘可是天生媚体，修炼媚功事半功倍，这金巧巧的媚功居然比柳飘飘还强。不管修炼任何功法，都要修行天赋，特殊体质归根结底也是一种修行天赋，是加成却非决定因素。这小妖女的境界是低了些，但等境界提升上来，只媚功一项，柳飘飘不如她。但特殊体质自有其独到之处，如天生媚体，除了修炼媚功事半功倍之外，还可感应其他特殊体质，并对与之契合的体质在双修时提供加成。说得通透点，这就是天生的炉鼎体质，在需要的人眼里是价值无上的宝贝。可惜它只是人道筑基，根基太过薄弱，等你修为提上来之后，对你的助力只会越来越少，除非能替他找到重塑根基的办法。九宁似乎是感应到了楚南的疑惑，淡淡解释。然楚南听后却只有苦笑，这魔女的思维果然够魔性的，简直是完全把人当工具了。楚南识相的没有多嘴，心中更有思量。金巧巧只有筑基2层，修为不如柳飘飘，纵使在媚功上展现出了极佳的天赋，但其连自己都影响不了，
更不可能影响到柳飘飘。换而言之，有柳飘飘罩着，他根本不用顾忌金巧巧。这也意味着，对傲风，待会儿他用不着有丝毫顾忌。这倒不是楚南怕事，有了炼丹做依仗，获得充足资源后，楚南的心态已然变化，并非是楚南飘了，而是这和欢宫分支带给楚南的压力在变小。所以，只要不影响到3个月后他进入灵蛇秘境的资格，楚南不介意高调一次，打得一拳开，震慑百拳来。打定主意后，楚南不再关注金巧巧，耐心等待抽签的开始。殊不知，台上金巧巧的目光此刻也落在楚南身上。说实话，金巧巧今天来还真不是为了楚南，他刚闭关出来，甚至都不知道傲风和楚南打赌的事。可以说，如果金巧巧不是因为闭关，不知晓此事，他又岂会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痉挛被薛岳当作棋子？金巧巧这次闭关就是在修炼魅功，他这次闭关太久，足足有3个月。出关后匆匆赶到演武场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用魅功试探外门弟子的潜力股。凡是此刻能抵御住他魅功外放的，在他眼里都是可选的苗子。虽然是群体性的魅功，威力有些折扣，但这绝不失为一个选择韭菜的好办法。这次闭关太久，还有不到3个月，蛇灵秘境就会开启。我入门时间最短，这段时间必须勤加双修，才能追平4位师姐的脚步。金巧巧心中沉思之际，目光也随之锁定了楚南。在他的感应中，除了那些他施展魅功时特意避开，自知已经其他4位师姐选中的韭菜外，就只有楚南，丝毫没有受他的魅功影响。这段时间外门的弟子都怎么了？修炼这般懈怠？金巧巧黛眉微皱，不过在看向楚南后，他动人的眼角微微一松，倒也不是没有收获。这个弟子不仅没有受我魅功影响，模样还深得我心，就是不知他有没被那4位看中，希望待会儿带走他时不会有什么意外。念及此，金巧巧魅功一收，在其他内门女弟子微微恍神中，挑选了看台上一处位置坐下。随后他偏头看向台下不远处的傲风，传音问道：最近外门中可有什么事发生？金师姐，无事发生。突闻传音，傲风恭敬的眼底下隐藏着一抹浓郁的狂热，言语中更是没有掩饰对金巧巧的强烈占有，关切道：金师姐，您出关来此，可是有什么事？这些外门弟子全都不堪大用，师姐指导我一人就足够。话语中，傲风透露着浓浓的自信和野望，显然其心中已将金巧巧这个师姐视为己有。对此，金巧巧内心并无波澜。内门藏经阁3大功法，从白真真到金巧巧，舞女主修的功法虽然都是采阳补阴的九鼎功，但舞女也都同时修炼着魅功淘金。淘金中有一门法术，名为3生3世，这是淘金中的最强法术，也是内门师姐控制外门韭菜的惯用法术。中术者会不惜一切代价为施法者舍生忘死的同时，也会对施法者情根深重，产生强烈的占有欲。换而言之，傲风吃醋正是3生3世的法术效果。若傲风不吃醋，这才奇怪。傲师弟，内门师姐教导外门师弟，乃是宗门职责所在，我来也是为宗门尽责。外门近日既无事，我旁观即可，你好好参加斗法便是。金巧巧淡淡回应，但听在傲风耳中，却让傲风感到一抹疏离之意。在3生3世的影响下，傲风内心燃起更加雄厚的野望，想要将所有外门弟子都踩在脚下，独占金巧巧楚南。待会儿我一定要将你狠狠打趴下，证明我在外门的地位。在术法的影响下，傲风狠厉的目光看向楚南。和楚南比试的事，在他眼里根本不算什么大事，因此刚才根本没有和金巧巧汇报。而台下见金巧巧落座，负责主持比试的外门大师兄薛岳同样瞥了一眼楚南后，并无耽搁，厉声喝道：斗法大会抽签开始。随着薛岳一声令下，抽签正式开始，弟子们蜂拥而上，演武场上瞬间嘈杂起来。很快结果出炉，楚南抽中的对手是同为炼气7层，在外门百强榜上排名第49的王府。此人并非排名前5师姐的痉挛，但与他双修的内门师姐吴倩在内门中也颇有实力，位列前20。观战席上，吴倩见王府对上了楚南，脸上露出自信的笑容，其身姿摇曳，眸泛笑意，对着身旁的几位师妹说道：王府在炼气7层之中罕有敌手，这楚南虽然胜了庞四，且修为也在炼气7层，但其根基太浅，这场比试王府一定会赢，毫无悬念。一旁金巧巧听着这话，只是含笑不语，他心里却在冷笑，刚才那王府可没能扛住他的魅功试探。能否抵御魅功，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修士灵力与神魂的精纯程度，只要那楚南的法术不是太差，王府绝不可能是他的对手。很快，10座擂台上，炼气5层与6层的弟子率先开始了对决。
这些弟子修为不高，在外门藏经阁能学的法术也有限，打斗起来大开大合，基本都是一上来就用出看家本领，因此胜负断得极快。不到半个时辰，便轮到了炼气7层的弟子们开始对决。王府在上场前特意走到庞四身边，拍着胸脯保证，根本用不着傲风师兄出手，看我上去怎么炮制他。说着，他还特意朝观战席上的金巧巧看了一眼，满眼都是讨好与献媚。金巧巧心头不屑，面上却勾起一抹动人的嫣然笑意。王府瞬间感觉自己像是被灌了3大碗鲜酿，浑身充满了力量，精神百倍地走向擂台。他这番举动让不远处的吴倩脸色顿时有些难看，可对方是金巧巧，他也只敢怒不敢言。庞四则在一旁阴恻恻地承诺：王师兄，只要你废了他，师弟我必有厚报。与此同时，楚南的身影也落在了擂台之上。观战席上，金巧巧因王府那句不用傲风师兄出手的话，心中一动，当即传音给不远处的傲风。怎么回事？傲风听到心上人的传音，心中一阵狂喜，立刻将自己和楚南打赌之事简单说了一遍，还特意提了一句是庞四不知怎么搭上了薛岳师兄的线，薛岳师兄承诺会为他演练天鹰第9击，他这才答应出手。金巧巧听完，好看的黛眉本能的蹙起，居然还牵扯到了薛岳，事情透着一股古怪，他立刻追问：那这个楚南可有内门师姐指点？傲风的语气瞬间充满了酸味与不屑，他不过是走了狗屎运，攀上了内门3师姐柳飘飘。金巧巧心里咯噔一下，已经被柳师姐挑走了，可她心思何等敏锐，立刻就反应过来，傲风这家伙10有8九是被人当枪使了。而此刻擂台之上，王府见楚南上台，满脸讥讽地嘲弄道：小子，现在跪下给小爷磕3个响头，待会儿我或许能让你输得好看点。楚南懒得与他废话，只是平静地问了一句：打不打？找死！王府被他这副态度激怒，怒喝一声，浑身肌肉虬结，双拳之上泛起土黄色的光芒，一拳轰出，竟带起一阵沉闷的破风声。看我的牦牛拳，我这拳法已真至大成，一拳便能将你轰成肉泥。面对这是大力沉的一拳，楚南不闪不避，他甚至没有祭出任何法器，只是抬起了右臂。天鹰第1击，霎时间，一道凝若实质的雄鹰虚影在楚南手臂上汇聚成型。楚南发出一声穿金裂石的锐利尖笑，悍然迎上了那只土黄色的拳头。天鹰击！王府见状，先是一惊，随即脸上浮现出不屑的冷笑：你就算会了这外门最强的法术，又能用出几击？王府话音未落，他拳头上的土黄色光芒骤然暴涨，化作一头栩栩如生的狂牛虚影，带着踏碎山河的恐怖气势，直冲楚南面门。牦牛拳，牦牛劲，他一出手便是此拳法中威力最强的杀招。王府不是傻子，楚南能被柳飘飘那样的内门天骄看中，绝非等闲之辈。他今天就是要当着所有人的面，以最快的速度、最碾压的姿态，将楚南彻底击溃。唯有如此，他才有可能博得金巧巧师姐的青睐。好强的拳劲！王府师兄的牦牛拳竟然已经练到了这等地步。牦牛拳虽不及天鹰9击，但也相差无几。放眼整个外门，能将此拳法练至大成的屈指可数。台下的议论声中充满了对王府的惊叹。想胜过大成的牦牛拳，天鹰9击至少也得练到第6击才行。听说那楚南前不久才刚开始学，怎么可能练到第6击？他底蕴太浅，此战必败。讥讽与嘲笑声中，众人仿佛已经看到了楚南惨败的下场。楚南立于狂暴的拳风之中，衣衫猎猎作响，神色却古井无波。这是他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与人对敌。他能清晰地感觉到，王府那狂暴的灵力完全来自于其丹田气海的爆发，而他自己的合欢经运转之时，不仅能调动自身灵力，更能与周遭天地产生共鸣，借天地之力为己用，一攻一守，高下立判。若是用合欢经来催动这天鹰9击，威力又会如何？念头在脑海中一闪而逝，楚南并未立刻尝试，他手臂一震，迎着那头狂牛虚影，不退反进，接连挥出天鹰第2击、天鹰第3击、天鹰第5击，一道比一道更加凝实、更加锐利的雄鹰虚影接连不断的破空而出，与那狂牛虚影悍然对撞。轰轰轰！狂暴的灵力在擂台上疯狂肆虐，坚硬的青石地面竟被震出一道道裂痕，随即又被四周的修复阵法瞬间抹平。王府的脸色从最初的自信满满，逐渐变得凝重。他每接下一击，手臂便要承受一股巨大的冲击力，气血翻涌不休。当第5道阴影袭来时，他已是倾尽全力，才堪堪将其击溃。台下早已是一片死寂，所有人都瞠目结舌地看着这一幕，谁也没想到楚南竟已将天鹰9击练到了第5击。不可能！庞四心中极度的发狂，他当初苦练数月，
也才堪堪掌握第2击，如今修为跌落，更是连第1击都用得勉强。他死死盯着台上，咬牙切齿的低吼，他绝不可能练成第6击，当初连薛岳师兄也没这么快。擂台之上，王府强行压下翻腾的气血，喘着粗气冷笑道：小子，你的天赋确实不错，竟能练成第5击，可惜你遇上了我倒要看看你还怎么接我下一招。现在认输还来得及。楚南像是看一个白痴一样看着他，淡淡吐出2个字：墨迹。话音落，他右臂之上金光大盛，天鹰第6击，一只比之前庞大数倍，一展足有丈许的雄鹰虚影，带着一股撕裂一切的霸道气势轰然成型。你！王府双目圆瞪，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但下一刻他脸上的震惊便化作了狰狞与疯狂。这是你逼我的！他怒吼一声，浑身骨骼发出一阵爆豆般的脆响，一股远比之前更加狂暴的气息从他体内冲天而起。他隐藏的杀手锏并非大成，而是圆满之境的牦牛拳。牦牛撼山。王府将圆满之境的拳劲催发到极致，整个人仿佛与那狂牛虚影融为一体，化作一颗陨石，悍然迎上了那第6道阴影。轰隆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过后，2道身影同时倒飞而出。王府嘴角一血，脸色苍白，但眼中却充满了劫后余生的狂喜。他挡下来了，他用自己最强的底牌挡下了楚南的第6击。没想到这王府竟然将牦牛拳练到了圆满之境，他绝对有冲击100强榜前10的实力。这楚南也真是厉害，竟然能把王府逼到这个地步。可惜了，他黔驴技穷了。此刻其他9座擂台的比试早已结束，所有人的焦点都汇聚于此。在众人看来，胜负已分。王府狂笑起来，指着楚南，状若疯魔：小子，你还有什么手段？再接我一招牦牛劲，你必死无疑。楚南掸了掸衣袖上的灰尘，平静地看着他，将他刚才的话原封不动地奉还。现在跪下求饶，我或许可以手下留情，死到临头还敢嘴硬。王府只当他在虚张声势，正欲再度出手，然而楚南却没再给他机会。在全场骇然的注视下，楚南的右臂之上第7道，也是最为璀璨夺目的一道雄鹰虚影悄然汇聚。天鹰第7击。刹那间，整个演武场鸦雀无声。观战席上，吴倩那张原本还带着几分得意的脸瞬间血色尽退，看向楚南的视线里充满了惊慌与怨毒，而金巧巧那双动人的凤眸则绽放出前所未有的欣赏光芒。练气7层便能使出天鹰第7击，此子的天赋几乎不弱于当年的薛岳了。高台的阴影中，一道妖媚的身影悄然浮现，正是内门2师姐徐娇娇。她舔了舔红唇，饶有兴致地看着台上的楚南，娇笑道：真是有趣，这才多久，竟然又给了我一个惊喜。楚师弟，你身上到底还藏着多少秘密呢？轰！狂暴的灵力冲击波以擂台为中心轰然炸开，王府脸上那劫后余生的狂喜永远定格在了脸上。他眼睁睁看着那第7道雄鹰虚影以一种摧枯拉朽的姿态撕碎了他引以为傲的圆满拳劲，狠狠地轰在了他的胸膛上扑。一口鲜血喷出，王府的身影如断了线的风筝般倒飞出去，重重砸落在擂台之下，当场昏死过去。观战席上，内门师姐吴倩的脸颊上最后一丝血色也退得干干净净，她怨毒地剜了楚南一眼，连忙起身飞奔下台去查看王府的伤势。这可是他好不容易培养的韭菜，若是根基受损，往后的采补效果便要大打折扣。整个演武场落针可闻，庞四那张阴毒的脸此刻已经扭曲得不成样子，满是不可置信。赢了！楚南竟然真的赢了！不远处，傲风那双阴厉的眸子里杀机一闪而逝。他自认学会了天鹰第8击，第9击也只差临门一脚，外门之中除了薛岳，他未将任何人放在眼里。可现在他却从楚南身上嗅到了一股浓浓的威胁。此子的天赋太过骇人，这才观摩天鹰9击多久，竟已练至第7击。若是再给他一些时日，岂不是要与自己并驾齐驱？这绝不能容忍。傲风下意识地攥紧了拳头，心中一个疯狂的念头油然而生，必须废了他，在擂台上将这个潜在的威胁彻底扼杀在摇篮里。只要解决了楚南，再从薛岳师兄那里得到第9击的指点，他就能真正超越外门第2的司空明，成为名副其实的薛岳之下第1人。到那时，金巧巧那样的角色尤物才能真正只属于他一人。高台之上，薛岳深邃的视线在楚南身上停留了一瞬，很好地藏起了瞳孔深处的那一抹森然，声音依旧冰冷：此战楚南胜。楚南平静地走下擂台，经过庞四身边时，他脚步未停，只是淡淡地瞥了一眼，那一眼轻蔑淡漠，仿佛在看一只蝼蚁。
庞四被这眼神刺得浑身一颤，脸色涨红，却依旧色厉内荏的低吼：“别以为赢了王府就了不起，傲风师兄的实力根本不是王府能比的。”楚南的视线随之落在了不远处的傲风身上，恰好迎上了对方那毫不掩饰的阴冷杀意。他明白了，想要挡住这些牛鬼蛇神的觊觎，想要让二长老韩燕那样的老狐狸不敢再肆意试探，这一战就必须打得狠，打得所有人都怕。魔女，我刚才那个念头可行吗？楚南在心中问道，用合欢经催动天鹰九击。怎么，怕了？九宁戏谑的声音响起，担心一会儿被那个蠢货揍趴下。楚南没有作声。九宁轻哼一声，语气恢复了惯有的淡然。放心，那个傲风虽然是炼气8层，也练成了天鹰第8级，但你的灵力经过合欢经的千锤百炼，其凝实程度远非他能比。你以为你刚才怎么赢的？他顿了顿，继续道：那个叫王府的其实有几分本事。他的牦牛拳看似圆满，实则已经练出了一丝神韵，超越了法术本身，换作寻常的炼气7层，哪怕同样用出天鹰第7击，也未必能胜他。你之所以能赢，全凭你那雄浑精纯，远胜同阶的灵力。至于用合欢功催动天鹰9击，九宁的声音里带上了一丝饶有兴致的意味。理论上自然可行，天地玄黄，功法万千，到了玄阶黄阶这个层次，本质都是殊途同归。为了更好的驾驭法术，合欢经的品阶远在天鹰9击之上，用它来催动只会威力更强，不过也需要磨合。但九宁的笑意更浓了，你在阴阳鼎中将这几式来来回回练了何止万遍，看似短短数日练成，实则已是数年苦功，底蕴之深，那小子拍马也赶不上。你尽管放手去做便是。得到九宁的肯定，楚南心中大定。很快10座擂台上炼气7层之间的对决全部结束。高台之上，薛岳冰冷的声音再度响起，宣布接下来将进行炼气8层弟子的对决。合欢宗外门炼气8层的弟子只有9人，便是从百强榜第3的傲风到第11名。至于排名百强榜第1的薛岳与第2的司空明，早已是炼气9层，凌驾于众人之上。与之前不同，炼气8层这个圈子很小，彼此之间交手频繁，实力早已被众人熟知。若无其遇，彼此间很难拉开差距。因此，到了这个层次，比试不再抽签，而是挑战。谁自认实力有所精进，便可上台向排名更高者发起挑战。若无人挑战，便直接宣布本届斗法大会的最终排名出炉新一届的百强榜。场中，在薛岳的话音刚落之后，全场数千道视线不约而同地汇聚到了楚南的身上。之前楚南和傲风之间的生死斗传得沸沸扬扬，所有人都想看看楚南这个刚刚展露出惊人天赋的黑马是否有胆量去挑战那座看似不可逾越的高山。不等众人猜测，一道身影已如离弦之箭，骤然闪身登上中央的主擂台。傲风立于擂台之上，傲风目光如鹰隼般锐利，死死锁定着台下的楚南，声音阴寒刺骨：楚南，你我之间的约定，你可还记得？现在你可有胆量上来与我一战？面对这毫不掩饰的挑衅与杀机，楚南神色平静，只淡淡回了4个字：有何不敢？话音未落，他已迈步而出，不疾不徐地走上擂台，与傲风遥遥相对。哗！台下瞬间掀起一阵惊涛骇浪般的议论声。他居然真的敢上，疯了吧？炼气7层挑战8层巅峰的傲风师兄，他以为自己是谁？能赢王府不过是侥幸罢了。傲风师兄可是练成了天鹰第8级，那楚南再强也只到第7级，这其中的差距有如天壤之别。他上去就是送死，几乎没有人看好楚南。人群中的庞四脸上的怨毒之色早已化为狂喜，他攥紧双拳，仿佛已经看到楚南被傲风虐杀当场的凄惨景象。主持比试的薛岳看着这一幕，那深邃的眼眸深处一抹不易察觉的冷意悄然划过。他承认楚南的天赋确实让他有些意外，但也就仅此而已。刚才楚南与王府的一战，他尽收眼底。虽然楚南有所保留，可击败一个王府竟也需要动用天鹰第7击，还耗费了那般功夫，在他看来潜力已然见底。这样的货色根本威胁不到他外门第1人的地位，更不可能动摇他在大师姐白真真眼中的价值。想到这里，薛岳心中最后一丝顾虑也烟消云散。他不再关注楚南，只是例行公事般冷冷宣布：楚南挑战傲风开始。上次是看在柳师姐的面子上，我才放你一马。傲风的声音里满是居高临下的施舍，但这里是斗法擂台，可没那么多好运气了。今天就算你跪地求饶，我也要把你打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废物。他话锋一转，轻蔑地扫了一眼台下。你以为打败王府那种货色就有什么了不起？在我眼里，他什么都不是。而你今天不会有任何机会
楚南像是没听到他的咆哮，反问道：“聒噪，不是说好签生死状吗？来吧！”此言一出，全场哗然。傲风怒极反笑，他本意只是想在台上狠狠羞辱虐打楚南，震慑宵小，顺便在金巧巧面前展现自己的强大，压根就没想过真要签生死状。毕竟这背后牵扯到内门三师姐柳飘飘，他不敢自作主张。可他万万没想到，这楚南竟如此不知死活，主动求死。好得很。尽管怒火中烧，傲风还是强压下冲动，飞快地向观战席上的金巧巧传音请示。观战席上，金巧巧那动人的脸蛋上浮现出一丝诧异。生死状，他与柳飘飘无冤无仇，这楚南为何对傲风有如此大的敌意？心念电转间，金巧巧决定亲自出面。她嫣然一笑，声音如春风般拂过全场。比武切磋，点到为止。楚师弟又何必如此认真呢？楚南也没料到金巧巧会亲自开口，他其实根本没将傲风放在眼中，但他需要立威。以他如今的实力和眼界，和欢宗这个小小的分支已经困不住他。他现在唯一在意的是2个多月后的灵蛇秘境，他不想再被庞四这种跳梁小丑无休止的烦扰，所以他要杀傲风，一劳永逸。不过既然金巧巧开了口，楚南倒也从善如流，对着观战席拱了拱手。既然金师姐开口，这个面子我给了，我可以饶傲风一命。金巧巧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周围的弟子更是炸开了锅，纷纷议论楚南简直狂到了没边。签！傲风再也忍不住，一声怒吼响彻全场，生死状，签就签。台上金巧巧的脸色有些难看，但众目睽睽之下，她只能维持着笑容，对着擂台说道：“那楚师弟可莫要食言，务必饶傲风一命。”啊！听到这话，傲风气得双目赤红，机遇发狂。金师姐这是什么意思？竟是认定了自己会输。在无尽的屈辱与愤怒中，傲风与楚南签下了生死状。契约成立的瞬间，他再无压制，整个人化作一道残影，一拳轰向楚南。天鹰第一击，来得好！楚南不闪不避，同样一式天鹰第一击悍然迎上。傲风见状，嘴角咧开一抹残忍的冷笑：“你以为你也会天鹰击就能与我抗衡？法术和法术也是有区别的，今天就让你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天鹰击！”轰！2道雄鹰虚影在擂台中央轰然对撞，爆发出强烈的灵力波动。尘埃落定，楚南的身形微微向后滑退了一步。傲风仰天狂笑，极尽挑衅地指着楚南：“楚南，你就这点本事，也敢与我签生死状？”听到傲风的狂笑，台下顿时响起一片附和的议论声。傲风师兄不愧是百强榜第3，这一击高下立判。那楚南还是太嫩了，空有天赋，底蕴差太远了。观战席上，金巧巧的嘴角也勾起了一抹若有似无的浅笑。傲风是他的痉挛，他对其知根知底。这几个月，傲风对天鹰击的领悟早已登堂入室，精熟无比。楚南天赋再高，休息时日终究太短。刚才那般不给自己面子，让傲风教训一下也好。只要别真的打死他，在柳飘飘那里也算交代得过去。擂台之上，楚南甩了甩略微发麻的手臂，神情依旧平静。刚才那一击，他是在尝试用和欢金的法门来催动天鹰击，可惜第一次尝试终究有些生疏，在最后关头功亏一篑。所以并非他的熟练度不如傲风，而且他已经找到窍门了。再来！楚南低喝一声，身形再动，依旧是平平无奇的天鹰第一击。找死！傲风见楚南故技重施，脸上讥讽更甚，不退反进，直接用出了威力更强的天鹰第2击。他看着楚南那不自量力的身影，仿佛已经看到对方被自己一拳轰碎手臂的惨状。楚南这是知道必输无疑，手忙脚乱了吗？完了，这下输定了。台下议论再起，所有人都认定了结局。然而当2道法术再度对撞的瞬间，轰！这一次没有谁被击退。狂暴的灵力冲击中，2人的身影竟是旗鼓相当，平分秋色。台下的议论声戛然而止，所有人都瞪大了双眼，满脸的难以置信。怎么可能？楚南居然用天鹰第1击和傲风师兄的天鹰第2击打成了平手。台上，楚南看着目瞪口呆的傲风，嘴角微微上扬。刚才只是热身，现在才刚刚开始。话音未落，楚南右臂金光再盛，一式货真价实的天鹰第2击悍然出手轰。擂台之上，尘埃四起，傲风那张写满讥讽的脸彻底僵住。他难以置信地看着自己的拳头，又看了看对面那个毫发无损，甚至连气息都没有半点紊乱的楚南。怎么回事？自己货真价实的天鹰第2击，竟然只是与对方的第1击打了个平手，这不合常理。你！傲风刚吐出一个字，
楚南的身影却再次奇近，依旧是天鹰姬，却是第二姬。那只金色的雄鹰虚影比之前更加凝实，更加凶悍，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霸道，当头照下。傲风面色一沉，心中虽惊，却也不敢托大。他看不起楚南，但不代表他是傻子。这小子的功法透着一股邪门的古怪，给我破！傲风怒吼一声，体内灵力毫无保留的爆发，直接用出了天鹰第三击。他要用高出一阶的法术，将楚南刚刚建立起来的微末信心彻底碾碎。然而，当两道雄鹰虚影再次轰然对撞，爆开的灵力余波中，一道身影噔噔噔连退3步，才勉强稳住身形。是傲风。全场死寂，所有外门弟子的嘴巴都张成了足以塞下一个鸡蛋的形状。用第三击对上第二击，居然是傲风师兄被击退了。傲风本人更是脑中一片空白，他感受着手臂上传来的阵阵酸麻，以及体内翻涌的气血，那份惊骇已经无法用言语来形容。可楚南根本不给他任何喘息和思考的机会。天鹰第三击，在傲风惊骇欲绝的注视下，楚南的第三击已然出手。那股锐利无匹的气势比他自己的第三击强了不止一个档次。不，我不信！傲风心神俱震，脸上的神情瞬间变得狰狞而疯狂。他不能输，尤其不能在金师姐的注视下输得如此窝囊。在生死危机与无边屈辱的刺激下，傲风做出了一个疯狂的决定，他要跳过第4击，以雷霆万钧之势强行打断楚南的节奏，一举定乾坤。天鹰第5击，傲风发出一声野兽般的咆哮，将体内所有灵力都灌注于这一拳之中。一只比之前庞大了数倍的雄鹰虚影，带着撕裂一切的狂暴，悍然迎上了楚南的第3击。可结果却让所有人毕生难忘。轰隆一声巨响过后，傲风的第5击在那道看似平平无奇的第3击面前，竟如纸糊的一般瞬间崩溃。摧枯拉朽！噗！傲风如遭重锤，整个人倒飞而出，一口鲜血在空中划出一道凄厉的弧线，重重地摔在擂台边缘，脸色煞白如纸。全场彻底傻了。我眼花了吗？第3击击溃了第5击，这不可能，绝对不可能，闻所未闻。天鹰9击的威力怎么可能这么离谱？照这么打下去，傲风师兄要输了啊！议论声如同瘟一般蔓延开来，每一句话都像是一记响亮的耳光，狠狠抽在傲风的脸上观战席上。金巧巧疼的一下站起身来，那双动人的凤眸死死盯着台上的楚南，脸上布满了惊疑不定。他能感觉到楚南催动天鹰9击的法门绝非外门所传的飞鹰遁，那股引动天地之力的韵味虽然微弱，却骗不过他这位长老亲传。此子的天赋未免太过恐怖，就连一直闭目养神，仿佛万事不盈于心的薛岳，此刻也睁开了双眼，那眼底深处悄然掠过一抹浓重的阴鸷。擂台之上，楚南心中亦是一片惊喜，他的状态越来越好，和欢金与天鹰姬的配合也愈发圆润自如。他能清楚地感觉到自己每一次出拳都不仅仅是调动丹田内的灵力，更能引动周遭的天地灵气为己用，虽然只是一丝，却足以让法术的威力产生质变。飞鹰遁的催动来源只有修士本身，而他的合欢经却是与天地合欢。更重要的是，楚南一直压制着体内经过千锤百炼的灵力，仅仅是用着普通炼气7层的力量在对敌，否则他有绝对的信心，刚才那一击就足以要了傲风的命。这合欢经不愧是玄阶功法，当真强悍如斯。嗨！擂台的另一头，傲风挣扎着爬起身，他擦去嘴角的血迹，一双眼睛变得血红，死死地盯着楚南，那里面不再有轻蔑，只剩下刻骨的仇恨与疯狂的杀意。台下弟子们的惊呼，金巧巧惊疑的视线像一根根钢针，扎得他脸上火辣辣的疼。他要杀了楚南，不惜一切代价。这是你逼我的。傲风的声音沙哑而怨毒，楚南，受死吧！傲风的目光冷冽嗜血，他一跃跳上擂台，浑身的气息随着阴厉的话语陡然一变，其周身气息在瞬间暴涌。轰！傲风体内的灵力狂冲，近10力，生生从炼气8层提升到了炼气9层。傲风这是临阵突破了，一众外门弟子震撼。不，绝不是临阵突破，突破境界需要吞噬海量灵气。不错，傲师兄应该是隐藏了实力，他早就达到了炼气9层，只是一直在压制修为与楚南激战。外门百强榜除了大师兄薛岳，就只有百强榜排名第2的司空明有炼气9层的修为。没想到现在连傲师兄也达到了炼气9层。炼气9层已站在炼气7的极限，傲师兄隐藏实力不是出入，现在他的实力足足比楚南高了2个小境界。楚南危险了。何止危险，以傲师兄现在的实力，楚南必败无疑。尽管楚南展露出的实力超越想象，但此刻
没有人认为楚南能继续创造奇迹。差着整整2个小境界，楚南想击败傲风比登天还难。楚南听着台下议论，傲风脸上尽是得瑟，他阴沉道：我隐藏实力本来是为挑战司空明准备的，你的确很厉害，我承认之前小看了你，但现在一切都结束吧。傲风冷声说罢，深州灵力汇聚，一道飞鹰虚影凝聚在其身后。天鹰第8击，傲风出手就是最强攻击，他要以雷霆之势狠狠地击败楚南，将之前的耻辱统统洗刷。台下庞四兴奋的浑身发抖，他攥紧双拳，脸上是抑制不住的狂喜与怨毒。死定了，楚南这次必死无疑。观战席上，金巧巧那动人的凤眸中也闪过一抹浓浓的惊艳。他也没想到自己闭关这段时日，傲风竟能有如此大的精进。炼气9层加上天鹰第8击，这份实力在外门之中除了薛岳，谁人能敌？他心中惊喜的同时也暗自戒备起来，万一傲风真的失手，他必须在最后一刻出手将楚南救下，否则任由他杀了柳飘飘的痉挛，那女人发起疯来自己也不好交代。然而就在这千钧一发，所有人都认定楚南必死无疑的时刻，楚南的脸上非但没有半分恐惧，反而绽放出了一抹兴奋的光彩。来得好，他一直无法参悟天鹰第8击，便是因为境界与肉身强度的桎梏，可现在傲风却将这最强的一击完完整整地展现在了他面前，这简直是最好的磨刀石。他很想看看融入了合欢经之后的天鹰第7击极限究竟在哪里。战！没有丝毫犹豫，楚南体内的合欢经疯狂运转，一股远胜同阶的雄魂灵力奔腾而出，更引动了四周的天地灵气汇聚于右臂，金光大盛。天鹰第7击，一只通体流淌着璀璨金芒的雄鹰虚影悄然汇聚，它的大小甚至还不如傲风那只漆黑的雄鹰，可它身上那股与天地共鸣，仿佛蕴含着大道至理的韵味，却让高台上的薛岳瞳孔骤然一缩。在全场骇然的注视下，楚南不退反进，迎着那毁天灭地般的第8击一拳轰出。找死！傲风狞笑着，他仿佛已经看到了楚南被自己一拳轰成血雾的凄惨下场。轰隆，一金一黑，两只雄鹰虚影在擂台中央悍然对撞，没有惊天动地的巨响，也没有狂暴的灵力肆虐。那只漆黑的雄鹰在触碰到金色雄鹰的瞬间，竟像是冰雪遇到了烈阳，发出一阵凄厉的哀鸣，寸寸消融，崩溃瓦解。摧枯拉朽！噗！傲风脸上的狞笑永远定格，一股无可匹敌的恐怖力量透过他那崩溃的法术，狠狠地轰在了他的胸膛之上。他整个人如遭万钧雷击，胸骨寸寸断裂，身形化作一道断了线的风筝，在空中喷洒出一道凄厉的血溅，远远地抛飞出去，最终重重地砸落在擂台之下，激起一片尘埃。全场死寂，真落可闻。所有外门弟子，无论是嘲讽的还是看戏的，此刻全都像被施了定身法，一个个瞠目结舌，呆立当场。他们看着那个收拳而立，衣衫甚至没有半点褶皱的身影，那眼神仿佛在看一个从地狱里爬出来的怪物，炼气7层，一击败炼气9层。这怎么可能？这是你逼我的！傲风的声音沙哑而怨毒，他挣扎着从擂台边缘爬起，浑身的气息却在此刻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轰！一股远比之前强横数倍的灵力自他体内冲天而起，形成一道肉眼可见的气浪，朝着四面八方席卷开去。在这股庞大的威压之下，离得近的一些外门弟子甚至被压迫得连连后退，脸上血色尽失。炼气9层！不知是谁发出了一声惊呼，瞬间点燃了全场。天啊！傲风师兄，他居然突破到炼气9层了！他一直在隐藏实力，我们外门除了薛岳师兄和司空明师兄，居然还有第3位炼气9层，这还怎么打？炼气7层对上9层，这楚南死定了！台下的惊呼与议论化作一股无形的能量，注入到傲风那几近崩溃的自尊之中。他猩红的双眼死死盯着楚南，脸上浮现出扭曲而狰狞的快意。本来这一招是留着挑战司空明那个家伙的。傲风的声音仿佛从牙缝里挤出来，现在你能死在这一招之下，也该感到荣幸了。话音未落，他周身灵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汇聚于右拳之上。天鹰第8击，一只通体漆黑，眼瞳闪烁着血光的雄鹰虚影在他拳上轰然成型。这只雄鹰比之前任何一次都要庞大，都要凝实，那股撕裂苍穹的霸道与凶力让整个演武场都为之战栗。台下庞四兴奋的浑身发抖，他攥紧双拳，脸上是抑制不住的狂喜与怨毒。死定了，楚南这次必死无疑。观战席上，金巧巧那动人的凤眸中也闪过一抹浓浓的惊艳。他也没想到自己闭关这段时日，
傲风竟能有如此大的精进。炼气9层加上天鹰第8级，这份实力在外门之中除了薛岳，谁人能敌？他心中惊喜的同时也暗自戒备起来，万一傲风真的失手，他必须在最后一刻出手将楚南救下，否则任由他杀了柳飘飘的痉挛，那女人发起疯来自己也不好交代。然而就在这千钧一发，所有人都认定楚南必死无疑的时刻，楚南的脸上非但没有半分恐惧，反而绽放出了一抹兴奋的光彩。来得好！他一直无法参悟天鹰第8级，便是因为境界与肉身强度的桎梏，可现在傲风却将这最强的一击完完整整地展现在了他面前，这简直是最好的磨刀石。他很想看看融入了合欢经之后的天鹰第7级极限究竟在哪里。战！没有丝毫犹豫，楚南体内的合欢经疯狂运转，一股远胜同阶的雄魂灵力奔腾而出，更引动了四周的天地灵气汇聚于右臂。金光大盛，天鹰第7级。一只通体流淌着璀璨金芒的雄鹰虚影悄然汇聚它的大小，甚至还不如傲风那只漆黑的雄鹰，可它身上那股与天地共鸣，仿佛蕴含着大道至理的韵味，却让高台上的薛岳瞳孔骤然一缩。在全场骇然的注视下，楚南不退反进，迎着那毁天灭地般的第8击一拳轰出。找死！傲风狞笑着，他仿佛已经看到了楚南被自己一拳轰成血雾的凄惨下场。轰隆！一金一黑，两只雄鹰虚影在擂台中央悍然对撞，没有惊天动地的巨响，也没有狂暴的凌厉肆虐。那只漆黑的雄鹰在触碰到金色雄鹰的瞬间，竟像是冰雪遇到了烈阳，发出一阵凄厉的哀鸣，寸寸消融，崩溃瓦解。摧枯拉朽！噗！傲风脸上的狞笑永远定格，一股无可匹敌的恐怖力量透过他那崩溃的法术，狠狠地轰在了他的胸膛之上。他整个人如遭万钧雷击，胸骨寸寸断裂，身形化作一道断了线的风筝，在空中喷洒出一道凄厉的血溅，远远地抛飞出去，最终重重地砸落在擂台之下，激起一片尘埃。全场死寂，真落可闻。所有外门弟子，无论是嘲讽的还是看戏的，此刻全都像被施了定身法，一个个瞠目结舌，呆立当场。他们看着那个收拳而立，衣衫甚至没有半点褶皱的身影，那眼神仿佛在看一个从地狱里爬出来的怪物。炼气7层，一击败炼气9层，这怎么可能？死寂！整个演武场陷入了一种诡异的死寂。那片激起的尘埃缓缓落下，露出了底下傲风那不成人形、生死不知的身躯。数千名外门弟子喉咙里像是被塞了一团棉花，一个字也吐不出来。他们的大脑已经彻底被眼前这颠覆认知的一幕给冲垮了。炼气7层，一击败炼气9层，这已经不是简单的越阶挑战，这是在创造神话。不知过了多久，人群中才爆发出山呼海啸般的议论声。我看到了什么？那可是天鹰第8级，傲风师兄的最强底牌就这么被破了。那个楚南，他用的明明只是第7级，这怎么可能？他的灵力到底有多凶魂？怪物，他根本就是个怪物。这等天赋，恐怕比薛岳师兄当年还要恐怖。人群的视线下意识地飘向了高台之上那道始终挺拔的身影。若是薛岳师兄对上现在的楚南，谁会赢？这个念头一旦生出，便如野草般疯长，再也无法遏制。观战席上，一众内门师姐早已没了先前的慵懒与随意，他们看向楚南的眸子里燃烧着毫不掩饰的火热，那不是看一个师弟，而是在看一株举世罕见的绝品宝药。合欢宗的功法采阳补阴，痉挛的天赋越强，潜力越大，双修时带来的裨益就越是惊人。楚南这般万中无一的绝顶天才，简直就是行走的无上炉鼎。可惜了，这么好的苗子竟然被柳飘飘那个女人抢了先。一名内门师姐酸溜溜的开口，语气里满是嫉妒与不甘。席位上唯有金巧巧那张精致温婉的俏脸，此刻阴沉的几乎能滴出水来。傲风败了，败得如此彻底，如此屈辱。一股怒火在他胸中熊熊燃烧，可他并没有像吴倩那般失态地冲下台去。他能从一介普通弟子爬到今天的位置，靠的绝不仅仅是容貌与天赋，更是那份远超常人的隐忍。秘境开启在即，他根基最浅，此刻与柳飘飘彻底撕破脸，绝非明智之举。金巧巧强行按捺下心头的杀意，决定暂时咽下这口气。可偏偏就在这时，擂台上的楚南却将视线投了过来，对着他遥遥一拱手，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遍了全场。吴师姐，我说到做到，已经手下留情了。金巧巧娇躯一颤，脸上好不容易维持的温婉笑容彻底僵住。这句话比1万句恶毒的咒骂还要让他难堪。事实的确如此，两人签的是生死状，胜负并不以掉下擂台为准。楚南完全可以追上去将傲风彻底了结，
但他没有。众人只当他是记但精巧巧，可唯有楚南自己清楚，就在刚才傲风用出那天鹰第八击的瞬间，那股庞大的压力竟让他对自己迟迟无法参悟的第八击有了一丝模糊的方向。他现在只想立刻赶回居所，吞下那100颗三文淬体丹，借助药力一鼓作气将这第八击彻底练成。这天鹰九击虽只是黄阶法术，可由玄阶的合欢经来催动，威力之强已然超出了法术本身的品阶，能越2阶击溃傲风便是最好的证明。高台之上，薛岳那双深邃的眸子第一次真正凝重地落在了楚南身上。他现在终于将这个不久前还不屑一顾的外门弟子当成了一个真正的对手。虽然楚南现在的实力还不足以威胁到他，但这恐怖的成长速度让他心中生出了强烈的忌惮。然而就在全场气氛最为诡异的时刻，一变陡声，哈哈哈哈！擂台之下，那片尘埃之中本该昏死过去的傲风竟是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傲风披头散发，满身血污，状若疯魔，一双猩红的眼睛死死盯着楚南，发出了怨毒而癫狂的大笑。楚南，我真是要好好谢谢你啊！众人一片愕然。什么情况？一些弟子目瞪口呆，被楚南打成这样，傲风居然说谢谢。傲风不会是被楚南打傻了吧？只见傲风一步步重新走上擂台，他周身的气息竟比刚才炼气9层时还要再强上一分。若不是你，我恐怕一辈子也无法领悟。傲风的声音沙哑而尖利，战斗还没有结束。天鹰第9击。什么？傲风竟然临阵突破，领悟了天鹰9击的最后一击，整个演武场再度炸开了锅。要知道，放眼外门，能完整使出天鹰第9击的唯有薛岳一人，我要好好的谢谢你。傲风的神情扭曲到了极点，所以你去死吧！话音未落，一股毁天灭地般的恐怖气息自他拳上轰然爆发。第9击的威力远非第8击可比，整个擂台都在这股威压下嗡嗡作响，四周的阵法光芒明灭不定，仿佛随时都会崩溃。观战席上，金巧巧那双凤眸中也闪过一抹意外之喜。他没想到傲风竟有如此韧性与天赋，在绝境中破而后立。眼见傲风抱着必杀之意出手，他下意识的便想开口阻止，但转念一想，他又缓缓地放下了抬起的手。楚南的天赋太过恐怖，若能借傲风之手将他除掉，那么在接下来的灵蛇秘境中，柳飘飘便会少一大助力。事后大不了让傲风一命换一命，去平息柳飘飘的怒火。只要他能在傲风被处死之前将他彻底吸干，自己便没有任何损失。一个死去的痉挛换一个强大对手的削弱，这笔买卖划算。眼见那毁天灭地的一击即将落下，楚南脸上却不见半分惊慌，反而涌现出一抹狂喜。在全场错愕的注视下，他伸手入怀，直接掏出了一把丹药，看也不看便尽数塞进了嘴里。那是整整10颗散发着3道金色纹路的三文淬体丹。来得好！楚南大笑一声，磅礴的药力在他体内轰然炸开，迎着那石破天惊的第9击不退反进，悍然出拳。轰！10颗三文淬体丹的药力如同一座沉寂万年的火山，在楚南的4肢百骸中轰然引爆。那股狂暴的能量远非循序渐进的炼化可比，几乎要将他的经脉撕裂。疯子，对付这种货色，你将隐藏的灵力动用一部分即可，玩什么命？九宁气急败坏的声音在楚南脑海中响起，楚南却对这股剧痛和九宁的斥责充耳不闻。他双目紧闭，脑海中疯狂回放着方才傲风施展第8击、第9击的所有细节，每一个灵力运转的轨迹，每一个法诀变化的瞬间都清晰无比。战斗才是最好的老师，阴阳鼎中百年枯坐，远不如这擂台之上的生死一瞬。在傲风那毁天灭地的一击即将临身的刹那，楚南猛然睁眼，眼中金光爆射。他迎着那滔天凶威不闪不避，右臂之上一股远比之前更加凝实、更加霸道的气息轰然汇聚。天鹰第8击。什么？台下所有人的呼吸都在这一刻停滞，庞四的脸庞更是瞬间煞白，毫无血色。他踉跄着后退一步，满眼的惊骇与恐惧。怎么可能？临阵观摩，当场学会。这楚南到底是什么怪物？他怎么会惹上这样一个疯子？天鹰第8击。整个外门能用出此招的，算上傲风自己也超不过一手之数。可哪一个不是经营此道数年甚至10数年的苦修？他该不会是把天鹰9击全都学会了吧？一个弟子用梦一般的声音喃喃自语。这个本该被嗤之以鼻的荒谬猜测，此刻却没有一个人敢于反驳。楚南带给他们的震撼已经彻底击碎了他们的常识。观战席上，金巧巧那张精致的俏脸写满了凝重，而阴影中徐娇娇那妖媚的脸蛋上震撼之色一闪而过，随即被一种更加炽热的兴趣所取代。楚南，你可真是让师姐越来越喜欢了。这次你要是能赢，师姐说不得
真要和柳师妹抢上一抢了。擂台之上，时间仿佛被无限放慢，在无数道骇然的视线中，楚南新悟的第8击与傲风赌上一切的第9击终于悍然对撞。轰隆隆，擂台中央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剧烈轰鸣，狂暴的法术能量肆虐开来，坚硬的青石地面被瞬间掀飞，整个擂台都在剧烈震颤，四周的阵法光幕疯狂闪烁，发出了不堪重负的哀鸣。漫天碎石与烟尘中，两道身影依旧保持着对轰的姿态，仿佛化作了2尊永恒的雕塑。突然，噗！傲风猛地喷出一大口鲜血，整个人像是被抽走了所有骨头，软软的向后仰倒。败了！拼尽全力，甚至临阵突破的傲风依旧败了。金巧巧的脸色骤然一变，再也无法保持镇定。他身形一晃，便要冲下台去救助傲风。傲风虽然惨败，让他颜面扫地，但他很清楚，不是傲风太弱，而是这个楚南强得像个妖孽。炼气9层，天鹰第9击，这等实力，在外门除了那个薛岳，无人能胜。颜面可以之后再找回来，但傲风这颗好不容易培养起来的韭菜，他绝不能眼睁睁看着他废掉。而此刻，楚南心中却在暗叹，差一点，就差那么一点点。他本以为借助淬体丹的霸道药力，强行催动刚刚领悟的第8击，足以将傲风彻底轰杀。毕竟这可是由玄阶的合欢经催动的法术。可他终究是低估了天鹰第9击的威力，这最后一击其威能几乎是前8击的总和。在那股庞大的压力下，他受了些许轻伤，但对第9击的感悟却也只亏得一丝门径，未能完全看透。如果傲风能再对他施展一次，楚南的视线落向倒地的傲风，却见他气息微弱，双目紧闭，胸口塌陷，显然已是根骨重创，离死不远。楚南眉头微不可察的一皱，看这伤势，没有几个月的休养，根本不可能恢复。他可等不了那么久。就在此时，一道充满怒意的娇喝声传来：“楚南，你下手未免也太狠了。”金巧巧已然落在了擂台之上，他看着生死不知的傲风，在看向楚南时，那双漂亮的凤眸里已满是冰冷的杀意。金巧巧银牙紧咬，楚南当着他的面将他的痉挛打成这般模样，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切磋，而是赤裸裸的挑衅。金巧巧怒从心起，一股强大的气势从他身上升腾而起，便要给楚南一个永生难忘的教训，哪怕因此得罪柳飘飘，他也顾不得了。然而就在他即将出手的瞬间，楚南却做出了一个让全场所有人都目瞪口呆的举动。只见他竟是径直走到傲风身旁，蹲下身子，随即从怀中掏出一把丹药，看也不看，便直接拍进了傲风的嘴里。金巧巧准备出手的动作硬生生僵在了原地。他没看错吧？那散发着浓郁药香，表面还有着3道清晰纹路的丹药，分明是2品的富春丹，而且还是3文的极品富春丹。他竟然用如此珍贵的丹药去救自己的生死仇敌，怎么可能？金巧巧彻底呆住了。富春丹已属珍贵，带着3道丹纹的极品富春丹更是有价无市的宝贝。他身为5长老亲传，每个月的宗门月历也不过100下品灵石，连满足自己的日常修炼都紧巴巴的，时常需要另寻门路。所以刚才看到傲风那凄惨的伤势，他才会那般动怒。根骨受损的痉挛于他而言就是一件废品，不仅折了他的颜面，更断了他一条重要的修炼臂柱。可他做梦都想不到，楚南竟会拿出如此珍贵的丹药来救治傲风。这小子丹药是哪里来的？柳飘飘。金巧巧立刻否定了这个念头。内门弟子的月历都是固定的，每月仅100块灵石而已。拿这么多珍贵的疗伤丹药给楚南，他不信柳飘飘会舍得，更不信柳飘飘能拿得出来。一出手就是一把3文极品丹药，这等手笔，怕是内门的大师姐白珍真都未必能轻易做到。台下看到楚南给傲风嘴里硬塞丹药的一幕，所有弟子也都傻了眼。生死状都签了，死了也是白死，楚南凭什么还给他丹药？那是丹药吗？我好像闻到香味了。我入门3年，还没见过真正的丹药长什么样。柳师姐对楚南也太好了吧，身上竟然还备着这等疗伤圣药，我羡慕得快哭了。也有人满脸不屑，嗤之以鼻。就算给了丹药又如何？傲风师兄可是金师姐的人，这梁子算是彻底结下了。金师姐肯定不会放过他。而楚南做完这一切，心中却是悄然松了口气。傲风伤势虽重，但3文富春丹的药力叠加之下，足以在2-3日内让他恢复如初。如此，他想找傲风继续切磋观摩天鹰第9击的奥妙，便不必等得太久。楚南很期待这威力绝伦的第9击，若是由合欢经来催动，又该是何等光景。楚南站起身，看向面色变幻不定的金巧巧，拱手道：“金师姐，还望你安排人好生照料傲师兄，务必尽快让他的伤势恢复。”你……金巧巧忽然感觉自己准备好的一肚子兴师问罪的话，全都堵在了喉咙里，
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他心中对楚南的怨愤与杀意，在此刻竟已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好奇与炙热。在联想到楚南手中那价值连城的丹药，精巧巧心念电转，一个大胆的念头浮现。他忽然身形一晃，在所有人错愕的注视下，直接逼近楚南。那张精致温婉的俏脸骤然放大，一抹温润柔软印在了楚南的唇上。楚南呆住了，这女人在搞什么？居然趁机占他便宜。而整个演武场也在这一刻彻底安静下来。纯分，金巧巧巧笑嫣然，吐气如兰。多谢楚师弟的丹药，此番是师姐的不是。斗法大会结束后，欢迎师弟随时来我洞府坐坐。师姐对楚师弟的天赋可是钦佩的很呢。台下彻底炸了。五师姐她亲了楚南，疯了，这个世界疯了。先是三师姐柳飘飘，现在连五师姐金巧巧都，她到底有什么魔力？我的心碎了，金师姐可是我的白月光啊！无数男修捶胸顿足，那看向楚南的视线极度的快要喷出火来。若是傲风此刻还醒着，怕是会当场气得跳起来，再跟楚南拼命。金巧巧却对台下的骚动充耳不闻，她用法力卷起昏迷的傲风，将其轻轻送到自己观战席上的侍女手中。随后她看向主持比试的薛岳，娇笑道：薛师弟，比试已经结束，你不该宣布结果吗？薛岳深深地看了金巧不巧一眼，又扫过依旧有些发懵的楚南，沉声道：此战楚南胜。见薛岳宣布，金巧巧飘然离去，临走前还回眸朝着楚南妩媚一笑：楚师弟，可别忘了师姐的邀请哦，师姐等你。此刻其他擂台的比试早已结束，所有人的焦点都汇聚在楚南与薛岳二人身上。傲风师兄是百强榜第3，楚南赢了他，岂不是能直接取代？何止是第3，排第2的司空明师兄虽也是炼气9层，可天鹰9击也只练到了第8级。楚南刚才那一击分明稳压傲风师兄一头，绝对能排第2。依我看，他甚至能跟薛岳师兄掰掰手腕。等他修为到了炼气9层，再将天鹰第9击学会，这外门第一妥妥的是他的。听着周围此起彼伏的议论声，薛岳那张万年不变的冰山脸上神色越发阴沉。他承认，他看走眼了。这楚南的天赋比他想象中，甚至比他当年还要强上几分。虽然楚南如今展现的实力，薛岳依旧没有放在眼里，但若人楚南继续成长下去，必是祸患，所以必须趁早扼杀。楚南，一道身影从高台飘落，稳稳地站在了楚南的面前。正是薛岳。他背负双手，孤高的视线落在楚南身上，声音不大，却带着一种不容抗拒的威严。你既已战胜傲风，可有胆量向我挑战？轰！全场沸腾。外门第一人薛岳竟然主动向楚南发起了腰战。薛岳的腰战如同一颗投入沸水中的巨石，让整个演武场彻底沸腾。天啊！外门第一人薛岳师兄竟然要亲自出手，这下有好戏看了。楚南虽然妖孽，但薛岳师兄可是真正的炼气9层巅峰，更是唯一练成天鹰第9击的人。我支持楚南，他能用第7击硬汉第9击，谁说他没有一战之力？风向早已悄然转变，先前那些嘲讽与不屑，此刻都化作了惊叹与期待。楚南用一场场碾压式的胜利赢得了属于他的尊重。然而观战席上的一众内门师姐们却个个心如明镜。薛岳此举哪里是什么腰战，分明是眼见楚南天赋太过骇人，起了扼杀之心。楚南若战，面对的是炼气9层巅峰，将天鹰9击运用得出神入化的薛岳，必败无疑。若是不战，则刚刚建立起来的无敌信念便会当场崩塌，道心蒙尘，日后修行必将多出心魔。好一招狠毒的阳谋。金巧巧秀眉紧蹙，心中焦急，却又无可奈何。薛岳是大师姐白真真的痉挛，而白真真在5位真传弟子中修为最高，地位超然，几乎快要摸到金丹境的门槛。更重要的是，白真真的师父正是宗门大长老，也是他金巧巧的师祖。他若此刻出面阻止薛岳，便是公然拂了白真真的脸面，此事传回师父耳中，定会招来责罚。阴影之中，徐娇娇那张妖媚的脸蛋也沉了下来。楚南的表现早已让他怦然心动，甚至已经打定主意要去和柳飘飘争上一争。现在薛岳横插一脚，要毁了这棵好苗子，他如何能忍？就在徐娇娇准备现身之际，一股清冷圣洁，仿佛不属于这凡尘的气息，毫无征兆地笼罩了整个演武场。香风散去，喧嚣顿止，一道白衣身影不知何时已悄然立于观战席的最顶端。那是一名女子，白衣胜雪，不染纤尘。她就那般静静地站着，周遭的一切光与影仿佛都失去了色彩，天地间唯有她一人。那是一种极致的美丽，却又并非妖娆，并非妩媚，而是一种高高在上、神圣不可侵犯的圣洁。
仿佛看他一眼都是一种亵渎。是大师姐，白真真师姐。天啊，大师姐不是一直在闭死关吗？她怎么会来我们外门斗法大会？太美了，这才是真正的仙子。若能得白师姐看上一眼，我死而无憾。全场数千弟子在短暂的死寂后，爆发出了前所未有的惊呼与狂热。师姐！擂台上的薛岳收起了所有的孤高与傲然，恭恭敬敬地对着那道身影躬身行礼。楚南亦是随着众人行礼，抬眼望去，心中暗自比较。论容貌，这白真真只比柳飘飘稍胜一筹，与金巧巧在伯仲之间，但三人的气质却截然不同。柳飘飘是外冷内媚，金巧巧是温婉亲和，而这白真真却散发着一种让人自惭形秽，甚至生不出半点觊觎之心的距离感。即便她未曾动用任何功法，那股浑然天成的魅力竟让人有种顶礼膜拜的冲动。小子，警惕些，这女人是罕见的仙桃圣体。九宁的声音破天荒地带上了一丝凝重。楚南心头一凛，比柳飘飘的天生媚体如何？天壤之别。九宁冷哼一声，天生媚体不过是利于修炼媚功的体质，说白了是上家的炉鼎。但这仙桃圣体万年难遇，其体不染尘埃，万法不侵，能时刻保持心境通明，不受外魔侵扰。若能与他双修，修行速度至少是你那小女仆的5倍。5倍。楚南暗自啧舌，随即又是一阵苦笑。双修？别开玩笑了，这白真真气息深沉如海，实力远在柳飘飘之上，自己现在这点修为，在他面前恐怕连蝼蚁都算不上，招惹他无异于自寻死路。场上，白真真仿佛没有看到众人狂热的崇拜，她清冷的视线淡淡扫过全场，朱唇轻启，声音没有丝毫波澜。外门斗法大会到此为止，一言既出，如凤轮音，不容置疑。金巧巧等一众内门师姐闻言，纷纷躬身称是，不敢有半句异议。薛岳脸上闪过一抹极度的不甘，却也只能俯首。只是那投向楚南的余光里，怨毒之色更浓。就在所有人都以为此事将就此了结之时，白真真那双仿佛蕴着万年冰雪的眸子，忽然转向了擂台上的楚南。你就是楚南？很好，上玉女峰来，随我走一趟。此言一出，偌大的演武场像是被投入了一颗深水炸弹，瞬间炸开了锅。我没听错吧？大师姐不仅亲自出手阻止了薛岳师兄，现在还要直接带楚南走。先是五师姐金巧巧主动献吻示好，现在又是大师姐白真真亲自发话，这待遇也太离谱了。无数外门弟子看向楚南的视线，早已从最初的嫉妒演变成了混杂着敬畏与狂热的复杂情绪。这已经不是简简单单的天赋问题了，这简直是宗门的气运之子。观战席上，那些内门师姐们也是一阵骚动，交头接耳。白师姐这是什么意思？楚南可是柳飘飘挑中的人，他这是要明抢了。嘘，小声点，白师姐做事什么时候需要向别人解释了？角落里，金巧巧紧紧攥着粉拳，指节因用力而发白。若只是柳飘飘，她凭借师父是大长老这层关系，未必没有争一争的可能。可现在连白真真都亲自下场了，她那点刚刚燃起的心思，瞬间被一盆冰水浇得干干净净。一股对自身实力不足的愤恨与对更强力量的渴望，在他心中疯狂滋生。擂台之上，楚南只觉得一个头两个大，跟白真真走，开什么玩笑？这女人给他带来的感觉，远比二长老韩燕还要危险100倍。九宁那句仙桃圣体的警告还在耳边，他看不透这白真真的半点心思，其实力更是深不见底。自己若是跟了他去，只怕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可若是不去当着全宗门的面服了这位大师姐的意，后果恐怕比跟他走还要凄惨。就在楚南进退两难之际，一道清冷的声音带着不加掩饰的怒意骤然响起：白师姐，你这是什么意思？香风一闪，柳飘飘的身影已然挡在了楚南身前。他一袭青衣，面若寒霜，直视着高台上的白真真。楚师弟是我的人，白师姐这般公然抢夺，未免太不把宗门规矩放在眼里了。柳飘飘来了，他一直在暗中关注着这场比试。外门弟子们再次爆发出惊呼，一个个激动得面红耳赤。平日里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内门真传，今天竟然接二连三地现身，而且还是为了同一个男人当众对峙，这种场面百年难遇。面对柳飘飘的质问，白真真那圣洁的脸庞上没有丝毫情绪波动，她只是淡漠的开口：门规，我若没记错，外门斗法大会才是内门弟子挑选竞鸾的正式场合。既然楚南是第一次参加，又被多人看中，按照规矩，选择权在他自己。柳飘飘的脸色瞬间一滞，白真真话锋一转，那清冷的视线越过柳飘飘，落在楚南身上。楚南，我欲亲自指点你修行，你选谁？他的话语依旧平淡，却透着一股毋庸置疑的强势。
内门师姐亦有强弱之分，实力不同，眼界不同，能给你的帮助自然也天差地别。在内门，无人是我对手。此言一出，霸道尽显。柳飘飘的脸色变得极为难看，她刚想开口反驳，一阵银铃般的娇笑声却从另一处传来。哎呀呀，今天可真是热闹呢！既然白师姐和柳师妹都这么看重楚师弟，不如也算我一个。人未至，香风先到。徐娇娇那妖媚的身影不知何时已出现在另一侧的看台上，她身着火红罗裙，衬得那张娃娃脸愈发娇俏，火辣的身段更是惹人遐想。外门弟子中，身为徐娇娇禁臠的外门第二司空明与第五雷厉，脸色顿时变得一片铁青。果不其然，徐娇娇对着台上的楚南遥遥抛了个媚眼，声音酥麻入骨：楚师弟，师姐我虽然实力不如白师姐，但对你一定是掏心掏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哦。那勾魂夺魄的姿态配合着引人遐思的话语，让台下无数男弟子狠狠地吞了口唾沫，感觉浑身燥热。楚南看着眼前这乱成一锅粥的局面，心中苦笑连连，这次的风头当真是出得有些过了。他正想开口说些什么来打破这僵局，一道温婉动听的声音却再次响起：如此盛世，怎能少了我呢？金巧巧莲步轻移，竟也走上了擂台，巧笑嫣然地看着楚南：我也想凑个热闹，不知楚师弟可愿给师姐一个机会？这一下，台下的外门弟子们彻底疯了。大师姐白真真，二师姐徐娇娇，三师姐柳飘飘，五师姐金巧巧。除了常年在外，据说早已不在宗门的四师姐曲青青和欢宗最有权势、最为美丽的四位内门真传，此刻竟然齐聚一堂，争抢着要指点楚南。这是何等的盛况！就算是当年薛岳横扫外门，夺得斗法第一之时，也绝无这般待遇。一瞬间，全场数千道视线，无论是外门弟子还是内门那些莺莺燕燕的师姐们，全都汇聚到了楚南身上，等待着他做出那个足以震动整个宗门的选择。楚南只觉得一个头两个大，他按到这次的风头确实是出的有些过了，不过事已至此，他也不甚在乎。反正等灵蛇秘境之事一了，他便会设法离开，这里的一切都将与他无关。面对着四道或清冷或妖媚或温柔或期盼的视线，楚南对着柳飘飘之外的三女一一拱手。楚南能有今日，全赖柳师姐先前不吝指点，此恩此情没齿难忘。几位师姐的厚爱，楚南心领了，愧不敢受。他的话语不卑不亢，意思却再明白不过。哥哥，那可真是羡慕死柳师妹了，平白捡了这么个宝贝。徐娇娇娇笑一声，那双勾人的眸子在柳飘飘和楚南身上转了一圈，并未多说什么。金巧巧则悠悠一叹，脸上写满了恰到好处的惋惜，只恨师姐未能早些发现楚师弟这等明珠，当真是遗憾。柳飘飘清冷的脸颊上浮现出一抹难以掩饰的喜色，她上前一步，挡在楚南身前，直面高台之上的白真真：白师姐，楚师弟已经做出了选择，若是没有其他事，我便带他离开了。白真真那双圣洁的眸子没有丝毫波澜，她只是淡淡的开口，声音不大，却让柳飘飘的脸色瞬间一变。谁说外门弟子只能受一位内门师姐的指点？她越过柳飘飘，视线落在楚南身上：我的话随时有效，若你何时改变了主意，可来玉女峰顶寻我。柳飘飘的胸口剧烈起伏，显然是气得不轻，却又发作不得。她只能咬着银牙道：此事我记下了，自会禀明师尊。说罢，她便要带楚南离开。白真真却像是没听到她的威胁，看着一旁脸色阴沉如水的薛岳，淡漠道：既然斗法大会已经结束，便散了吧。她转身，白衣飘飘，似欲乘风归去。临行前，她脚步一顿，清冷的声音再度响起：楚南实力在司空明之上，可入百强榜，位列第二。薛岳的牙关咬得咯咯作响，却也只能俯首称是。白真真身影消失，那股笼罩全场的圣洁气息也随之散去。徐娇娇扭着水蛇腰走到金巧巧身旁，掩嘴轻笑：白师姐还是这般霸道，你说呢，金师妹？金巧巧面无表情，只是淡淡瞥了她一眼，反唇相讥：徐师姐今日倒是来得及时。言下之意，直指她早就躲在暗处看戏。哥哥，哪里，我也是刚到。徐娇娇娇笑着，也不动怒，扭着惹火的身段，自顾自地离开了。随着几位真传师姐的离去，场上的气氛才重新活络起来。一众弟子看着楚南的背影，满是感叹。不过，他们很快就将注意力转回到了擂台之上斗法大会的重头戏，对他们而言，才刚刚开始。台上剩余的那些内门师姐，正用挑剔的目光审视着下方那些在比试中胜出、名次提升的弟子们，准备挑选核心一的韭菜。玉女峰柳飘飘的洞府内，你受伤了？柳飘飘看着楚南略显苍白的脸色，关切地问道。无碍。
小伤。楚南说着，随手从怀中摸出一颗丹药扔进嘴里，正是三文复春丹。那股豪气的做派让柳飘飘看得一阵心疼，随即又化为浓浓的担忧。白真真盯上你了，此人性格偏执的可怕，他想要得到的东西就一定会不择手段。楚南盘膝坐下，调息着体内翻涌的药力，平静道：无妨，只要他不亲自出手，一个薛岳我还不惧。这份自信让柳飘飘稍稍安心，他思忖片刻道：那倒不至于，宗门规矩在哪，她毕竟是大师姐，还是要脸面的。不过为防万一，这段时日你便留在玉女峰吧，正好有了白真真这个由头，你住下也名正言顺，无人敢非议。楚南也不想回外门那处被人窥探的居所，点头答应下来。你先好生休养，我去见一趟师尊。柳飘飘眼神坚定，无论如何我也要让师尊出面警告白真真一番，让他知道我的人不是谁都能动的。话音落，柳飘飘便匆匆离去。洞府内只剩下楚南一人。那白真真实乃罕见的仙桃圣体，与他双修对你好处无穷，你当真一点都不心动？九宁那带着戏谑的声音在楚南脑海中响起。楚南闻言不禁苦笑，心动？他现在已是炼气7层巅峰，距离灵蛇秘境开启还有2个多月。以合欢经的神妙，就算不借助外物，按部就班的修炼，都有可能在秘境开启前晋升到炼气9层。若是真与那白真真双修，修为暴涨之下，万一控制不住，直接引来天劫，成就人道筑基，那乐子可就大了。更何况那女人实力深不可测，自己这点修为，真要有什么意外，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哼，本尊不过是随口试探，没想到你还真有想法。九宁的语气瞬间带上了几分讥讽，意思就是说，若非担心控制不住修为，你便准备与他双修了，是也不是？男人果然没一个好东西。楚南一阵无语，连忙转移话题。魔女，眼下修为暂且足够，距离秘境开启尚有2月，你可还有什么提升实力的法子？说起正事，九宁也恢复了淡然。你有合欢经这等玄阶功法，寻常法术够用即可，贪多嚼不烂。攻击，你有天鹰九击与天地一刀斩。身法，你有疾风盾。杀手锏，你有五雷咒。想要在短时间内再做提升，只有2个方向，其一是炼铁，其二便是法宝神兵以及符箓、阵盘之类的外物。楚南一听，心中立刻了然。说来说去，还是一个钱字。炼体需要海量的淬体丹与其他天材地宝，法宝、神兵、符箓、阵盘这些东西，哪样不是用灵石堆出来的？看来自己的炼丹大业还需继续。打定主意，楚南便静下心来，全力炼化体内的药力。等柳飘飘回来，便立刻动身前往方室，将手中的丹药出手，换取灵石，再购买一批炼丹材料，顺便看看有没有什么适合他用的法宝。后山长老峰，云雾缭绕的洞府深处，檀香袅袅。柳飘飘恭敬地立于一位宫装美妇身前，拜见自己的师尊三长老周如。周如虽是长辈，却风韵不减，一颦一笑间皆是成熟妇人独有的万种风情。他看着自己最得意的弟子，温和笑道：不错，才几日不见，修为竟又精进了几分。柳飘飘垂手道：师尊，弟子有一事要禀告，是为了那个叫楚南的小家伙吧？周如打断了他的话，脸上笑意不减。宗门斗法大会上的事，为师已经知晓了。他端起茶盏，轻轻吹了吹热气。我已经和你御师伯沟通过了，他答应会约束门下弟子，不会再纵容他们胡来。周如口中的御师伯，便是合欢宗大长老玉罗兰。柳飘飘心中一暖，连忙称谢。周如放下茶盏，从储物袋中取出一个沉甸甸的布袋，递了过去。这里面是1000块下品灵石。灵蛇秘境的开启之日已经定下，这次主宗有令，规模远胜从前，内门排名前100的弟子皆可带进銮进入，但名额由从前的2人减至1人。周如语重心长地看着他：你拿着这些灵石去方士添置些所需之物，务必在此次秘境中为自己争一个加入主宗的机会。柳飘飘虽然以认楚南为主，但本心未泯，听闻师尊为自己这般筹谋，心中感激万分，郑重地接过灵石，再度拜谢。周如摆了摆手：去吧，抓紧时间修炼。柳飘飘躬身告辞。看着弟子离去的背影，周如脸上的温和笑意缓缓敛去，最终化为一声轻不可闻的叹息。作为过来人，他哪里看不出来，自己这个心爱的弟子看那楚南的神情，早已不是在看一件炉鼎，而是动了真情。若非如此，以合欢功法的霸道，柳飘飘若时时采补，那楚南的修为绝不可能进如此神速。飘飘啊！周如的眸光变得幽深。仙路洪流，最是无情，唯有斩断尘缘，方能问鼎巅峰。待秘境之行结束，
你若还对他下不了手，那为师也只好亲自替你斩了这段孽缘。玉女峰洞府内，柳飘飘回来时，楚南已将伤势调理妥当。他将那袋灵石取出，有心交给楚南，可话到嘴边，却又想起楚南那一把丹药当糖豆吃的豪气，便又咽了回去。楚南见他神色，便已猜到7、8分，淡然道：“师尊所赐，你尽管用便是。你虽认我为主，却非我的附庸，我们是一同前行，你自身的修为也绝不可懈怠。”一番话让柳飘飘心头巨震，眼眶瞬间变红了。他看着眼前这个改变了自己命运的男人，一股难以言喻的柔情与感激涌上心头。他缓缓靠近，俏脸红得快要滴出血来，鼓起勇气，用自己的方式来表达那份无以言说的情谊。念及九宁在暗中看着，且刚用白真真对他嘲讽一番，楚南本想拒绝，可看着柳飘飘那双水雾氤氲、满是期盼与羞怯的眼眸，拒绝的话终究是没能说出口。洞府门外，侍女小茹本还偷偷探着脑袋，看得眉开眼笑，可很快她的小脸也变得通红，赶紧缩回脑袋，紧紧咬着嘴唇，再也不敢多看一眼。傍晚时分，楚南依旧变化做小茹的模样，与柳飘飘一同离开了合欢宗，向黑龙潭方式行去。后山长老峰最高处，一座被浓郁灵雾笼罩的洞府内，一名周身朦胧却散发着无尽魅惑气息的女子端坐于蒲团之上，正是合欢宗第6分支的大长老玉罗兰。在她的身前，白真真如一朵不染凡尘的雪莲，静静跪礼。玉罗兰那仿佛能看透人心的视线落在白真真身上，声音飘渺，却带着不容抗拒的威严：“说说吧，那个楚南究竟是怎么回事？”白真真抬起头，那张圣洁的俏脸上古井无波，直言不讳：“弟子觉得他很不错，想夺过来。”玉罗兰的眉头瞬间蹙起：“真真，你是内门大师姐，是所有师妹的榜样。宗门有宗门的规矩，灵蛇秘境，弟子保证夺得进入主宗的资格。”不等玉罗兰说完，白真真便直接打断了他的话，语气依旧平淡，却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坚决：“请师尊不要插手此事。”“放肆！”玉罗兰的声音陡然转冷：“宗门有宗门的规矩，你这是要公然违抗吗？师尊，您难道就想一辈子困在这小小的南州禁锢之中？就算您愿意，弟子也不愿意。”白真真非但没有畏惧，反而反问一句，那话语如一柄重锤，狠狠敲在了玉罗兰的心上。他缓缓站起身，直视着玉罗兰虚幻的身影，那双清冷的眸子里燃烧着熊熊火焰：“弟子白真真一定会进入主宗，所有挡在弟子路上的绊脚石，弟子都会亲手将之踏碎。”玉罗兰闻言陷入了长久的沉默。合欢宗分支看似风光，实则早已日薄西山。宗门所修行的珍藏在内门藏经阁的合欢经，在真正的主宗之内不过是烂大街的入门功法。曾经的合欢宗是整个南域的霸主，威名赫赫。可因为一场惊天变故，内忧外患之下，宗门分崩离析，丧失了南域9成9的地盘，龟缩异于8大分支，变成了无根的浮萍。没有主宗的资源输送，更没有强者的庇护，各个分支的境况可想而知。这些年来，合欢宗分支招收弟子都只能偷偷摸摸，在夹缝中艰难求存，早已成了修行界人人喊打的魔门。就算是他这位金丹期的宗门大长老，一旦离开宗门大阵，都不敢轻易暴露身份，唯恐招来围攻。唯一的出路便是培养出杰出的弟子，通过主宗的试炼。因为合欢宗有一条铁律，凡有弟子加入主宗，其师尊便可一同进入。这也是这些年来他和另外2位长老不惜一切代价疯狂培养弟子的缘由。他们的年岁早已超过了主宗招收弟子的限制，唯一的希望便寄托在这些弟子身上。而白真真正是他这些年收下的最出色的弟子，也是最有希望冲破桎梏，带他脱离这片泥潭的唯一希望。他身为宗门大长老，是宗门规则的守护者，可他自己的未来与道途却又与眼前这个敢于挑战规则的弟子死死地捆绑在了一起。见到玉罗兰沉默，白真真依旧一脸淡然，声音平静道：“师尊尽可放心，弟子会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出手，绝不会让您在宗门之内饱受非议。”说完，他恭敬地磕了一个头，随后起身转身离去，白衣胜雪，一如来时。与此同时，黑龙潭方室福源拍卖行的一间贵宾雅间内，楚南与依旧做侍女打扮的柳飘飘静静地品着茶。片刻后，雅间的门被推开，林悠悠戴着面纱，在掌柜孙千秋的陪同下亲自走了进来。他对着楚南盈盈一礼，声音温婉动听：“道友大驾光临，拍卖行蓬荜生辉，道友还是爱卖丹药吗？不知小女子上次的提议，道友可有结果？”楚南也不废话，手腕一翻，储物袋中光芒连闪。下一刻，一枚副春丹整整齐齐地出现在了房间中央的桌案上，浓郁的药香瞬间充满了整个房间。整整1000颗
带着3道清晰丹纹的极品富春丹。林悠悠那双藏在面纱后的美眸瞬间睁大，呼吸都为之抑制。他身后的孙千秋更是被惊得踉跄一步，嘴巴张得足以塞下一个拳头，喃喃自语：天啊，小姐，这全都是3纹的。林悠悠很快回过神来，他深吸一口气，强行压下心头的惊涛骇浪，再看向楚南时，那目光灼灼，带着一股难以掩饰的热切。道友果然厉害，小女子佩服。这些丹药按之前说的全都议价收购。富春丹市价20灵石，1纹50灵石，2纹100灵石，3纹180灵石。道友这些3纹富春丹，拍卖行议价20灵石，全部200灵石一枚收购。楚南闻言微惊。来之前他打探过价格，3纹富春丹最近在方氏虽有溢价，但最高也就210灵石有的，200灵石也能买下。方氏最近确实如这女子所言，疗伤丹药在溢价，但对方出200灵石收购，这也太多了，几乎不赚什么钱。似乎是看出了楚南的疑虑，林悠悠嫣然一笑。道友可是觉得价格太高，心有顾虑。放心，我们福源商行从不做亏本的买卖。他话锋一转，抛出了一个重磅消息。小女子之所以敢出这个价，是因为我拍卖行刚得到一个绝密消息，黑龙山脉的6大宗门不日将联手进入黑龙潭底收集寒星草。道友，那些宗门修士可都不缺灵石，届时道友手中这等疗伤圣药便是真正的硬通货，价格只会比现在更高。给出这个价格也是小女子斗胆，想与道友这等人物结下一个长久的善缘。楚南听到6大宗门联手这几个字，心中不由泛起几分波澜。寒星草固然珍贵，可要让黑龙山脉的6大宗门放下身段联手，这背后恐怕没那么简单。他这几日随柳飘飘多次出入方氏，对黑龙山脉的势力分布已然有了几分了解。他所在的合欢宗第6分支位于南域的南疆地界，合欢宗主宗曾是整个南域的霸主级势力。合欢宗第6分支便是当年主宗用以吸纳南疆地域修炼天才的所设。可以说，合欢宗第6分支背靠主宗这棵大树，曾经是南疆地界最顶尖的势力。但今非昔比，随着合欢宗主宗莫名示威，合欢宗第6分支在南疆的处境一落千丈，如今早已成了人人喊打的魔门。南疆地域广阔，共有10方灵气充裕的山脉，被视作洞天福地，适合开宗立派。这黑龙山脉便是其中之一。在这黑龙山脉之中，大大小小的修仙门派不下10数个，但真正的顶尖宗门只有6家，分别是百气门、焚火谷、铁山宗、玉兽门、千雷宗以及天剑门。黑龙潭方氏中的许多产业背后都有这6大宗门的影子，例如百气门扶持的百气阁，焚火谷扶持的仙丹坊，铁山宗扶持的万宝堂，玉兽门扶持的斗兽阁，以及由千雷宗和天剑门共同扶持的黑龙商会。唯独这福源拍卖行背景神秘，据闻其东家来自南域真正的强者聚集之地南州，因此福源拍卖行的生意在方氏中向来独树一帜，无人敢轻易招惹，更别提分一杯羹了。而他合欢宗第6分支虽然背后的主宗也在南州占有一隅之地，算得上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但主宗早已示威，鞭长莫及。以第6分支目前的实力，顶多能与黑龙山脉6大宗门中的其中之一比肩，但在财力与资源上却是远远不如。换而言之，黑龙山脉内的各个宗门之所以将合欢宗分支视为邪门歪道，刻意打压，也正是因为合欢宗第6分支尚存一丝与6大宗门叫板的实力，6大宗门不愿让合欢宗第6分支在方氏的利益以及黑龙山脉的各种资源上分一杯羹，故而才有一致针对的局面。若是换了那些不成气候的小门小派，就算天天屠戮凡人，6大宗门也懒得去多看一眼。毕竟在修士眼中，凡人的性命与蝼蚁无异。南疆地界广袤无垠，凡人建立的国家林林总总也有数十个之多，只要不是做出屠灭一国这等影响到各大门派招收心血的恶劣行径，各大门派通常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正是基于这些了解，楚南才会对6大宗门联手之事感到诧异。这几乎可以说是黑龙山脉最顶尖的一批修真势力联合行动了。区区寒星草，就算再珍贵，也绝不至于让他们搞出这么大的阵仗。楚南端起茶杯，抿了一口，状似随意地问道：林道友，这寒星草究竟有何特殊之处，竟能让6大宗门联手？林悠悠见他发问，掩在面纱下的嘴角微微勾起，解释道：道友有所不知，寻常的寒星草自然不值得6大宗门如此兴师动众。然而这次，据我所知，6大门派之所以联手，是因为在潭底发现了寒星草母草的踪迹。寒星草母草，楚南端着茶杯的手机不可察地顿了一下。阴阳鼎之内，一直闭目静养的九冥，那双狭长的凤眸也在此刻倏然睁开，闪过一抹异样的光彩。他炼制躯体的诸多材料之中，正需要一株品质上佳的寒星母草。
楚南面上却不动声色，继续问道：“这母草与寻常寒星草有何不同？”见楚南似乎对此颇感兴趣，林悠悠声音愈发柔和：“道友有所不知，寒星草的诞生全赖母草孕育。可以说，凡是有大量寒星草生长之地，其深处必然存在一株母草。一旦能捕获母草，经过悉心培养，便能源源不断地产出寒星草。这等价值不亚于一条小型的灵石矿脉了。”六大门派在得知黑龙潭底有大量寒星草之后，便一直暗中派遣人手搜寻母草的下落。就在前不久，他们已经大致确定了母草所在的区域。如今，六大门派已经逼退了那片水域附近所有的小门派修士和散修，正准备合力捕捉那株寒星母草。不过，林悠悠话锋一转，那母草诞生不易，已生出些许灵智，实力不容小觑。再加上黑龙潭水域深邃，其中妖兽众多，凶险异常。六大宗门想要顺利捕获寒星母草，恐怕也要付出不小的代价。说到这里，林悠悠看向楚南，眸光中带着几分深意。但也正因如此，相比起寒星母草那难以估量的价值，六大宗门必定会不惜一切代价。那时，道友手中这等极品疗伤丹药，便更是奇货可居。毕竟，寻常的疗伤丹药，那些大宗门的修士可看不上眼呢。林悠悠说完，那双藏在面纱后的美眸带着几分期待望向楚南。道友有如此炼丹实力，这段时日可否继续为我拍卖行提供丹药？为了表示诚意，我拍卖行可以做主，除了溢价收购外，我们还会额外赠送道友500份炼制富春丹的药材。只希望道友日后炼制出的丹药能独家供应我们福源拍卖行，如何？楚南端着茶杯的手指轻轻摩挲着杯壁。这林悠悠果然好手段，不仅给出了高价，还送上了炼丹材料，这份手笔不可谓不大。就在他思索之际，九宁带着几分戏谑的声音在他脑海中响起：“傻小子，人家这是看你上次从他这里买走了那么多药材，这次却只拿出来这么点丹药，明着是在点你呢，暗示你还有存货。”楚南心中微动，抬眼望去，果见林悠悠那双明亮的眸子正带着几分若有若无的期盼看着自己。显然，九宁所言非虚。楚南心中好笑，略一沉吟，手腕一翻，哗啦啦，桌案上再次凭空多出了一大堆丹药，其中800枚是3文回春丹，另外500枚则是药香更为浓郁的3文富春丹。林道友的提议，我答应了。楚南面色平静地解释道：“只是富春丹炼制不易，失败颇多，上次的药材只炼制出了这么多。实际上，楚南上次从林悠悠处购得的材料炼制出的3文富春丹足有2000枚，斗法大会上用了10枚，方才拿出1000枚，现在又拿出500枚，阴阳顶空间中尚余490枚。而回春丹他炼制了1000枚，方才拿出800枚，也还剩下200枚。这寒星草母草是观魔女日后的躯体炼制，既然碰到了，楚南焉有不争之理。留下一部分丹药，也是想着以备不时之需。”林悠悠看着桌上又多出来的丹药，尤其是那500枚3文富春丹，眸中的喜色几乎要溢出来。这少年修士的炼丹成功率简直高得吓人。楚道友谦虚了，这等成功率已是惊世骇俗。林悠悠嫣然一笑，声音愈发甜美：“既然道友如此爽快，我拍卖行也不能小气。小女子做主，这段时日道友炼制的富春丹，无论失败多少次，损耗的药材，我们福源拍卖行都包了，有多少，我们便补多少。”此言一出，不仅楚南，连一旁的柳飘飘都有些动容。这福源拍卖行当真是下了血本，要拉拢楚南。旁边掌柜孙千秋得到林悠悠的示意，笑呵呵上前开始清点丹药。3文回春丹共计800枚，按照每枚150灵石计算，是12万下品灵石。3文富春丹先前1000枚，加上这新增的500枚，共计1500枚，按照每枚200灵石计算，是30万下品灵石，总计42万下品灵石。一旁柳飘飘听着那天文数字般的灵石，红唇微张，整颗心都像是被一只无形的大手紧紧攥住，几乎要停止跳动。42万块灵石，这笔巨款足以买下小半个黑龙潭方式了。他看向楚南的眼神愈发炙热，充满了崇拜与爱慕。主人实在太厉害了。这才过去了几天，他甚至没有亲眼见到楚南开炉炼丹，那些堆积如山的药材就摇身一变成了价值连城的丹药。柳飘飘很清楚，楚南身上一定隐藏着天大的秘密，但他整个人整颗心早已完完全全属于楚南。他不仅不会去探究，反而会倾尽所有去帮助楚南保守这个秘密。雅间内，林悠悠那双藏在面纱后的美眸闪烁着异样的光彩，充满期待地看着楚南。楚南略作沉吟，开口道：“林道友，我想再购买5000份炼制富春丹的药材。”此言一出，林悠悠脸上的笑意更浓。他立刻转向孙千秋：“
孙掌柜，速去为这位道友准备药材。是，小姐。孙千秋应了一声，连忙退下。不多时，他便捧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储物袋，恭敬地递到楚南面前。道友，加上小姐先前说要赠送给您的500份，这里面一共是5500份炼制富春丹的药材。孙千秋脸上堆满了笑容，语气也愈发恭敬。一份药材3块下品灵石，5000份便是15000下品灵石。扣除之后，您此次丹药所得共计40万零5000下品灵石。40万5000。楚南接过储物袋，神识一扫，确认无误后，便将其收入怀中。他对着林悠悠拱了拱手，准备告辞。道友请留步。林悠悠忽然开口，声音婉转动听。合作了这么久，小女子还不知晓道友贵姓。楚南脚步一顿，略微思索了一下，淡然道：我与林小姐一样，也姓林。林悠悠闻言明显怔了一下，但很快便恢复如常，巧笑嫣然。原来林道友与小女子是本家，这可真是荣幸之至。不敢当。楚南客气了一句，便要转身离开。林悠悠却又再次开口，声音带着几分热情：林道友，最近因为寒心草之事，方氏中许多修士都在四处购买武器法宝，以备不时之需。我拍卖行联合了方氏中的百器阁、万宝堂以及仙丹坊等势力，共同举办了一场为期3天的拍卖大会，明日便正式开始了。他看着楚南，眸光流转：林道友若是感兴趣，不妨在方氏多留几日，届时拍卖会定会为道友安排一间上好的贵宾席位。楚南闻言沉吟片刻，最终还是摇了摇头，拒绝了林悠悠的好意。多谢林小姐美意，只是在下对炼丹之外的事情并不太感兴趣。说完，他便带着柳飘飘转身离开了雅间。看着楚南二人离去的背影，林悠悠那双明亮的眸子骤然一缩，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金光。雅间内的气氛也随之变得有些微妙。一旁的孙千秋等到楚南的身影彻底消失在门外，才终于忍不住开口问道：小姐，您既然怀疑这2人是和欢宗的余孽，直接抓起来审讯便是，为何还要如此大费周章的去教好他们？不仅将我们好不容易打探来的绝密消息悉数告知，还开出这般天价收购丹药，甚至倒贴药材，这未免也太……孙千秋实在想不明白，小姐这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林悠悠缓缓走到窗边，看着楼下街道上川流不息的人群，脸上的温婉笑容渐渐敛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与他高高在上的淡漠与深沉。他的声音也变得清冷了几分。合欢宗行事诡秘，隐藏极深，宗门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在南疆十方山脉寻觅了数十年，都未能找到其山门真正所在。他顿了顿，语气中透出一股寒意。教好这2人，不过是让他们放松警惕的手段罢了。只有这样，才能顺藤摸瓜，探清合欢宗山门的具体位置，届时便可将其一网打尽，永绝后患。楚南带着柳飘飘快步离开了福源拍卖行，直到彻底融入方氏川流不息的人群，他才略微放缓了脚步，但神识依旧警惕地扫视着后方。不对劲，太热情了。楚南眉头微蹙，这林悠悠举手投足间透着一股刻意的清静，那份想拉拢他的意图简直毫不掩饰。因此，楚南这次尽管心中确实盘算着在方氏中添置些许防身之物，但面对林悠悠那看似诚挚的拍卖会邀请，还是选择了婉拒。脑海中九宁的声音懒洋洋地响起：行了，别跟做贼似的，后面没人跟上来。楚南心中暗自松了口气，随即问道：魔女，你觉得林悠悠此女怎样？九宁咯咯地娇笑起来，带着几分戏谑：挺漂亮的，不比你那门的5个师姐差。怎么，你动心了？想跟她双修？楚南闻言无语。魔女，说正经的，我总感觉她对我有所图谋。九宁轻哼一声：算你小子还有几分警觉。他的声音倏然一肃，这林悠悠的修为是金丹前期，与你们合欢宗那个2长老韩燕相当。而且九宁的语气透出几分少有的郑重：若我感应无误，此女是地道筑基。楚南闻言心头猛地一跳，他早已从柳飘飘那里旁敲侧击过，发现柳飘飘对于筑基分为天地人3道之事竟是一无所知。由此推断，整个合欢宗第6分支，包括那3位金丹长老在内，恐怕修成的都只是人道筑基。可这福源拍卖行的林悠悠竟然是更为强大的地道筑基。楚南很清楚这其中的差距，只怕就算是宗门那位传闻中修为已达金丹后期的大长老玉罗兰，若真对上这林悠悠，胜负恐怕都在两说之间。九宁继续说道：这福源拍卖行听着名头寻常，但背后的势力绝对不容小觑。别说你现在只能炼制2品丹药，就算你能拿出3品丹药，以他的身份和眼界，也断不至于对你这般殷勤。楚南越发困惑，那他如此大费周章的示好，究竟图谋的是什么？九宁没好气地翻了个白眼：本尊如何知晓？
反正肯定不是冲着阴阳鼎来的。在这下界，不可能有人认得出阴阳鼎，况且有本尊的气息遮掩，谁也休想窥探到它的存在。楚南沉吟不语。不管林悠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眼下通过炼丹换取灵石，确实是他积累修炼资源最快的途径。他打定主意，等将手中这批药材尽数炼制成丹，换取灵石之后，便暂时收手，不再轻易抛头露面。待灵蛇秘境之事了结，自己成功筑基之后再做打算。思及此，楚南在心中对九宁说道：魔女，抛开这林悠悠不说，那寒星草母草既然机缘巧合遇上了，我定会去探上一探。待明日我先混入那拍卖大会，购置些许合用的法宝兵刃，便动身前往黑龙潭一探究竟。九宁闻言，心中微澜，嘴上却依旧是不屑的腔调：哼，这可是你自己死乞白赖非要去寻的，就你这点微末道行，万一折在了那黑龙潭里，可别指望本尊替你收尸。对于魔女那夹枪带棒的讥讽，楚南全当没有听见。相处千年，他对这魔女的脾性了如指掌，深知其口硬心软，也懒得与其计较。楚南转头看向身旁的柳飘飘，开口道：我们这几日先不回宗门了。柳飘飘闻言，美眸中闪过一抹了然，轻声道：主人是想去参加那福源拍卖行举办的拍卖大会？楚南含笑点头：正是。如今斗法大会刚刚落幕，傲风惨败于他手下，外门之中除了薛岳，恐怕无人再敢轻易挑衅。司空明之流已然不够资格，那庞四与傲风先前都是上门挑衅。薛岳身为外门大师兄，想来也不至于自降身份，效仿那二人行径，因此他暂时躲在柳飘飘的洞府不露面，在旁人看来倒也合情合理。白真真、徐娇娇那几女即便心有不满，想要寻他麻烦，想必也不会如此急于一时。柳飘飘也点了点头，道：我之前已向师尊禀明了方氏中的遭遇，想来师尊也会去寻大师伯分说一二，白真真等人短期内应该会有所收敛。他略微沉吟，又补充道：不过我们在外逗留的时日不宜过长，最多3天，若是太久，万一有人前往玉女峰寻主人，发现主人你不在洞府，恐怕会横生枝节。3天足够了。楚南应道两人寻了一处方氏边缘的僻静山林，楚南施展法力，很快便在地下开辟出一个简易的临时洞穴。柳飘飘则在洞穴之外为其护法。楚南进入地穴深处，身影一晃，便已进入阴阳鼎内的空间。他没有丝毫耽搁，立刻取出先前购买的药材，开始炼制富春丹。阴阳鼎内的时间流速与外界不同，无论过去多久，外界几乎不会变化。3日之后，楚南将那5500份药材尽数炼制成了3文品质的极品富春丹。不过楚南却并不急于出去，他将炼制好的富春丹悉数收好，目光落向了空间内的3文淬体丹。先前他修为与肉身强度不足，迟迟无法将天阴第8击融会贯通。与傲风那一战，在最后关头他虽有所领悟，却也是借助了10颗3文淬体丹的霸道药力强行突破，才施展出天阴第8击。如今他还剩90枚淬体丹。楚南盘膝而坐，张口将丹药吞入腹中。霎时间，熟悉的灼热感涌起，淬骨丹霸道的药力轰然炸开，宛如奔腾的岩浆，朝着他的四肢百骸、筋骨皮膜汹涌冲击而去。作为2品顶级丹药，淬骨丹的药效强大，辅助炼体功法，能将炼体修士的骨骼淬炼到极致，达到铜皮铁骨的境界，寻常武器根本无法伤害。从一份2品富春丹，药材只要3灵石，而一份淬骨丹的药材却翻了10倍，达到20灵石，便可见淬骨丹的价值之高。不过淬骨丹在市面上很少，一是价值贵，且更适合炼体修士；二是寻常修士服用淬骨丹，每月最多只能服用1枚。炼体没有速成，都是循序渐进，耗时日久，过犹不及，会损伤根基，所以炼体门派很少。黑龙山脉6大宗派中，也只有铁山宗是炼体门派。不过普通淬骨丹是每月最多服用1枚，但楚南炼制的3文淬骨丹每月却可服用3枚。更关键的是，身处阴阳鼎这等夺天地造化的逆天宝物之内，楚南根本不缺时间。楚南盘膝坐下，在阴阳鼎空间安心修炼。丹道一途，他如今的修为已是瓶颈，在突破到更高境界之前，短时间内已难有寸进。至于修行功法，合欢经的品阶远在那黄阶的飞鹰盾之上。自从发现可以用其催动天阴9击之后，楚南便已将飞鹰盾彻底废弃，只修合欢经。不过合欢经虽然威力不俗，却需感应天地自然之力，阴阳鼎空间与外界隔绝，并不适合修炼，加上要在进入灵蛇秘境之前控制境界，因此楚南将重心放在了法术上。阴阳鼎内的第1个年头悄然流逝。楚南每月初1、15、30都会准时吞服1枚3文淬骨丹，任由那股灼热霸道的药力一遍又一遍的冲刷，淬炼着他的筋骨皮膜。
每一次炼化都伴随着难以言喻的痛楚，仿佛全身骨骼都被敲碎重组一般，但他都咬牙坚持了下来。痛楚过后，便是肉身强度实实在在的提升。楚南能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骨骼在变得愈发坚硬，肌肉充满了爆炸性的力量，皮肤也变得更加坚韧。而除了炼化淬骨丹，剩余的时间，楚南则全身心地研习法术，提升实战能力。楚南现在学习的法术有5种：天鹰九击、天地一刀斩、疾风步、五雷咒，以及魔女前不久传给他的搜魂术。其中天鹰九击中的第8击他已能施展，第9击的奥秘也窥得一丝门径，只是在鼎内无法找到合适的对手未招，总是感觉差那么一点，暂时未能突破。楚南想着，等他出去后再去找傲风打一场，应该就差不多了。而天地一刀斩威力虽强，却是一次性的法术，威力强弱全看修士自身的积累，学会后无需刻意修炼。至于五雷咒，这等引动天地之威的法术，在阴阳鼎这隔绝的空间内，和功法和欢经一样难以施展，自然也谈不上研习。唯有疾风步这等对自身灵力运转要求极高，又无需借助外力的身法，最适合在这鼎内空间中反复锤炼，提升熟练度。一遍又一遍的演练，一次又一次的历劫。楚南的身影在鼎内空间中带起道道残影，速度越来越快，身形也越来越飘忽不定。光阴荏苒，鼎内第2年在枯燥而充实的修炼中悄然而至。经过整整1年，36枚3文淬体丹的持续滋养与淬炼，楚南的肉身强度已经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他的骨骼坚硬于金铁，寻常刀剑难伤，浑身肌肉虬结，充满了爆发力，举手投足间都带着一股莫名的压迫感。第2年，楚南结束了疾风步的修炼，开始修炼牦牛拳。这是他从外门藏经阁中拓印出来的，目的自是为了配合淬骨丹，将肉身凝练到极致。牦牛拳虽然品阶不高，只是黄阶低级，却是外门之中为数不多的炼体功法之一。当初那王府在擂台上施展之时，一拳一脚，虎虎生风，威力也算不俗。先前楚南肉身强度不足，修炼此拳法事倍功半，但如今经过1年淬骨丹的打磨，他的肉身基础早已今非昔比。此刻再来修炼这牦牛拳，水到渠成，1日千里。楚南沉腰立马，双拳紧握，一招一式的演练起来。哞！半年后，随着楚南一拳挥出，空气中竟隐隐传来一声沉闷的牛哞之音，拳风呼啸，带着一股蛮横霸道的气息。楚南出招的速度越来越快，拳脚大开大合，每一拳每一脚都蕴含着千斤之力，将空气都打得噼啪作响。牦牛拳中共有2个攻击法术，一个是牦牛36拳，一个是牦牛劲。牦牛36拳是一种近身搏斗法术，威力尚可，但比天鹰击不足。但牦牛劲却不同，牦牛劲是一种增幅法术，在牦牛劲状态下，修士的体魄会飙升1倍，无论是抗击打能力还是攻击，都会成倍增加。不过，想学会牦牛劲，则必须融会贯通牦牛36拳不可。经过半年时间的练习，楚南终于贯通牦牛36拳，开始习练牦牛劲。他按照御简所载法门，引导体内灵力依循特定轨迹运转。起初颇为晦涩，但随着一遍遍尝试，那股独特的劲力逐渐在他体内成型。数日之后，楚南猛然睁眼，低喝一声，周身骨骼发出一阵噼啪爆响，一股蛮横之气透体而出。牦牛劲成了。他能清晰感觉到，在牦牛劲的状态增幅下，自己的肉身力量与抗击打能力都凭空拔高了一截。然而就在楚南准备继续巩固之际，心中忽的一动，这牦牛拳的灵力运转法门，不知能否和飞鹰盾一般用合欢经替代。这个念头一起，便再也无法遏制。楚南当即散去刚刚凝聚的牦牛劲，转而尝试以合欢经来催动。合欢经的灵力运转玄奥无比，远非牦牛拳这等黄阶功法可比。起初楚南只觉至色难当，数次尝试都以失败告终，但他并未气馁，凭借着对合欢经日渐精深的理解，以及对自身灵力入微的掌控，不断调整着运转的细节。终于在不知多少次失败之后，一股远比先前更加凝练更加霸道的牦牛劲猛然自他体内爆发开来。哞！一声仿佛来自洪荒的低沉牛哞在他体内深处响起。楚南只觉浑身气血翻涌，每一寸肌肉都充满了爆炸性的力量，那股增幅的程度远超单纯以牦牛拳催动之时。竟然真的可以！楚南脸上涌现出难以抑制的狂喜。合欢经竟能替代其他功法来施展其配套的法术，这意味着什么？他日后岂不是只需专修合欢经这一门功法，便能施展万般法术？这合欢经当真是深不可测。鼎内时间悠悠，转眼又过去了数月。楚南的牦牛劲早已运用得炉火纯青，此刻他周身肌肉虬结，青筋如龙般盘踞，单凭肉身散发的气息便足以令人心惊。
以合欢金催动的牦牛镜，其威力比之当初王府施展之时强了何止数倍。楚南并未就此满足，一个更为大胆的念头在他脑海中浮现：若是在牦牛镜的增幅之下再施展天鹰九击。他深吸一口气，体内合欢金疯狂运转，牦牛镜瞬间遍布全身。紧接着他右臂之上，一股凝练霸道的气息轰然汇聚。天鹰第8击，立！高亢的鹰啼之声响彻顶内空间，楚南一拳轰出，前方的空气被瞬间压缩，发出一声沉闷的爆鸣。这一拳的威势比之当初在擂台上击败傲风之时强了何止1倍。感受着拳头上那股强横至极的力量，楚南心中豪情万丈。阴阳鼎深处，九宁正在享受着小茹的服侍。小茹开口闭口九宁姐姐，将九宁逗得花枝乱颤，咯咯直笑。然而在关注此刻到楚南弄出的动静后，九宁笑容微僵，狭长的凤眸中不由闪过一抹异色。看着楚南欣喜若狂的模样，九宁暗自嘀咕：这合欢金当真古怪的紧，竟有此等包容万法之效。如此一来，本尊为这傻小子准备的几套盖世魔功，岂不是有些拿不出手了？楚南并不知道九宁的心虚。此时距他进入阴阳鼎空间已经过去了2年。楚南周身气息内敛，但那副身躯却仿佛金刚浇筑，每一寸都蕴含着恐怖的力量。90枚3文淬骨丹，他每月炼化3枚，2年下来已耗去72枚。此刻他的肉身强度已然达到了炼气期所能淬炼的极致。就算是专修肉身的炼体士，在同等境界下也绝不可能拥有比他更强横的体魄。在境界未提升之前，余下的淬骨丹对他而言已经没有什么效果了。呼！楚南长长吐出一口浊气，缓缓睁开双眼，眸中金光一闪而逝。也是时候该去拍卖会看看了。打定主意，楚南冲九宁遥遥招手：魔女，我走了，等我给你带寒星草母草回来。九宁懒洋洋的声音响起：去吧去吧，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本尊倒要看看你究竟有没有说到做到的本事。楚南淡然一笑，也不与他争辩，道：这次我要带小茹一起出去。九宁红唇一嘟，撇嘴道：反正是你的女人，又不是我的，你爱带就带，问我做甚？九宁姐姐，你别生气，主人要带我出去，一定是有什么事需要我做，我去就回。小茹蹦蹦跳跳，吐着舌头在九宁适时撒娇：有了哥哥就忘了姐姐，去吧去吧，赶紧走。九宁淡淡摆手，小茹登时被推到了楚南身边。楚南也不废话，心念一动，带着小茹从阴阳顶空间内消失不见主人。地穴外见到楚南带着小茹走出，柳飘飘美眸一正：楚南不是说要炼丹吗？怎么才刚进去就出来了？柳师姐。小茹乖巧地走上前，朝着柳飘飘行了一礼。楚南并未多做解释，只是说道：飘飘，我已准备妥当，此次我们3人再乔装一番，同去参加拍卖会。柳飘飘冰雪聪明，立刻明白了楚南的用意。楚南之前已拒绝了林悠悠，3人乔装同行，目标比2人时更不显眼，拍卖行那边想必也不会过多留意。很快楚南便为2女重新易容，柳飘飘被他扮成了一位唇红齿白、俊秀非凡的贵公子，小茹则成了一个青春靓丽的小丫鬟，楚南自己则化作一名身材壮硕、脸色黝黑的护卫。楚南对柳飘飘笑道：小茹的称呼照旧便可，王小姐可唤我小南。柳飘飘眼唇轻笑，眼波流转，对着楚南道：小南，扶本小姐去拍卖行见识一番。3人再次进入黑龙潭方室，行至福源拍卖行门前，便见门口已聚集了不少修士，喧闹不已。细听之下，原来是拍卖行趁着拍卖大会将客房价格大涨。寻常房间本是1块下品灵石便可入住1晚，如今竟要5块，足足翻了5倍。不少修士对此怨声载道，议论纷纷。柳飘飘扮演的王公子却是不以为意，自有一股金贵气度，径直上前，随手甩出100块下品灵石，朗声道：要一间上房。拍卖行门口负责接待的伙计正是先前见过的小峰，他一听这豪气的口气，再看那晃眼的灵石，当即满脸堆笑地迎了上来，热情至极。这位公子里面请。进入拍卖行内，小峰引着3人往楼上走，一边小心翼翼地看向柳飘飘，问道：公子可是为明日开始的拍卖大会而来？明日拍卖大会的贵宾雅间上于5间。柳飘飘凤眉一挑，淡淡道：要1间。小峰笑容更甚，连忙道：我们这拍卖大会共举行3日，贵宾雅间也是按3日出售，每日500下品灵石，3日共计1500下品灵石。什么？柳飘飘闻言心头一跳，险些失态。楚南扮演的护卫小南眼疾手快，当即上前一步，声如洪钟的呵斥道：我家公子要1间，你这次啰嗦什么？莫非怕我家公子出不起这点灵石吗？
说话间，他从怀中摸出一个沉甸甸的储物袋，直接砸在了小峰面前的柜台上。小峰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了一跳，连忙躬身告饶：“不敢不敢，是小的多嘴了。”他见识过不少豪客，眼前这主仆三人出手如此阔绰，显然不是寻常人物。公子，这贵宾雅间食宿全包，您先前付的那100零食，小的这就退还给您。柳飘飘此刻已然回过神来，恢复了贵公子的从容淡漠，摆了摆手道：“本公子掏出去的零食，从没有收回来的道理，赏你了。”小峰闻言，双眼骤然一亮，脸上的谄媚之色更浓，连忙千恩万谢。他收起零食，凑近一步，压低了声音道：“多谢公子赏赐。公子如此大方，小人这里倒有个消息，或许对公子有些用处。”见柳飘飘示意他说下去，小峰才继续道：“此次拍卖大会的重头戏，其实在第2日。据说届时会有一套极为罕见的3品法宝进行拍卖。”柳飘飘心头微震，面上却不动声色，只是微微颔首：“知道了，若再有此类消息，尽管报上来，少不了你的好处。”“是，小的一定为公子留意。”小峰大喜过望，连连应声，随后恭敬地引着3人去了雅间。待小峰退下，雅间门一关，柳飘飘立刻恢复了女儿家的声音，带着几分后怕，对楚南道：“主人，方才幸亏有你，我差点就露馅了。只是这拍卖行也太黑心了，一个贵宾雅间居然要收1500块下品零食。要知道，他身为合欢宗内门3长老的亲传弟子，每月的宗门月例也不过100块下品零食，一年到头不吃不喝，也凑不够这一个贵宾雅间的费用。”小茹也嘟着嘴道：“是啊，主人，花这么多零食拍下雅间，可在竞价时，大厅的人一样能和雅间竞价，这雅间完全就是坑钱，也太不值了。”楚南却是淡淡一笑，浑不在意那点零食，区区几枚丹药的价钱罢了，能换来方才那条消息，倒也值得。柳飘飘闻言，美眸中闪过一丝明雾，轻声道：“主人是说后日那套3品法宝？难道主人想要拍下？法宝与丹药一般，由低到高分为9品，与兵刃不同，法宝的作用更多在于辅助修饰，因此法宝的种类繁多，如擒拿类法宝捆仙绳，增速类法宝穿云靴等。理论上讲，不同类型的法宝作用不同，但却有精通阵法的灵宝师以珍稀材料在不同的法宝内铭刻阵纹，炼制出成套的法宝。成套法宝或3、5件，或7、8件，甚至10数件。在使用中，这些法宝相互之间以阵纹为纽带，叠加增幅。就好比催动穿云靴增速，对敌人使用捆仙绳。若这2件法宝是成套法宝，同时使用，穿云靴可增幅捆仙绳的威力，捆仙绳亦可增幅穿云靴的速度。正因如此，成套法宝远比单一的法宝价值更高，也更难求，即便是精通阵法的灵宝师，轻易也难炼制。成套的3品法宝俱是天价，数量少了还好说，数量若超过5件，便不是几十万灵石能拍下的。而且就算拍下，也至少需要筑基后期的修为，才能发挥出3品法宝的威力。不过，这成套的3品法宝对现在的我们用处不大，不代表对各派没用。楚南淡淡道：“后日6大宗门一定会派遣高手前来竞拍，届时黑龙潭底的封锁线会容易闯很多，我们就等后日去黑龙潭下探探情况。”说罢，楚南对着柳飘飘温声一笑：“王小姐在房中好生歇息，我与小茹出去走动走动，打探些这次拍品消息。”柳飘飘略一眨眼，微微颔首，扮演的贵公子姿态十足：“有劳小南了。”楚南与小茹对视一眼，便一前一后的离开了雅间。小茹往拍卖行内部而去，楚南则信步踱至拍卖行外的街道。此刻拍卖行门口已不似先前那般拥挤，但仍有不少修士三三两两聚在一处，低声议论着即将开始的拍卖大会。楚南貌似随意的在附近闲逛，实则暗暗催动了合欢经。“你准备做什么？”九宁的声音在楚南脑海中响起，带着几分探究。楚南唇角勾起一抹弧度，心中回应：“什么也不做，听着便是。”九宁有些讶异。楚南解释道：“我发现这合欢经道有个意外的用处，催动之时，神识仿佛能融入周遭天地，附近之人的谈话，甚至他们细微的相貌特征都能感知得颇为清晰。”哦，九宁的语气中透出几分新奇，随即又带着他惯有的轻蔑，竟还有此等旁门左道之效。你莫不是记住他们的样貌，然后去打劫这些过路的修士？楚南一阵无言，这魔女的思路果然与众不同，开口闭口便是打家劫舍。他无语道：“这些散修可有不少是筑基修士，我这点微末道行，我可不嫌命长。不过等明日的拍卖结束，找他们做点生意还是可以的。”夜色渐深，楚南回到雅间时，小茹已然等候多时。见楚南进来，小茹连忙起身：“主人，我打探到6大宗门的人果然都在拍卖行内定下了贵宾雅间，此外还有几家实力不俗的门派也占据了剩余的席位。”
楚南点了点头。我探听到的消息也大致如此。外面许多修士都在谈论，说此次拍卖大会，6大宗门都会拿出压箱底的珍品参与拍卖，场面定会空前浩大。柳飘飘听闻，清冷的声线中带着几分讥讽。这6大门派当真是好算计。常言道，一保有缘者得之，但这6大派确实将黑龙潭底封锁，把其他小门派和散修尽数驱离，形势霸道至极。如今又弄出这么一场拍卖会，倒是不费吹灰之力，轻松便将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吸引过去了。楚南沉吟道：不过那套3品法宝想来并非出自6大宗门之手，他们若真有此等宝物，只会敝帚自珍，断然不会轻易拿出来拍卖。依我看，多半还是这福源拍卖行自己的手笔。他看向二女：今夜好生歇歇，养足精神，明日还有要紧事需，我们去做。话音刚落，楚南便察觉到气氛有些异样。柳飘飘与小茹皆是俏脸微红，眸光闪烁，带着几分羞意，悄悄地打量着他。楚南心中微微一动，这才猛然想起自己此刻的身份乃是护卫小南。他脸上泛起一丝不自然，干咳一声，便要转身朝雅间外的小偏房走去。我去偏房歇歇。小南，柳飘飘忽然开口，声音轻柔：其实你不去偏房也行，可以留下的。小茹也跟着小声附和，脸颊红扑扑的。是呀，主人，床很大的。楚南脚步一顿，轻咳一声，掩饰住内心的波澜，正色道：这不合规矩，此地毕竟是拍卖行，说不定会有眼线盯着，还是谨慎些好。言毕，他不再停留，快步走出了雅间，带上了偏房的门，夜色如墨。福源拍卖行内灯火通明，林悠悠的专属雅间内檀香袅袅，她身着一袭淡紫色宫装，静静盘坐于蒲团之上，周身灵气氤氲，衬得那张被面纱遮掩的容颜更添几分神秘与圣洁。嘟嘟嘟，轻微的叩门声响起。进。林悠悠的声音清冷悦耳。房门被推开，孙千秋躬身而入，神态恭敬。小姐，今日前来参加拍卖大会的各路修士，老朽已命人一一排查登记。黑龙山脉附近的10几个大小门派几乎都有派人前来，6大宗门以及另外3家实力不俗的宗门都定下了贵宾雅间。林悠悠轻手微点，这一切皆在他预料之中。上面这次拿出那套珍稀的3品法宝，目的就是要将这黑龙山脉的水饺魂吸引所有顶尖势力的目光，尤其是那6大宗门。可曾发现合欢宗的踪迹？林悠悠清冷的嗓音响起，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锐利。孙千秋沉吟片刻，回道：暂时未曾发现合欢宗弟子的行迹，不过今日倒是有一行3人颇为引人注目。为首的是一名女扮男装的年轻公子，身边跟着一名身材魁梧的护卫，还有一个瞧着伶俐的侍女。林悠悠眸光微动，实力如何？孙千秋道：那名护卫气血旺盛，周身精气隐而不发，显然是一名修为不俗的体修，具体境界老朽却也看不透彻。至于那位女扮男装的公子和那名侍女，并未显露修为，只是出手极为阔绰。据小峰回报，今日仅是打赏，便随意丢出了100块下品灵石。依老朽看，多半是外地来的富家子弟前来凑个热闹。林悠悠淡淡颔首，语气平静。不错，若真是合欢宗的余孽，行事断然不会如此张扬高调。他清冷的视线扫过孙千秋，继续留意，切莫打草惊蛇。此次拍卖大会不容有失。是，小姐。孙千秋躬声应下，缓缓退出了雅间。翌日清晨，黑龙潭方市比往日更添了几分喧嚣。福源拍卖行门前更是人头攒动，无数修士翘首以盼。拍卖大会正式开启。拍卖大厅广阔恢宏，足以容纳数千名修士，此刻已是座无虚席。正中央的高台上，孙千秋红光满面，清了清嗓子，朗声道：诸位道友，承蒙各位赏脸，莅临我福源拍卖行举办的拍卖大会。此次拍卖大会有幸请到我们福源拍卖行的东家林悠悠小姐亲自为大家主持拍卖。孙千秋话音落下，台下瞬间爆发出一阵低低的惊呼与热议。什么？福源拍卖行的东家小姐要亲自主持？这位林小姐半年前空降黑龙潭方市，接管福源拍卖行，一直以面纱示人，神秘的很啊。听闻有幸见过林小姐真容的修士说，那可是沉鱼落雁之貌，美不胜收。嘿，别想了。福源拍卖行财大气粗，日进斗金，这位林小姐身份背景定然非同凡响，岂是我们这些寻常散修能够高攀的？就在众人议论纷纷之际，一道不和谐的戏谑之声骤然从2楼的一间贵宾雅间内传出，清晰地响彻整个拍卖大厅。林小姐既然肯屈尊亲自主持这拍卖大会，怎还戴着面纱不肯以真面目示人？莫非是瞧不起我等这些远道而来的宾客吗？此言一出，喧闹的拍卖大厅瞬间安静了数息，所有人的目光都齐刷刷地望向了声音传来的方向。
众人心中皆是一惊。没想到在这拍卖大会刚刚开始之际，便有人敢如此明目张胆地挑衅福源拍卖行。很快便有见多识广的修士低声惊呼起来，那是百器门包下的贵宾雅间。说话之人莫非是百器门的少门主黄蜂。楚南所在的贵宾雅间之内，柳飘飘听到黄蜂二字，那双乔装下依旧难掩羞涩的凤眸骤然转向楚南，带着几分询问。楚南心中了然，他们出道方式，为了获取第一桶金，出售了2张符箓，最先去的便是百器阁，谁知竟被百器阁的伙计暗中盯上截杀。而那百器阁正是百器门在黑龙潭方氏的产业。当初楚南对那伙计施展了九宁传授的搜魂术，才从其混乱的记忆中得知是百器阁的掌柜从柳飘飘拿出的符箓上看出了些许端倪，同时也意外得知那百器阁竟常年为百器门的少门主黄蜂暗中搜罗掳掠落单的貌美女修，充当其修炼的炉鼎。黄蜂此人行事当真歹毒狠辣。楚南微微颔首，示意柳飘飘不必多言，先看看这福源拍卖行如何应对。拍卖大厅的高台上，林悠悠面对黄蜂那毫不客气的挑衅，面纱下的容颜看不出喜怒，只是淡淡一笑，声音清越，传遍全场。小女子自幼受家族规戒，成年之后这面纱便轻易不得摘下。她顿了顿，话锋一转，语气中带着几分玩味，除非有人能凭真本事摘下它，若真有哪位道友能做到，小女子必当以身相许。黄少门主若是有此雅兴，不妨一试。百器门所在的贵宾雅间内，黄蜂闻言发出一阵肆无忌惮的狂笑，声音中充满了戏谑与淫邪。早就听闻林小姐国色天香，今日一见，果然是个妙人，没想到还有这等好事，本少主自然乐意之至。他话语一顿，带着毫不掩饰的轻蔑。不过若是本少主摘下了你的面纱，发现林小姐的容貌不合本少主的胃口，可别怪本少主当场翻脸不认人。你！台下孙千秋气得浑身发抖，指着2楼雅间的方向便要怒斥。孙掌柜，林悠悠清冷的声音适时响起，阻止了他些许口舌之争，何必动怒。他依旧从容，仿佛黄蜂那污言秽语不过是清风拂面。就在这时，百器门的雅间内陡然传出一声狞笑。林小姐，本少主可不客气了。话音未落，一道橙黄色的光芒骤然从雅间窗户激射而出，那是一件约莫巴掌大小，形似漏斗的法宝，通体橙黄，滴溜溜地旋转着，散发着一股令人心悸的威压，径直朝着高台上的林悠悠飞去。是五行斗！天啊！百器门的正宗法宝之一，五行斗。台下有见识广博的修士失声惊呼，语气中充满了骇然。百器门以炼器之道立宗，门中弟子擅长锻造各类神兵利器与法宝，其收藏之风在黑龙山脉首屈一指。但这五行斗却是百器门压箱底的几件重宝之一，威力绝伦。传闻此斗内蕴五行之力，神妙非常，一旦被其发出的神光罩住，无论修为多高，都会被瞬间吸入斗中，任人宰割，几乎没有反抗的余地。黄蜂竟敢在福源拍卖行公然动用此等凶器。说时迟那时快，那橙黄色的五行斗已然悬停在林悠悠头顶上方，斗口向下猛然爆发出万道霞光，五彩斑斓，绚烂夺目，却又透着一股致命的吸力，如天罗地网般朝着林悠悠当头照下，光芒耀眼，让人几乎无法直视。下一瞬，霞光敛去，高台上那道紫色的倩影竟已消失无踪。林悠悠不见了！整个拍卖大厅霎时间落针可闻，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难道福源拍卖行的东家林小姐竟真的被百器门的五行斗给收了？若真是如此，这拍卖大会恐怕就要变成一场血雨腥风了。一些心思活络的修士已然开始揣测，百器门如此公然挑衅，莫非是因为福源拍卖行放出的那套3品法宝的消息触动了他们在法宝生意上的根基？林小姐已是本公子的囊中之物，本公子以后可就是这福源拍卖行的姑爷了。百器门所在的贵宾雅间内，黄蜂得意忘形的狂笑声肆无忌惮地传遍全场，充满了战友和戏谑。然而他的笑声尚未完全落下，轰！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骤然从半空中炸开，那悬浮在林悠悠先前位置上方的橙黄色五行斗竟毫无征兆地猛然爆裂开来，化作无数碎片，向着四面八方激射而去。璀璨的橙光伴随着法宝碎裂的冲击波，席卷向台下众人。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拍卖大厅内陡然爆发出一片柔和却坚韧的白色光晕。高台上的孙千秋面色沉凝，双手急速掐诀，拍卖场早已布置的防护大阵瞬间被催动到了极致，形成一道巨大的光幕，稳稳地将所有法宝碎片和爆炸的余波尽数拦下，丝毫未曾伤及场内任何一位宾客。光芒散去，高台之上，林悠悠的身影不知何时已悄然立定。
他依旧一袭紫衣，面纱轻拂，周身气息平稳，仿佛先前那惊心动魄的一幕与他全然无关。他那双清澈的眸子平静地望向2楼百气门的雅间，声音带着一丝淡淡的戏谑：“皇少门主就这么点手段，也想当拍卖行的姑爷，恐怕还不太够格呢。贱人，你敢毁我法宝！”百气门的雅间内，黄蜂气急败坏的怒吼声传出，充满了难以置信和暴怒。那五行斗可是门中重宝，威力非凡，竟被这女子如此轻易地毁掉了。不等黄蜂继续发作，雅间内便响起了一道略显苍老却沉稳的声音：“林小姐，方才之事纯属一场误会，是我们少门主年轻气盛，行事唐突了，还请林小姐海涵一二，莫要与他一般见识。”这声音一出，台下顿时一片哗然。百气门竟然服软了，他们行事一向嚣张跋扈，何时这般低声下气过？不少修士看向林悠悠的眼神已然带上了深深的忌惮。这福源拍卖行的东家小姐究竟是何方神圣？方才事发突然，她周身气息未见丝毫波动，显然并非凭借自身修为硬抗病冲破了五行斗的禁锢。她究竟用了什么手段？楚南所在的雅间内，柳飘飘扮演的王公子秀眉微蹙，轻声道：“主人，这林悠悠不简单。”楚南微微颔首，他同样察觉到林悠悠毁掉五行斗的过程快到让人看不清，也未曾动用自身灵力。魔女，你看清她是如何做到的吗？楚南在心中问道。九宁的声音带着一丝慵懒：“哼，雕虫小技罢了。那五行斗区3品法宝本身就是个样子货，只能算五行术最浅显的应用，内里静置粗糙不堪。这姓林的女娃身上应该带了什么克制五行法宝的特殊物件？刚才不是五行斗收了她，而是她主动进入五行斗，仗着那特殊物件一举震碎了五行斗。”楚南闻言讶然，心有疑惑，难道拍卖行对百气阁的挑衅早有预料？而此刻高台上，林悠悠对那老者的道歉置若罔闻，清冷的声音再次响起：“皇少门主公然扰乱我拍卖行秩序，惊扰了诸位贵客，一句轻飘飘的误会恐怕不够吧？”他环视台下，声音清晰地传入每个人耳中：“今日到场的贵客约有3000之众，变法百气门3000块下品灵石，分与在场诸位，全当是押金，也算是弥补诸位被耽搁的时间。皇少门主以为如何？”“你休想！”我百气门雅间内，黄蜂的咆哮声再次响起。林悠悠不等他说完，便直接打断：“既然皇少门主不愿意，那这3000灵石便由我福源拍卖行出了。”他转向孙千秋，吩咐道：“孙掌柜，将灵石分发下去。另外，百气门既然不愿遵守我拍卖行的规矩，那这贵宾雅间他们也不必再用了，将他们请出去吧。”哈哈哈！林小姐处事公正，在下佩服。隔壁不远处的另一个贵宾雅间内，当即传来一声洪亮的大笑。早就看百气门这帮家伙不顺眼了，就该把他们都撵出去。台下立刻有修士低声议论起来：“那是铁山宗的包间，说话的莫非是铁山宗宗主之子熊山？熊山，你这死胖子，找死不成？”黄蜂被林悠悠气得七窍生烟，又听熊山落井下石，当即怒火攻心，便要破口大骂。但他刚骂了一句，声音便戛然而止，仿佛被人强行捂住了嘴巴。片刻之后，百气门雅间内那苍老的声音再次响起，带着几分无奈与肉痛：“林小姐的要求并不过分，这3000块下品灵石，我们百气门出了。”百气阁那苍老的声音落下，雅间内再无黄蜂的咆哮，林悠悠的声音依旧平静无波：“既然如此，稍后诸位道友离场时，可在我拍卖行管事处每人领取1枚下品灵石，作为今日扰了诸位雅兴的补偿。”他微微一顿，继续道：“现在拍卖大会正式开始。”此言一出，拍卖大厅内顿时爆发出阵阵叫好之声。1枚下品灵石对于能够进入福源拍卖行的修士而言，算不得什么，但林悠悠这番处理，既显露了福源拍卖行的强势，又顾及了在场宾客的颜面，顿时赢得了不少人的好感。高台之上，孙千秋也恢复了镇定，朗声宣布第一件拍品。楚南所在的贵宾雅间内，柳飘飘眼唇轻笑，带着几分幸灾乐祸的意味：“主人，百气门的正宗法宝，据说每一件都达到了3品顶级，虽然并非成套，但其威能非同小可，整个宗门也不过10几件而已。如今被林悠悠当众毁去一件，百气门这次可真是偷鸡不成蚀把米。那黄蜂虽是少门主，回去之后只怕也免不了一顿重罚。”楚南听着，心念却转到了别处。他想起了先前搜魂那名百气阁伙计之时，从其混乱记忆中窥得的一角。百气阁3层有一处静置重重的藏宝库，只有阵法守护，几乎无人看守。九宁曾言，无论是炼丹、炼器，还是符箓、禁制、万法归宗，其核心都离不开阵道。那百气门的宗主既然能炼制出3品法宝，在阵道意图上的造诣定然不浅。
楚南对那藏宝库一直有些惦记，此刻不由在心中向九宁问道：“魔女，你说，若是我能炼制出3品丹药，是否便意味着我也有可能破开百气阁3层那等程度的阵法禁制？”九宁闻言发出了一声特有的轻哼，带着几分讥诮：“你想什么美事呢？万道殊途同归，仅仅是说他们之间存在相通之处，却不代表你炼丹厉害就能随意摆弄禁制了。阵道乃是天地规则的一种具象化体现，炼丹也好，炼器也罢，包括你说的阵法禁制、符箓，虽然都以阵道为基石，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在阵道上有所成就便能精通所有门类。你让一个从未接触过丹药的阵道高手去炼丹，他照样一窍不通，炼不出一枚像样的丹药来。阵道是核心基础不假，却并非全部。不过九宁话锋一转，阵道领悟的高低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决定了修士在其他技艺上的进境速度。阵道领悟力强的修士学习炼丹、炼器等自然比旁人更快。同理，即便你日后真能炼制出3品丹药，那也只说明你在阵道上的理解足以支撑你完成3品丹药的炼制过程，但这并不等同于你在禁制一道上就拥有了布置或破解3品禁制的实力。因为阵道玄奥，千变万化，如同这天地间的规则一般，无处不在，却又难以捉摸。无论是炼丹、炼器、法宝、符箓，还是禁制，都只是阵道在实际应用中的一个具体分支方向，也可以说是天地规则赋予的变化能力。但你在某一个分支上的成就，并不能完全代表你对整个阵道本身的理解深度。也正因为如此，阵道本身的造诣才显得那般虚无缥缈，没有一个明确的品阶来衡量。反倒是从阵道延伸出的这些具体应用，如炼丹师、炼器师，才有了清晰的品级划分。见楚南沉思，九宁顿了顿，语气中带着几分戏谑：“傻小子，每个修士的精力都是有限的，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通常而言，修士只会选择一个主要方向进行钻研，很少有人会既想炼丹，又想制符，还想精通阵法禁制的，那纯粹是贪多嚼不烂。当然。”九宁的声音又带上了一丝自傲，当你的阵道造诣达到一个极高的高度时，对于其他那些较为浅显的门类应用，确实可以做到一眼看穿其本质。便如本尊对炼丹这种小道素来没什么兴致，当年也不过是闲暇时随意涉猎了些皮毛。可即便如此，到了本尊这等境界，寻常的凡品丹药信手拈来，皆是久闻完美品质，根本不存在失败的可能。楚南听得一阵无言，他若真有九宁在上界时的那般通天彻地之能，又何须觊觎区区一个百气阁的藏宝库？不过他也彻底明白了九宁的意思，单凭炼丹技艺，除非他能将丹道推演到匪夷所思的至高境界，否则想要破开那等同于3品炼丹师水准的阵法禁制，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唯一的途径便是老老实实的去学习阵法禁制之道，并且同样达到3品水准。然而楚南心中清楚，无论是炼丹、炼器，亦或是其他修行百艺，都与修士自身的修为境界息息相关，相辅相成。以他如今炼气期的修为，能够炼制出2品丹药，已然是极限中的极限，想要炼制3品丹药，不仅修为远远不够，体内的灵力也难以支撑那般繁复的炼制过程，纵然天赋再高，也是枉然。不过九宁再度开口，声音带着几分戏谑，在楚南脑海中响起：“你这傻小子，倒是与旁人不同，有阴阳鼎这等逆天宝物在手，你最不缺的便是时间。只要你耐得住那份枯燥与孤寂，无论是炼丹、炼器、灵宝、符箓，还是阵法禁制，乃至那些旁门左道之术，这修行界的6大主流技艺，你都有机会凭借时间的积累，将它们一一修炼到相应境界的极致。”楚南闻言，脸上不由泛起一丝苦笑。仅仅是丹道一途，他前前后后在阴阳鼎空间之内，便已耗费了数十年的光阴苦修。若是真要将这6大技艺尽数学个遍，并且都达到一个相当的高度，只怕没有数百上千年的苦功，根本无从谈起。一想到那漫长的令人头皮发麻的岁月，楚南便感到一阵心悸。更何况学习这些技艺所需要消耗的资源，恐怕也是一个难以想象的天文数字。就在楚南思绪万千之际，高台之上，拍卖会已然正式拉开了序幕。孙千秋退下，林悠悠莲步轻移走至台前，清越动听的声音透过灵力加持，清晰地传入场内每一位修士的耳中。诸位道友，今日拍卖的第一件珍品，便是我福源拍卖行最近有幸寻到的一批高品质丹药。随着他话音落下，数名侍女款款走出，每人手中皆捧着一个精致的玉盘，玉盘之上整齐地摆放着10只晶莹剔透的玉瓶。林悠悠玉手轻抬，指向那些玉瓶，继续道：“此丹名为富春丹，相信在座的诸位道友都不陌生。而我拍卖行此番拿出的富春丹，每一枚皆是带有3道清晰丹纹的极品，品质如一，绝无虚假。每瓶10枚，起拍价1800块下品0食，每次加价不得少于100块下品0食。此外，
每次竞拍最少需拍下10瓶，也就是18000块下品灵石。林悠悠此言一出，场下顿时响起一片道吸凉气之声，以及此起彼伏的议论。3文富春丹，竟然全是3文的，1800灵石一瓶，算下来一枚才180灵石，这可比市面上那些2文的还要便宜些许啊！福源拍卖行从何处寻来这等炼丹大师？铁山宗所在的贵宾雅间之内，熊山那洪亮的声音再次响起，带着几分惊喜与毫不掩饰的赞叹。啧，一枚3文富春丹才180灵石，这可比仙丹坊里卖的那些划算太多了。而且看这丹药的色泽与药香，品质绝对远超焚火谷那些歪瓜裂枣。本公子先来10瓶，不，20瓶。他话音刚落，隔壁不远处的另一个雅间之内，立时传来一声冰冷的轻哼，紧接着一道清脆悦耳却带着几分薄怒的少女声音响起：熊山，你再胡说八道，信不信我撕烂你的嘴？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楚南所在的雅间内，柳飘飘眼唇轻笑，对着楚南低声道：主人，隔壁那间便是焚火谷的包间。焚火谷谷主膝下有3位千金，皆是天资不凡的炼丹师，在南疆年轻一辈中颇有名气。不过焚火谷虽然能炼制出5品丹药，但其出产的丹药带有丹文的却极少，更遑论是3文极品了。即便是这2品的富春丹，焚火谷在仙丹坊中售卖的也多是2文品质，偶尔有几枚3文的，价格也至少在200灵石以上，甚至更高。柳飘飘美眸流转，带着一丝娇笑揶揄道：主人，您炼制的这些丹药品质稳定，比焚火谷的还好。若是日后主人您持续为拍卖行提供这等品质的丹药，这焚火谷的生意怕是要大大缩水。楚南唇角噙着一抹淡笑，并未言语。焚火谷作为黑龙山脉6大宗门之一，其底蕴深厚，丹药生意自然不可能仅仅依赖于区2品的富春丹。不过从方才那少女冰冷的轻哼之中，不难听出焚火谷对福源拍卖行此举的强烈不满。拍卖大厅之内，气氛已然被彻底点燃。熊山那粗豪的声音刚刚落下，其他几个贵宾雅间之内也接连响起了竞价之声。熊山，你也太小家子气了，这是拍卖行，你喊个起拍价出来也不嫌丢人。这10瓶丹药本少要了，本少出19000块灵石。百器门雅间内，黄蜂嚣张的声音再次响起，语气中带着几分志在必得。嘿，黄蜂，你这么着急加价拍下这副春丹，莫非是担心5行斗被毁，回去被你爹打得屁股开花，所以未雨绸缪，提前预备？熊山毫不客气地嘲讽回去，随后冷笑道：我偏不让你如意，我铁山总19001块灵石。熊山，你休要得意忘形！黄蜂怒不可遏。御兽门出价20500灵石。这时又有声音响起，参与竞价。千雷宗21000灵石。竞价之声此起彼伏，几乎都是来自2楼的贵宾雅间。这等3文富春丹品质上乘，价格公道，对于各大宗门而言都是极具吸引力的战略物资。寻常散修即便眼馋也难以凑出这般巨额的灵石，更何况福源拍卖行还设置了至少购买10瓶的门槛。2楼的贵宾雅间中，除了楚南他们这一间始终沉默，便只有焚火谷所在的雅间内再未传出任何声音，显然是打定了主意不参与竞拍。价格一路攀升，很快便从熊山最初的18000灵石飙升到了23000块下品灵石10瓶的价位。这已经接近了3文富春丹的价值顶峰，再往上加价便有些不划算了。最终第一批10瓶3文富春丹被铁山宗以23100块下品灵石的价格成功拍下。林悠悠面带微笑，玉手轻扬，示意侍女们再次呈上丹药。第2批3文富春丹依旧是10瓶，起拍价18000块下品灵石。接下来的竞拍激烈程度丝毫不减，福源拍卖行连续6次，每次都拿出10瓶进行拍卖。眼见着除了焚火谷之外，百器门、御兽门、千雷宗、天剑门以及黑龙商会都先后成功拍下了一批丹药，就连另外几个实力稍逊于6大宗门的门派也抢到了一些份额。林悠悠这才盈盈一笑，示意侍女将剩余的丹药撤下。她清越的声音再次响起：诸位道友，想必大家对富春丹的热情已经稍稍平复，接下来我们要拍卖的是一件2品顶尖神兵琉璃剑。随着她的话音，一名侍女手捧一个覆盖着红绸的托盘，款款走上高台。林悠悠先手揭开红绸，一柄通体晶莹剔透，宛如琉璃雕琢而成的长剑顿时映入众人眼帘。剑身之上流光溢彩，散发着凌厉的剑气，一看便知绝非凡品。神兵与法宝不同，林悠悠解释道，法宝之威更多仰仗其自身品阶与修士灵力，即便是不善争斗的修士，只要修为足够，亦可催动法宝攻敌。而神兵则是修士手足的延伸，其威力强弱除了神兵本身的材质与锻造工艺，更取决于修士自身的实战技艺与法术的契合程度。一剑与自身功法
法术完美契合的神兵，能让修士的每一招每一式都爆发出远超寻常的威力，其效果不亚于时刻催动一件攻击性的辅助法宝。不过，神兵的锻造相较于法宝而言，工艺略微简单一些，因此同品阶的神兵价格通常会比法宝略低。这柄琉璃剑乃是由万年寒铁精英辅以琉璃晶石，经7749日锻打而成，锋锐无匹，自带破甲之效，乃是2品神兵中的顶尖之作。起拍价3000块下品灵石，每次加价不得少于100块下品灵石。此剑一出，台下不少剑修的眼睛都亮了起来。楚南所在的雅间内，柳飘飘那双扮演着王公子的凤眸，此刻也一眨不眨地凝视着高台上的琉璃剑，眸中闪动着渴望的光芒。合欢宗第6分支资源评级，莫说是寻常弟子，即便是他这等被3长老收为亲传的内门弟子，平日里修炼资源都捉襟见肘，更遑论是拥有一件趁手的神兵了。这柄琉璃剑单是3000灵石的起拍价，便足以抵得上他近3年的宗门月俸。若非跟着楚南，他连竞拍的资格都没有。察觉到柳飘飘的异样，楚南心中微动。柳飘飘若能得此神兵，实力定然能再上一层楼。不过，楚南还是压低了声音，对柳飘飘道：“飘飘，今天我们不拍神兵。”柳飘飘闻言微微一怔，不拍神兵？这次前来拍卖会，不正是为了即将到来的黑龙潭之行，以及2个月后的灵蛇秘境做准备吗？楚南见他神情，便知他心中所想，微微颔首，解释道：“对，不拍神兵，或者说不拍寻常修士看中的东西。”柳飘飘水眸中掠过一丝惊疑，望向楚南，见他神色平静，只是微微颔首，示意他等着看便是。他虽然不解，却也压下了心中的疑惑。拍卖会依旧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琉璃剑之后，高台上又陆续出现了数件神兵与法宝，每一件都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价格也一路攀升。其中甚至还有10张珍稀的4品符箓出现，其威能引得场下惊呼连连，各方势力争抢得异常激烈。然而，无论场面如何火爆，楚南所在的贵宾雅间始终一片沉寂。他只是不动声色地催动着合欢经，将那些成功拍下重宝的修士的相貌、气息以及他们所在的雅间位置都一一记在心中。上半场的拍卖在热烈的气氛中暂告一段落。经过短暂的歇息，下半场的竞拍随之开始。林悠悠再次莲步轻移，来到高台中央，清越的声音传遍全场：“诸位道友，接下来这件藏品虽只是一件2品法宝，却极为精巧别致，被打造成了一对耳坠。此物名为流星吊坠，乃是用上等纳金精心炼制而成，其内部空间比寻常兽囊要大上10倍不止。更难得的是，可以收纳活物。”他纤手一扬，侍女便捧着一个玉盘上前，盘中静静躺着一对流光溢彩的耳坠，其上镶嵌着细小的晶石，宛若夜空中的流星，煞是好看。此流星吊坠起拍价8000块下品灵石，每次加价不得少于100灵石。林悠悠向众人展示着那对耳坠，果然精美绝伦，引得不少女修目露喜爱之色。然而，喜爱归喜爱，真正愿意出价的却寥寥无几。毕竟这东西溢价太高，华而不实。在场的修士都清楚，储物袋算是最基础的1品法宝，寻常货色售价不过110块灵石，而能够容纳活物的兽囊普遍是2品法宝，价格通常在500灵石上下。这对流星吊坠，即便空间是寻常兽囊的10倍，可除了御兽门那些专修御兽之道的修士，谁又会随身携带如此多的活物？关键在于，即便购买10个普通的兽囊，也不过5000灵石。这流星吊坠单是起拍价便高达8000，委实有些离谱。市面上并非没有空间更大的特殊兽囊，价格也仅仅比普通兽囊贵上一些罢了。这对吊坠最大的优点，无非是比兽囊更为小巧玲珑，便于佩戴，更像是一件装饰品。林悠悠嫣然一笑，声音婉转：“8000灵石，可有道友出价？”他话音落下数息，焚火谷所在的雅间内才传来先前那少女清脆的声音，带着一丝慵懒。8000。除此之外，再无人应声，就连方才对付春丹表现出极大兴趣的御兽门，此刻也毫无动静。楚南所在的雅间内，柳飘飘扮演的王公子红唇微起，对着楚南低声道：“主人，这拍卖行的手段倒是常见。上半场用那些珍品将气氛炒热，下半场开始便穿插一些不那么容易出手的东西。只是因为真正的压轴宝物还未登场，大家也都耐着性子，倒也不至于引起反感。”他话音刚落，却见楚南对他使了个眼色：“飘飘，将此物拍下。”柳飘飘微微一怔，美眸中闪过一丝不解：“主人，拍这个做什么？我也有储物袋，也并无灵宠需要照料。这流星吊坠虽然漂亮，但对他而言确实没什么用处。8000灵石可不是小数目。”楚南的神色却很平静，没有解释。柳飘飘见状，心中虽有疑惑，但对楚南的信任早已根深蒂固，当即伸手轻点，对一旁的小茹道：“小茹，
出价8100，出9000。楚南打断了他，语气淡然。小茹闻言立刻扬声道：“9000块下品灵石。”清脆的声音自9号贵宾雅间传出，顿时让拍卖大厅内的气氛为之一滞，不少修士都面露亚色。焚火谷那位小姐出价8000，已是让人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不过焚火谷靠着仙丹方的生意，一向财大气粗，谷主的3位千金素来喜爱收集各类奇珍异宝，倒也勉强说得过去。可这9号雅间从拍卖开始到现在一直悄无声息，怎么突然对这么一件华而不实的耳坠出手？而且一家就是1000灵石。高台上林悠悠那藏在面纱后的美眸中一彩一闪而过，目光若有若无地扫过9号雅间的方向，随即巧笑嫣然。9号雅间的贵客出价9000块下品灵石，还有没有道友愿意出更高价的？焚火谷的雅间内沉默了片刻，最终没有再传出声音。显然他们对这对耳坠的兴趣也止步于8000灵石了。9000灵石1次，9000灵石2次，9000灵石3次。林悠悠玉手轻落，恭喜9号雅间的贵客成功拍的这对流星吊坠。焚火谷的贵宾雅间之内，一位容貌娇俏，眉宇间却带着几分刁蛮之气的少女正不满地撅着嘴：“二姐，那对流星吊坠我瞧着甚是喜欢，你为何不让我继续出价？”开口的正是焚火谷谷主的3女儿楚莹，刚才便是她看上了那流星吊坠，出价竞拍。在她身旁，一位气质温婉、眼眸明艳的女子无奈地摇了摇头，此女乃是焚火谷2小姐楚玉。楚玉柔声劝道：“莹儿，你平日里收集的奇巧首饰还少吗？也不差这一件。”那9号雅间的人下面已经打探过了，为首的是一名女扮男装的年轻公子，带着一个护卫和一个侍女，此前从未在方氏中露过面，想来是外地来的过江龙。我焚火谷没必要为了一件华而不实的首饰，平白得罪了人。楚莹闻言依旧有些不服气：“哼，难道我焚火谷还怕了他们不成？”楚玉轻轻拍了拍他的手，语重心长道：“自然不是怕，只是爹爹眼下正在闭关冲击紧要关头，吩咐过我们要低调行事，不可随意招惹是非，你莫要忘了。”楚莹小脸一垮，显然想起了父亲的严令。楚玉见状温婉一笑，又道：“不过此事倒也不全是坏处，待今日拍卖会散了，我们正好可以借此由头前去拜访一下那位公子，结个善缘，探探对方的底细，岂不更好？”楚南所在的9号贵宾雅间内，拍卖行的侍女很快便将那对流星吊坠送了过来。小茹上前轻点灵石，完成了交易。柳飘飘接过盛放吊坠的玉盒，转身递给楚南，柔声道：“主人，此物虽是女子首饰，但胜在小巧轻便，又能收纳活物，只是我并无灵宠，也用不太上。”楚南含笑接过，却又将玉盒轻轻推回到柳飘飘面前：“我也不用，我自有储物之法。这对吊坠本就是为你拍下的。”柳飘飘微微一怔，旋即美眸中泛起动人的光彩。她虽然不知晓阴阳顶空间的存在，却也清楚小茹能够被楚南凭空收起，想来主人定有非凡的储物手段。此刻听闻这贵重的吊坠是特意为自己所购，心中一阵甜蜜，也不再多问，伸手轻点接过了玉盒。他取出那对流星吊坠，耳坠上细小的晶石在雅间内的光线下流转着迷人的光晕。柳飘飘将其轻轻戴上，配上她此刻俊秀的公子装扮，竟也别有一番风情。拍卖会仍在继续，一件件珍品轮番登场，引得场内竞价之声不绝于耳。终于到了最后一件，也是此次拍卖大会万众期待的压轴之宝。林悠悠莲步轻移，再次来到高台中央，她玉手轻抬，示意侍女呈上一只被禁制覆盖的玉匣。诸位道友，接下来要拍卖的便是今日拍卖会的最后一件珍品。林悠悠声音清越，带着一丝郑重，清晰地传入每个人耳中。玉匣开启，一道璀璨的紫金色光华骤然迸发，几乎让人睁不开眼。光华敛去，只见一枚通体缭绕着玄奥符文，散发着恐怖威压的符箓，静静地躺在其中。此乃5品防御符箓，紫光金罩符。林悠悠的声音带着几分激昂，起拍价10万块下品灵石，每次加价不得少于1000块下品灵石。轰！整个拍卖大厅瞬间炸开了锅。5品符箓！天啊，竟然是5品符箓！这怎么可能？黑龙山脉何时出现过这等品阶的宝物？修士们无不骇然失色。1品符箓威力约莫等同于炼气期修士的全力一击，2品符箓则相当于筑基修士出手，3品符箓可比金丹修士一击之威，4品符箓那便是元婴老怪的手段了。先前拍卖会上出现的那10张4品攻击符箓，已经让众人震撼不已。毕竟整个黑龙山脉6大宗门，明面上并无元婴期修士坐镇，即便是底蕴最为深厚的天剑门，其太上长老是否真为元婴期，也一直只是坊间传闻，存疑颇多。而这5品符箓，其威能
足以媲美传说中的化神期大能出手。这等境界的强者，莫说是在这小小的黑龙山脉，即便是放眼整个南疆修真界，那也是凤毛麟角般的存在，跺一跺脚便能让一方震动。这紫光金罩符虽然只是一张防御符箓，且只能使用一次，但其价值已然无法估量。关键时刻，这便是一条命。我出11万、12万，天剑门15万，黑龙商会16万。6大宗门所在的贵宾雅间几乎在同一时间爆发出激烈的竞价声，谁也不肯放过这等保命之宝。价格一路狂飙，转眼间便突破了20万大关。最终经过一番惊心动魄的争夺，这张珍稀无比的五品防御符箓紫光金罩符被百器门所在的雅间以28万块下品灵石的天价成功拍下。这个结果让不少人暗自啧舌，惊叹百器阁财大气粗。随着压轴宝物尘埃落定，今日的拍卖大会也正式宣告结束。楚南带着柳飘飘和小茹随着人流向外走去。在拍卖行门口，一名侍女正等候在此，见到三人，恭敬地递上一个小巧的锦带。3位贵客，这是百器门之前承诺的赔偿，先前扰了诸位雅兴，不成敬意，还请收下。锦带之中不多不少，正是3枚下品灵石。小茹伸手接过，正要向侍女道谢。就在此刻，楚南的脑海之中，九宁那带着几分凝重的声音骤然响起：楚南，这灵石有问题。楚南心头一凛，九宁的声音再次于他脑海中响起。这灵石之上附着了极为微小的一个定位阵法，手法倒是巧妙，若非精研此道的旁门修士，寻常人还真难以察觉。修行6艺，丹、气、符、镇、宝，以及那包罗万象却往往为人所不齿的旁门。这旁门涵盖了毒师、蛊师、傀儡师等等，手段诡异，防不胜防。楚南心惊，拍卖行为何会在送他的灵石中暗藏手段？难道是他的伪装被看穿了？不止你，九宁懒洋洋地补充，本尊感应到拍卖行外不少修士接受的灵石中都被做了手脚。楚南闻言更是心惊，福源拍卖行给所有受惊的修士分发灵石作为补偿，却在每一份赔礼上都动了手脚，他们想做什么？他猛然回想起拍卖会上百器门黄蜂的挑衅，以及林悠悠那近乎未卜先知般恰好能克制五行斗的手段，本尊不过是随口提醒你一句。九宁的语调带着几分戏谑，这些蝼蚁之间的小打小闹，本尊还不屑于插手，至于如何应对，你自己思量便是。楚南暗自沉吟，领着二女回到雅间，他不动声色地示意小茹将那3枚赔礼的下品灵石单独收好，莫要与其他灵石混淆。小茹虽不明所以，但见楚南神情郑重，便乖巧地依言照做。楚南脑中思绪翻涌，林悠悠主动透露的寒星草母草消息，拍卖会上那惊世骇俗的5品符箓，还有那套引得各大宗门争抢的3品法宝，这一切仿佛有一根无形的线串联着，但他一时之间却难以抓住其中的关键。主人，可是有什么不妥？柳飘飘见他眉头微蹙，轻声问道。楚南摇了摇头，勉强一笑，没什么，如此大的手笔，想来也不是冲着我们来的。他顿了顿，对小茹道：小茹，你且在此等候。随后转向柳飘飘，飘飘，我们出去走走。两人离开雅间，楚南带着柳飘飘在方室中穿行，寻了一处偏僻无人的巷弄，心念微动，便带着他进入了阴阳顶空间之内。眼前景象骤变，广阔无垠的空间让柳飘飘美眸圆睁，满是讶异。他还未从这神奇空间的震撼中回过神来，便见到不远处一位身段婀娜、容颜绝世的女子，正慵懒地斜倚在一张玉榻之上，似笑非笑地望着他们。小茹虽早已知晓九宁的存在，但她以认楚南为主，即便先前曾是柳飘飘的侍女，此事也未曾对柳飘飘透露分毫。九宁红唇轻启，语带调侃：哟，这是怕外面的客房不安全，特地带你的小美人进来双休了。楚南一阵无语，只得简单介绍道：飘飘，这位是九宁前辈。柳飘飘何等聪慧，虽心中惊疑不定，却也立刻脸认一礼：晚辈柳飘飘见过九宁前辈。九宁咯咯一笑，摆了摆手：本尊喜欢听人叫姐姐。柳飘飘从善如流，改口道：九宁姐姐。九宁饶有兴致地围着柳飘飘转了一圈，那双凤眸上下打量，看得柳飘飘心中有些发毛。随即他对楚南道：小子，有空将这女娃送进来些时日，本尊最近新悟到些许小玩意，正好缺个试验品。柳飘飘闻言俏脸微白，下意识地向楚南靠近了些。楚南连忙安慰：飘飘莫怕，魔女就喜欢说笑，你别放在心上，本尊可没说笑。九宁冷哼一声，身影一晃便消失不见。楚南见状也没理会，迅速取出易容之物，为柳飘飘重新改换了容貌。这一次两人都化作了方式中毫不起眼的普通散修，衣着朴素，气息也调整得平平无奇。准备妥当，
楚南带着柳飘飘悄然离开阴阳顶空间，重回巷子。他闭上双目，和欢金缓缓运转，神识如水波般蔓延开来，感知着周围的一切。片刻之后，楚南双眼猛地睁开，拉着柳飘飘不紧不慢地跟上了一名刚刚从巷口经过、面容带着几分阴鸷之气的黑衣修士。那黑衣修士脚步一顿，豁然转身，一双阴鸷的眸子死死盯住了楚南与柳飘飘，语气不善：“二位跟着我，想做什么？”他身上散发出一股凶悍之气，显然不是一语之辈。楚南神色平静，拱了拱手道：“道友误会了，方才在拍卖会上，我看中一件拍品，奈何当时没带足灵石，未能拍下。后来紧赶慢赶去取了灵石，不知能否向道友割爱。”他目光扫过那修士腰间，似乎不经意地提了一句：“原来这黑衣修士正是方才在拍卖会上以7500块下品灵石拍下那柄2品顶尖神兵琉璃剑之人。”楚南催动合欢经早已将他的相貌气息记得分明。黑衣修士闻言，先是一怔，随即发出一声冷笑：“我飞天螳螂在黑龙山脉闯荡数十年，还是头一回碰上敢打我主意的不长眼东西。”他话音未落，眼中已然杀机闪烁。楚南却像是没听见他的威胁一般，手腕一翻，一个储物袋便出现在掌中，轻轻一抛，丢向飞天螳螂。这里面是1万块下品灵石，买下道友那柄神兵可够。琉璃剑起拍价3000，最终成交价7500。楚南这一出手，直接多给了2500块下品灵石。飞天螳螂下意识接过储物袋，神识一扫，面色骤变。1万块下品灵石，这笔灵石足够他再买一柄与琉璃剑品质相当的神兵，甚至还有不少富余。他看向楚南的眼神，从最初的凶厉渐渐化为了惊疑与欣喜。楚南环视了一眼巷弄两侧，淡淡道：“此地人来人往，道友还是给句痛快话。拍得神兵的道友并非只有你一人，你若不愿，我自会去找下一位。”他的语气平静，却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意味。卖！飞天螳螂飞快地吐出一个字，他迅速收起储物袋，从怀中取出那柄琉璃剑，递给了楚南。不过眼中却也有一丝肉痛和不舍到手的神兵还没捂热就转手卖了，虽然大赚一笔，但心中总归有些不是滋味。不过他也清楚，能随意拿出1万灵石的人，不是他能得罪起的。告辞。飞天螳螂收起灵石，立刻快步离去。楚南收好琉璃剑，也不多言，拉着柳飘飘转身便走，毫不拖泥带水。待走出一段距离，楚南将琉璃剑递到柳飘飘面前：“我看你先前似乎很喜欢此剑，你且拿去用吧。”柳飘飘美眸中闪过欣喜，但还是轻轻摇了摇头：“主人，此剑珍贵，还是您用吧。您也尚无趁手神兵。”楚南闻言却是微微一笑：“你以为我带你出来，真是为了看风景？”他顿了顿，继续道：“拍卖会上，我仔细留意过，除了6大宗门以及那些小门派的包间，被那些身份不明的散修拍走的神兵与法宝，一共有11件。那11个人的样貌、气息，我都记下了。”柳飘飘闻言，水润的眸子中满是震惊，他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主人先前不让我参与竞拍，竟是打了这个主意。他先前还奇怪，以主人的财力，为何对那些明显有用的神兵法宝都无动于衷，只拍下了一对华而不实的耳坠。楚南唇角勾起一抹弧度：“我们如今扮演的是外来的富家子弟，若是在拍卖会上大肆竞拍那些修士常用的神兵法宝，反而容易引人注目，招来不必要的麻烦。至于打家劫舍，我们实力不足，也犯不着去冒那个风险。既然有灵石，直接从那些拍下的修士手中高价买过来便是。如此一来，既能得到想要的宝物，又能避免许多麻烦。毕竟拍卖行出品的东西品质大多有保障，总比在那些方式地摊或是小店铺里淘换来的要可靠得多。”柳飘飘听得心悦诚服，望向楚南的眼神中又多了几分钦佩。主人的心思总是这般缜密，行事也出人意表。接下来的一个时辰里，楚南领着柳飘飘如法炮制。他凭借和欢金对气息的敏锐感知，以及过目不忘的记忆力，在方式中一一寻到了那些拍下神兵法宝的散修，全部都是一个套路，直接用远超原价的灵石砸下。前后花费了近12万块下品灵石，将那11件神兵与法宝尽数收入囊中。除此之外，楚南还寻到了一位拍下2品攻击符箓的修士，以每张1000块下品灵石的高价购入了10张开山符。这开山符乃是2品攻击符箓中的顶尖货色，威力比柳飘飘先前在外门用贡献点兑换的那些攻击符箓要强上不止一筹。倒不是楚南不想购买3品符箓，只是3品符箓何其珍贵，市面上根本难觅踪迹，通常只有在大型拍卖会上才可能出现，而且一旦出现便会引来无数修士争抢，价格更是高的离谱。待将所有目标搜罗完毕，楚南寻了一处更为隐蔽的角落，再次带着柳飘飘进入了阴阳顶空间之内，一番改换，两人又恢复了先前那贵公子与俏丫鬟的装扮。
做完这一切，楚南才带着柳飘飘不紧不慢地朝着福源拍卖行安排的雅间客房方向行去。刚行至客房所在的楼层拐角，便见前方不远处遥遥走来2名身着一袭惹眼红衣的女子。那2名红衣女子年纪皆不大，为首的一位约莫20岁上下，身段高挑，一袭火红劲装勾勒出曼妙的曲线，容颜明艳照人，眉宇间自有一股端庄大气。她身旁跟着的少女则要小上3、4岁，同样是红衣，更衬得她肌肤雪白，大眼睛灵动活泼，透着几分古灵精怪的娇憨，正好奇地打量着楚南3人。这位想必就是9号雅间的王公子吧？为首的红衣女子款款上前，声音温婉动听，对着柳飘飘扮演的王公子盈盈一礼。小女子焚火谷楚玉，这是舍妹楚莹，方才在拍卖会上失礼了。柳飘飘心中微讶，面上却依旧是那副贵公子的矜持模样，略一拱手。楚小姐客气，不知楚小姐所言何事？他们似乎并未在拍卖会上与自己这边有过什么直接冲突。楚玉浅浅一笑，笑容温婉和煦。是这样的，王公子，先前拍卖那对流星吊坠之时，舍妹楚莹瞧着十分喜爱。只是我们姐妹知道公子是远道而来的贵客，舍妹也不好为了一件小饰品与公子相争，便没有继续出价，还望王公子莫要见怪才好。柳飘飘闻言更是有些摸不着头脑。那对耳坠焚火谷的楚莹只出价到8000灵石，自己这边是9000灵石拍下的，何来相争之说？又何来见怪之谈？他扮演的王公子凤眉微挑，楚小姐的意思是想从本公子手中将那对吊坠买回去。那对流星吊坠，他此刻正贴身藏在怀中，而刚才跟着楚南高价买了一波，柳飘飘下意识以为楚家姐妹也想这么做。哥哥，怎么会？王公子误会了。楚玉闻言咯咯一笑，连忙摆手，笑容依旧温婉。区区一件饰品，既然已被公子拍下，自然是公子的心爱之物，我们姐妹岂有夺人所好之理？只是今日之事终究是扰了公子的雅兴，舍妹年纪小不懂事，若有冲撞之处，还请公子海涵。说罢，楚玉玉手一翻，掌心便多了一只小巧的丹瓶，递向柳飘飘。此乃2文富春丹，虽不及拍卖会上那些3文的极品，但疗伤效果也还尚可。小小意思，不成敬意，全当是给公子赔罪了。他又取出一枚雕刻着火焰纹路的赤色腰牌，一并递过。这是我们仙丹方的贵客令牌，日后公子若有丹药需求，可持此令牌前往黑龙潭方室内的仙丹方，所有丹药皆可享受8折优待。柳飘飘这下是彻底糊涂了，对方不仅没有出价竞争，反而还主动送上丹药和优惠令牌赔罪，这演的是哪一出？他扮演的王公子沉默片刻，还是接过了丹药与令牌，淡淡道：楚小姐太客气了。应该的。楚玉嫣然一笑，那就不打扰王公子歇息了，告辞。言毕，他便拉着还有些意犹未尽，频频回头打量柳飘飘的楚莹，转身离去，2道火红的倩影很快消失在楼梯拐角。待2人走远，柳飘飘蹙着秀眉，恢复了女儿家的声音，不解地看向楚南：主人，这焚火谷的2位小姐行事好生古怪，他们这般又是赔礼又是送东西，倒像是在推销丹药，可他们凭什么认为我们会去仙丹方购买丹药呢？要知道那一瓶10枚的2文富春丹，在市面上的价值也近1000块下品灵石了，绝非小数目。如此平白送出，着实令人费解。楚南也是眉头微锁，这楚玉和楚莹的举动确实透着一股说不出的怪异。他方才暗中观察，那楚玉神色坦然，不似作伪，但其行为逻辑却着实让人难以理解。不过这2女交好意味明显，应该没有恶意，想不通便暂且不想。楚南摇了摇头，他们若真有什么图谋，日后总会显露出来。眼下还是提升自身实力最为要紧。回到雅间之内，关好房门，楚南也不耽搁，心念一动，储物袋光华连闪。下一刻，雅间内的桌案上便琳琅满目地摆满了各式物件，这些便是方才花费了近12万下品灵石，从那些散修手中收购回来的法宝和神兵。桌案之上宝光流转，神兵法宝散发出的灵气波动，让雅间内的空气都浓郁了几分。首先是神兵，除了那柄早已递给柳飘飘的琉璃剑，此刻又多了3件：一把造型古朴、刀身引现水波纹路的破浪刀，一柄剑身轻盈、薄如蝉翼的轻影剑，还有一杆枪尖闪烁寒芒，似能洞穿虚空的裂空枪。楚南沉吟片刻，开口道：飘飘，琉璃剑仍归你。小茹，这把轻影剑你拿着防身，至于破浪刀与裂空枪，我先留着用。小茹并不知道楚南是去购买法宝和神兵，此刻早已是美眸放光，红唇惊讶的合不拢嘴。小茹欢喜地接过轻影剑，她本就身形娇小，这柄轻盈的短剑正合她的心意。接着是那8件2品法宝，一件形如木桩，其上符文密布的困兽桩，乃是控制类法宝，
一旦祭出，能禁锢对手行动；一双绣着祥云图案、轻若无物的穿云靴，能大幅提升遁速；一件通体紫色、绣着金色云纹的紫金衣是防御法宝；一件金光闪闪、甲叶精密的鎏金甲同样是防御法宝；还有4件攻击法宝：一根沉甸甸、刻满降魔真言的降魔杵，一枚赤红如火、灼浪逼人的火金环，一套细若牛毛、隐匿无踪的无影针，以及一把扇面绘着山水，展开时却暗藏杀机的山河扇。楚南略作思量，便分配道：困兽装、穿云靴、鎏金甲、降魔杵、河山河扇，我留着。飘飘，这紫金衣和火金环你收好。小茹，这套无影针诡诈难防，适合你。至于那开山符，你们各取一张防身。柳飘飘和小茹捧着分到手的法宝神兵和符箓，一时间竟有些手足无措。他们在合欢宗第6分之时，连一件像样的神兵都难得，何曾想过能拥有如此多的2品法宝，每一件都价值不菲，此刻却像寻常物件般被主人随手分发。二女相视一眼，眼中皆是满满的感动与柔情。下一刻，两人竟是同时放下了手中的宝贝，一左一右的缠上了楚南，温香软玉，吐气如兰。主人，主人！交呼声中便要拉着楚南往床榻行去。楚南哭笑不得，连忙轻轻挣脱开来，脸上泛起一丝无奈。好了好了，眼下不是时候，等办完这些事，回了宗门再说。柳飘飘与小茹这才俏脸微红，停下了动作，乖巧地站在一旁，只是那水汪汪的眼眸依旧紧紧锁在楚南身上。楚南轻咳一声，将话题转回正事。明日的拍卖会，我不打算参加了。柳飘飘闻言，秀眉微蹙，她立刻便猜到了楚南的心思，轻声道：主人是想去黑龙潭底。他上前一步，语气带着几分坚持：我随主人同去，我修为比主人略高一些，路上也能有个照应。楚南摇了摇头：不行，我们3人一同消失，目标太大，反而容易引起怀疑。你们明日照旧去拍卖会，才能不引人注目。他从储物袋中取出一大部分灵石，递给柳飘飘：这些灵石你拿着，明日拍卖会上，你们依旧要出手，不必吝啬灵石。不过，只买那些稀奇古怪、不甚实用的东西，符合我们外来富家子弟的身份。柳飘飘接过灵石，冰雪聪明的她立时明白了楚南的用意。主人这是要独自去探那凶险的黑龙潭，而他们则要在明面上吸引所有可能的视线，为主人创造机会。他心中担忧，却也清楚，这是眼下最好的安排。主人放心，我与小茹明日定会演好这出戏。柳飘飘郑重道。小茹也用力地点了点头。主人一切小心。楚南嗯了一声，望向窗外深沉的夜色，心绪已然飞向了黑龙潭。合欢宗内门，柳飘飘的洞府之外，一道妖娆的身影隐匿在阴影之中，正是内门2师姐徐娇娇。她那张娇媚的娃娃脸上，此刻带着几分不耐。外门斗法大会结束已有数日，楚南夺得第2的成绩，着实让不少人跌破了眼球。师尊韩燕更是直接传讯于他，让他亲自去探一探楚南的底细。徐娇娇对师尊的心思不甚明了，一个区区练气期的小子，值得这般3番2次的关注。不过，他对楚南那突飞猛进的实力，倒是真的生出了几分好奇。只是，这楚南自斗法之后，便如缩头乌龟一般，一直窝在柳飘飘的洞府内，再未露面。偏生柳飘飘那个小蹄子又不知去了何处，让他连个借口拜访的机会都没有。柳师妹倒是将你保护得紧，居然还亲自去和3师叔告状，但那又如何？楚南，师姐还不信了，你能一辈子待在里面不出来？徐娇娇红唇勾起一抹冷艳的弧度，声音酥媚：只要你还在合欢宗，只要你不是真的死在了柳师妹的榻上，师姐有的是法子，将你的底裤都给扒出来瞧瞧。徐娇娇嘴角玩味，如同一只盯上了猎物的狐狸，静静等待着最佳的出手时机。黑龙潭，此地位于黑龙山脉极深之处，地势险峻异常，四周皆是万仞峭壁，幽深的潭水碗若巨兽张开的墨口，深不见底，散发着令人心悸的寒意。传闻在上古蛮荒时期，整个南疆都曾是妖兽横行的乐土，而这黑龙潭便因潭中曾栖息着一条修行万年的黑蛟，最终在此地历经雷劫，化蛟为龙，破空而去，故而得名。此刻，楚南已然改换了容貌，化作一名身形佝偻、气息普通的散修老者，立于一道隐蔽的峡谷峭壁之上，远远眺望着下方那片被浓雾笼罩的黑龙潭。潭水周围早已被6大宗门联手封锁，水雾缭绕的潭面之上，隐约可见数10道身影来回巡弋。那些人皆是6大宗门的弟子，身着各色宗门服饰，修为不弱，不时有锐利的视线扫过四周，戒备森严，不容许任何人靠近。啧啧，小子，瞧见了吗？九宁那带着几分戏谑的声音在他脑海中响起，下面那些看门的，修为最差的也在练气8、9层，还有好几个是筑基期的。就你现在这副模样，想要强闯，
只有一个死字。就算你走了狗屎运闯进去了，这黑龙潭底下怕是早已布满了6大宗门的高手，到时候死得更快。楚南听着有些无奈的在心中回应：魔女，我这可是在为你寻找寒星草母草，你就不能嘴上积点的，盼我点好？九宁轻哼一声，语调中带着他特有的慵懒与调侃：本尊正是不希望你白白送死，才好心劝你放弃。反正你身怀阴阳鼎，只要安心修炼，待日后修为上来了，跑遍这下界去帮本尊搜罗材料便是。谁若是不给，直接杀了便是。何必像现在这般实力低微，还要躲躲藏藏？本尊看着都替你憋屈。楚南听着九宁那略带戏谑的劝说，心中有些无奈。这魔女嘴上说的轻松，怕是比谁都希望自己能顺利找到那寒星草母草。毕竟这等天才地宝，错过了这一次，下一次还不知要等到猴年马月。所以无论如何，这一趟黑龙潭，楚南是去定了。他身怀阴阳鼎这等逆天之物，真要碰上无法化解的凶险，大不了往鼎中一躲。他并非鲁莽之人，是不可为之时，绝不会白白送死。可若是不走这一遭，他心中那份念想难以平息，反而会影响日后的心境。就在楚南暗下决心之际，下方的黑龙潭水面忽然波光一闪，一道魁梧的身影从中走了出来。那是个满身肌肉虬结的大汉，气息彪悍。潭边负责守卫的几名修士见状，连忙上前躬身行礼。湖山长老，看那些弟子的服饰，分明是铁山宗的人。那湖山长老随意摆了摆手，瓮声道：你们几个好生守着，老夫去一趟拍卖会。拍卖会？楚南精神一振，今日的拍卖会真正的重头戏便是那套引得各方势力瞩目的3品成套法宝，定然会吸引无数高手。湖山长老话音刚落，潭面上又有一人踏步而出，快步追上湖山，扬声道：胡老头，等等我。此人身着天剑门的服饰，冠其与湖山熟人随意的模样，想来也是天剑门中长老级别的人物。待这2人并肩离去之后，不多时，又有3、3两两的身影从潭中现身，各自朝着方向赶去。那些留守的6大宗门弟子见到这些人，无不恭敬行礼。显然，这些离去之人皆是各大宗门的高层。楚南见此情形，心中最后一丝疑虑也烟消云散。他判断的果然没错，寒星草母草虽然珍稀难寻，但拍卖会上那套近在咫尺的3品成套法宝，对这些宗门高手的吸引力显然更大。也不枉他大半夜便跑到此处，顶着寒风苦苦等候。时机已到，楚南心念一动，身影便从峭壁上消失，下一瞬已出现在阴阳鼎空间之内。他迅速取出易容之物，对照着方才湖山的模样，开始细致地改变自己的容貌与身形。他如今的体型，经过阴阳鼎内与九宁的双修锤炼，早已非同往日，模仿起湖山这等炼体修士，最是不容易被人瞧出破绽。那套3品法宝乃是拍卖会的压轴之物，只会在最后才出现。楚南一边调整着喉结，让自己的声音变得粗犷，一边盘算着，我至少有1整日的时间，足够将这黑龙潭内的动静打探清楚了。片刻之后，一个与铁山宗湖山长老一般无二的魁梧大汉便出现在阴阳鼎空间之中。楚南满意的点了点头，随即从阴阳鼎内走出，大摇大摆的朝着下方的黑龙潭潭面行去。湖山长老，您怎么又回来了？先前那几名铁山宗的弟子见到湖山去而复返，脸上都露出了诧异的神色，连忙迎了上来，恭敬的询问。楚南模仿着湖山的声音，鼻腔中发出一声冷哼，粗声粗气道：老夫回来自然是有事，你们几个只管守好自己的差事，不该问的少多嘴。那几名铁山宗弟子被他这般一喝，顿时噤若寒蝉，不敢再多言。楚南不再理会他们，径直走到潭边，没有丝毫犹豫，纵身一跃，便扑通一声扎入了幽深冰冷的潭水之中。冰冷的潭水瞬间将楚南包裹，四周顷刻间陷入一片幽暗。不过对于修士而言，即便在这深不见底的潭水中，目力也远非凡俗可比，周遭数十米范围内的景象依旧能够看得分明。潭水比想象中更为寒冷，带着一股沁入骨髓的阴寒之气。楚南本以为这潭口下方或许还会有6大宗门的修士巡查，然而放眼望去，除了漆黑的潭水与摇曳的水草，竟是空无一人。他不敢大意，合欢经悄然运转，周身气息收敛到极致，一边仔细记忆着下潜的路径与周围的特殊地貌，一边小心翼翼地朝着潭水更深处游去。这黑龙潭之水似乎对神识有着极强的压制作用，他的神识探查范围在此地被缩减了10倍不止。潭水幽深，越往下潜，光线便越是暗淡，周围的压力也随之增大。不多时，楚南的视线中终于出现了一些异样，前方不远处几道模糊的人影在晃动。他心中一动，悄然靠近。只见那几名修士身着统一的橙黄色服饰，手中各自持着一件闪烁着淡黄色光晕的奇特法器，正仔细地在一片茂密的水草丛中搜寻着什么。从他们的服饰来看，
分明是百器门的弟子。楚南正准备再靠近一些，观察他们究竟在寻找何物，异变陡生。左侧的阴影之中，一股浓烈的腥气猛然袭来，紧接着一片漆黑如墨的浓雾，如同出膛的炮弹般朝着楚南当头喷射而至。快，太快了！楚南心中警兆大起，几乎是本能的向旁侧闪避。那片浓墨显直又显得擦着他的身体掠过，将他身后的几块岩石腐蚀得滋滋作响。紧接着，一条粗壮滑腻的触手带着凌厉的破水声从浓雾中闪电般抽出，卷向楚南的腰间。楚南这才看清，偷袭自己的竟是一头体型约莫丈许大小、通体漆黑的章鱼类妖兽。8条粗壮的触手灵活舞动，2只铜铃般的眼睛闪烁着凶残的光芒。异阶妖兽八爪水章。楚南毫不犹豫，心念一动，那根沉甸甸的降魔杵已然出现在掌中，灵力注入，降魔杵上符文骤然亮起，发出一阵嗡鸣。嗡！一道无形的音波以楚南为中心，朝八爪水章席卷而去。却八爪水章灵活舞动的触手猛地一僵，庞大的身躯在水中也是一滞，显然受到了音波的冲击。楚南抓住这个空隙，手臂肌肉奋起，手中的降魔杵携带着万钧之力，狠狠地朝着八爪水章的头部砸了下去。砰！一声闷响在水中传开，八爪水章的脑袋如同被重锤击中的西瓜一般，当场爆裂开来。红白之物混杂着墨汁，迅速染黑了周围的潭水。庞大的身躯抽搐了几下，便无力地沉了下去。楚南松了口气，这降魔杵的威力比他预想的还要强上几分。然而，他与这八爪水章搏斗所产生的动静，显然也惊动了不远处那几名百器门的弟子。他们立刻停止了搜寻，警惕地朝着这边望来。待看清楚那魁梧的身形和铁山宗的服饰后，几人脸上都露出了讶异的神色。为首的一名百器门弟子游了过来，隔着数丈的距离对着楚南拱了拱手。原来是铁山宗的胡山长老，失敬失敬。楚南暗道一声侥幸，幸亏动作够快，杀死了八爪水章，也幸亏来的只是八爪水章这种异阶妖兽，实力不强，否则真正的胡山实力至少在金丹期。要让这几名百器阁的弟子看到他斩杀一只异阶妖兽，还需要动用法宝厮杀，定然会引起怀疑。楚南心神稍定，压低了嗓音，模仿着胡山的粗犷语气，淡淡问道：你们可有什么发现？那百器门弟子闻言，脸上的神情微微一滞，眼中闪过一丝古怪。领头的那名弟子勉强挤出一丝笑容，道：胡长老，您这话可就有些不合规矩了。咱们6大宗门早已商议妥当，各自划定了搜寻的区域，每日轮换。眼下这片水域正是我百器门负责的区域，您老人家到我们百器门的地盘来，我们也不好说什么，可这打探消息恐怕不妥吧。楚南听了这话也是一愣，他原以为这6大宗门是齐心协力，共同探索这黑龙潭，没想到竟是各自为政，还划分了地盘。他心中念头急转，脸上却是不动声色，打了个哈哈道：哈，老夫就是心直口快，随口问问，没别的意思。既然你们忙着搜寻，那老夫便不多打扰了，告辞。说罢，楚南也不等对方回应，转身便朝着另一个方向游去，一副疏忽粗心的模样。楚南说着便要转身离去，同时暗中将和欢金运转到了极致，仔细感知着那几名百器门弟子的细微反应。他口中说着告辞，脚下却故意朝着北边的方向游动了几步。那几名百器门弟子虽然没有开口，但楚南敏锐地察觉到他们眉宇间似乎微微蹙了一下，神色中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审视。楚南心下了然，立刻调转方向，朝着另一个方位游去。如此反复试探了3次，当他朝着东南方向游动时，清晰地感觉到那几名百器门弟子紧绷的神情略微松弛了下来，仿佛那才是胡山应该离去的方向。就是这里了。楚南心中一定，不再迟疑，大大咧咧地摆了摆手，作别了那几名百器门弟子，头也不回地朝着东南方向迅速游去。待到楚南的身影彻底消失在幽暗的潭水深处，那几名百器门弟子脸上的戒备才缓缓散去。其中一名弟子不屑地撇了撇嘴，低声道：这铁山宗的胡长老行事真是古怪，鬼鬼祟祟的，还想从我们这里套话，也不看看我们百器门是好糊弄的吗？领头的那名弟子冷哼一声：哼，我看他方才那犹豫不决的模样，分明是做贼心虚，怕是被我们撞破了什么好事。铁山宗的人向来都是这般粗鄙无状，不必理会。我们继续搜寻，莫要耽搁了正事。几人嘀咕了几句，便再次催动手中的法器，继续在水草丛中仔细搜寻起来。与此同时，楚南一口气游出了数里之遥，确认那几名百器门的弟子并未跟上来之后，才暗自松了口气。然而这口气还没松到底，他的眉头便紧紧地锁了起来。他虽然成功混进了这黑龙潭，并且暂时摆脱了百器门的弟子，却也因此陷入了一个新的困境。这黑龙潭内的6大宗门竟然是各自为政，
划分了搜寻区域。他方才试探出来的东南方向，十有八九便是铁山宗负责的区域。他如今伪装的身份是铁山宗的湖山长老，若是跑到其他宗门的区域，定然会像方才那样引来盘问和猜忌。可若是真的去了铁山宗的区域，万一碰上铁山宗真正的弟子，甚至是其他长老，他这拙劣的伪装岂不是一眼就会被拆穿？到时候恐怕就不是三言两语能够糊弄过去的了。这可如何是好？难道真要在这危机四伏的潭底像无头苍蝇一般乱闯？楚南心中有些焦急，一时间竟是没了主意。就在他迟疑不定之际，九宁那带着几分慵懒与戏谑的声音在他脑海中悠悠响起：本尊先前传授你的搜魂秘术，可没说过只能对修士的记忆进行搜寻。楚南闻言，身体猛地一震，脑中仿佛有一道电光石火般闪过。搜魂秘术不只针对修士，他先前只想着如何避开六大宗门的耳目，如何从那些修士口中套取情报，却从未想过这潭底除了修士还有其他的生灵。魔女，你的意思是？楚南的声音带着一丝难以置信的惊喜。九宁轻哼了一声，语调中带着一丝显而易见的得意。哼，那些水里的扁毛畜生虽然灵智未开，但常年生活在这潭底，对这里的环境总比你这外来户熟悉得多。他们的记忆虽然驳杂混乱，但其中未必没有你想要的讯息。楚南恍然大悟，脸上顿时绽放出狂喜的色彩。对啊，这黑龙潭中妖兽横行，方才那头一阶的八爪水章不就是最好的例子吗？这些妖兽世代栖息于此，对于潭底的每一寸水域，每一株奇花异草，恐怕都了如指掌。寒星草母草那般奇特的天才地宝，若是真的存在于这黑龙潭中，这些妖兽即便不识其珍贵，也定然会有所印象。只要能从这些妖兽的记忆中寻找到一丝半点的线索，便胜过他自己在这潭底盲目搜寻百倍。而且对付这些灵智不高的低阶妖兽，可比应付那些心思深沉的各宗修士要容易得多。魔女，那你不早说，害我刚才差点露馅。楚南心中欣喜，嘴上却是吐槽满满。哼！九宁对楚南的吐槽视而不见，声音带着几分傲娇。若非不想看到你这般蠢笨，平白浪费了本尊传你的秘法，本尊才懒得提醒。至于能不能找到，还得看你自己的本事。楚南闻言嘿嘿一笑，也不与他争辩。此刻他心中已然有了全新的计划，他不再急于寻找什么宗门划分的区域，而是将注意力转向了这幽暗潭水中的那些原住民。合欢经悄然运转，他的感知如同细密的蛛网般朝着四周蔓延开去，仔细搜寻着附近可能存在的妖兽气息。这黑龙潭不愧是上古黑蛟化龙之地，潭水中的灵气虽然驳杂，却也比外界浓郁不少，滋养了不少水生妖兽。不多时，楚南便察觉到在前方不远处的一片乱石堆中潜藏着一股微弱的妖气。他心念一动，身形如同游鱼般悄无声息地滑了过去。在那片嶙峋的怪石缝隙之间，一条约莫手臂粗细，通体覆盖着青黑色鳞片的怪鱼正警惕地摆动着尾鳍，一双绿豆般的小眼睛闪烁着幽幽的光芒。一阶妖兽青鳞刺蛮，这种妖兽性情凶猛，口中长满利齿，且鳞片坚硬，寻常刀剑难伤。楚南眼中金光一闪，并没有立刻动手。他仔细观察了片刻，确认周围没有其他修士的气息后，这才从储物袋中取出了那件二品法宝困兽桩。灵力注入，那困兽桩迎风变胀，化作数根粗壮的木桩，悄无声息地朝着那青鳞刺蛮合围而去。青鳞刺蛮显然也察觉到了危险，猛地一甩尾巴，便要从石缝中窜出逃离。然而已经迟了，数根木桩瞬间落下，符文闪烁，形成一道坚固的囚笼，将那青鳞刺蛮死死地困在了其中。青鳞刺蛮在囚笼中疯狂地冲撞，发出一阵阵沉闷的声响，却始终无法突破那木桩的封锁。楚南见状，这才不慌不忙地游了过去，右手并指如剑，指尖萦绕着一缕精纯的灵力，隔着囚笼，朝着那青鳞刺蛮的头部轻轻一点。搜魂秘术悄然发动，那青鳞刺蛮的神魂记忆如同汹涌的潮水般在楚南的脑海中翻腾，无数破碎而混乱的画面飞速掠过。片刻之后，当最后一缕神魂波动消散，楚南缓缓睁开了双眼，眸底深处满是难以掩饰的骇然。这黑龙潭远比他想象的，甚至比外界所有传言汇总起来都要凶险万分。怎么了？九宁的声音适时在他脑海中响起，带着几分漫不经心的慵懒。瞧你这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莫不是被几条小鱼小虾吓破了胆？楚南深吸一口冰冷的潭水，强压下心头的悸动，沉声道：魔女，这黑龙潭恐怕比我们预料的还要复杂和危险得多。根据方才那鱼妖的记忆，这黑龙潭简直就是一个层层分明的妖兽国度，由4位强大的妖兽霸主分别雄踞着不同的水域。从水面往下300丈的区域，也就是我们目前所处的这一层，乃是一头实力强横的章鱼妖王的地盘。方才偷袭我的那头八爪水章，不过是他麾下的小喽啰。
300丈到800丈的深度，则是一头巨大的幽冥水母的领地。据说那水母剧毒无比，触之即死。800丈再往下，直到2000丈的幽暗深渊，则盘踞着一头活了不知多少岁月的玄水老龟，性情暴戾，极不好惹。至于2000丈以下，楚南的声音顿了顿，带着几分凝重，那里栖息着一条真正的蛟。九宁闻言，声音中终于出现了一丝波动，带着几分讶异。这下界污浊之地，竟然还真能孕育出蛟龙这等生灵。他轻哼了一声，继续道：蛟，即便是再上界，也算是一方水域的霸主。成年的蛟龙，其实力至少也堪比你们这下界修士中的化神期存在了。若是血脉再精纯些，踏入化神期也并非不可能。楚南点了点头。那鱼妖的记忆中，这条黑蛟似乎常年都在潭底最深处休眠，极少现身。但仅仅是他偶尔散发出的一丝气息，便足以让这潭中所有妖兽匍匐颤抖。九宁沉默了片刻，才又开口，语气中多了几分郑重。看来这黑龙潭能够被冠以黑龙之名，倒也并非空穴来风。小子，你可要想清楚了，化神期存在的蛟龙，即便只是沉睡，其威压也不是你现在能够抗衡的。若是惊扰了他，本尊可没把握护你周全。楚南心中自然清楚其中的凶险，他沉吟片刻，又道：不过那鱼妖的记忆中倒是有一则关于寒星草母草的消息。哦，九宁的兴致似乎被提起了几分。这鱼妖说，他曾数次见过一些闪烁着幽蓝星光的奇特水草，从更深的水域漂浮上来。那些水草与你描述的寒星草极为相似，只是寒星草对于他们这些寻常鱼类妖兽并无用处，反而会散发出一种令他们不适的气息，所以他们通常都会远远避开，任由其在潭水中漂浮，或是被其他妖兽吞食。楚南说到此处，心中微动，又补充道：那些百器门的修士此刻依旧在潭口下方数10丈的浅水区域搜寻，看样子他们似乎并不知道这黑龙潭中妖兽分层盘踞的隐秘，更不知道寒星草可能来自更深的水域。九宁闻言发出了一声特有的轻哼，带着几分讥巧。这便有意思了，他们既然连这潭底的基本情况都摸不清楚，又是如何断定那寒星草母草就在这黑龙潭中的？要知道母草有灵，实力至少堪比2阶妖兽，又岂会傻乎乎地待在浅水区等着被他们发现？楚南也是满腹疑窦。6大宗门此番行事，处处透着古怪。从黄蜂在拍卖会上的挑衅，到林悠悠那番似乎早有预谋的应对，再到如今6大宗门黑龙潭中看似盲目的搜寻，这一切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不过眼下他没有更多的时间去细想这些。寒星草母草的线索既然指向了更深的水域，那他便没有退缩的理由。魔女，看来我们得再往下潜一些了。楚南调整了一下呼吸，周身灵力缓缓运转，抵御着来自四周越发沉重的潭水压力。哼，随你。九宁的声音听不出喜怒，但在阴阳顶空间中，其自容倾城的俏脸上却多了一份淡淡的担忧。只是欺负楚南看不见罢了。辨认了一下方向后，楚南亦不再多言，身形一晃，便如同离弦之箭般，朝着下方那片更为幽暗也更为凶险的深水区域悄然前去。就在楚南朝着更幽暗的深水区域前行之际，黑龙潭的水面之上毫无征兆地刮起了一阵狂风，风势猛烈，卷起层层浪涛。守护在潭面四周的6大宗门修士被这突如其来的狂风吹得一阵人仰马翻，不少人更是下意识地眯起了眼睛，难以视物。恰在此时，幽暗的潭面上一道微不可察的光华一闪而逝，如同错觉般瞬间没入水中，未曾引起任何人的注意。狂风来得快，去得也快。待风势稍歇，那些修士揉着眼睛，骂骂咧咧地重新稳住身形，继续巡视，浑然不知方才已有不速之客悄然潜入。潭水深处，那道光华敛去，化作2道身影。当先一人身姿曼妙，气质清冷出尘，赫然便是福源拍卖行的林悠悠。此刻的他早已没了拍卖台上的温婉从容，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凝重与干练。在他身侧则是一名面容普通的男子，正是先前拍卖行中那个迎来送往略显瘦弱的伙计小峰。然而此刻的小峰脸上那股卑微讨好的神情已然消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令人心悸的凌厉与深沉，其周身散发的气息更是渊深似海，与先前判若两人。林悠悠对着那男子微微躬身，语气恭敬：白师叔，此地便是黑龙潭，再往下约莫2000丈，便是那头黑蛟的巢穴所在。被称作白师叔的男子，也就是先前的小峰，面无表情地点了点头，声音低沉而冷硬：悠悠，我的俯身之术仅能维持6个时辰，事不宜迟，你且带路，本座要去与那黑蛟分说一番。是。林悠悠应了一声，不再多言。两人身上再度泛起一层淡淡的光晕，身形一晃，便化作2道流光，朝着更深的潭底急速前去，
转瞬消失在幽暗之中。与此同时，黑龙潭水下1000丈的深处，楚南正面临着一场恶战。他的对手是一头体型庞大、足有3丈多长的巨型龙虾。此虾通体覆盖着暗金色的坚硬甲壳，两只巨鳌开合间闪烁着森然寒光，腹部微微鼓动，发出一阵阵震耳欲聋的咆哮，正是此片水域的凶悍妖兽——2阶妖兽金啸龙虾。嗡！金啸龙虾猛地张开巨口，一道道肉眼可见的金色音波，如同实质的冲击波般朝着楚南狂涌而来，所过之处，潭水剧烈震荡。楚南只觉一股恐怖的压力迎面袭来，脑袋嗡嗡作响，机遇炸裂，强行压下翻腾的气血。他不敢有丝毫怠慢，脚下疾风步催动到极致，穿云靴灵光闪烁，身形化作一道残影，险之又险地避开了那毁灭性的音波冲击。然而未等他喘息，金啸龙虾那粗壮的尾巴已然携着万钧之力，如同一条钢鞭般横扫而至，激起大片浑浊的水流。楚南瞳孔微缩，身形在水中强行一扭，破浪刀已然在手，牦牛劲的光芒自体内勃发，灌注于刀身之上。天鹰第1级，他低喝一声，借助穿云靴的提速，整个人仿佛与破浪刀合为一体，化作一道迅猛的流光，朝着金啸龙虾的侧身甲靠薄弱处急刺而去。吭！火星四溅！金啸龙虾吃痛，发出一声更为尖锐的咆哮，那金色的音波竟凝聚成一道直线，如利箭般射向楚南面门。楚南心头凛然，身形急转，坚不容发地避开这致命一击，攻势却未停歇。天鹰第2级，天鹰第3级，天鹰第6级，接连5刀。楚南的身影在金啸龙虾庞大的身躯旁闪转腾挪，每一刀都精准地劈砍在先前第1击造成的裂痕之上，刀光凛冽，劲气四射。咔嚓！随着第6击落下，金啸龙虾那坚硬的甲靠终于不堪重负，被生生劈开一道数尺长的口子，墨绿色的血液顿时喷涌而出。金啸龙虾发出一声凄厉的尖啸，庞大的身躯剧烈地颤抖着，显然受创不轻。他那凶厉的眼珠中终于露出一丝畏惧，巨大的鳌钳胡乱挥舞了几下，竟是头也不回，扭动着庞大的身躯，便要朝着更深的黑暗中仓皇逃窜。想走？楚南冷哼一声，岂容他如愿？他眼中金光一闪，和欢筋运转，早已洞察了这金啸龙虾的逃窜路径。天鹰第7级，楚南的身形如同鬼魅般出现在金啸龙虾的头顶，手中的破浪刀高高扬起，积蓄已久的力量在这一刻全然爆发。刀锋之上，寒光爆闪，带着一股一往无前的惨烈气势，狠狠劈落。噗嗤！一声令人牙酸的闷响，金啸龙虾那硕大的头颅直接被这一刀从中间劈开，狂暴的刀气瞬间绞碎了他的腰核与生机。庞大的身躯猛地一僵，随即无力地朝着潭底沉去。一枚闪烁着淡金色光晕的腰丹从其破碎的头颅中缓缓浮现。楚南大口喘着粗气，迅速收起那金啸龙虾庞大的躯体与腰丹，不敢有丝毫停留，身形一晃便遁入了阴阳顶空间之内。哟，瞧你这狼狈的模样！九宁慵懒的声音在他脑海中响起，带着惯常的戏谑，一只小小的2阶妖兽就将你折腾成这副德行，还想着去找那什么寒星草母草。楚南此刻确实没什么心情与他调笑，面色凝重地盘膝坐下，调息着体内翻涌的灵力。我如今的灵力已然堪比寻常筑基初期的修士。他沉声道，又有神兵法宝在手，原以为对付这潭中妖兽当不在话下，却不曾想仅仅是一头2阶中期的金啸龙虾，便让我费了这般大力气。九宁闻言难得的没有立刻反唇相讥，而是哼了一声，凤眸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波动，说你胖你还真喘上了。这金啸龙虾在2阶中期妖兽之中也算得上是顶尖的存在，尤其是在这水中，其实力更是有所增益。若是换算成你们下界的人类修士，足以比拟那些筑基中期顶峰的家伙了。他顿了顿，语气中带着一丝连他自己都未察觉的复杂。你如今不过炼气7层，能毫发无伤地将其斩杀，已经是走了天大的运道，还不知足？楚南闻言苦笑一声，他何尝不知足？只是这黑龙潭底的妖兽委实太多，也太过强悍。他潜入这潭水之中已有近1个时辰，一路下潜，沿途遭遇的妖兽袭击不下10数次。此刻他身处1000丈水深之处，不过刚刚踏入那玄水老龟的势力范围边缘，便已感到有些难以为继。再往下，还不知会遇到何等恐怖的存在。不过楚南并未在此事上过多纠缠，他迅速平复心神，神念探出，开始对那枚金啸龙虾的妖丹以及部分残魂施展搜魂秘术。搜魂秘术霸道无比，只要妖兽死去的时间不超过1炷香，其残存的记忆便能被强行剥离出来。先前他已通过此法探查了3、4只主动攻击他的妖兽记忆，隐约知晓那寒星草母草似乎确实曾在水面出现过一段时间，后来又潜入了更深的水域，但具体潜到了哪一层，
那些低阶妖兽的记忆中却是一片模糊。蓦地，楚南的双眸骤然圆睁，脸上露出了难以置信的神色。在他脑海中闪过的记忆碎片里，赫然出现了2道熟悉的身影，其中一人身姿曼妙，气质清冷，正是福源拍卖行的林悠悠，而另一人楚南的心脏猛地一缩。那人分明是先前在拍卖行中迎来送往那个看起来瘦弱不堪、修为不过炼气境界的伙计小风布，绝不可能是他。金啸龙虾的记忆画面中，这头凶悍的2阶妖兽正是发现了林悠悠与小风2人闯入其深水领地，才狂暴的呼啸而至，欲要将入侵者撕碎。然而面对这头在千丈水域都堪称一方小霸主的金啸龙虾，小风仅仅是随意的一挥衣袖，一股难以言喻的恐怖力量便凭空出现。那金啸龙虾庞大的身躯竟如同断了线的风筝一般，被硬生生扇飞了数百丈之遥，直接从2000丈的深水区一路翻滚着撞向了1000丈水域，恰好落在了楚南附近。也正是因此，这头本不属于此片水域的金啸龙虾才会那般狂怒，将满腔怒火倾泻在了无辜路过的楚南身上。那人绝不可能是小风。楚南的心神俱震，几乎难以平复。小风的实力，他先前在拍卖行时曾用合欢经略做探查，确实只是炼气期无疑。可这金啸龙虾记忆中的小风却能轻描淡写的一袖扇飞一头2阶顶尖妖兽，这等实力恐怕连寻常的金丹期修士都望尘莫及。而且林悠悠不是应该在主持拍卖会吗？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还和这个神秘的小风一同潜入了黑龙潭如此之深的区域？无数的疑问如同潮水般涌上楚南的心头，让他一时间有些发懵。福源拍卖行，林悠悠，这个神秘的小风，这一切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九宁似乎也察觉到了楚南的情绪波动，声音中带上了一丝凝重。怎么回事？楚南强压下心头的骇然，将方才从金啸龙虾记忆中看到的惊人一幕简略地对九宁说了一遍。九宁听罢也陷入了短暂的沉默，片刻之后他才缓缓开口，看来这福源拍卖行比你我想象的还要不简单。那个叫小风的十有八九是某个老怪物用了秘法暂时压制了修为，或是用了某种特殊的化身之术。至于林悠悠，此女心机深沉，行事诡谲，只怕所图非小。楚南深以为然，他定了定神，继续探查着金啸龙虾剩余的记忆。很快他的双眸之中再次迸发出一缕金光，找到了。一个清晰无比的讯息从金啸龙虾那混乱的记忆中被剥离出来，寒星草母草确实就在这黑龙潭的最深处2000丈以下的幽暗水域，而且其具体的位置竟然就在那条传说中的黑蛟巢穴之中。那金啸龙虾的记忆毕竟有限，对于那条黑蛟的实力所知不多，只记得在上百年前他刚刚破壳而出，懵懵懂懂之际，那条恐怖的黑蛟便已是这黑龙潭中无可争议的至高主宰。九宁的声音在楚南脑海中沉吟着。蛟龙一族寿命悠长，其成长期虽然缓慢，但100年光阴也足以让一头幼蛟步入成年。这条黑蛟的实力恐怕早已达到了5阶妖兽的范畴，足以媲美你们人族修士中的化神期大能。楚南心头一沉，化神期那是他如今想都不敢想的境界。不仅如此，九宁的语气愈发凝重，蛟龙成年即可通灵，拥有极高的智慧。这条黑蛟其心智恐怕不下于任何一个老谋深算的人类修士。寒星草母草对于寻常妖兽而言或许是避之不及的毒药，但对于黑蛟这等血脉强横的妖兽来说却是锤炼肉身坚固鳞甲的至宝。它能增强防御，甚至可能助其突破瓶颈。九宁话锋一转，带着一丝冰冷的意味，所以那寒星草母草极有可能早就落入了这条黑蛟之手，而他却故意让6大宗门的修士看到些许踪迹，这其中怕是有一个天大的阴谋。楚南的背脊窜起一股寒意。福源拍卖行，林悠悠，神秘的小风，6大宗门，如今再加上这条深不可测的黑蛟，这一切都指向了一个针对6大宗门的巨大陷阱。小子，本尊恢复肉身的材料林林总总不下10余种，多这一位寒星草母草不多，少这一位也不少。你如今的实力掺和到这种层级的博弈之中，与送死无异。九宁的声音带着不容置喙的决断，立刻离开此地，越快越好。楚南闻言没有丝毫犹豫，他并非不知好歹之人，九宁的话已将利害剖析得清清楚楚。这潭水太深也太浑，他当机立断，心念一动，便要离开阴阳顶空间，朝着潭面急速游去。与此同时，黑龙潭底2000丈的幽暗深渊之中，一条长达100丈的庞然大物静静盘踞，其身躯覆盖着墨玉般的鳞片，每一片都闪烁着幽冷的光泽，仿佛由万载玄铁铸就。狰狞的头颅之上，2根峥嵘的龙角刺破水流，一双灯笼般巨大的眼眸
开合之间，金光爆射，带着俯瞰众生的威严与暴虐，正是这条黑龙潭的真正主宰黑蛟。此刻，在他那巨大的头颅前方，2道身影敬礼，正是先前潜入潭底的林悠悠，以及那位俯身在火鸡小峰身上的白姓修士。黑蛟口吐人言，声音如同洪钟大吕，在深水中震荡起层层涟漪。人类，本座说过，只要你们完成了本座的条件，本座自然会答应你们的要求。那白姓修士此刻已恢复了几分属于强者的气度，面容依旧普通，但眼神却深邃如渊，声音平淡无波。条件已经达成。黑龙山脉6大宗门的高手，如今大多以齐聚方式。只要你封锁这黑龙潭，断绝他们的退路，那些自诩正道的修士定然会按捺不住，前来查探。他顿了顿，语气依旧冷漠。至于你能不能将他们尽数留下，那是你的事情。黑蛟闻言，那双巨大的金色眼眸中闪过一丝暴戾的冷笑。哦，那本座若是搞不定那些修士呢？白姓修士的嘴角勾起一抹几不可见的弧度，声音淡漠的不带一丝情感。你若连他们都解决不了，那便证明你没有突破化神的气运，死了也是活该。你！黑蛟勃然大怒，恐怖的威压骤然迸发，搅得四周潭水翻涌沸腾。人类，你们还真是一如既往的残忍无情。然而片刻之后，他却又发出一阵低沉的狂笑。不过本座喜欢，你放心，本座一定会将那些闯入本座领地的蝼蚁一个个吃得干干净净。话音未落，黑蛟猛地扬起头颅，张开血盆大口，发出一声震彻九霄的咆哮。吼！那吼声不似寻常兽吼，反而带着一丝奇异的韵律，仿佛远古龙吟，穿透层层水浪，瞬间传遍了整个黑龙潭。一时间，黑龙潭内无论深浅，所有栖息于此的妖兽，无论是正在捕食的，还是正在休憩的，皆是浑身一震。紧接着，他们那原本就凶残的眼眸之中，骤然被一片血红所取代。一股难以言喻的狂暴与嗜血之意从他们身上疯狂涌出。潭面之下300-400米深处的水域，6大宗门负责搜寻的修士们正3-5成群，仔仔细细地催动着各自的法器，探查着每一片可疑的水草与岩石。哦，嘶嘶！突然，毫无征兆地，四面八方那些幽暗的角落以及深邃洞穴中，无数双闪烁着血光的眼睛骤然亮起。紧接着，成群结队、形态各异的妖兽，如同决堤的洪流一般，带着滔天的凶煞之气，朝上在错愕之中的6大宗门修士疯狂地扑杀而来。腥风血雨瞬间弥漫。潭水深处，铁山宗弟子所在的搜寻区域，水流猛然变得浑浊。有点不对劲，大家小心戒备。铁山宗的亲传弟子丧雷眉头略皱，发出一声断喝。就在此时，数十头体型庞大、通体覆盖着厚重铁青色甲壳、挥舞着狰狞巨鳌的铁甲前蟹，从四周的岩石缝隙与水草暗处猛冲而出，血红的眼珠里满是疯狂。不好，是妖兽群，小心！丧雷见状，顿时怒吼一声，其古铜色的壮硕上身衣衫应声炸裂，虬结的肌肉块块粉起，宛若铁柱。一柄门板大小、闪烁着暗沉光泽的巨斧出现在他手中，斧刃上隐现3道玄奥的纹路，赫然是一件3品神兵。吼！手中巨斧轮转如风，带起沉闷的破水声，当先迎上一头铁甲前蟹。枪！火星迸溅，巨斧狠狠劈在蟹壳之上，竟只留下一道浅浅的白痕。那铁甲前蟹吃痛，2只巨鳌疯狂夹击。其余铁山宗弟子亦是纷纷取出兵刃、流星锤、狼牙棒、开山刀，大多是沉重霸道的款式，不少都达到了1品乃至2品神兵的品阶，与那群铁甲前蟹激烈的厮杀起来。一时间，金铁交鸣之声不绝于耳。另一片水域，百器门弟子正催动着各式法器探查。这是妖兽？怎么这么多？不好，是妖兽群，数量很多。正在搜寻中的百器门亲传弟子王猛面色一变，他一拍储物袋，一尊造型古朴的青铜小鼎飞出，迎风便掌，鼎口喷出一片蒙蒙青光，将周遭10数丈范围护住。此乃3品防御法宝青光护罩。几乎在青光亮起的瞬间，无数巴掌大小、于其锋利如刀刃的影栖食人鱼，如同乌云般从4面8方涌来，悍不畏死地撞击在青光护罩之上，发出嗤嗤的切割声。他娘的，这些扁毛畜生疯了不成？王猛咒骂一句，手中掐诀，青铜小鼎光芒更盛。其余百器门弟子也是家底丰厚，有的祭出飞剑神兵，有的催动攻击法宝，一时间各色宝光与那些疯狂的影栖食人鱼群激斗不休。焚火谷所在的区域情况则显得有些狼狈。面对兽群的突然围攻，焚火谷有些措手不及。谷中弟子修炼的大多是火属性功法，在这深水之中本就受到极大压制，此刻面对汹涌而来的妖兽潮，更是捉襟见肘。结阵，快！焚火谷亲传弟子寒风蛟急呼喊，他掌心一团橘红色的异火升腾而起，
勉强逼退了近身的几头妖兽。那是一群通体透明、散发着刺骨寒意的异阶妖兽——寒溪水母。寒溪水母喷吐出的寒流，让本就冰冷的潭水更加冻彻骨髓。焚火谷弟子身上的护体灵光摇摇欲坠，不少弟子脸色发青，动作都变得迟缓起来。火系功法被压制的毫无还手之力，连运转都变得有些迟滞。刹那间，就有数名弟子被兽群一拥而上，撕成了粉碎。啊！寒风目眦欲裂，手中一火疯狂燃烧。然而，他的一火虽不受潭水压制影响，可只他一人之力根本护不住众多弟子御兽门搜索区域。此刻，御兽门的修士此刻同样叫苦不迭。面对兽群的突然袭击，他们第一时间放出了各自的灵宠、土狼、猎豹、飞鹰，甚至还有一些毒虫、毒蛇。然而，这些在陆地上威风八面的灵兽，到了这水下，战力大打折扣。一群浑身覆盖着粘稠腐蚀性液体的腐叶华蛮，灵活地在水中穿梭，轻易便能躲开灵兽的扑击。他们喷吐的腐蚀粘液沾染在灵兽身上，立时冒起阵阵青烟，惨叫声此起彼伏。不过片刻功夫，便有不少灵兽哀鸣着失去生机。大家顶不住了，楚师兄！一名弟子面色惨白。御兽门亲传弟子楚山成见状，牙关一咬，猛地从怀中掏出3张金光灿灿的符箓，厉声道：“快，向我靠拢！大家跟紧我，随我突围！”言罢，寒风手中的3张4品攻击符箓金山符同时激发，轰隆隆，3座由灵力汇聚而成的巍峨山峰虚影骤然显现，携万钧之势狠狠砸向前方密集的腐叶华蛮群，硬生生开出一条通路。千雷宗的区域电光闪耀，轰鸣阵阵。千雷宗修士以炼制雷符闻名，此刻面对妖兽的疯狂攻击，毫不吝惜地甩出一张张雷符。1品2品的各色雷符如雨点般炸开，电弧四窜，将一头头冲上来的妖兽炸得皮开肉绽。一头体型尤为庞大、鳞甲坚硬如铁的尖鳞巨鲨是这群妖兽的首领，他顶着密集的雷光，张开血盆大口便要吞噬一名千雷宗弟子。孽畜，休得猖狂！貌美英气的亲传弟子穆红玲娇斥一声，玉手一扬，3张闪烁着刺目紫光的符箓成品自行飞出，瞬间没入那尖鳞巨鲨的巨口之中。3品雷符，紫霄神雷符，3符连爆，轰轰轰，接连3声震耳欲聋的巨响，狂暴的雷光自尖鳞巨鲨体内爆发，直接将他那硕大的头颅炸得粉碎。天剑门弟子所在的方位则展现出了极高的战斗素养。在亲传弟子杜青山的指挥下，数十名弟子迅速结成一个圆形剑阵，剑光闪烁，森然的剑气交织成一片密不透风的剑网。无数体型细长、速度奇快、头部尖锐如镖的素镖乌贼从四面八方激射而来，却尽数被那流转不休的剑网挡在外面，发出叮叮当当的密集碰撞声。剑阵外围的弟子负责抵挡，内圈的弟子则抓紧时间调息，内外轮转，井然有序，暂时稳住了阵脚。然而，那无穷无尽的妖兽依旧从幽暗的潭水深处不断涌来，仿佛永无止境。整个黑龙潭一派肃杀。水域中，楚南飞速上游，半盏茶后，他已经接近了出口位置。担心遇到6大宗门的修士，楚南放慢速度，却在这时，他隐隐听见远处传来一阵阵激战的异动。楚南眉头一皱，这动静似乎有点大。6派修士难道遇上了大家伙？楚南本不欲多管闲事，调转方位，然而没多久后，又引见前方水域一片混乱，灵光爆闪，嘶吼声与金铁交鸣声不绝于耳。远远看去，竟是铁山宗的弟子被大群一阶铁甲前械围攻，战况激烈异常。楚南暗自心惊，这些铁山宗的弟子是捅了妖兽的老窝不成？怎么会被如此多的妖兽盯上？不过，这混乱的场面倒是给他提供了绝佳的掩护。铁山宗那些人自顾不暇，哪里还有精力留意旁人？楚南悄然收敛气息，运转合欢经，将自身的存在感降至最低，小心翼翼地绕过战团，朝着记忆中潭口的方向前去。他一路有惊无险，很快便接近了潭口的位置。然而，当看清潭口的情形时，楚南只觉得一股寒气从头顶直窜脚底，整个人都僵住了。只见那原本应该是出口的潭口位置，此刻竟盘踞着一头庞然大物，那是一头体型足有10几丈长的巨型章鱼状妖兽，通体呈现出一种诡异的深紫色。最骇人的是它那密密麻麻不下100余条的粗壮触手，每一条都如同水桶般粗细，在水中疯狂舞动，卷起道道暗流。此刻，这头章鱼怪正用几条触手将数名身着6大宗门服饰的修士卷入口中，大口吞嚼，鲜血染红了周围的潭水，场面血腥无比。那些被吞吃的修士分明就是先前在潭面负责守卫之人。吼！似乎是察觉到了新的猎物，那章鱼怪猛地转过布满血丝的巨大独眼，死死锁定了楚南。下一瞬，
一条覆盖着粘稠液体的触手带着撕裂水波的尖啸，如同一道紫黑色的闪电朝着楚南当头砸来。楚南遍体生寒，几乎是凭借本能，脚下疾风步疯狂催动，穿云靴光芒大放，身形在水中拉出一道模糊的残影，险而又险地避开了这致命一击。那触手砸在他先前所立之处，直接将一块数丈大小的岩石抽得粉碎。楚南惊出一身冷汗，不敢有丝毫停留，头也不回地转身，朝着潭水更深处亡命游去。魔女，那是什么鬼东西？楚南在心中惊骇地对九宁喊道。九宁的声音依旧带着那份特有的慵懒，只是其中似乎多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凝重。下界的妖兽，除了那些稍微有些名堂的，其余的本尊哪里认得许多？实力太低，还不配入本尊的眼。楚南闻言，险些一口老血喷出来，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摆谱？不过九宁话锋一转，观其速度与力量，大致相当于你们修士中的3阶水准，约莫是金丹初期的样子。3阶，金丹初期妖兽。楚南心头巨震，脑中灵光一闪，猛然想起了从那青灵刺蛮记忆中获知的信息。这头恐怖的章鱼妖兽，不正是这黑龙潭水面下300丈区域的霸主百爪章鱼王？他怎么会跑到潭口来堵路？就在楚南心念电转之际，前方不远处再次传来了激烈的打斗声和妖兽的咆哮。他小心翼翼地前游过去，藏身在一片茂密的水草之后，凝神望去。只见数十名身着御兽门服饰的弟子，正指挥着各自的灵宠与一群形态狰狞的妖兽厮杀。只是御兽门的弟子显然不擅长正面搏杀，他们的灵宠在水中战力大减，面对那些悍不畏死的妖兽节节败退。已然有数名弟子惨死在妖兽的利爪尖牙之下，鲜血染红了水域。楚南眉头紧锁，一种强烈的不安感涌上心头。不对劲，太不对劲了！先是铁山宗被妖兽群围攻，现在又是御兽门，而且潭口还被那恐怖的百爪章鱼王给死死守住，这绝非巧合。楚南当机立断，不再迟疑。他运转疾风步，身形如同鬼魅般在混乱的战场边缘穿梭，目光锁定了一头落单的，实力约莫在一阶顶峰的腐叶华蛮困兽桩。楚南心念一动，数根符文闪耀的木桩凭空出现，瞬间便将那头腐叶华蛮困在其中。得手之后，楚南毫不恋战，立刻带着被困的妖兽朝着一处偏僻的角落急速退去。寻到一处隐蔽的岩洞，楚南不再犹豫，手中裂空枪寒芒一闪，直接刺穿了那腐叶华蛮的头颅。搜魂秘术发动，驳杂混乱的记忆画面在楚南脑海中飞速闪过。片刻之后，楚南猛地睁开双眼，面色变得难看至极。魔女果然出事了。他的声音带着一丝压抑不住的惊怒，这些妖兽全都疯了，是受了那条潜藏在潭底最深处的黑蛟命令，要他们杀光这黑龙潭内所有的人类修士。九宁听完楚南惊怒交加的述说，发出一声冷哼，语调中带着几分不出所料的意味。看来你先前倒是没猜错，这寒星草母草果然是个诱饵，就是冲着那6大宗门来的。不过他话锋一转，声音里又带上了那股惯有的慵懒与傲然，你也无需太过惊慌，反正你有阴阳鼎这等至宝，遇到危险你只管往阴阳鼎里一躲便是。莫说那条黑蛟尚未真正化龙，即便是他修成了真龙，也休想找到你的踪迹。楚南听了，心中却没有半分轻松，他苦着脸道：魔女，这阴阳鼎内的时光几乎停滞，我便是在里面躲上1万年，外界也不过弹指一挥间，又有什么分别？出来后该啥样不还是啥样？难道要在里面躲到死？咯咯咯！九宁闻言发出一连串清脆悦耳的娇笑，仿佛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你这个傻子，当真以为这阴阳鼎中的时间流速是纹丝不动的？若真如你所想，本尊在鼎中沉睡10万载，出来之时岂非还是本尊陨落的那一刻？又怎会流落到你们这下界来？楚南猛地一怔，这个问题他先前竟从未深思过。九宁的笑声间歇，带着几分戏谑道：本尊先前之所以告诉你时间近乎静止，不过是以本尊的仙界神识略微调整了鼎内的时光流转罢了。如今这阴阳鼎内的时间流速大概是10万比1，也就是说外界过去10万载，鼎中方才1年光景。当然这阴阳鼎神妙非凡，本尊能感觉到这远非他的极限，可惜本尊如今神识受损，能做到这一步已是不易。他轻哼一声，不过对你而言10万比1的流速与静止不动也差不了多少，本尊先前才懒得与你细说，只要本尊愿意，随时可以将这流速调整为1比1，与外界同步。楚南闻言，眼眸中先是闪过一抹惊喜，但旋即又被浓浓的忧色所取代。他和柳飘飘此番出来，本就不能耽搁太久，眼下这黑龙潭已成绝地，也不知那黑蛟究竟布下了何等歹毒的手段来对付6大宗门。若是被困在此处时日过长，柳飘飘那边恐怕会生出诸多变数。
可眼下的局面也由不得他多想。以他如今的实力，即便算上诸多法宝神兵，顶多也就能与筑基初期的修士周旋一二。莫说潭口那头恐怖的白爪章鱼王，便是眼前这无穷无尽的妖兽群，也足以将他撕成碎片。这些围攻御兽门弟子的妖兽，虽然大多只是一阶，但其数量怕是不下数千之巨。御兽门这边尚存的弟子约莫还有70-80人，其中修为达到筑基期的亦有近半数，更有几名气息沉稳的弟子，修为赫然已至筑基后期。然而面对那如潮水般悍不畏死、疯狂扑杀而来的妖兽群，他们也只能勉力支撑，险象环生，防线摇摇欲坠。凄厉的惨叫声与灵兽的哀鸣不时响起，鲜血与残肢断臂在浑浊的潭水中四下飘散，令人作呕。楚南心中沉重，正盘算着是否先躲入阴阳鼎中静观其变。就在这时，他的眼角余光瞥见，在不远处混乱的战团边缘，一颗闪烁着微弱灵光的妖兽内丹被激荡的水流裹挟着，正晃晃悠悠地朝他这边飘了过来。那内丹约莫拇指大小，其上灵气波动微弱，赫然是一内丹。想来是某个御兽门弟子在激战中斩杀了妖兽，却根本来不及收取，便被战斗的余波给震飞了出来。楚南心中一动，那颗漂浮过来的妖兽内丹已被他摄入手中。内丹入手温凉，其上灵光暗淡，与他先前从那头2阶金啸龙虾体内获得的一阶内丹相比，这颗内丹蕴含的灵气明显要稀薄许多，但确实也是一枚货真价实的一阶妖兽内丹。他立刻想明白了其中的关窍。妖兽死后，其内丹品阶通常会降低一等。那头2阶中期的金啸龙虾死后留下的是一阶内丹，灵气相对充盈。而眼前这些围攻御兽门弟子的一阶妖兽，死后其内丹绝大多数会灵气散尽，化为凡物。但也总有那么些许例外，能在死后依旧保留下完整的内丹，虽然概率极低，恐怕十不足一，可依旧是一阶。只是这种由一阶妖兽死后侥幸留下的一阶内丹，其内蕴含的灵气自然远不如由2阶妖兽降阶而来的一阶内丹精纯。饶是如此，这也是一阶妖兽内丹。要知道，妖兽内丹乃是炼制神兵、法宝、符箓乃至丹药的重要材料，一些特殊的阵法禁制中也需要用到妖兽内丹来作为阵眼或能量来源。一枚最普通的一阶妖兽内丹，在市面上的价值至少也在1000块下品灵石左右。此刻这片水域中与御兽门弟子厮杀的一阶妖兽何止数千，即便只有1%的概率能留下内丹，那也是数十枚。楚南的心脏不争气的加速跳动了几下，一颗就是1000灵石，这简直跟抢钱也没区别了，反正也走不了，不如守株待兔等内丹。楚南暂时放弃了躲进阴阳鼎的打算，眼中金光连闪，合欢经悄然运转到极致，身形在疾风步与穿云靴的加持下，化作一道极淡的虚影，朝着一处刚刚有数头妖兽被斩杀的战团边缘前去。那些御兽门的弟子正手忙脚乱地抵御着新一波妖兽的冲击，根本无暇他顾。楚南瞅准机会，如游鱼般灵活一闪，探手一捞，一枚闪烁着微弱光芒的内丹已然到手。成了，他心中一喜，毫不停留，再次遁入阴影之中。来回数次，楚南手中便已多了5-6枚一阶妖兽内丹。虽然这些内丹的品质参差不齐，但加起来也是一笔不小的财富了。就在楚南为自己的收获而暗自欣喜之际，不远处的御兽门弟子阵中传来了亲传弟子楚山城压抑着怒火与焦急的嘶吼：“顶不住了，这些畜生太多了！”楚山城面色铁青，刚才他凭借3张符箓暂时突围，可这群妖兽却更疯了一样，锲而不舍的追杀，甩都甩不掉。看着一个个同门弟子惨死在妖兽的爪牙之下，灵宠悲鸣，鲜血染红了周围的潭水。他带来的近100名弟子此刻已然折损过半，剩下的也大多带伤，灵力消耗巨大。再这样下去，全军覆没只是时间问题。楚山城牙关紧咬，眼中闪过一抹决绝。他猛地从储物袋中掏出一块巴掌大小、通体呈现淡紫色的玉牌，玉牌之上符文流转，散发着淡淡的灵力波动，赫然是一件一品法宝传音玉简。尽管他清楚，此刻宗门内的几位长老十有八九都在福源拍卖行为了那套压轴的3品成套法宝而与其他宗门势力周旋，但眼下情况危急万分，已然顾不得那么多了。楚山城深吸一口气，将灵力注入传音玉简之中，以最快的速度将此地妖兽暴动、弟子伤亡惨重的情报传递出去。做完这一切，他望着周围岌岌可危的防线，以及那些眼中已渐渐露出绝望之色的同门，厉声道：“所有弟子听令，随我向千雷宗师兄们所在的区域突围！快！”千雷宗与御兽门素来交好，在这绝境之中，或许只有会合千雷宗的弟子才有一线生机。御兽门残存的弟子们闻言，仿佛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精神皆是一振，强行提起残余的灵力，跟在楚山城身后，朝着一个方向奋力冲杀。楚南在暗处将这一切看得分明，心中也是微微一凛。
连御兽门的亲传弟子都选择传讯求援并突围了，可见这黑龙潭中的局势已经恶劣到了何种地步。他继续在混乱的战场边缘游弋，伺机收取那些无主的妖兽内丹。这些妖兽悍不畏死，一波接着一波地冲击着御兽门弟子的防线，留下无数尸体。而楚南则像一个最耐心的猎手，精准地捕捉着每一个可能出现的机会。这些妖兽简直是移动的灵石啊！楚南一边小心翼翼地避开战斗余波，一边美滋滋地将又一枚内丹收入储物袋。他此刻反倒不急着离开了。潭口被那头恐怖的白爪章鱼王毒死，硬闯无异于送死。既然如此，还不如趁此机会在这混乱中多捞取一些好处。小子，你倒是会苦中作乐。九宁那带着几分戏谑的声音在他脑海中响起。楚南嘿嘿一笑，魔女，这叫审时度势，险中求富。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不如给自己增加点底蕴。哼，底蕴，几颗不入流的妖丹罢了。九宁不屑撇嘴。楚南闻言一笑，他清楚魔女就是这种毒舌性格，也不以为意，继续他的简陋大业。随着战斗的持续，那些御兽门弟子因为灵力消耗和伤势加重，对于散落在战场上的妖兽内丹已经越来越无暇顾及了。这无疑给了楚南更大的操作空间。他甚至开始有选择地靠近那些实力稍弱、即将被斩杀的妖兽，在其死亡的瞬间，便以最快的速度将可能凝结的内丹捞走。这般行径，若是被那些浴血奋战的御兽门弟子看到，怕是会气得当场吐血。但此刻他们自身难保，哪里还有精力去关注一个在战场边缘游荡的幽灵？福源拍卖会大厅之中，人声鼎沸，气氛热烈。高台之上，林悠悠身姿娉婷，面纱遮掩下的容颜更添几分神秘。她玉手轻抬，托着一枚青光莹莹的玉简，声音清脆悦耳。诸位道友，接下来这件拍品乃是一对3品传音玉简。众所周知，传音玉简以赤、橙、黄、绿、青、蓝、紫7色区分品阶，颜色越深，品阶越高，传音范围亦随之增长。紫色为1品，传音不过万里；蓝色为2品，可达10万里。而悠悠手中这对乃是青色，为3品之列，其传音范围远达100万里。他顿了顿，清亮的声音再次响起：此对3品传音玉简，起拍价1万下品灵石，每次加价不得少于1000灵石。话音落下，大厅内的气氛却微微一滞，不少散修和中小势力的修士脸上都露出了几分兴趣缺缺的神情。整个黑龙山脉从东至西也不过万里之遥，3品传音玉简100万里的传音范围，对他们而言着实有些杀鸡用牛刀，太过鸡肋了。至于那些分列于2楼的贵宾包间之内，6大宗门的领头人物对此更是没有半分异动。他们宗门内部使用的传音玉简，大多是寻百器阁或是万宝堂这等专营法宝生意的势力批量定制，不仅品阶有保障，价格上亦能得到不少优惠，无需再次争抢。柳飘飘所在的包间之内，他望着那对青色玉简，水润的眼眸中闪过一丝异动。这对传音玉简一共2枚，若是能将其拍下，日后他与主人即便相隔100万里之遥，也能随时互通消息。然而他心中也有些迟疑。主人吩咐过，他们此行要扮演的是外来游历的富家子弟，这等人物身上若是连传音玉简这等常用之物都没有，反而会显得刻意，容易引人怀疑。可若真是出手拍下，又是否会与主人低调行事的初衷相悖？就在柳飘飘心中思量不定之际，异变陡生。只听砰的一声，御兽门所在的贵宾包间之内似乎有什么东西被打翻在地，紧接着便是一阵压抑的骚动。片刻之后，一道苍老而略显焦躁的声音从包间内传出，带着几分不容置喙的急切：林小姐，老夫门中突发急事，10万火急，贵拍卖行今日压轴的那套3品成套法宝，可否暂缓片刻，待老夫处理完门中事务，去而复返再行拍卖。不等林悠悠回应，隔壁百器门的包间内便传来一声冷哼，带着毫不掩饰的讥讽：刘老头，你御兽门有事，关我们何干？凭什么要整个拍卖会等你一家？铁山宗的包间里也随即响起一道粗犷的声音，附和道：就是，刘老头，你要拍便安心坐着，要走便赶紧滚蛋，别在这儿磨磨蹭蹭，耽误大家的时间。御兽门那老者被这般抢白，气的声音都有些发颤，正欲反驳，便在此时，先前说话的那名铁山宗老者语气中忽然带上了一丝惊疑不定的一声，紧接着他那粗犷的声音竟变得有些结巴起来，态度180度大转弯：那个林小姐，其实刘老头若真有10万火急之事，我等也不是不能通融一二，让拍卖行稍后片刻。他话锋一转，声音陡然拔高了几分，带着同样的焦急：林小姐，我铁山宗宗门之内亦有万分紧急之事需要处理，还请林小姐将那套3品成套法宝的拍卖延后一些，务必等老夫回来再拍。熊瞎子，
你他娘的发的什么疯？方才不还！百器门那老者闻言，正要开口怒斥，然而他的话音未落，便如同被掐住了脖子的鸭子般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一阵短促的吸气声，以及同样变得急促而慌乱的语调。林小姐，我百器门内也有些许俗物缠身，需要即刻处理，还请林小姐能通融一番，务必将那成套法宝的拍卖延后。这是什么情况？柳飘飘蹙着秀眉，满心狐疑地望向那几个接连传出异动的包间。他敏锐地察觉到这几个宗门长老的语气变化太过突兀，其中定然发生了什么他不知道的变故。还未等他细想，天剑门、千雷宗以及焚火谷三派所在的包间之内，也几乎在同一时间纷纷传出了各派领头人急切的声音，内容大同小异，皆是请求林悠悠将压轴法宝的拍卖延后高台之上。林悠悠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面纱下的神情未变，依旧从容。他青眸流转，扫过那几个骚动不安的包间，声音平静地回应道：诸位前辈，既然都有要事在身，悠悠自当行个方便。今日这压轴的成套法宝，便为诸位前辈保留，待诸位前辈处理完宗门事务归来，再行拍卖。多谢林小姐。林小姐高意。几道匆忙的道谢声响起。话音刚落，六大宗门所在的包间内便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紧接着数十道身影鱼贯而出，竟是头也不回的朝着拍卖行外急掠而去，转眼间便消失的无影无踪。大厅之内瞬间炸开了锅。怎么回事？六大宗门的人怎么都走了？看他们那火急火燎的模样，莫不是宗门出大事了？莫非与那被他们联手封锁的黑龙潭有关？议论声此起彼伏，所有人的脸上都写满了惊疑与好奇。高台之上，林悠悠静待片刻，待厅内喧嚣稍歇，这才朗声道：诸位道友，今日事发突然，六大宗门的前辈皆有急事离去，为保证委托本店拍卖压轴法宝的卖家利益，今日的拍卖会只能暂时终止。他微微欠身，声音中带着一丝歉意。为表歉意，凡今日到场的诸位道友，皆可在我福源拍卖行领取10块下品灵石作为补偿。待拍卖会择日重开，悠悠定会提前通知各位。福源拍卖行柳飘飘所在的贵宾包间内，不多时，便有拍卖行的侍女轻手轻脚地走了进来，双手奉上一个精致的锦带。道友，这是我家小姐吩咐的，给诸位贵客的些许补偿，还请收下。小茹上前，依着柳飘飘的眼色接过了锦带，入手微沉，打开一看，正是10块下品灵石。侍女行了一礼，便悄然退下。怕灵石跟上次一样还有问题，小茹将那10块灵石与先前那3块一般单独收好，看着柳飘飘略显凝重的侧脸，轻声道：主人，六大宗门的人都急匆匆的走了，会不会与那寒心草母草有关？柳飘飘微微颔首，水润的眸子里带着几分忧虑。多半如此，也不知他们是发现了母草的踪迹，还是遇到了什么变故。一想到楚南昨夜便已独自前往黑龙潭，此刻潭中又生出这等异状，他心中便一阵七上八下，难以平静。主人他神通广大，还有九宁姐姐在，即定然不会有事的。小茹见状，连忙安慰道。柳飘飘轻轻嗯了一声，目光却依旧投向窗外，思绪万千。与此同时，福源拍卖会的后台一间雅致的厢房内，先前在高台上主持拍卖的林悠悠莲步轻移，款款走了进来。她抬起纤纤玉手，摘下了脸上的白色面纱，露出的却是一张略显稚嫩的清秀脸庞，哪里还有半分林悠悠的温婉从容，竟是先前一直侍立在林悠悠身旁的侍女小青。孙掌柜，我方才在台上的表现可还过得去？小青吐了吐舌头，带着几分邀功的意味，笑盈盈地望向一旁端坐的孙千秋。孙千秋眉头紧锁，脸上不见丝毫笑意，沉声道：胡闹！小姐回来之前，谁许你摘下面纱的？还不快快戴上！他语气严厉，带着不容置喙的威严。小青被他这般一喝，吓得身子一颤，脸上的笑容顿时僵住，连忙慌手慌脚的将面纱重新戴好，不敢再多言。孙千秋这才重重哼了一声，目光深沉地望向窗外，也不知在想些什么。黑龙潭深处一处隐蔽的岩洞之内，楚南看着储物袋中那一堆亮晶晶的妖兽内丹，以及那几个鼓鼓囊囊的储物袋，脸上的喜色几乎要溢出来。之前御兽门弟子动用那3张4品金山符突围之时，场面混乱至极，成片的妖兽被狂暴的凌厉撕碎。那些御兽门弟子只顾着逃命，哪里还顾得上收取战利品？随后御兽门弟子又被妖兽紧追，一路丢盔弃甲，狼狈不堪，连同门的尸身都顾不得带上。楚南趁乱竟然幸运地摸到了2名不幸殒命的御兽门弟子的储物袋。粗略清点之下，单是这2个储物袋中的灵石、丹药以及一些零散材料，价值便不下5000下品灵石。这些大宗门的弟子可真是富得流油啊！楚南心中感慨。相比之下，
柳飘飘作为合欢宗的亲传弟子，兜里只有捉襟见肘的几百灵石，简直没眼看。然而楚南却不知，此番6大宗门派来黑龙潭的，皆是各宗的精英弟子，平日里本就资源丰厚，再加上这几日封锁黑龙潭，猎杀了不少妖兽，不少弟子都将获得的物资在方士中进行了兑换，身家自然不菲。眼见御兽门残存的弟子朝着一个方向仓皇逃窜，楚南略一思忖，便猜到他们多半是想去与其他宗门的弟子会合求援。他并没有立刻跟上去，待到那些御兽门的弟子和追击的妖兽群彻底远去，这片水域暂时恢复了些许平静，楚南才从藏身之处闪出，开始快速打扫战场。那些被金山符轰杀的妖兽尸骸遍地，其中不乏侥幸凝结出内丹的存在，1颗、2颗、3颗。楚南眼中放光，动作麻利无比，转眼之间便又有11枚1阶妖兽内丹被他收入囊中。除此之外，他还找到了6个无主的储物袋，显然是那些在混乱中死去的御兽门弟子遗留下来的。粗略一扫，价值不下1万灵石。至于那些死去的妖兽，楚南也没浪费。妖兽的躯体有好些部位是价值不菲的材料，甚至有一些妖兽的躯体还会被做成餐桌上的美味，比之寻常灵米还要滋补。楚南根本不客气，反正阴阳鼎内空间够大，他全盘招收，完全就是战场清道夫，而误打误撞中，楚南竟然还在一些妖兽腹部搜寻到10几把1品神兵以及1把2品神兵，显然这是有修士被妖兽整个吞掉，所以才留在腹中的。要早知道能捡神兵，之前还费什么劲啊？发了，这回是真的要发大财了。楚南激动的心脏砰砰直跳，迅速将所有战利品收好，目光闪烁，辨认了一下御兽门弟子撤离的方向，身形一晃，悄无声息地追了上去。这黑龙潭此刻对他而言简直就是一座移动的宝库。千雷宗弟子所在的搜寻区域，此刻已然化作一片雷光与血色交织的炼狱。起初凭借着身上携带的大量雷符，千雷宗弟子们确实将一波波悍不畏死扑上来的妖兽打得焦头烂额，残肢断骸四下翻飞。然而这些妖兽仿佛真的疯魔了一般，即便死伤惨重，后续的妖兽依旧红着眼睛前赴后继地涌来，丝毫没有退却的意思。穆红林那张英气逼人的俏脸上此刻也凝上了一层寒霜，他清晰地看到不少同门弟子身上携带的低阶雷符已经告罄，开始凭借自身灵力艰难地施展雷法，每一次出手都伴随着灵力的急剧消耗。诸位师弟师妹，再坚持片刻。穆红林轻斥一声，声音穿透混乱的厮杀声，我已传讯宗门，长老们很快便会赶来支援。他的话语无疑给处境艰难的弟子们注入了一丝希望。然而就在此时，远处的幽暗水域之中，又是一大片黑压压的影子，带着更为凶厉的气息急速接近。又来！一名千雷宗弟子失声惊呼，声音中带着绝望。穆红林也是心头一沉，定睛看去，却发现那群新的妖兽朝后方隐约有数道狼狈的身影正被疯狂追逐。待到距离稍近，他才看清那些被追杀的修士身着御兽门服饰，是御兽门的道友。穆红林眸光一凝，6大宗门之中，御兽门与焚火谷的弟子在正面搏杀能力上确实稍逊一筹。御兽门弟子倚仗灵宠，但在这水下灵宠战力大打折扣，焚火谷弟子主修火法，更是被克制得死死的。千雷宗虽以炼符闻名，但门下弟子人人精通雷法，且主修功法亦有独到之处，综合实力并不算弱。更何况御兽门每年都会向千雷宗定制大量符箓，而千雷宗弟子外出寻觅一些特殊的炼符材料时，也常需借助御兽门的灵兽，两宗关系一向和睦。眼见盟友遭难，穆红林没有丝毫犹豫，所有弟子听令。他那清越的声音再次响起，带着不容置喙的果决，随我一同杀过去，接应御兽门的道友。一声令下，千雷宗弟子们强行压下疲惫，催动灵力，在穆红林的带领下，如同一柄锋利的雷枪，朝着御兽门弟子溃逃的方向反冲而去。此刻御兽门的亲传弟子楚山城正带着残存的数十名弟子亡命奔逃，脸色苍白如纸。他先前为了开路，已将身上最后一张4品金山服用了出去，本以为能暂时摆脱追兵，却不料这些妖兽如同枯骨之躯，紧追不舍。眼见前方雷光闪耀，竟是千雷宗的弟子杀来接应，楚山城俊朗的脸上先是闪过一抹喜色，但随即看到千雷宗弟子同样被妖兽围攻的惨状，那喜色便迅速沉了下去。穆道友！楚山城带着残余弟子狼狈不堪地冲到近前，急声道：你们这边情况如何？可曾向贵派长老求援？穆红林一剑将一头扑进的妖兽劈飞，英气的眉宇间带着一丝凝重。已然传讯，但长老们赶来尚需时间。楚山城闻言稍稍松了口气，但面上的忧色却未减少分毫。这些妖兽发了疯一般，定然不是你我两家倒霉，恐怕其他几宗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
眼下唯有我等同心协力，方有一线生机。穆弘林点了点头。唇亡齿寒，千雷宗自当与御兽门共度难关。楚山城眼中金光一闪，立刻道：穆道友所言极是，不过单凭你我两宗之力，恐怕依旧凶险。天剑门的剑阵之威，6派闻名，若能与他们会合，胜算必能大增。他话锋一转，带着几分急切道：只是我方才为了突围，身上携带的4品符箓已然耗尽，不知穆道友手中可还有此等强力符箓，助我等杀出一条血路。穆弘林闻言，柳眉微蹙，4品符箓何其珍贵，即便是他这位亲传弟子，寻常也难以获得。此番宗门赐下的3张4品雷符，本是他压箱底的保命之物。以千雷宗眼下的状况，若只是固守待援，或许还能坚持到长老们到来。但此刻御兽门的弟子溃逃而来，带来了更多的妖兽，无疑加剧了千雷宗的压力。若要分心护住这些御兽门弟子，己方伤亡定然在所难免。他那双明亮的眸子中闪过一丝挣扎，但很快便被一抹坚毅所取代。值此危局，个人得失又算得了什么？若是能与天剑门会合，便能最大限度地保全2宗弟子的性命。想到此处，穆弘林再无半分犹豫。他那白皙如玉的俏脸上，此刻满是肃杀与决然，平添了几分平日里不曾显露的惊心动魄的美感。所有弟子听令！穆弘林的声音铿锵有力，护住御兽门的同道，准备随我突围，目标天剑门所在区域。话音未落，他玉手一扬，3张闪烁着刺目紫光的符箓成品自行击射而出，正是3张4品风雷符。轰轰轰！3张符箓在妖兽群中轰然炸开，刹那间狂风呼啸，紫电狂舞，恐怖的雷霆之力与撕裂一切的罡风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片毁灭的风暴。挡在前方的妖兽群瞬间被清空了一大片，无数妖兽在狂暴的能量中化为焦炭与碎肉。就是现在，跟我冲！穆弘林娇叱一声，身先士卒，手中长剑雷光吞吐，如同一道撕裂黑暗的闪电，率先朝着那被符箓强行轰开的血路冲杀而去。其身影在狂暴的雷光映衬下，英姿飒爽，宛若一尊临凡的女战神。狂暴的雷光与锋刃余波渐渐平息，这片水域重新被幽暗与浑浊所笼罩。千雷宗与御兽门残存的弟子已然带着大部分追击的妖兽消失在远方水域的深处。楚南悄无声息地从一块巨大的礁石后滑了出来，和欢金运转之下，他的气息与周围的潭水几乎融为一体。方才那场短暂而激烈的汇合与突围，场面之混乱，远超先前御兽门独自溃逃之时。楚南目光快速扫过这片狼藉的战场，心中乐开了花。断裂的兵刃，破碎的法衣残片，以及更多的是妖兽被雷法轰击的焦黑爆裂的尸骸四下散落。楚无代倒是没有再发现。想来那些千雷宗弟子虽然也承受了不小的压力，但毕竟是主动接应突围，不像先前御兽门弟子那般在绝望奔逃中连战利品都来不及收拾，更别提丢盔弃甲般遗落楚无代了。不过楚南的注意力很快便被那些散落在妖兽尸骸间的点点灵光所吸引。他身形一晃，快速穿梭于战场之上。1枚、2枚、3枚，这些皆是一阶妖兽内丹，品质虽然比不上先前那头金啸龙虾死后留下的一阶内丹，但胜在数量足够多。片刻之后，楚南停下了动作，脸上露出一抹难以抑制的喜色。足足42枚一阶妖兽内丹，乖乖，这千雷宗的弟子家底可真厚实。楚南暗自啧舌。方才那3张4品风雷符的威势，他可是看得分明。想要造成如此大范围的杀伤，清空那么一大片妖兽，寻常的低阶雷符怕是得成百上千张的扔出去才行。也难怪能留下这么多妖兽内丹。楚南将所有内丹悉数收入储物袋，心情大好。他并没有急着朝着穆弘林等人离开的方向追去。方才那场混乱之中，他悄然运转合欢经，将穆弘林与楚山城那番对话听了个七七八八。天剑门吗？楚南脑中浮现出柳飘飘先前给他介绍6大宗门实力时的情形。天剑门以剑修立派，门下弟子个个剑术超群，斗法经验丰富。在这妖兽遍地的黑龙潭中，越是依赖外物的宗门，处境便会越发艰难。千雷宗的雷符，百器门的法宝，御兽门的灵宠，在这等规模的兽潮面前，消耗必然是海量的。一旦底牌耗尽，便如同拔了牙的老虎。而天剑门的剑修，虽然在财力上或许不如其他几宗那般雄厚，但其弟子的个体战力却是6大宗门中公认的顶尖。他们更依赖自身的剑术与对敌经验。去天剑门那边，那些剑修弟子即便陷入苦战，怕也很难像御兽门弟子那般轻易殒命，更别提让他捡到什么便宜了。既然要去浑水摸鱼，自然得挑个水最浑的地方。楚南摸了摸下巴，思忖片刻，很快便有了决断。焚火谷，6大宗门之中，若论此刻处境最为艰难的，十有八九便是焚火谷的弟子了。他们主修火系功法，
在这深水之中本就受到极大克制，战力大打折扣。不像御兽门好歹还有灵宠可以协助，也不像千雷宗有大量符箓可以远攻。焚火谷的弟子除了丹药多些，在这水下简直就是移动的靶子，总不能指望他们用丹药去砸死那些凶悍的妖兽吧。念及此，楚南不再犹豫，辨认了一下方向，身形如同游鱼般朝着他推测中焚火谷弟子可能所在的区域悄然前行而去。楚南身形如电，朝着推测中焚火谷弟子可能所在的方位急速前行。途中他亦未曾闲着，神念沉入阴阳鼎之内，开始对那些堆积如山的妖兽尸骸逐一施展搜魂秘术。这些妖兽虽然等阶不高，记忆零碎，但胜在数量庞大。无数混乱的记忆碎片涌入楚南脑海，经过合欢经的梳理与筛选，渐渐汇聚成一幅相对完整的黑龙潭浅层水域妖兽分布图。再结合他自身强大的感知能力，对周遭水域的地形水文细致判断，不过短短片刻功夫，整个黑龙潭水面下数百丈范围内的基本情况，楚南已然了然于胸。他很快便锁定了焚火谷弟子最有可能出现的区域。然而当楚南悄然潜游至那片水域时，眼前的景象却让他心头猛地一沉。原本应该厮杀声震天的区域，此刻竟是一片死寂。浓郁到几乎化不开的血腥气弥漫在浑浊的潭水之中，四下散落着残破的妖兽尸骸，以及一些明显属于人类修士的断肢碎肉。周遭的岩壁与水草之上，尽是触目惊心的抓痕与爆裂的痕迹，无声地诉说着此地先前曾发生过何等惨烈的激战。焚火谷的修士，还有那些围攻他们的妖兽群，竟然都不见了踪影。楚南眉头紧锁，正准备寻一具尚算完整的妖兽尸体，施展搜魂秘术，探查究竟发生了何事。目光一扫，他却发现不远处的一片水草丛中，赫然躺着两具身着焚火谷服饰的修士尸体。那两名弟子死状极惨，身上遍布爪牙撕咬的伤口，其中一人的胸膛更是被利器整个贯穿，显然是经历了一场绝望的血战。楚南的心情莫名有些沉重，他迅速靠近，神念探出，对着其中一具尸体施展了搜魂秘术。破碎而惨烈的记忆画面如同潮水般涌现。焚火谷的弟子们确实遭遇了海量妖兽的疯狂围攻，他们主修的火系功法在水中受到极大压制，即便凭借丹药之力勉力支撑，依旧节节败退，伤亡惨重。记忆画面中，焚火谷的弟子们数次尝试突围，却均被那无穷无尽的妖兽潮给硬生生顶了回来。绝望之际，足6名焚火谷弟子眼中闪过决绝之色，竟是同时服下了一种名为血魂丹的禁忌丹药，强行燃烧自身精血与神魂，以换取短暂的强大力量。紧接着，他们义无反顾地冲向妖兽最为密集之处，在生命最后的时刻，选择了自爆气海。轰轰轰，连续6声沉闷而恐怖的巨响在记忆画面中回荡，狂暴的能量冲击硬生生在悍不畏死的妖兽群中撕开了一道缺口。焚火谷的亲传弟子寒风以及仅存的寥寥数名弟子，便是在这6名同门用生命铺就的血路掩护下，带着满腔悲愤与仇恨，朝着一个未知的方向仓皇逃离。记忆画面中，寒风曾数次尝试向宗门传讯求援，焚火谷的人应该早就收到了消息，拍卖行距离此地并不算太远，为何迟迟不见援兵？楚南心中泛起一丝疑惑，也多少有些同情。那6名自爆气海的焚火谷弟子，其惨烈与决绝，即便是通过搜魂记忆看到，也让楚南心中有些意难平。他毕竟是人类修士，对于妖兽，他可以毫不犹豫地斩杀掠夺，但眼见同为人族的修士被这般屠戮，心中终究难以做到真正的漠然。阴阳鼎空间内，九宁似乎察觉到了楚南细微的情绪波动，声音淡漠地响起：修行本就是逆天而行，与天争，与地争，与人争，与万灵争，生死厮杀不过寻常事耳。今日死的是他们，他日或许便是你。即便是本尊，若非有着阴阳鼎护持，当年也难逃魂飞魄散的命劫。看淡些吧。楚南闻言，收拾起纷乱的心绪，嘴角扯出一抹淡笑：魔女，你今日怎么不毒舌了？莫不是转了性子？九宁发出一声冷哼：哼，本尊好心提点你几句，你这小子当真是找骂不成？楚南轻笑一声，抛开了心中那点不合时宜的杂念。他也清楚，以自己如今的实力，根本无力改变什么。他不再犹豫，迅速开始打扫战场。那些妖兽的尸体、焚火谷弟子的尸身及其遗留的储物袋，还有散落在各处的妖兽内丹，楚南动作麻利，将所有有价值之物尽数收入阴阳鼎中，一扫而空。战利品数量太多，楚南也来不及细致清点，身形一晃，便朝着下一个目标百器门弟子可能所在的区域前去。如今6大宗门之中，除了已经汇合一处的千雷宗与御兽门，以及那实力强横、擅长剑阵的天剑门之外，有可能依旧处于落单状态的，便只剩下百器门与铁山宗了。
铁山宗弟子人人修炼断体功法，皮糙肉厚，又大多擅长炼制神兵，近战能力不俗。相比之下，百器门弟子虽然法宝众多，但在这种大规模的兽潮面前，法宝的消耗必然极大。一旦法宝受损或灵力不济，其整体战力恐怕会比铁山宗差上一截。然而，当楚南循着搜魂得来的讯息，赶到百器门弟子先前所在的搜寻区域时，却再次扑了个空。此地同样只剩下一片狼藉的战场，以及遍地的妖兽与修士尸骸。楚南轻车熟路地寻到一具百器门弟子的尸体，施展了搜魂秘术。很快，他便得到了有用的讯息。百器门的弟子在遭受妖兽群的猛烈攻击，同样损失惨重之后，似乎接到了宗门长辈的传讯，命令他们立刻放弃搜寻，想办法与其他宗门的弟子会合，联手对抗这突如其来的兽潮。楚南收拾完百器门弟子遗留的战场，眉头却微微蹙起。从方才搜魂得来的记忆片段来看，百器门的弟子早在兽潮初起之时，便已向宗门发出了求援讯息。可直到楚南赶到此处前不久，他们才堪堪收到宗门长辈的回复，命令他们与其他宗门弟子会合。这中间耽搁的时间未免太长了些。六大宗门在方室内的长老，按理说早就该得到消息，并且动身赶来，为何百器门这边会延迟这么久才收到指令？楚南心思电转，除非他们中途遇到了麻烦，被什么东西给拦住了。一个庞然大物的身影在他脑海中一闪而过，那头盘踞在潭口的恐怖妖兽百爪章鱼王，莫非是那畜生？楚南的心脏猛地跳动了一下。若真是六大宗门的长老被那百爪章鱼王缠住，潭口之处定然混乱不堪，这对他而言或许是一个绝佳的脱身机会。富贵险中求，楚南不再迟疑，下定了决心。他深吸一口气，将合欢金运转到极致，身形在疾风步与穿云靴的加持下，如同一道幽影，朝着潭口的方向急速前去。越是靠近潭口，水流的震荡便越发剧烈。即便隔着尚有数百丈的距离，楚南也能清晰地感觉到前方传来的恐怖能量波动，一道道强横的冲击余波，如同无形的巨浪般席卷而来。好强的威势！楚南心头凛然，这等交手的动静，绝非寻常筑基期修士所能造成。他小心翼翼地催动体内牦牛劲，勉强抵御着那狂暴的冲击，同时将自身气息收敛到极致，悄无声息地朝着潭口方向摸去。寻了一处被先前激战震塌了大半的巨大岩石堆作为掩护，楚南悄然探出神念，朝着那片混乱的核心区域望去。只一眼，他便倒吸了一口凉气。只见那原本幽暗的潭口区域，此刻早已化作一片狂暴的能量漩涡，各色灵光法宝漫天飞舞，激荡起滔天巨浪，与那深紫色的庞然身影疯狂对轰。那头体型庞大无比的百爪章鱼王，此刻正挥舞着他那上百条粗壮的触手，每一条都爆发出堪比金丹初期修士全力一击的可怕力量。无数道水箭、墨汁毒雾以及诡异的音波攻击，从他那狰狞的巨口与触手间疯狂喷涌而出，将周围的潭水搅得天翻地覆。而在他的对面，赫然是十几名身着六大宗门服饰、气息渊深似海的修士。这些人无一不是须发皆白，面容却不显老态，举手投足间都带着一股强横无比的威压。正是六大宗门此次派驻黑龙潭方氏的长老级人物，他们有的手持拂尘，有的祭出飞剑，有的催动着造型各异的强大法宝，一道道威能恐怖的术法与法宝光华，如同疾风骤雨般朝着百爪章鱼王倾泻而去。轰隆隆，剧烈的爆炸声此起彼伏，每一次碰撞都让周围的潭水剧烈沸腾，坚硬的岩壁寸寸崩裂。那百爪章鱼王虽然以一敌众，却丝毫不落下风，反而越战越勇，凶悍异常。他那上百条触手如同拥有生命一般，灵活的格挡、抽打、缠绕，将大部分攻击都化解于无形。偶尔有几道攻击落在他那深紫色的躯体之上，也只是溅起几点火星，留下几道浅浅的白痕，根本无法对其造成实质性的伤害。这便是金丹期高手的战斗吗？楚南看得心神俱震，这种层级的战斗已然超出了他的想象。他先前斩杀那头二阶金啸龙虾，便已是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而眼前这头三阶的百爪章鱼王，其展现出的实力比那金啸龙虾何止强了10倍。而那十几名六大宗门的长老，每一人的气息都远在他所见过的任何筑基期修士之上。这般激烈的战况，若是他贸然闯入，恐怕连一个呼吸都撑不住，便会被战斗的余波撕成碎片。楚南强压下心头的惊骇，目光在混乱的战场上飞速扫视，试图寻找着可能存在的逃生机会。那百爪章鱼王固然凶悍，但终究只是三阶妖兽，面对10余名金丹期修士的联手围攻，尤其是其中还有数人气息已然是金丹后期的强者，颓势渐显。各色法宝的光芒与凌厉的术法，如同不要钱般倾泻在他庞大的身躯上。起初还能凭借强横的肉身与众多触手抵挡，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那上百条粗壮触手已然断裂大半，深紫色的体表更是布满了深可见骨的伤痕，
嫣红的鲜血混杂着紫黑色的体液，将大片潭水染得浑浊不堪。嗷！白爪章鱼王发出痛苦而愤怒的咆哮，但攻势却已不复先前的狂猛。楚南躲在远处岩石堆后，看得心惊肉跳。这些金丹长老的实力当真恐怖。就在此时，一名赤着上身、肌肉虬结、手持一柄巨大黑色铁斧的老者猛然一声断喝：“这畜生皮糙肉厚，生命力顽强！诸位道友，助老夫一把，将其暂时困住，待老夫结果了他。”楚南凝神望去，瞳孔骤然一缩。那老者分明就是铁山宗的湖山长老，他怎么也来了？其余长老闻言纷纷应诺，手中法诀变换，一道道颜色各异的灵光锁链凭空浮现，交织成一张巨网，朝着那白爪章鱼王当头照下，瞬间便将其庞大的身躯牢牢捆缚。好机会！湖山长老眼中金光爆射，体内灵力毫无保留地灌注进手中铁斧，力劈金山。他狂吼一声，手中巨斧高高举起，一道数十丈大小的金色斧影在其背后凝聚成形，散发出劈山断月般的恐怖威势，朝着动弹不得的白爪章鱼王怒斩而下。吃啦！金光过处，那白爪章鱼王坚韧无比的身躯竟是被这石破天惊的一斧硬生生从中劈成了两半，紫黑色的血液与碎肉漫天飞溅，场面血腥至极。一名身着青袍、手持拂尘的长老见状，抚须笑道：“总算解决了这孽畜，多亏胡道友神威。”他话音未落，一变陡升，那被劈为两半的白爪章鱼王残躯竟是猛地一颤，随即轰然炸开。轰轰，两股浓郁无比的黑色雾气如同绝地的江河，从其炸裂的残骸中疯狂涌出，瞬间便将周围数十丈的水域尽数笼罩。不好，这黑雾有剧毒！距离最近的湖山长老首当其冲，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便被那汹涌而来的黑雾彻底吞噬。胡长老，一名同样手持巨斧、身形魁梧的中年修士，铁山宗另一位长老，目眦欲裂，发出一声悲愤的嘶吼，周身灵光大放，不顾一切地冲入那翻滚的黑雾之中。片刻之后，他带着湖山长老冲了出来，只是此刻的湖山长老已然面色漆黑如墨，双目紧闭，人事不省。快，解毒丹！一名身着火红色长袍、面容威严的中年修士焚火谷长老见状，面色一变，急忙从储物袋中取出一只玉瓶，倒出数枚散发着清香的丹药，让那铁山宗中年修士为湖山服下，同时扬手将剩余丹药分发给周围神色凝重的其他长老。此乃三阶妖兽临死前的本命毒煞，即便是我焚火谷的百花玉露丸，想要彻底清除毒素，也至少需要一炷香的功夫。诸位道友速速运功逼毒，不可大意。那火红长袍修士沉声说道，他周身升腾着橘红色的火焰，竟是将那侵袭而来的黑雾隔绝在外，似乎并未中毒。众长老闻言不敢怠慢，纷纷就地盘膝坐下，运转功法抵御毒素侵蚀。一时间，潭口区域陷入了诡异的寂静，只余下水流涌动的声音，以及众长老身上明灭不定的护体灵光。片刻后，一名面容儒雅、身着御兽门服饰的老者刘老头率先睁开双眼，面色依旧有些苍白。他看了一眼仍在运功的同伴，以及下方依旧混乱不堪的妖兽厮杀，忧心忡忡道：“洪道友，弟子们那边恐怕支撑不了太久。”那被称为洪道友的火红长袍修士闻言，眉头紧锁：“我等此刻一时有心无力，无妨。”刘老头咬了咬牙，从腰间解下一个绣着奇异兽纹的锦囊，抛给洪道友：“老夫这兽囊之中尚有3头金丹初期的灵宠，洪道友你身怀异火，不受这毒物侵扰，便劳烦你走一趟，助各派弟子解围。”洪道友接过兽囊，眼中闪过一抹亚色，随即郑重点头：“刘老鬼，你这3头宝贝疙瘩若是折损在此，可莫要寻我哭诉。”他刚要动身，却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脸色骤变。不对，那白爪章鱼王的妖丹呢？方才竟未曾见到。此言一出，在场所有还能分神的长老皆是心头一凛。3阶妖兽必有妖丹，难道他还没死透？就在众人惊疑不定之际，远处的幽暗水域之中，一个庞大无比的阴影正以惊人的速度悄然接近。那阴影呈现出半透明的形态，赫然是一头体型比先前白爪章鱼王还要庞大数圈的巨型水母。其伞盖开合之间，散发出令人心悸的恐怖气息，远超寻常3阶妖兽。不好！洪道友首当其冲，感受到那股远胜于白爪章鱼王的威压，失声惊呼。其余长老也是纷纷变色，强行压下体内翻腾的毒素，便要出手抵御。然而一切都太迟了，那巨型水母已然近在咫尺，他那巨大的半透明伞盖猛地一张，一股沛然莫遇的恐怖吸力骤然爆发。啊！惊呼声与怒吼声此起彼伏，包括洪道友在内，所有尚在运功逼毒的6大宗门长老
连同那昏迷不醒的胡山，竟如同狂风中的落叶一般，身不由己地被那股无可抗拒的吸力卷起，瞬间便被那巨型水母吞入了伞盖之内。潭口再次恢复了死寂，唯有那头吞噬了10几名金丹长老的巨型水母在原地缓缓游弋，仿佛在消化着刚刚吞下的美餐。躲在远处的楚南将这惊心动魄的一幕尽收眼底，只觉得一股寒气从头顶直窜脚底，浑身汗毛倒竖，连呼吸都几乎停滞了。金丹长老就这么全栽了。潭口区域死一般的寂静，那头庞大的水母状妖兽静静悬浮在水中，其半透明的身体内部各色灵光闪烁不定，隐约可见一些扭曲挣扎的人影。楚南躲在岩石后，心神俱震，只觉一股凉意从脚底直冲天灵盖。那怪物究竟是什么？九宁的声音在楚南脑海中响起，带着一分凝重。这东西的气息已达3阶顶峰，约莫是你们修士中金丹后期的样子。3阶顶峰，金丹后期。楚南心中一凛，结合他之前从妖兽记忆中探得的黑龙潭水域信息，一个名字骤然浮现，这不正是那第2层水域的霸主饕餮水母？他骇然望向那巨大的水母，口中低语：金丹后期，这饕餮水母竟然一口吞了那么多金丹长老，没那么容易。九宁冷哼一声，这饕餮水母虽然强横，但要同时炼化10几名金丹修士，尤其里面还有几个修为不弱的老家伙，绝非易事。他方才之所以能得手，主要是出其不意，打了那些人一个措手不及。而且本尊感应到那些长老身上似乎都沾染了一种特殊的毒素，虽然不致命，却让他们行动与灵力运转都变得迟滞，根本来不及施展真正的神通与保命手段。九宁继续道：现在被他吞入腹中，那些老家伙必然会全力反抗。饕餮水母想要将他们彻底炼化，自身怕是也要付出不小的代价，甚至可能因此遭受重创。果然，九宁话音刚落，那饕餮水母巨大的身躯便开始剧烈的翻腾扭曲起来，其半透明的体表不断有各种颜色的光芒爆闪，显然是里面的修士正在其体内大肆破坏。那些长老能出来吗？楚南抱持着一丝希望。很难。九宁的语气不带丝毫情感。饕餮水母的消化能力极为恐怖，其体内更是自成空间，充满了腐蚀性的毒液。那些长老中了毒，一身实力本就发挥不出7、8成，如今又被困在对方腹中依柱香之内，若不能破开他的肚皮，恐怕就要被逐渐炼化了。他顿了顿，声音中带着一丝嘲讽。即便其中最强的几人，或是那些带有强大灵宠的，能勉强支撑的久一些，想要杀出来也是痴人说梦。更何况……九宁话锋一转，冷笑道：就算他们真有1/1000的可能冲出来，也没有用了。楚南心中一动，魔女，你的意思是，你忘了那只老乌龟了？九宁悠悠道。楚南悚然一惊，瞬间想起了先前从金啸龙虾记忆中得知的那条盘踞在黑龙潭最深处，疑似黑蛟巢穴守护者的玄水老龟。九宁的声音带着一丝洞悉一切的冰冷。这个局从一开始就是冲着6大宗门来的。先前那些妖兽暴动，引出了6大宗门的弟子，弟子遇险，又引来了这些长老。这饕餮水母虽然厉害，但他也只是个打手。你以为那些长老被吞之前，不会想办法传讯求援吗？水母的肚子可隔绝不了传音。你说6大宗门的宗主在得知这么多长老被一头妖兽困住，生死未卜之后，会不会调集全宗之力，倾巢而出，前来救援？楚南只觉头皮发麻，一股凉气从脚底直窜头顶。这是一个连环计。那些搜寻的弟子是鱼饵，调出了这些长老，而现在这些长老又成了新的鱼饵，用来钓6大宗门的宗主以及他们宗门内的顶尖战力。九宁轻哼，总算还不算太笨。这黑龙潭内的水比你想象的还要深得多，单凭目前展露出来的妖兽实力，恐怕就不弱于6大宗门任何一家的亲力一击。那条黑蛟和那只老乌龟所图的，恐怕是将6大宗门一网打尽。楚南越想越是心惊肉跳，脊背发凉。这头潜藏在黑龙潭最深处的黑蛟，竟然布下了如此歹毒的连环计，驱使着这潭中无数妖兽，一步步的将6大宗门的精英弟子、金丹长老，乃至即将可能到来的宗主级人物，都拖入这死亡的漩涡。其所图之大，手段之狠，简直骇人听闻。而福源拍卖行的林悠悠，以及那个神秘的白姓修士，又在这其中扮演了何等角色？一时间，楚南只觉得自己仿佛误入了一张精心编织的巨网，网线交错，杀机暗藏，稍有不慎，便是万劫不复的下场。他不知不觉间已然搅入了一滩深不见底的浑水。哥哥，怕了。九宁慵懒的娇笑声在他脑海中响起，带着几分戏谑。其实你想从这死局中脱身，机会倒也并非没有。楚南强自镇定心神，急声问道：魔女，此话怎讲？九宁轻哼一声：
那头白爪章鱼王虽然被这饕餮水母偷袭得手，但本尊重伤未愈，神识感应有限，无法确定其死活。若他未死，你倒是可以冒险一试，去寻他晦气。一旦他有危险，这饕餮水母念在同伙之情，或许会分神去救。届时，你凭借疾风步与穿云靴，速度不逊于寻常金丹初期修士，倒是有那么一丝机会趁乱逃出潭口。楚南念头飞转，这计策听起来似乎可行，但其中的变数实在太多。那白爪章鱼王是何等凶悍的存在，即便受伤，也不是他能轻易招惹的。万一偷鸡不成蚀把米，反而把自己搭进去，那就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这法子风险太大了，楚南沉吟道：“自然还有别的法子。”九宁的语气带着一丝胸有成竹的意味：“你现在大可以找个地方躲起来，佯装身受重伤，然后设法联系上那些还在潭中挣扎的6大宗门弟子，告诉他们各派的长老们都被这饕餮水母困住了，生死未卜。而这饕餮水母刚刚吞噬了那么多金丹修士，正是消化他们最为虚弱的紧要关头。那些6大宗门的弟子一向自诩同气连枝，得知长老有难，又听闻妖兽虚弱，定然会不顾一切的前来救援。只要他们能缠住这饕餮水母，以你的速度，趁乱逃出去的机会便大得多了。”九宁顿了顿，声音中多了一丝冷意：“当然，你也可以什么都不做，继续躲藏，静观其变，等待6大宗门的宗主级人物赶来。不过，本尊可得提醒你，那条黑蛟既然设下了如此惊天大局，又岂会没有后手？他恐怕早就准备好了更强的手段来对付那些宗主。届时，这黑龙潭的局面会糜烂到何种程度？你还能不能找到机会逃出升天，可就一切难说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那些宗主级人物真正出现之前，为了避免打草惊蛇，让6大宗门提前察觉到真正的危机而退缩，那黑蛟应该不会轻易动用更强的底牌。所以，眼下这段时间反而是你逃离此地的最佳时机。”楚南听着九宁的分析，心中念头百转，逃确实是眼下最理智的选择。可一想到那些素不相识的6大宗门修士即将沦为妖兽的腹中之食，成为那黑蛟阴谋的牺牲品，他心中便涌起一股难以言状的憋闷。他沉默片刻，忽然开口道：“魔女，你说，若是我将这黑蛟的阴谋设法告知6大宗门，结果又会如何？”九宁闻言微微一怔，随即发出一声嗤笑：“6大宗门的生死存亡与你何干？你不过是合欢宗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外门弟子，自身尚且难保，还想管这等闲事？”楚南深吸一口气，声音低沉却异常坚定：“他们与我确实素无瓜葛，但眼睁睁看着这么多同为人类的修士被妖兽这般戏耍虐杀，最终沦为阴谋的垫脚石，我做不到袖手旁观。若是什么都不做，就这么灰溜溜的逃了，我恐怕会后悔一辈子。”他修行的初心是为了守护，即便如今身陷魔窟，他心中的那份底线与良知也未曾泯灭。楚南面色凝重，一字一句地道：“魔女，你说的这些我都清楚，其中的利害关系我也明白，但我只求问心无愧。”楚南顿了顿，又补充道：“当然，我并非圣人，更不会为了他们真的搭上自己。反正无论是引开白爪章鱼王，还是设法引诱饕餮水母，都是为了我能脱身。我只是顺带尝试，若能借此机会带一些人逃出升天，我便尽力而为；如果是不可为，我会毫不犹豫地按原计划自行逃走，绝不会在此地多做停留。”九宁冷哼一声，语气中带着几分不屑：“问心无愧，愚不可及。不过，你倒也并非全然无药可救，至少还懂得明哲保身。”话虽如此，他的语气中却似乎少了几分往日的刻薄。“那你打算如何行事？”九宁问道。楚南眼中闪过一抹金光，沉声道：“先去找那些6大宗门的修士。那黑蛟设下这层层圈套，无非是想将6大宗门的有生力量一点点蚕食干净。眼下那些尚在潭中挣扎的各派弟子，便是他抛出的最新鲜的诱饵，用以钓取各派长老，而那些长老又成了钓取宗主们的鱼饵。既然如此，我便反其道而行之，只要能设法让那些6派弟子安然脱险，黑蛟的第一层算计便会落空。如此一来，后续的阴谋自然也就无从谈起了。这便是釜底抽薪之计。虽然凶险万分，但若能成功，便能从根源上瓦解黑蛟的图谋。楚南心中既已定下釜底抽薪之计，便不再有片刻耽搁。他身形一晃，依照先前从妖兽记忆中搜寻到的模糊线索，以及对各派弟子行动逻辑的推断，朝着6大宗门弟子最有可能汇聚的方位急速前去。途中，他顺手解决了一头不长眼撞上来的低阶妖兽，搜魂秘术再度施展。驳杂混乱的记忆碎片涌入脑海，经过合欢经的梳理与整合，片刻之后，楚南双目微凝，已然精准锁定了目标区域。与此同时，元天剑门负责搜寻的水域，杜青山面沉如水，
指挥着数十名天剑门弟子结成一座严密的圆形剑阵，森然的剑光交织闪烁，形成一片密不透风的剑网，将无数从四面八方扑来的宿标乌贼以及其他妖兽死死挡在阵外。剑阵外围的弟子全力抵御，剑气纵横；内圈的弟子则抓紧时机调息恢复，内外轮转，井然有序。即便如此，面对那仿佛无穷无尽的妖兽冲击，剑阵的光芒也已不复初始那般凝实。就在此时，远处雷光闪耀，两波修士狼狈不堪地冲杀而来，正是千雷宗的穆弘林与玉兽门的楚山城，以及他们各自残存的弟子。杜师兄，穆弘林娇斥一声，声音中带着几分急切。杜青山见状，当机立断，剑阵倏然洞开一角，沉声道：“穆师妹，楚师兄，快进来！”两派弟子鱼贯而入，剑阵迅速闭合。玉兽门的弟子几乎个个带伤，林冲死伤殆尽，神情萎靡，显然已是强弩之末。相较之下，千雷宗的弟子虽然也消耗巨大，但尚余一战之力。穆弘林带着弟子们迅速在剑阵内卷盘膝坐下，抓紧时间吞服丹药，恢复灵力。世间符箓千百种，各大炼符门派往往只精研其中数类。千雷宗以炼制雷符闻名于世，门下弟子人人精通雷法，先前妖兽数量太过庞大，他们甩出的雷符虽能造成大片杀伤，但消耗亦是惊人。此刻低阶雷符早已告罄，高阶雷符更是珍贵，轻易不舍得动用。不过有天剑门的剑阵在外围护持，千雷宗的弟子们便有了施展功法自带雷法的余地。一道道电蛇在他们指尖凝聚，虽不如雷符那般便捷迅猛，却也威力不俗，不断轰击在外围的妖兽群中，炸得那些妖兽皮开肉绽，暂时缓解了天剑门弟子的压力。未过多久，又有两波修士联袂杀至，正是百气门的王猛和铁山宗的桑雷，带着各自宗门的弟子，同样显得有些狼狈，但战意未消。杜师兄，穆师妹，桑雷瓮声瓮气地喊道，手中巨斧挥舞，将几头试图偷袭的妖兽劈飞。王师兄，丧师兄，五派修士在此刻终于会合，众人精神皆为之一振，绝望中仿佛看到了一丝曙光。百气门弟子家底丰厚，法宝神兵层出不穷，其主修功法亦多属刚猛霸道。此刻在剑阵庇护下，各种法宝光华闪耀，远程攻击着妖兽。铁山宗弟子则个个修炼断体功法，肉身强横，皮糙肉厚，手持重型神兵，悍不畏死。杜青山当即调整阵型，五派弟子迅速形成一个层次分明的防御圈。最外层自然是铁山宗的弟子，他们如同一堵堵坚不可摧的移动堡垒，凭借强悍的肉身与霸道的兵刃，与那些悍勇扑进的妖兽展开最直接的肉搏，金铁交鸣之声不绝于耳，火星迸溅。第四层则是天剑门的弟子，剑阵流转，剑光如网，既能护住内层同门，又能精准的绞杀漏网之鱼，远近兼顾。第三层是百气门的弟子，他们催动着各式法宝，飞剑、铜钟、宝塔、印玺，各色宝光呼啸而出，对妖兽群进行着饱和式的轰击。第二层，千雷宗弟子盘膝而坐，专心凝聚雷法，一道道粗大的电弧撕裂水波，精准地轰向那些体型较大或防御较强的妖兽。最内层则是战力相对受损最严重的玉兽门弟子。楚山城此刻面色凝重，正仔细观察着被斩杀的妖兽尸体，不时高声提醒众人注意那些铁甲前楔的腹部，那是他们的弱点。引其食人鱼速度快，用范围攻击。他眼界不凡，迅速分析出各种妖兽的特性与弱点，指挥着众人更有针对性地进行攻击。一时间，五派联手，各展所长，竟真的将那如潮水般汹涌的妖兽攻势给生生遏制住了，甚至隐隐有反推之势。然而喜悦并未持续太久，一个致命的问题摆在了所有人面前：灵力消耗与丹药匮乏。如此高强度的战斗对灵力的消耗是巨大的，即便他们身上都带有恢复丹药，也经不起这般无休止的消耗。他娘的，焚火谷那群软脚虾怎么还没来？铁山宗的丧雷一斧头将一头奸灵巨鲨的脑袋劈开，抹了把脸上的血水和汗水，粗声骂道：不会真被妖兽给全灭了吧？百气门的王猛也是面色难看。从这里到焚火谷原先搜寻的区域，少说也有10几里水路，沿途妖兽无穷无尽，就算我们想去接应，杀过去也得累死。千雷宗的穆弘林秀眉紧蹙，沉声道：诸位师兄弟稍安勿躁，我等先前都已向宗门传讯求援，长老们想必很快便会赶到，只要我们再坚持片刻，恐怕有些不妙。天剑门的杜青山突然开口，语气中带着一丝凝重。我方才尝试再次联络师门长辈，却如石沉大海，未得半分回应。我担心潭口那边可能也出了变故。此言一出，众人心中皆是一沉。玉兽门的楚山城眼中光芒闪动，忽然道：诸位，我方才解剖那些妖兽尸体时，发现一个现象，这些围攻我们的妖兽，其实力似乎在缓慢减弱，虽然不明显，但确实存在。他深吸一口气，依我之见，
焚火谷那边恐怕凶多吉少，与其在此苦等，或是冒险去寻他们，不如我们合力朝着潭口杀出去。只要能冲出这黑龙潭，便安全了。就在众人心思各异、犹豫不定之际，嗷！一声震耳欲聋的咆哮陡然从远方水域传来，带着一股令人心悸的凶悍气息。紧接着，一道身影快于闪电，撕裂重重水波，朝着他们所在的方向急速射来。那速度之快，竟在浑浊的潭水中拉出一条清晰可见的白色水线。什么人？众人大惊，纷纷戒备。铁山宗的丧雷圆睁双目，死死盯着那道越来越近的身影，先是微微一怔，随即脸上爆发出狂喜之色，声音都有些颤抖。是胡山长老，是我铁山宗的胡山长老到了。五派弟子原本紧绷的心弦，在听到丧雷那狂喜的呼喊后，骤然一松，脸上纷纷露出了劫后余生的庆幸。黑龙潭妖兽暴动已然超出了他们的应对能力，如今有金丹长老赶到，无疑是天降救兵。楚南遥遥感知到丧雷的呼喊，心中暗笑，时机已到。他立刻催动灵力，模仿着记忆中铁山宗长老惯有的沉稳声线，夹杂着一丝刻意营造的虚弱，高声喝道：“老夫受伤，速开阵门，护我入内。”声音远远传来，虽然带着几分疲惫，却依旧蕴含着一股不容小觑的威势。胡山长老受伤了。丧雷闻言，脸上的喜色瞬间被惊愕与担忧取代。他急忙转向身旁的杜青山，语气焦急：“杜师兄，快让你天剑门的师兄弟们打开阵门，胡山长老他老人家受伤了。”杜青山没有丝毫迟疑，眼下妖兽环伺，危机四伏，任何一个金丹长老的到来都是巨大的助力。更何况来者还是铁山宗赫赫有名的胡山长老，即便受伤，也绝非他们这些弟子能够怠慢的。他当即下令，原本严丝合缝的剑阵迅速洞开了一道丈许宽的缺口。这倒并非五派弟子不够警觉，失了防备，实在是这黑龙潭内妖兽才是他们共同的敌人。谁又能想到，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会有一个人类修士，而且还是他们眼中自己人的长老，竟然会是伪装的呢？楚南见阵门已开，不再耽搁。他来此之前，特意绕道去了铁山宗先前搜寻的区域，寻到了一具铁山宗弟子的尸体，施展搜魂秘术，获取了不少关于铁山宗内部，尤其是这位胡山长老的情报。这位胡山长老乃是铁山宗3大护法长老之首，一身修为已达金丹后期。在铁山宗内，除了那位神龙剑手不见尾的宗主，以及传闻中闭关多年的太上长老之外，胡山便是铁山宗明面上的最强战力。楚南此刻将其风步与穿云靴催动到极致，身形在水中拉出一道模糊的影子，速度之快已然不逊于寻常金丹初期的修士。考虑到他此刻身受重伤的状态，这样的速度反而更显得合情合理，并未引起众人的怀疑。光影一闪，楚南已然穿过阵门，进入剑阵之内。胡山长老，丧雷第一个迎了上来，脸上满是关切之色。杜青山、穆红林、王猛以及先前已在阵中的楚山城也纷纷上前，对着楚南拱手行礼，神态恭敬。胡山前辈。百器门的王猛性子最急，见楚南脸色苍白，气息不稳，率先按捺不住，急声问道：“胡山前辈，坛外究竟发生了何事？怎会连您老人家都受了伤？我百器门的徐长老呢？”他语气中充满了焦虑。胡山长老在6大宗门金丹长老中，实力绝对是名列前茅的。百器门内除了那2位轻易不出世的太上长老，便是他们的宗主，也不敢说能稳胜胡山。连胡山长老都这般模样，那他百器门此次坐镇黑龙潭方氏的徐长老，岂非杜青山、穆红林等人？虽然没有直接开口询问，但他们眼中同样闪烁着浓浓的忧色与不安。楚南目光扫过众人，重重咳嗽几声，这才缓缓开口，声音沙哑而沉重：“这群孽畜分明是早有预谋，要将我6大宗门修士一网打尽。老夫等人正在福源拍卖行，听闻等遇险的讯息，便立刻动身赶来。谁知刚到潭口，便被一头3阶初期的白爪章鱼王给死死缠住。那章鱼王虽然只是金丹初期的实力，但其身躯庞大无比，上百条触手如同天罗地网，一时间竟将我等尽数困住。为了尽快赶来救援尔等，老夫情急之下，不得不施展我铁山宗绝学力劈金山，强行将其劈为2半。”说到此处，楚南脸上露出一丝后怕与愤恨。谁知那孽畜狡诈至极，临死反扑，竟释放出一种诡异的毒物，我等10余名金丹修士猝不及防之下，尽皆中毒受伤。焚火谷的洪长老身上虽带有解毒丹药，可还未等我等服下，潭中却又突然杀出一头更为恐怖的妖兽。那是一头体型庞大无比的饕餮水母，其实力恐怕已至3阶顶峰。他趁我等中毒、行动迟缓之际，发动偷袭，竟一口将老夫及其他宗门的道友尽数吞入了腹中，想要将我等炼化。什么？楚南话音刚落，剑阵之内一片道凄凉气之声。
所有弟子，包括杜青山、穆弘林这等各派亲传，此刻尽皆面色煞白，眼中充满了难以置信的骇然。黑龙潭虽然妖兽众多，一向被黑龙山脉的修士视为险地，但以往出现的妖兽，实力最高的也不过是2阶顶峰。偶尔有传闻说曾有修士惊鸿一瞥见过3阶妖兽的踪影，但也一直未能得到证实。3阶妖兽那已是相当于人族金丹期修士的存在。可现在听胡山长老所言，这黑龙潭中竟然一下子出现了2头3阶妖兽，其中一头还是3阶初期，便能凭借天赋神通缠住10余名金丹长老，而另一头更是达到了骇人听闻的3阶顶峰。众人闻言全都面色骇然。要知道6大宗门之中，各派宗主的修为大多也还停留在金丹后期，只有那么1-2位天资卓绝之辈才堪堪触摸到金丹顶峰的门槛。至于各派的太上长老，虽然修为可能达到了金丹顶峰乃至传说中的半步元婴，但那等人物无疑不是寿元无多，常年闭死关以求突破，轻易绝不会出手瞧见众人骇然失色的反应。楚南心中冷笑，面上却适时的又咳出一口逆血，声音愈发虚弱，趁热打铁解释道：老夫中毒颇深，在那饕餮水母尚未现身之前，便已察觉不妙，暗中催动了早年修炼的一道秘法分身，意图查探退路。最终在那饕餮水母张口吞噬的瞬间，老夫这具分身侥幸凭借秘术挪移逃过一劫。可惜老夫的本尊连同其他宗门的道友都被那孽畜给生生吞了进去。这番说辞自然是九宁帮他提前琢磨好的。修仙界中元婴期大能，凝练元婴之后便可用诸多天材地宝辅以秘法淬炼分身，但亦有一些极为罕见的旁门左道之术，能让修士在金丹期便付出极大代价凝练出一具实力远逊于本体却能保命的虚幻分身。如此一来，即便阵中这些弟子通过某些特殊手段联系上了被困在饕餮水母腹中的本派长老，得知胡山长老本尊确实被吞，楚南这番话也经得起推敲，不虞被当场拆穿。在场的弟子中，铁山宗的丧雷对自家长老最为熟悉，听闻此言，脸上惊愕之色更浓。胡山长老，您老人家竟已修成分身之术？铁山宗功法以刚猛霸道著称，极少听闻有长老间修辞等精巧的保命秘术。楚南虚弱地瞥了丧雷一眼，并未呵斥他多嘴，只是重重叹了口气。此乃老夫早年一段机缘，不足挂齿。如今老夫这具分身灵力十不存一，连传音玉简都遗失在本尊身上，无法直接联络宗门。他环视众人，语气带着不容置喙的急迫。现在你等立刻动用各自手段，将此地发生的惊天变故速传讯回各自宗门，务必告知宗主，黑龙潭内有3阶顶峰妖兽饕餮水母作祟，更有3阶初期白爪章鱼王协同，长老团已然遇险。而且老夫严重怀疑，这黑龙潭中潜藏的3阶妖兽绝不止这2头。那饕餮水母的偷袭配合的天衣无缝，分明是蓄谋已久。他此刻定然守在潭口，意图将我等一网打尽。务必请各派宗主小心应对，最好能请动太上长老级别的人物前来。楚南心中清楚，他能做的提醒也只有这么多了。他总不能直接说出自己是通过搜魂妖兽才得知黑龙潭深处可能还有更恐怖的存在，甚至推测出了黑蛟的连环毒计。搜魂秘术之事一旦泄露，即便他此刻伪装的再好，也难保不会引起有心人的怀疑，从而暴露身份。杜青山、穆弘林等人闻言，神色前所未有的凝重，不敢有丝毫耽搁，立刻纷纷取出各自的传音玉简，将楚南所述的情报以最快的速度传递回宗门。御兽门的楚山成一张俊脸早已没了血色，声音带着明显的颤抖，望向楚南。胡山前辈，我6派山门距离此地路途遥远，即便宗主们收到讯息火速赶来，怕也非一时半刻能到。若是在此期间那饕餮水母前来袭杀我等又该如何是好？他这话一出，周围弟子们的心都沉到了谷底。谁都看得出来，胡山长老此刻这具分身虚弱不堪，气息浮动，显然不具备对抗那等恐怖妖兽的实力。若真是饕餮水母杀至，他们这些人恐怕连塞牙缝都不够。然而楚南却忽然沉声道：老夫也觉得在此苦等宗门高手前来，变数太多，凶险莫测。不过尔等也无需太过绝望，老夫这里倒是有2个或可助我等脱困的法子。此言一出，绝望中的众弟子仿佛溺水之人抓到了一根浮木，眼中齐齐爆发出希冀的光芒。胡山前辈快说，是何妙计？楚南目光扫过众人，缓缓道：其一，那头白爪章鱼王虽被老夫重创，但据老夫感应，他并未当场毙命，此刻想必就潜伏在潭口附近休养。老夫可以带你们中几位擅长速度的道友一同前往寻他会气，只要我等能对其造成足够威胁，那饕餮水母念及同伙之情，极有可能会分神前来救援，届时潭口防御必然空虚，
其余人等便可趁此良机全力冲杀出去。话音落下，剑阵之内却是一片沉默。众人你看我，我看你，面面相觑，脸上都露出了迟疑之色。去主动招惹一头三阶妖兽，还是重伤状态下的三阶妖兽？那百爪章鱼王即便受伤，也不是他们这些筑基期弟子能够抗衡的。更何况方才湖山长老展现出的速度，他们都看在眼里，快得不可思议。谁又有这等自信，能跟上长老的步伐在三阶妖兽面前周旋，并成功吸引饕餮水母的注意？万一速度不够，被章鱼王缠住，或者饕餮水母根本不为所动，那岂非白白送死？掩护他人冲出去固然高义，可若是自己因此葬身妖腹，又有几人能够坦然面对？就在众人犹豫不定，各怀心思之际，一道清越而坚定的女声响起：湖山前辈，我千雷宗秘传有风雷遁之术，于速度一到，或可勉强跟上前辈。晚辈穆红灵愿随前辈一同前往，斩杀那头白爪章鱼王，为诸位同门创造生机。说话的正是千雷宗的亲传弟子穆红灵，他俏脸寒霜，英气勃勃的眼眸中没有丝毫退缩之意，反而闪烁着一往无前的决然。穆师姐，师妹三思啊！千雷宗的其余弟子见状，纷纷大惊失色，急忙开口劝阻。这等九死一生的任务，岂能让她一个女子前去冒险？穆红灵却只是对着同门们微微摇头，示意他们不必多言，其心意已决。楚南赞赏地看了穆红灵一眼，却轻轻摇了摇头。穆丫头勇气可嘉，但老夫这具分身实力大损，仅凭你一人之力，恐怕还是力有不逮，难以对那章鱼王造成足够威胁。此事还需一人相助。丧雷闻言，瓮声瓮气地踏前一步，蒲扇般的大手拍着胸膛。湖山长老，算我一个，俺皮糙肉厚，不怕死。楚南却立刻瞪了他一眼，毫不客气地道：你那龟爬一样的速度，去了只会拖老夫后腿，添乱不成？一边待着去。桑雷被噎得满脸通红，却也不敢反驳自家长老。楚南心中却是暗道侥幸，他此计本就有把握凭一己之力解决掉那头重伤的百爪章鱼王，但那样一来，他必然要动用自己真正的手段。铁山宗的功法他是半点不会，当场便会露馅，所以他才需要至少两人同去，最好能由他们出手解决章鱼王。万一两人还是不行，他在迫不得已暗中出手相助，对其他宗门的弟子还好解释，毕竟只要能逃出黑龙潭，他便无需再伪装，直接遁走便是。可若是带上丧雷这个铁山宗的自己人，他对自己长老的功法路数必然熟悉无比，恐怕自己一动手就会被他瞧出破绽。剑阵内再度陷入一片压抑的沉默，穆红灵的挺身而出，无疑像一记重锤，敲打在其余各派亲传弟子的心上。尤其是御兽门的楚山城，此刻更是低垂着头，眼珠子滴溜溜乱转，不知在盘算些什么。就在这微妙的气氛中，又一道沉稳的声音响起：湖山长老，晚辈杜青山愿与穆师妹一同前往。天剑门的亲传弟子杜青山排众而出，神色平静，眼神坚定。我天剑门弟子主修剑道，遇见飞行之术，亦有几分自信，想来不致拖累前辈与穆师妹。他语气平和，却透着一股不容置喙的决断，仿佛只是在陈述一件再寻常不过的事情。穆红灵望向杜青山，眼中闪过一抹讶异，随即化为深深的敬佩，对着他郑重地点了点头。两人的身影在周围或迟疑或畏缩的众弟子映衬下，显得格外挺拔。楚南瞧着穆红灵与杜青山挺身而出，心中暗自点头。这六派弟子之中，终究还是有这等心怀忠义、不畏生死的人物，也不枉他冒着风险设局相救。若是此刻无人响应，尽皆是些贪生怕死之辈，他恐怕也不会再坚持，只会寻个由头自行脱身去了。他随即把视线转向一旁的百器门亲传弟子王莽。楚南对这百器门素无好感，不仅是因为出入黑龙潭方士时曾被百器阁的伙计设计坑害，更是知晓那百器门少主黄蜂暗中搜刮女修冲做炉鼎的龌龊行径。若非如此，他先前也不会对百器阁的藏宝库那般惦记。此刻楚南以湖山长老的身份沉声对王莽道：王贤侄，老夫听闻你百器门法宝众多，冠绝六派，不知你身上可有3品以上的增速法宝，借与木丫头与青山贤侄一用，此去袭扰那百爪章鱼王，速度乃是关键，多一分速度便多一分生机，也多一分成功的把握。王猛闻言先是一怔，随即面皮微微抽搐，神情有些难看。这等危急时刻，一件强力的法宝往往便是保住性命的关键。他心中万分不舍，但在湖山长老灼灼的目光注视下，却也不敢公然拒绝。他强挤出一丝笑容道：湖山前辈明鉴，晚辈身上却有一件3品御风梭，乃是晚辈平日里赶路所用。说着，他有些肉痛地从储物袋中取出一枚清光流转的小巧梭子，双手奉上。不过既然前辈开口，又是为了搭救同门，晚辈自当遵从。
杜青山见状，却上前一步，对着楚南拱手道：“多谢胡山前辈美意，也谢过王师兄。只是我天剑门修士，向来以自身剑术为根本，御剑飞行之术亦是宗门秘传，无需过多仰仗外物。这御风梭还是由穆师妹一人使用，更能将其效用发挥到极致。”楚南嗯了一声，对杜青山这番话不置可否，转而对穆红玲道：“穆丫头，既然如此，这御风梭便由你收下炼化，有此物相助，你与青山贤侄配合，当能更好的牵制那百爪章鱼王。”穆红玲也不推辞，郑重接过御风梭，向王猛道了声谢。随后楚南面色一肃，继续说道：“此计若能成功，自然最好，但万一那饕餮水母不上当，或是那百爪章鱼王比预想中更为难缠，我等便只能行第二策。”他声音陡然拔高几分，那便是趁着饕餮水母正在炼化各派长老，分身乏术，也正是其消化能量可能处于相对虚弱的紧要关头，我等合力对其发动突袭。什么？主动攻击那3阶顶峰的妖兽？此言一出，见阵内刚刚稍缓的气氛再度紧张起来，不少弟子脸上都露出了惊惧之色。楚南重重哼了一声，事到如今，难道还有更好的法子不成？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奋力一搏，或有一线生机。他顿了顿，目光扫过众人，尔等立刻尝试看能否通过传音预检联络上被那饕餮水母吞入腹中的本派长老，告知他们，我等将伺机从外部发动攻击。若那些尚有余力的长老们能在我等动手之际于那水母腹中同时发难，制造混乱，扰其心神，内外夹击之下，我等成功的机会便能再添数分。御兽门的楚山城听得心惊肉跳，连忙问道：“胡山前辈，那具体何时动手？如何配合？”楚南道：“此事不急，先设法脱离此地妖兽的纠缠，具体计划待寻到安全之处，老夫再与你们细说。”他扫视了一眼剑阵外依旧汹涌不绝的妖兽，沉声道：“所有弟子听令，收缩阵型，护住伤员，随老夫且战且走，先冲出这片区域再说。”一声令下，5派残存的弟子们强打精神，剑光、法宝、雷芒再度亮起，在楚南的带领下，开始艰难地朝着一个方向突围而去。楚南心中既已定下釜底抽薪之计，领着杜青山与穆红玲2人，便不再有片刻耽搁。楚南仗着先前从妖兽记忆中搜寻到的黑龙潭水域图，以及自身对水流、地形的敏锐感知，在这错综复杂的水下世界中竟如鱼得水。7拐8绕之下，很快便带着身后大队人马，暂时甩开了大部分妖兽的追击。然而，楚南却觉得这速度还是慢了些。眼见身后那些各派弟子一个个灵力消耗巨大，面带疲惫，不少人身上还带着伤，他心知若不及时补充，莫说去寻那百爪章鱼王的晦气，便是在遇上一波稍强些的妖兽，都可能出现大量伤亡。念及此，楚南心念一动，神识沉入阴阳顶空间之内。先前在焚火谷弟子遇难之地，他可是将那些尸身连同储物袋一并收了，只是战况紧急，一直没来得及细致清点。此刻神识一扫，楚南眼底也不禁闪过一抹亚色。那些焚火谷弟子的储物袋中，丹药之丰厚，远超他的预料，瓶瓶罐罐堆积如山，怕是不下数万颗，其中种类繁多，有不少楚南甚至都叫不上名字。他也顾不得细细分辨，只挑那恢复灵力、疗伤效果尚可的富春丹，很快便从中挑拣出了50余瓶。而等将这些丹药服下，尽快恢复些力气。楚南回身将数十个丹药玉瓶抛给杜青山等人，让他们分发下去。6大宗门此番派来黑龙潭搜寻的弟子，每派近100人，加起来足有500-600之众。连番大战下来，折损已然近半，其中焚火谷弟子几乎全军覆没，御兽门弟子也伤亡惨重，所剩无几。天剑门、千雷宗、百器门与铁山宗4派虽然也各有损失，但核心战力上存6-7成，此刻汇聚一处的修士仍有近300人。众人接过丹药，脸上皆是一喜，只是打开玉瓶一看，却发现这丹药品质着实有些良莠不齐。2文丹药已算不错，数量不多，更多的是1文丹药，甚至还有不少连单文都无的劣品。不过眼下这等境地，有丹药补充已是万幸，谁还顾得上挑剔品质？一众修士连忙吞服丹药，盘膝调息，苍白的脸色总算恢复了几分血色。楚南见状，又从储物袋中摸出100余张各色符箓，其中大多是些低阶的防御符与辅助符，攻击符箓寥寥无几。这些符箓等也分下去，将各自身上剩余的符箓都集中起来，稍后突围，务必一鼓作气，彻底甩掉那些孽畜。这些符箓自然也是他从那些死去的各派弟子储物袋中搜刮而来，此刻拿出来，倒是显得他这位湖山长老家底颇丰。为了弥补自己损失的这些丹药符箓，楚南在接下来的路途中，但凡遇到被众人联手击杀的妖兽，皆是毫不客气，大袖一挥，
便将其尸骸尽数收入储物袋中。那动作之熟练，神情之自然，看得身后几派弟子面面相觑。这位湖山长老口味是不是有点独特？妖兽材料固然值钱，可您老人家是铁山宗的护法长老，金丹后期的大高手啊，干这种拾取战利品的杂活，是不是太掉价了？铁山宗的丧雷一张憨脸涨得通红，自家长老这般行径，让他觉得有些颜面无光，忍不住凑上前去，小声提醒道：“湖山长老，这些妖兽躯体，等此番事了，自有门下弟子前来收拾，无需您老亲自动手。一来，自家护法长老亲自下场捡破烂，着实有损威名；二来，这些妖兽乃是5派修士合力所杀，战利品理应共同分配。长老这般旁若无人的全数收走，似乎有些不妥。这也是为何先前各派弟子虽然明知妖兽残躯有价值，却都默契的没有擅自收取的原因。”楚南闻言，哪里会理会他这套？黑蛟阴谋之下，6大宗门此番能不能讨到好处，都还是两说。这些送上门的资源，不拿白不拿。他眼睛一瞪，冷哼一声，训斥道：“你懂什么？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此等顺手可得之物，为何要等战后？万一被其他妖兽啃食了，岂不可惜？”桑雷被训的缩了缩脖子，还想再辩解几句，小声传音道：“可是长老，这些妖兽是5派修士共同斩杀的。”楚南懒得与他传音纠缠，直接开口，声音不大，却足以让周围的弟子都听得清楚。5派修士斩杀的又如何？老夫替你们收着，免得碍事。事后其他几家若有不满，尽可来我铁山宗找老夫理论。一番话说得理直气壮，霸道无比。杜青山、穆红林等人听在耳中，皆是神情古怪，欲言又止。这位湖山长老行事风格当真是不拘一格。不过眼下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他们也不好多说什么，只能在心中默默吐槽几句，由着楚南去了。又行出数里，前方水域出现大片瑰丽的珊瑚礁。楚南眼前一亮，道：“就是此处。”所有人将身上所有攻击符箓尽数朝着后方追来的妖兽群掷去，组上一组，随后随老夫突围。众人虽然不解其意，但出于对金丹长老的信任以及求生的本能，没有丝毫迟疑，纷纷取出符箓，朝着后方光芒闪烁、妖气弥漫之处不要钱般的砸了过去。一时间五光十色的符箓光华在水中爆开，轰鸣声阵阵，暂时阻遏了后方妖兽群的追势。速走！楚南低喝一声，当先朝着那片珊瑚礁丛中一头扎了进去。众人连忙跟上。这片珊瑚礁区域极大，内部通道七弯八绕，狭窄处仅容一人通过。那些追击而来的妖兽体型本就比人类修士庞大许多，一窝蜂的拥挤过来，不少直接被卡在了狭窄的珊瑚礁入口之外，急得嗷嗷直叫，却不得其门而入。饶是如此，依旧有10数只体型稍小或是擅长钻洞的妖兽强行挤了进来，紧追不舍。楚南领着众人左冲右突，终于从另一片水域冲出了珊瑚礁群。回头一看，那10数只妖兽也已追出。楚南眼中闪过一抹不易察觉的肉痛之色，猛地从怀中摸出5张闪烁着土黄色光晕的符箓，正是他先前在方氏中高价购得的3品开山符。各派弟子的尸身与储物袋，他沿途倒是收集了不少，神兵、法宝、丹药都不算太缺，唯独这高阶攻击符箓，几乎一张都未能寻到，想来都在先前的激战中消耗殆尽了。此刻也只能动用自己的存货了。楚南低喝一声，5张3品开山符成品字形击射而出，精准地落在那珊瑚礁群的出口附近，以及那几只追出来的妖兽身上。轰隆隆，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响彻水底，狂暴的土系凌厉肆虐，那几只倒霉的妖兽连惨叫都未能发出，便被炸得粉身碎骨。更为惊人的是，那片珊瑚礁群的出口在5张3品开山符的恐怖威力之下，竟被硬生生炸塌了一大片，无数巨大的珊瑚石块崩落，烟尘弥漫，彻底将那狭窄的通道堵死。此举可谓是将后续追踪而来的妖兽大军彻底困在了那片迷宫般的珊瑚礁之内。短时间内，那些妖兽休想冲出半步。众弟子看着那被彻底堵死的通道，心中先是一震，随即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敬佩。不愧是金丹长老，有人低声赞叹，目光灼灼地望向楚南。几张3品符箓便将这天大的麻烦彻底解决，当真是神来之笔。他们看向楚南的眼神充满了敬畏。这位湖山长老行事虽然有些怪异，但其果决与强大却是实实在在，令人叹服。果然是铁山宗的首席护法长老，手段当真非我等所能及。瞧着那被巨石彻底封死的珊瑚礁通道，以及水波中弥漫的尘埃渐渐散去，显露出后方再无半点妖兽追击的痕迹，劫后余生的众弟子无不精神大振。先前那无穷无尽的妖兽潮带来的压迫感实在太过强烈，此刻这致命的追兵竟被湖山长老以如此匪夷所思的手段彻底截断，怎能不让他们心潮澎湃？
湖山长老当真是神人也！这等移山填海般的手段，我等闻所未闻。有长老在，我等定能安然脱险。压抑许久的惊惧化为由衷的敬佩与狂喜，阵阵低低的议论声在队伍中响起，每一双望向楚南的眼眸里都闪耀着近乎崇拜的光芒。先前对于这位长老有些特立独行的行事风格所产生的那点腹诽，早已被抛到了九霄云外。铁山宗的桑雷更是满脸通红，激动的几乎要手舞足蹈。他一个箭步冲到楚南面前，声音因兴奋而有些发颤：“湖山长老，您老人家也太厉害了，这简直是神机妙算啊！您是怎么知道这片水域恰好有这么一处可以利用的珊瑚礁群，还能正好将那些妖兽困死在里面的？”其余弟子也纷纷竖起了耳朵，脸上带着同样的好奇与探寻。楚南伪装的湖山长老闻言，只是淡淡的瞥了他一眼，鼻孔里发出一声不屑的轻哼：“哼，等你小子什么时候能将神识修炼到老夫这般强度，自然也能轻易探知方圆数十里内的一草一木、一沙一弹。”他语气平淡，却透着一股理所当然的傲然。这番话听在众弟子耳中，更是对金丹后期大修士的强横实力有了更为直观的认知，一个个心驰神往，敬畏更深。楚南心中却是暗自发笑，真正的湖山长老有没有这等神识探查的本事，他压根不清楚。他之所以能对这黑龙潭水下的地形了如指掌，甚至精准找到这处珊瑚礁作为天然陷阱，完全是得益于先前对那海量妖兽施展搜魂秘术后获得的那幅堪称详尽的活地图。不过这种事情自然不可能宣之于口。眼见众弟子士气大振，楚南也不愿在此地过多耽搁，他面色一肃，沉声喝道：“行了，此地不宜久留，那些被困的妖兽早晚会想办法脱困，甚至引来更强的妖物。事不宜迟，所有人都给老夫打起精神，即刻随我朝着潭口方向突围。”“是。”谨遵长老号令。300余名弟子齐声应和，声势倒也颇为壮观。经历方才那一番神乎其技的脱险，他们对这位湖山长老的信心已然攀升到了顶点。楚南不再多言，辨认了一下方向，当先领路，身形如电，朝着预定目标急速前行而去。5派弟子紧随其后，虽然依旧疲惫，但眼中的光彩却比之前亮了许多，脚下的动作也明显轻快了不少。绝境之中，一位强横而睿智的领袖，无疑是支撑他们继续前行的最大动力。没了那些恼人的妖兽群在后方追袭，楚南领着众人的速度陡然快了数倍不止。水波在身侧急速倒退，眼看前方水域的颜色逐渐变得幽深，隐约可见潭口那独特的巨大岩石轮廓。楚南却猛地一挥手，示意众人停下。他屏息凝神，和欢经悄然运转，神念如水银泻的般朝着四周蔓延，仔细搜寻着那头白爪章鱼王可能潜藏的气息。然而神念扫过方圆10数里，潭水幽静，除了些许慌乱逃窜的低阶水族，竟无半点白爪章鱼王的踪迹。西北方向，他离此地上有10几里。久凝淡漠的声音适时在楚南脑海中响起，为他指明了方向。楚南当即集中神念，朝着西北方向全力感应。果然，在一片崎岖复杂的海底山脉深处，一道微弱却又熟悉无比的凶悍气息若隐若现。那白爪章鱼王竟是躲藏到了距离潭口如此遥远之地。楚南收回神念，转身面向身后略显紧张的众弟子，沉声道：“那白爪章鱼王此刻潜藏在西北方向，距离潭口足有10几里。”他顿了顿，语气变得格外严肃。对那头3阶顶峰的饕餮水母而言，10几里的距离不过转瞬即至。一旦我与杜师弟、牧师妹对那章鱼王发动突袭，并成功吸引饕餮水母的注意，你们必须在第一时间毫不犹豫地朝着潭口全力遁逃，不得有片刻迟疑。楚南的视线扫过各派亲传弟子，撤离之时务必保持阵型，不可慌乱。楚山城、王猛、丧雷，你们几人负责殿后。若我等拖延的时间不足，或是那饕餮水母中途察觉异样，放弃救援章鱼王，转而回堵潭口，你们便要不惜一切代价为其他同门争取生机，尽量减少伤亡。话音落下，楚山城面色微变，王猛眼神闪烁，唯有铁山宗的丧雷重重点头，瓮声道：“湖山长老放心，俺省的。”楚南不再多言，对杜青山与穆红林一点头：“我们走。”杜青山与穆红林临行前，亦是转身对着各自宗门的师弟师妹们郑重嘱咐：“诸位师弟师妹，若有机会，不必等我们，能逃一个是一个。”杜青山声音平静，却透着一股决然。穆红林亦是朗声道：“保重。”言罢，两人便随着楚南化作3道流光，朝着西北方向疾驰而去。不多时，3人便前行至那片海底山脉。在一处极为隐蔽的巨大洞窟入口，楚南停下了身形。洞窟内，一股浓郁的血腥气混合着妖兽特有的腥骚味扑面而来。3人凝神望去，只见洞窟深处
那头体型庞大无比的百爪章鱼王正瘫软在地，他那被胡山长老一斧劈开的身躯，此刻仅仅愈合了一小半，狰狞的伤口处依旧血肉模糊，深紫色的血液缓缓渗出。更令人心惊的是，在他残破的身躯周围散落着数具体型略小的章鱼类妖兽的残骸，那些残骸的血肉精华正被他断裂的触手不断吸摄，缓慢地融入他那破败不堪的躯体之中，显然是在用瞳足来恢复伤势。只是这般恢复对其伤势而言不过是杯水车薪，他此刻的气息比之先前还要虚弱数倍不止。动手，一击必杀！楚南眼中寒芒一闪，低声喝道。他心中清楚，杜青山与穆红林皆是筑基后期的修为，尤其是杜青山已然达到了筑基后期圆满的境界，实力远胜于寻常同阶。这两人联手对付这头实力十不存一，已然是强弩之末的三阶妖兽，胜算极大。即便如此，楚南也未曾有丝毫大意，脚下穿云靴光芒明灭不定，体内合欢金弓法运转到极致，随时准备应对一切突发状况。穆红林与杜青山闻言皆是神情一肃，体内灵力毫无保留地爆发开来。雷霆万钧！穆红林娇斥一声，玉手掐诀，霎时间无数道银白色的电蛇在他周身凭空浮现，交织缠绕，散发出狂暴的雷霆之威。与此同时，一方闪烁着刺目雷光的青铜小印从他袖中飞出，迎风见长，正是三品法宝惊雷印。剑气冲霄！杜青山亦是沉喝一声，手中长剑嗡鸣，一道凝实无比的青色剑罡破空而出，凌厉的剑意仿佛要将这潭水都撕裂开来。他左手一扬，一口古朴的小钟脱手飞出，钟体之上符文流转，正是三品法宝锁龙钟。那锁龙钟后发先至，钟口朝下，瞬间便将那尚在吸摄同族血肉的百爪章鱼王庞大身躯牢牢罩住。嗷！百爪章鱼王似有所觉，发出一声虚弱的怒吼，试图挣扎，却被锁龙中散发出的无形力场死死禁锢，动弹不得。就在此时，杜青山那道凌厉无匹的剑气冲霄已然展至，不偏不倚，正中百爪章鱼王那刚刚愈合少许的巨大伤口。哧啦，金铁交鸣般的撕裂声响起，那好不容易才粘合少许的伤口被这一剑再度狠狠撕开，深紫色的血液如同喷泉般狂涌而出。楚南看得分明，天剑门的剑修功法果然名不虚传，单论攻击之凌厉，确实冠绝六派。百爪章鱼王痛得发出一声凄厉的咆哮，庞大的身躯剧烈的颤抖起来。未等他有更多反应，穆红林那漫天的雷霆已然轰然落下，尽数劈打在他被锁龙中困住的身躯之上。轰轰轰！电光爆闪，焦糊的气味弥漫开来。那百爪章鱼王被劈得浑身抽搐，体表的深紫色皮肤寸寸开裂。紧接着，那已然长至数丈大小的惊雷印，携着万钧雷霆之势从天而降，重重地砸在了百爪章鱼王的头部。砰！一声沉闷至极的巨响，百爪章鱼王那巨大的头颅竟被硬生生砸得凹陷下去一大块，原本就虚弱不堪的气息，在这一击之下，瞬间萎靡到了极点，连挣扎的力气都仿佛失去了。成了！楚南心中一喜，这百爪章鱼王已然是真正的重伤垂死。嗷呜！就在此时，那奄奄一息的百爪章鱼王却猛地扬起残存的几根触手，发出了一阵低沉而诡异的嘶鸣，声波穿透水层，朝着远方急速扩散开去。楚南面色骤变，厉声喝道：“不好！”他在呼唤那饕餮水母，准备撤退。一旦那水母有任何异动，立刻全力冲向潭口。黑龙潭最深处，幽暗无光，那庞然的黑蛟依旧悬浮，巨眼凝视着白姓修士与林悠悠。白姓修士闭目盘膝，气息悠长，仿佛对外界一切浑不在意。林悠悠则静立一旁，周身氤氲青光流转，隔绝了潭水，姿态飘逸出尘。蓦地，林悠悠腰间的储物手镯微光一闪，他取出一枚玉简，神识探入。刹那间，他原本平静的面容微微一变，他莲步轻移，来到白姓修士身旁，压低了声音，迅速耳语了几句。白姓修士缓缓睁开双眼，两道寒芒一闪而逝，眉头随之皱起，豁然起身。结，黑蛟那低沉而怪异的笑声在深水中回荡。怎么，二位这是坐不住了，还是心中有鬼，想要寻什么借口溜走？他巨大的头颅微微晃动。合作既已开始，在本座的目的达成之前，无论你们有何理由，都休想离开此地。白姓修士唇角勾起一抹冷峭的弧度，阁下未免太过自信，莫非真以为你麾下那些虾兵蟹将便能万无一失？他语调平缓，却带着几分嘲弄。我安插在六派中的眼线刚刚传来消息，你那些得力手下似乎并未能拦住所有冲进来救援的六大宗门长老。铁山宗的胡山，此人竟修有身外化身之术，此刻他那具分身正领着六派残存的弟子，制定计划，意图逃离黑龙潭。一旦让他们跑了，丢了这些好不容易调来的诱饵，
阁下的全盘计划恐怕就要功亏一篑了。黑蛟那铜铃般的巨眼猛地一缩，森然的凶光爆射而出。本座如何信你？白姓修士沈笑一声，信与不信，想必阁下自有手段探知究竟，又何必多此一问？哼！黑蛟鼻中喷出2道粗重的气息，激得水流翻涌，声若闷雷。他巨大的头颅猛地昂起，发出一声穿透水层的低沉怒吼。黑龙潭潭口区域，那头庞大的饕餮水母依旧悬浮在唯一的出口处，半透明的伞盖缓缓开合，散发着令人心悸的威压。幸存的5派弟子们在楚山城、王猛与丧雷的带领下，屏息凝神，紧张地注视着那恐怖的妖兽。胡前辈他们真的能将这怪物引开吗？百气门的王猛压低了声音，语气中充满了不安。御兽门的楚山呈面色冷峻，眸光闪烁。眼下除了相信，我等别无他法。铁山宗的丧雷则显得更有信心，瓮声道：胡山长老神通广大，定然可以。就在此时，远处水域传来一阵奇异的波动，紧接着一声悠长的低吼穿透水层，似乎是那饕餮水母发出的回应。下一刻，那巨大的饕餮水母猛地一顿，其庞大的伞盖骤然转向西北方向，发出一声不甘的嘶鸣，随即化作一道巨大的阴影，朝着楚南等人先前离去的方位急速游去。成功了！太好了！胡山长老他们成功了！短暂的寂静之后，众弟子爆发出压抑的欢呼，脸上纷纷露出了劫后余生的狂喜。桑雷精神一振，正要高声下令，指挥众人有序撤离。嗷！一声比先前任何一次都要狂暴、都要愤怒的咆哮，陡然从那饕餮水母离去的方向传来。那声音中蕴含的无边怒火，让所有人的心都猛地一沉。紧接着，那道刚刚远去的庞大阴影，竟以比去时更快的速度，掉头朝着潭口方向疯狂冲回。其伞盖边缘闪烁着危险的幽光。不好！丧雷面色巨变，失声吼道：我们被发现了，快撤！然而他话音未落，身旁的王猛与楚山城2人几乎在同一时间动了。2人眼中皆是厉色一闪，竟是毫不犹豫地舍弃了身后大队的同门弟子，身形化作2道流光，催动全部灵力，朝着那唯一的潭口疯狂冲去。他们竟是想趁着饕餮水母尚未完全返回的短暂间隙，独自逃生。你们！丧雷又惊又怒，睚眦欲裂。其余各派弟子也是一片哗然，脸上瞬间布满了绝望与被抛弃的愤怒。先前还口口声声说要共度难关的师兄，此刻竟将他们当作了拖延妖兽的弃子。那急速折返的饕餮水母显然也察觉到了王猛与楚山城的意图，伞盖下的无数触手陡然暴涨，如同无数条灵活的毒蛇，朝着2人疯狂卷去。王猛感受到身后传来的恐怖威压与致命危机，害得魂飞魄散。电光石火之间，他眼中闪过一抹狠厉，竟是猛地转身，一掌朝着身侧的楚山城后心拍去，试图将其推向那些缠来的触手，为自己争取一线生机。无耻！楚山城怒骂一声，却似早有预料。他身形诡异一扭，王猛那歹毒的一掌竟是拍在了他身前突然出现的一头遍体鳞伤、气息萎靡的灵猴身上。那灵猴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当场便被王猛掌力震的骨断筋折，同时却也死死抱住了王猛的手臂。正是楚山城一头筑基巅峰的灵宠啊！王猛被灵猴缠住，速度骤减，眼看无数水母触手就要及身，他发出一声绝望的嘶吼。而楚山城则借着这刹那的耽搁，身形如电，险之又险地冲出了潭口，逃入了外界的水域。哦！饕餮水母见煮熟的鸭子飞了一个，更是暴怒欲狂。他那巨大的伞盖猛地一张，一股沛然墨玉的吸力骤然爆发，竟是隔着潭口将刚刚逃出去的楚山城又给硬生生吸了回来。楚山城只来得及发出一声惊恐至极的尖叫，便被那饕餮水母一口吞入了伞盖之内，瞬间消失无踪。前后不过数息，一位6派亲传弟子就这般葬身妖腹。潭口内，丧雷与其余近300名弟子亲眼目睹了这惊心动魄又卑劣无耻的一幕，只觉得一股寒气从头顶直窜脚底，浑身冰凉。那饕餮水母的恐怖以及人心的险恶，在这一刻展露无遗。丧雷心胆俱裂，他明白硬冲只有死路一条。他强压下心中的悲愤与恐惧，嘶声吼道：所有弟子听我号令，朝山胡椒群方向撤退！快！丧雷带着残余的5派弟子狼狈不堪地朝着先前那片珊瑚礁群狂奔。出乎他意料的是，那恐怖的饕餮水母并未紧追而来，似乎对他们这群漏网之鱼全然不曾察觉。这让丧雷心中稍安的同时，也泛起一丝浓浓的困惑。那饕餮水母离开后又折返，分明是发现了他们，可为何在吞了楚山城之后不来追踪？丧雷想不通，也顾不得多想，眼下保命要紧。各派亲传弟子除了他自己，天剑门的杜青山与千雷宗的穆红林跟随胡山长老离去，
百器门的王猛与御兽门的楚山成已然葬身妖腹，如今只剩他一人，肩上的担子重如山岳。诸位，我们去找湖山长老，只有跟着长老才有活路。桑雷喘着粗气，对着身后同样精疲力竭的众弟子嘶吼道。铁山宗的弟子自然为他马首是瞻，毫不犹豫地应和。天剑门与千雷宗的弟子念及自家师兄师姐与湖山长老同行，也纷纷表示赞同。唯有御兽门和百器门残存的弟子此刻却横眉冷对，气氛剑拔弩张。一名御兽门弟子指着百器门的弟子，悲愤交加。若不是王猛那厮临死还要拉楚师兄垫背，楚师兄怎会惨死？百器门弟子亦不甘示弱，反唇相讥。哼，楚山成早就存了私心，那灵猴分明是他故意用来暗算王师兄的，否则王师兄岂会失手？你放屁！你血口喷人！两派弟子越吵越凶，几乎要当场动手。都给俺闭嘴！丧雷猛地一声怒吼，震得众人耳膜嗡嗡作响。现在是什么时候了，还在这里内讧？想死的就留在这里吵，想活命的就跟俺走。他凶狠的目光扫过两派弟子，语气森然。再敢多言半句，休怪俺铁山宗的斧头不认人。两派弟子被他气势所慑，虽然脸上依旧愤愤不平，却也不敢再多言语，只能暂时压下心中的怨气，默默跟上了大队。西北方向那片隐蔽的海底洞窟之内，白爪章鱼王在杜青山与穆红林的联手猛攻之下，已然是出气多进气少，庞大的身躯瘫软在地，只剩下几根触手还在微微抽搐。楚南、杜青山、穆红林三人屏息戒备，随时准备应对可能出现的饕餮水母。然而时间一点一滴过去，预想中的恐怖妖兽却迟迟不见踪影。怎么回事？穆红林秀眉微蹙，压低了声音：那饕餮水母为何还不来？杜青山也是面露不解之色。楚南心中同样疑窦丛生，那白爪章鱼王临死前的呼唤，他听得真切，绝不可能有假。就在这时，九宁的声音在他脑海中响起，带着几分急促：小心，下方有大量妖兽正在高速接近，实力都在2阶上下。2阶妖兽？楚南脸色微变，不是饕餮水母，而是大批2阶妖兽，这与他的预想完全不同。不及细想，他当即对着杜青山与穆红林低喝：情况有变，速走！两人闻言一怔，正待询问，让你们走就走，哪来那么多废话？楚南模仿着湖山长老惯有的霸道语气呵斥一句，话音未落，他眼中厉色一闪，手中寒光乍现，破浪刀瞬间出现在掌中，和欢金功法催动，雄浑的灵力灌注刀身。噗嗤，雪亮的刀光一闪而逝，那本就奄奄一息的白爪章鱼王巨大的头颅应声而断。楚南动作不停，大袖一挥，便将那白爪章鱼王庞大的尸骸尽数收入阴阳顶空间之内。这一切发生在电光石火之间，杜青山与穆红林尚未来得及反应，楚南已然催促，还愣着作甚？快！也就在楚南三人刚刚离开洞窟的瞬间，下方幽暗的水域之中，黑影绰绰，数百只体型各异的2阶妖兽如同潮水般汹涌而至，瞬间便将那洞窟淹没。穆红林回头望见那密密麻麻的妖兽群，不由得花容失色。若非方才湖山长老当机立断，他们三人此刻怕是已经被这妖兽洪流撕成了碎片。杜青山同样面色凝重，他更担心的是另一件事，急忙对楚南道：湖山前辈，那白爪章鱼王呼唤来的竟是这些2阶妖兽，并非饕餮水母。潭口那边会不会有事？楚南眉头紧锁，心中念头飞转。这黑龙潭的局势比他想象的还要诡异复杂，饕餮水母的行踪，这些2阶妖兽的出现，都透着一股不寻常。他正沉吟间，前方水域突然传来一阵骚动，紧接着便见丧雷领着大队弟子仓皇奔逃而来。湖山长老，丧雷一见楚南，如同见到了救星，连忙迎了上来。不必多言，先走。楚南不及细问，当即下令，带着众人继续朝着远离潭口的方向突围。一边急速前行，丧雷一边语速飞快地将先前在潭口发生的惊变述说了一遍，包括王猛与楚山城的卑劣行径，以及饕餮水母去而复返却又放过他们的诡异举动。楚南听罢，眉头皱得更深。饕餮水母明明已经察觉到了他们的存在，为何最后关头又放弃了追击？王猛、楚山城这2个无耻之徒。穆红林听完丧雷的叙述，气得俏脸涨红，银牙暗咬，早知如此，当初便不该救那楚山城。杜青山轻轻叹了口气：穆师妹，逝者已矣，他们2人也算是咎由自取，皆已葬身妖腹。眼下最要紧的是想办法如何才能真正脱困。他看向楚南，拱手道：湖山前辈，依您之见，我等现在该当如何？楚南刚要开口，一旁的丧雷却突然咦了一声，从储物袋中摸出一枚微微闪烁着光芒的传音玉简，脸上露出了难以置信的惊喜之色。
湖山长老。桑雷的声音带着几分颤抖，激动地汇报道：是秦长老。秦长老他老人家回讯了。楚南闻言心头猛地一跳。秦长老，铁山宗的另一位金丹长老，与湖山一同被饕餮水母吞入腹中的那位。九宁的判断果然分毫不差，那些被饕餮水母吞入腹中的金丹长老一时半会儿确实还死不了。楚南心中念头一闪而过，面上却是不动声色，看着丧雷手中那枚兀自闪烁的传音玉简，装作随意的伸手接过，神识略一探入，其中果然是铁山宗另一位长老秦云海的讯息。讯息内容简短，却也点明了他们这些长老被困于一头强大妖兽体内，已向宗门求援，宗门高手很快便会赶到，叮嘱6派弟子寻地躲藏，静待救援。楚南将玉简抛回给桑雷，沉声道：看来秦长老他们在妖兽腹中苦苦支撑，直至此刻方才有机会传出讯息。他扫视众人，接着说道：之前引开那白找章鱼王的计策未能全功，如今便只剩下第2策了，主动出击，设法斩杀那头饕餮水母。此言一出，杜青山、穆红林等人皆是神情一凛，楚南转向丧雷、杜青山与穆红林3人，你们立刻再以传音玉简联络各自宗门被困的长老，询问他们是否尚有余力。另外，他加重了语气，务必告知各派长老，定要设法护住老夫的本体。老夫这具分身，若是本体彻底损毁，便再也无法融合回去了。3人先前都已尝试过联络，只是石沉大海，未有回应。此刻听闻湖山长老此言，知晓事关重大，不敢怠慢，立刻再次催动灵力将讯息送出。与此同时，饕餮水母那巨大的伞盖之内，一片粘稠腥臭的液体翻涌，10余名金丹长老盘膝而坐，各色护体灵光闪烁不定，艰难抵御着4周涌来的腐蚀之力。焚火谷的长老红土斩猛地睁开双眼，赤红的异火在他身周熊熊燃烧，却已不复先前的旺盛。他对着身旁刚刚收起传音玉简的铁山宗长老秦云海怒声咆哮：秦老鬼，你到底传讯完了没有？老夫的闭焰火快要撑不住了。之前秦云海等10余名金丹长老被吞入水母腹中之后，便合力抵抗，奈何他们先前已然中毒，各个灵力运转不畅，10成实力发挥不出1成，全凭未曾中毒的红土斩凭借一手一火勉强支撑着一片相对安全的空间。即便如此，红土斩也已是强弩之末，甚至不惜服下了一枚激发潜能的血魂丹，这才为众人争取到宝贵的喘息之机，让秦云海得以先向各宗门传讯求援，随后又给坛中弟子传递讯息。只是没想到，秦云海传完讯息之后，竟像失了魂一般，愣在那里半晌不动。红土斩这一声怒吼，总算将秦云海从失神中唤醒。秦云海先是茫然地看了看周围神色萎靡的同道，目光最终落在一旁闭目盘坐、气息全无，仿佛已经死去的湖山身上，脸上随即露出了难以置信的惊容。想不到，当真是想不到，胡师兄他竟然早已修成了身外化身之术。什么？身外化身？其余各派长老闻言，皆是一脸错愕，纷纷朝着湖山那僵硬的躯体望去。秦云海府长哈哈一笑，解释道：诸位有所不知，胡师兄先前中毒之后便已察觉不妙，他那具分身早就脱离险境，不仅向个宗门传递了警讯，更是一路护持着那些小辈弟子，躲避妖兽追杀，谋划脱身之策。众长老听得目瞪口呆，心中对湖山的敬佩又深了几分。未曾想，这位铁山宗的护法长老不仅实力强横，竟还有如此神妙的保命手段。秦云海接着道：诸位，胡师兄的分身方才又传来讯息，他叮嘱我等务必护好他这具本体，否则一旦本体有失，他那分身便再也无法归位了。几位长老心思各异，但眼下同舟共济，自然不会在这种事情上作梗，纷纷点头应下。秦云海面色一肃，继续说道：胡师兄还说，他准备带领众弟子从外部突围，尝试能否一举斩杀这头饕餮水母，将我等救出。希望我等能在此兽腹中设法响应，制造些动静，内外联合，方有胜算。红土斩听罢，眼中爆出一团金光。好，既然胡道友有此决心，老夫岂能落后？老夫身上还有2瓶血魂丹，诸位道友若是不惧丹药反噬，老夫便尽数拿出。反正老夫这条老命已经吞了1颗，不在乎再拼一次。此言一出，其余长老眼中也纷纷燃起了希望之火。血魂丹的副作用固然不小，轻则修为大损，重则境界跌落，但与困死在这妖兽腹中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各派宗门之内都不乏疗伤圣药与天材地宝，只要能活着出去，总有弥补的机会。宗门高手何时能到，尚是未知之数。眼下既然有一线生机，自然要奋力一搏。秦道友、洪道友，算我一个。还有我。一时间群情激昂。秦云海的回复通过传音玉简迅速送达。桑雷捧着微微发光的玉简，将其递向楚南，脸上难掩激动。
楚南接过，神识探入，讯息与他预料的相差无几。湖山长老的本体安然无恙，秦云海等人也同意配合，只等信号。他心中一块石头悄然落地，真正的湖山长老并未苏醒，这便给了他足够的运作空间。很好，楚南将玉简抛还给桑雷，回复秦长老，让他等候老夫的讯息。一旦动手，老夫会提前半盏茶功夫通知他们准备。桑雷应了一声，连忙依言回复。楚南回身望向身后那片水域中隐隐绰绰、穷追不舍的数百道妖兽身影，面色沉凝。诸位，他开口，声音传遍每个弟子的耳中，各派长老已同意配合，服用血魂丹，与我等内外夹击，共图那饕餮水母。此乃我等唯一生机，成败在此一举。众弟子闻言，精神皆是一振，眼中重新燃起光彩。不过楚南话锋一转，在此之前，这些追魂索命的孽畜必须先行解决，否则我等突袭饕餮水母之时，他们若从旁滋扰，计划必然功亏一篑。众人顺着他的指向望去，那近300只2阶妖兽，速度极快，灵智不低，远非先前那些1阶妖兽可比。想要用炸他珊瑚礁的法子甩脱他们，已无可能。他们的实力从筑基初期到后期不等，其中甚至有寥寥数只已达筑基后期顶峰，与在场不少弟子的修为相当。我等尚有近300人，妖兽数量亦在此数。眼下已无取巧之法，唯有死战。楚南声音冰冷，杜青山、穆红林等人默然点头，形势已然明了。杜青山踏前一步，朗声道：启禀湖山前辈，弟子方才粗略清点，我等之中尚有筑基后期修为者，共计21人。楚南微微颔首，锐利的视线扫过众人，沉声下令：很好。桑雷，弟子在。铁山宗的丧雷瓮声应道：你。楚南顿了顿，护在老夫身侧。此言一出，不仅丧雷愣住了，连杜青山与穆红林也不由交换了一个错愕的眼神。丧雷张了张嘴，有些不解。在他看来，湖山长老这具分身虽气息仅有筑基初期，但先前展现的速度与手段根本不是这些2阶妖兽能碰到的，何须他来保护？杜青山与穆红林眸光微动，心中皆是闪过一个念头：莫非湖山长老是想借此机会照拂他铁山宗的弟子？虽觉不妥，但眼下大敌当前，也无人多言。楚南自是懒得理会他们心中作何感想，继续部署。其余20位筑基后期的道友，2人一组，分为10组。尔等便是此战的尖刀，务必以最快速度凿穿妖兽阵型，优先斩杀那些实力较弱的2阶妖兽。至于其他弟子，各自结阵，3人或5人为一队，全力拖住剩余妖兽，为那10组尖刀争取时间，待他们腾出手来，再合力围剿。此战务求速战速决，尽量减少伤亡。都听明白了吗？明白了。众弟子齐声应和，气势如虹。先前被1阶妖兽追杀的狼狈不堪，主要是数量太过悬殊，如今面对数量相若的2阶妖兽，他们心中反倒少了几分绝望，多了几分血勇。人人皆是宗门精英，谁还没几分压箱底的本事？楚南见士气可用，不再迟疑，猛地一挥手：动手，杀光这些孽畜！一声令下，5派弟子反身冲向那黑压压的妖兽群。铁山宗弟子首当其冲，他们功法霸道，手中重兵挥舞，砸得水浪翻滚，与妖兽硬汉、金铁交鸣声不绝。天剑门弟子剑阵变幻，剑光纵横，如丝网般切割，精准而致命。千雷宗弟子催动雷法，一道道电蛇狂舞，轰击在妖兽群中，炸起片片焦黑。百器门弟子则祭出各色法宝，飞剑、铜钟、宝印，光华闪烁，远程攻击着妖兽，形成一片密集的火力网。御兽门弟子所剩无几，此刻也与其他宗门弟子配合，或以秘术袭扰，或指挥残存的灵兽辅助攻击。5派弟子虽然疲惫，灵力消耗巨大，但在求生欲望的驱使下，依旧爆发出惊人的战力，竟真的将那数百只2阶妖兽的攻势给生生拖住。人群之中，穆红林与另一位千雷宗的筑基后期女修配合默契。穆红林玉手翻飞，雷光闪耀，一道道粗大的电弧从他指尖迸发，精准地轰向那些试图突进的妖兽。他身旁的同伴则催动一柄雷光缭绕的长鞭，鞭影闪烁，将漏网的妖兽抽得皮开肉绽，哀嚎不止。2人一主攻，一策应，所过之处雷光肆虐，妖兽纷纷倒闭。另一边，杜青山与一名天剑门师弟并肩作战。杜青山神色平静，手中长剑挥洒自如，每一剑刺出，必有一道凝练的剑气破水而去那些2阶妖兽坚硬的鳞甲，在他的剑气面前，脆弱的如同纸糊一般，往往一剑便能洞穿要害。他身旁的师弟剑法亦是不俗，2人剑光交织，形成一片剑网，将鼠头妖兽困在其中，迅速绞杀。其余8个双人小组也各展神通，有的凭借法宝之力远程轰杀，有的依靠精妙配合近身搏杀。
这些6派精英弟子战斗经验丰富，手段层出不穷，远非那些只凭本能厮杀的2阶妖兽可比。转眼之间，那10个由筑基后期修士组成的尖刀小组便已斩杀了20余只实力相对较弱的2阶妖兽。妖兽的数量锐减，与各派修士的人数已然相差无几。只要能稳住阵脚，按照湖山长老的计划，将这些妖兽尽数斩杀，并非难事。桑维护在湖山长老身侧，看着前方激烈的战况，只觉得热血沸腾，恨不得立刻提着巨斧冲杀上去。但他强忍着冲动，牢记着长老的命令。他有些不解地回头看了一眼身后的湖山长老，这一看却让他整个人都愣住了。只见湖山长老盘膝而坐，双目微闭，周身竟有淡淡的灵气漩涡在盘旋凝聚，那气息分明是在突破。桑雷瞠目结舌，湖山长老这具分身不是说灵力10不存1，只有筑基初期的修为吗？怎么突然就要突破了？楚南此刻确实在突破，连番大战以及先前为了寻找白爪章鱼王，他不断运转和欢金探查四周，体内本就处于炼气7层巅峰的灵力早已蠢蠢欲动，再也压制不住。他之所以让丧维护在身旁，便是预料到可能会有此变故，需要有人护法。不，一声极其轻微的闷响自楚南体内传出，仿佛某个无形的壁垒被冲破，一股比之前更为凝练、更为磅礴的灵力波动从他身上散发开来。炼气8层，楚南缓缓睁开双眼，感受着丹田气海内汹涌澎湃的灵力，心中也不由感叹合欢经的霸道。先前他将修为强行压缩在炼气7层，灵力总量便已堪比寻常修士的人道筑基初期，如今突破至炼气8层，实力更是精进了一大截，体内的灵力总量怕是已经不逊于人道筑基的中期修士了。哼，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九宁清冷的声音在他脑海中响起，带着一丝不以为然。天道筑基与人道筑基之间的差距何止100倍？待你突破炼气9层，灵力总量便会接近人道筑基的巅峰。若是你能真正踏入天道筑基，哪怕只是初期，也足以跨越一个大境界，轻松击败那些所谓的人道筑基金丹初期修士。楚南闻言，心中先是一喜，随即又泛起一丝忧虑。距离那灵蛇秘境开启，只剩下不到2个月的时间。他现在已经是炼气8层，若是再不严加控制，恐怕会提前突破到筑基期。到时候若无法寻到足够的天材地宝成就天道筑基，退而求其次选择地道筑基，那可就白费了这番苦心经营。看来接下来的时间必须想办法严格压制修为了。也就在此时，战局陡然生变。妖兽群中那10几只气息尤为强悍，已达2阶顶峰的妖兽，眼见同伴被那些人族修士不断虐杀，竟是齐齐发出一声怒吼。他们猛地摆脱了各自的对手，身上妖气翻滚，合在一处，如同一股黑色的洪流，朝着那10个尖刀小组凶猛地冲了过去。这些2阶顶峰的妖兽灵智已然不低，竟懂得联手先解决掉威胁最大的敌人。负责拖延他们的5派弟子实力本就稍逊一筹，此刻被他们强行甩开，根本来不及阻拦。不好！丧雷面色一变，提起巨斧便要上前支援。不必。楚南却猛地睁开双眼，声音不大，却带着一股不容抗拒的威严。你继续为老夫护法。他缓缓站起身，活动了一下筋骨，体内炼气8层的灵力奔腾流转。这些孽畜交给老夫便是。楚南很清楚，这黑龙潭的局势远比表面看到的更为复杂，背后定然有无形的大手在操纵。除了那头诡异的饕餮水母搜魂得来的记忆中，还有那头实力深不可测的3阶顶峰妖兽玄甲老龟，以及此地真正的霸主那头神秘的黑蛟。时间刻不容缓，必须尽快解决这些追袭的2阶妖兽群。在幕后黑手彻底反应过来，布下更周密的杀局之前，带着众人杀出一条血路。念及此，楚南不再犹豫，目光锁定最前方，正凶悍地扑向穆红玲与另一名千雷宗女修的那头2阶顶峰妖兽，正是先前追击最猛的几头之一。楚南双目微合，体内合欢金功法骤然运转，周遭水流中的灵气仿佛受到无形牵引，隐隐向他汇聚。随即他猛地睁开双眼，双手在胸前迅速接出一连串繁复而玄奥的印诀。五雷咒！一声低喝自楚南口中发出。这五雷咒乃是合欢经中记载的3大秘术之一，与那霸道绝伦、一往无前的天地一刀斩不同，此咒更偏向于远程功法与玄妙变化。自楚南修习合欢经以来，这还是他第一次在实战中施展此术。在合欢宗内，此等源自根本功法的强悍秘术，他自然不敢轻易示人，唯恐引来不必要的觊觎与麻烦。但此刻身陷绝境，周围又无合欢宗之人，他再无顾忌。千雷宗的雷法以刚猛爆裂著称，引9天神雷之力，而合欢经中的五雷咒，其根本却在于合字以身合道，融入天地，借调的是更为本源的五行之力，再演化为雷霆。所谓五雷，并非单纯指5道雷电，而是指金、木、水、火、土
这五行本源所化生的雷霆。世间万般功法，千种法术，追本溯源，介于五行生克变化，脱不开干系。便是风、雷、冰、光这等看似偏门的属性，究其根本，亦是五行之力相互作用、融合衍生的结果。五雷咒的精妙之处，便在于它能将五行之力完美融入雷法之中，攻敌之时，无论对方修习何种属性的功法，五雷咒皆有克制之法，几乎可以说是无坚不摧。只因这五行神雷能随心念流转，相互转化。譬如敌人若修的是火属性功法，神通霸道赤练，那五雷咒便会在处男心念一动间，尽数转化为至阴至寒的水行神雷，以水克火，雷光过处，敌人护体火光便会如残雪遇骄阳，迅速消融破灭。又譬如敌人若修的是土属性功法，防御浑厚坚固，那五雷咒亦能因念而变，悉数转化为生机勃勃、穿透力极强的木行神雷，以木克土，雷霆落下便能钻透其层层防御，直击本体。然而这还不是五雷咒最为可怕之处，此咒最令人防不胜防的是其吸纳与转化之能。它不仅能克制敌人的法术，更能吸收敌人法术中的能量，化为己用，反过来增强自身雷法的威能。便如此刻，若那二阶顶峰妖兽施展出土属性的妖术进行抵挡，五雷咒便能将其妖术中蕴含的土形能量尽数吸纳，非但不会被削弱，反而会将其转化为自身的土形神雷。紧接着五行流转，生克再变，这融合了敌人力量的土形神雷会在瞬间尽数转化为更为锋锐、更具穿透力的金形神雷。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再加以克制转化，其威力何止倍增。可以说五雷咒的最终威力，除了取决于施法者自身的修为底蕴，更有一部分是来自于敌人攻击的加成。此消彼长之下，一旦陷入五雷咒的攻击范围，敌人只会越打越弱，而施法者则会越战越强，先天便立于不败之地。更何况楚南此刻催动五雷咒，并非单纯依靠自身炼气8层的灵力，合欢经悄然运转间，他已将自身神意融入周遭天地。方圆数十丈内的水形灵气、土形灵气，乃至那些妖兽身上散逸的驳杂妖气，都被他以一种玄妙的方式引动、剥离、纯化，源源不断地汇入即将成型的五雷咒之中，为其平添了数分难以言喻的威势。刹那间，5道颜色各异的雷光在楚南指间汇聚、压缩，散发出令人心悸的毁灭气息。楚南指间5色雷光闪烁不定，金锐、木生、水柔、火烈、土厚，5种截然不同的气息相互交织，却又奇异地融合为一，凝成一股令人心神战栗的毁灭之力。他身形未动，那凝练至极的5色雷光却已脱手飞出，目标正是那头咆哮着扑向穆红林的2阶顶峰妖兽。那妖兽遍体覆盖青黑鳞甲，头生独角，血盆大口中獠牙森然，此刻正携着一股腥风，双爪直取穆红林面门。穆红林与另一名千雷宗女修正被数头妖兽缠住，眼见这头最凶悍的妖兽扑来，已然有些左支右绌，俏脸之上也浮现一抹苍白。千钧一发之际，那妖兽似也察觉到了来自楚南方向的莫大威胁，他攻势一顿，猛地扭转庞大的头颅，独角之上妖气翻涌，张口便喷出一道粗如水桶的幽蓝色水柱，水柱所过之处，潭水竟被排开，发出滋滋的声响，显然蕴含着极强的腐蚀之力，直直迎向那5色雷光。轰！5色雷光与幽蓝水柱在水中悍然相撞，并未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巨响，反而像是滚油泼入烈火，那幽蓝水柱竟被5色雷光瞬间包裹。紧接着令人惊骇的一幕发生了，那幽蓝水柱中的庞大水形妖力非但没有湮灭5色雷光，反而被其鲸吞蚕食，迅速吸纳。5色雷光陡然大盛，其内的水蓝色光芒急速暗淡，取而代之的是厚重深沉的土黄色雷光疯狂暴涨。土克水，五雷咒遇水则化土，吸纳水行之力，助长土雷之威。哦！那2阶顶峰妖兽显然也未曾料到这般变故，发出一声惊疑不定的咆哮。他那引以为傲的妖术竟成了对方神通的养料。不等他再有任何反应，那已经完全转化为土黄色，并且比之前膨胀了数圈的恐怖雷球，裹挟着被吸纳转化的庞大水行之力猛然爆开。轰隆隆！这一次不再是沉闷的撞击，而是真正的天崩地裂。狂暴的土黄色雷霆如同万千山岳崩塌，形成一道肉眼可见的毁灭冲击波，朝着那头妖兽席卷而去。雷光之中夹杂着无数细密的土黄色电蛇，疯狂斩刺，每一道电蛇都带着厚重无匹的镇压之力与无坚不摧的毁灭气息。那2阶顶峰妖兽坚韧的青黑鳞甲，在这恐怖的土形神雷面前，脆弱的不堪一击，寸寸碎裂。噗噗噗，血肉横飞。妖兽那庞大的身躯先是被狂暴的雷霆之力震得僵直，随即被那无数土黄色电蛇洞穿撕裂。他甚至连一声完整的惨叫都未能发出，
便在无尽的雷光之中被彻底轰成了漫天碎肉血雨，骨骼、血肉、内脏尽数化为齑粉，消散在汹涌的潭水之中。一击，仅仅一击，一头实力堪比筑基后期顶峰的二阶妖兽便被楚南这初次施展的五雷咒轰得形神俱灭，连一丝残魂都未能留下。那头领头的二阶顶峰妖兽瞬间化为飞灰，其余正猛扑过来的十几头同阶妖兽攻势齐齐一致。他们那不算太高的灵智，显然也感受到了方才那五色雷光的恐怖，以及同伴刹那间的覆灭。本已准备殊死一搏的穆弘林等人，也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惊得动作稍缓。尤其是穆弘林，他本身便是千雷宗修炼雷法的翘楚，对于雷电之力的感应远超旁人。方才那五色雷光中蕴含的生克轮转、吸纳转化的玄奥，让他心神俱震。这绝非寻常雷法，其威力之强横，变化之莫测，近似还在他千雷宗的秘传雷法之上。铁山宗不是以练体功法闻名于世吗？这位湖山长老怎么会如此精妙绝伦的雷霆秘术，而且还能吸收妖兽的水行妖力，转化为更强的土雷？他心中充满了疑惑，但眼下并非深究之时。楚南一击得手，察觉到这五雷咒的威力远超预期，心中也是一喜。他毫不迟疑，双手印诀变换更快，体内炼气8层的灵力奔涌而出。五雷咒，五雷咒，五雷咒，又是数道颜色各异却同样散发着毁灭气息的五色雷光，接二连三地从他指尖激射而出，直扑向那些稍一犹豫便再次凶悍扑来的二阶顶峰妖兽。轰，轰隆，滋啦，惨嚎声此起彼伏，却又迅速湮灭。那些实力强横，足以给众人造成巨大麻烦的二阶顶峰妖兽，在楚南这连绵不绝的五雷咒面前，竟如同土鸡瓦狗一般不堪一击。有的被金型神雷洞穿，有的被木型神雷绞杀，有的被水型神雷消磨，有的被火型神雷焚尽，更多的则是如先前那头妖兽一般，被转化克制的雷霆轰得渣都不剩。前后不过数息，那十几头最为棘手的二阶顶峰妖兽便已尽数毙命。就算有那么一两头生命力格外顽强，未曾当场毙命的，此刻也是浑身焦黑，奄奄一息，倒在水中不住抽搐，再无半分威胁。穆弘林与杜青山等人看得目眩神驰，几乎忘记了自己尚在厮杀之中。这是何等恐怖的雷法！更让他们心惊的是，这位湖山长老施展如此威力的秘术，竟似游刃有余，一连发出10数道，气息虽有波动，却远未到力竭的程度。要知道，湖山长老此刻分身显露的气息也不过筑基中期左右，这等手段简直匪夷所思。一旁的丧雷早已看得瞠目结舌，张大了嘴巴，半天都合不拢。湖山长老这也太生猛了吧！这还是他印象中那个虽然霸道，但主要依靠肉身和巨斧对敌的长老吗？还愣着作甚？楚南一声断喝，打断了众人的失神，速速诛杀这群孽畜。他收了手，不再施展五雷咒。倒不是他灵力不济，而是剩下的那些二阶妖兽实力参差不齐，早已与五派弟子混战在一起。五雷咒威力虽大，波及范围亦广，此刻再用，极易误伤己方。不过他的目的已经达到，那十几头最难缠的二阶顶峰妖兽一除，剩余的妖兽虽然数量仍旧不少，但对穆弘林、杜青山这些各派精英而言，已构不成致命威胁。五派弟子闻言如梦初醒，士气空前高涨，各自呼喝着，朝着剩余的妖兽发起了更为猛烈的攻击。一时间，剑光闪烁，法宝轰鸣，雷声阵阵，惨叫连连，战局瞬间呈现出一面倒的趋势。约莫一盏茶的功夫过后，潭水中弥漫的血腥味愈发浓郁，最后一头二阶妖兽发出一声不甘的哀嚎，被数道剑气分尸数百只二阶妖兽尽数伏诛。五派弟子虽然个个带伤，灵力消耗巨大，疲惫不堪，但脸上却都洋溢着劫后余生的兴奋与激动。穆弘林与杜青山当先来到楚南面前，躬身行礼，多谢湖山前辈方才出手相助，否则我等断无可能如此轻易解决这些妖兽。其余弟子也纷纷围拢过来，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他们心中清楚，若非这位湖山长老以雷霆手段灭杀了那些最强的妖兽，他们即便能胜，也必然要付出惨重的代价，伤亡至少要增加数倍。楚南伪装的湖山长老摆了摆手，故作高深地嗯了一声。老夫方才所施展的乃是偶然得到的一门残缺秘法，威力尚可，只是消耗甚巨，否则先前也不会让丧雷这小子护在身旁了。他话锋一转，带着一丝虚弱道：接下来老夫须得调息恢复一番，这黑龙潭诡异莫测，真正的凶险或许还在后头，剩下的事情便看你们的了。穆弘林等人闻言皆是肃然点头，心中对这位长老的敬佩又多了几分。高人行事果然不同凡响，如此强大的秘术消耗定然极大。前辈放心调息，我等必会处理好一切。杜青山沉声应道。
众人正待散开，各自清理战场，或是抓紧时间打坐恢复。然而下一刻，所有人都齐齐一怔，脸上露出了古怪至极的神情。只见方才还一副高人风范，声称要调息恢复的湖山长老，此刻竟是身形一晃，直接扑到了一具尚算完整的妖兽尸骸旁。他大袖一挥，那数丈长的妖兽尸骸便凭空消失，被他收入了储物袋中。紧接着他又走向另一具，那动作之熟练，神情之专注，哪里有半分金丹长老的矜持与先前虚弱的模样。众人丧为一张憨脸瞬间涨得通红，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长老啊，您老人家又开始了，当着这么多外派弟子的面，您好歹注意点形象啊。穆红林与杜青山也是面面相觑，眼中皆是哭笑不得。这位湖山长老的行事风格，当真是令人捉摸不透，啼笑皆非啊。一名百气门的弟子忍不住小声嘀咕，湖山长老似乎特别钟爱妖兽残躯。旁边一名千雷宗的弟子捂嘴偷笑，谁知道呢？不过铁山宗都是体修，修行铁山宗的功法，平日似乎很消耗食材。我瞧着，湖山长老怕不是想把这些妖兽材料都带回去，给铁山宗开个妖兽全席吧？议论声虽小，却也断断续续传入众人耳中。楚南充耳不闻，心中却是暗道：笑话，这些可都是货真价实的修炼资源。蚊子再小也是肉，更何况这些二阶妖兽，其材料价值不菲，不要白不要。他收集尸骸的速度极快，不过片刻功夫，潭水中漂浮的妖兽尸身便被他搜刮一空。做完这一切，楚南才心满意足地拍了拍储物袋。这一番激战，潭水中浮尸的可都是实打实的二阶妖兽。楚南动作麻利，将散落的妖兽内丹一一拾取，毫不客气地收入储物袋。这些二阶妖兽每一只死后都留下了一枚内丹，品质至少也是一级。那十几头先前最为凶悍的二阶顶峰妖兽，其内丹更是有不少达到了2级的标准。粗略一算，此番斩获的各色内丹足有300余颗。1级内丹暂且不论，2级内丹的价值便是1级内丹的数倍，一颗品相上佳的，市面上便能值近万灵石。更别提先前斩杀那头白爪章鱼王所获的那枚3阶内丹，其价值至少也是10万灵石起步。林林总总加起来，光是这些内丹便是一笔将近30万灵石的横财。楚南心中暗自盘算，这番出生入死总算没有白忙活。他收敛心神，目光扫过劫后余生，神情疲惫却又带着几分振奋的众弟子。诸位，楚南沉声开口，语气依旧带着湖山长老特有的霸道。那饕餮水母此刻定然还在全力炼化各派长老，正是其分心乏术，实力无法完全发挥之际。我等稍作休整，便立刻前往潭口。他顿了顿，加重了语气。待会儿一旦秦长老他们在水母腹中发难，制造混乱，你们所有人务必将所有攻击全部倾泻在那饕餮水母的眼睛之上，老夫届时也会出手。穆红林闻言，清丽的脸庞上露出一丝亚色。湖山前辈，莫非那饕餮水母的弱点便在他的眼睛？楚南鼻孔里嗯了一声，却未多做解释。这饕餮水母的弱点，自然是他先前搜魂那些二阶妖兽记忆时所得。根据那些零散的记忆片段，这些二阶妖兽正是这黑龙潭第2层水域的土著，也是那饕餮水母的直属手下。如今第1层水域的妖兽被困于珊瑚礁群，这第2层水域的妖兽又被他们尽数斩杀，可以说饕餮水母的羽翼已被剪除大半。只要那藏匿于第3层水域的玄甲老龟以及潭底最深处那头神秘黑蛟不出手干预，他们出其不意，内外夹击，重创乃至击杀这头饕餮水母，便有极大可能冲出这片绝地。当然，楚南心中也早有盘算，此番已是他能为这些6派弟子做的极限。若是这次突袭依旧受阻，或是出现其他难以预料的变故，那便证明暗中确实有更为强大的存在在操纵这一切。无论是那玄甲老龟，还是那头深不可测的黑蛟，都不是他现在能够招惹的。届时他便会毫不犹豫地脱离这些6派修士，凭借阴阳鼎和自身手段独自寻找生机。他已经仁至义尽，至于最终成与不成，便只能各安天命了。楚南领着休整完毕的众修士，小心翼翼地朝着潭口方向前去。不多时，那饕餮水母庞大无比的轮廓已然出现在众人前方。它依旧悬浮在潭口，半透明的伞盖微微起伏，散发着令人窒息的压迫感。丧雷，传讯秦长老，告知他们，半盏茶后，我等便会发动攻击，让他们做好准备。楚南压低了声音，对身旁的桑雷吩咐道。桑雷郑重点头，立刻取出一枚传音玉简，将讯息送出。饕餮水母那粘稠腥臭的腹内空间，秦云海猛地睁开双眼，原本有些暗淡的眸子瞬间亮了起来。他一把抓住身旁红土斩的胳膊，老红，胡师兄他们要动手了。半盏茶总算来了，再不来老夫都快撑不住了。红土斩精神一振，
枯槁的面容上泛起一丝血色。他从储物袋中摸出几个玉瓶，倒出10余枚散发着浓郁血腥气的丹药，分给周围同样面露喜色的各派长老。诸位，这血魂丹的霸道想必都清楚，半盏茶的时间足够丹力化开，到时候有什么压箱底的本事，可别再藏着掖着了，不然咱们可就真要在这孽畜肚子里化作一滩脓水了。红土斩咧嘴一笑，语气带着几分戏谑，更多的却是决然。哈哈，洪老怪放心，老夫的追魂钉可还憋着一股劲没处使呢。一名御兽门的长老接过丹药，豪气干云：我这口本命飞剑也该隐隐要谢了。天剑门的长老目中金光闪烁，众人纷纷吞下丹药，盘膝运功，一股股爆裂的气息开始在他们身上升腾。外界潭口附近，桑雷手中的传音玉简再次亮起，他神识一探，脸上露出喜色，连忙对楚南禀报：湖山长老、秦长老他们都已准备妥当。楚南微微颔首，目光扫过身后300余名神情紧张的弟子，待会儿我们先动手。此言一出，不仅杜青山、穆红林面露惊疑，就连其他弟子也是一片哗然。湖山前辈，为何要我等先动手？穆红林忍不住问道。不等秦长老他们在内部响应吗？楚南冷哼一声，你们懂什么？他语气森然，我等先行动手是为了激怒这头畜生，让他彻底发狂，从而失去警惕。若是等秦长老他们在内部先动手，万一这畜生察觉不妙，自知不敌，直接选择逃离，秦长老他们岂非永无脱困之日？又或者他情急之下呼唤来这黑龙潭中更厉害的存在，届时我等一个都休想活命。更厉害的存在，众人心头猛地一跳。先前那铺天盖地的2阶妖兽群已让他们九死一生，这黑龙潭中难道还有比3阶顶峰的饕餮水母更恐怖的妖物？他们不敢细想，但对湖山长老的话却不敢有丝毫怀疑。杜青山面色凝重，拱手道：前辈所言极是，只是若无各派长老在内策应，仅凭我等之力，恐怕难以抵挡这饕餮水母太长时间。楚南闻言面无表情，手腕一翻，掌心已多出了10余个玉瓶，他将玉瓶打开，一股浓烈的血腥气味瞬间弥漫开来。这些是血魂丹，想必诸位都熟悉。此丹乃3品丹药，能激发人体潜能，短时间内令战力暴涨，但药力霸道，每人每次只能服用1颗，且药效退去后会面临反噬，轻则修为倒退，重则跌落境界。这些丹药自然是楚南从那些焚火谷弟子的储物袋中收集到的。除此外，各种类型的丹药还有很多。楚南收集了那么多焚火谷弟子的尸体，随便搜魂1、2个，便了解了这些丹药的功效和价值。眼下面临危局，尽管楚南有些肉痛，但还是拿了出来。而一旁众弟子看着楚南手里玉瓶，皆是心头一凛，隐隐明白了楚南的打算。楚南也没废话，直接将玉瓶抛给杜青山。老夫手上也只有这10几瓶血魂丹，每人1颗，肯定是不够分的。老夫毕竟只是铁山宗的长老，诸位是否服用，全凭自愿。他顿了顿，继续道：另外，老夫这具躯体乃是分身，灵力本就不足，此丹药老夫不会服用。丧雷须为老夫护法，施展秘术，他亦不可分心。剩下的你们自行分配吧。众人听闻楚南之言，各自心思浮动。方才与那群2阶妖兽一番血战，虽有湖山长老神威，但终究还是有一名御兽门的弟子不幸力竭而亡。此刻尚存的各派修士不多不少，恰好281人。楚南取出的13瓶血魂丹，每瓶10颗，总计130颗。这丹药数量尚不足在场修士的一半。湖山长老与其亲信丧雷，自然是不在服用之列，这一点众人先前已然明了。只是血魂丹药力霸道，反噬之力更是令人忌惮，若非万不得已，谁也不愿轻易尝试。一时间气氛有些微妙，众人你看我，我看你，都指望着旁人能主动站出来。穆红林秀眉微蹙，他明白此刻若无人身先士卒，这好不容易凝聚起来的一点士气，怕是又要散了。他当即朗声道：千雷宗弟子听令，愿为宗门为同道拼死一搏者上前领取血魂丹。话音落下，他身后立时便有10数名千雷宗弟子踏出，神色决然。杜青山见状，亦是沉声道：天剑门弟子，但有血勇者，随我上前。他身后同样有10几名天剑门弟子应声而出。桑雷见自家宗门落后，不由有些急躁，重重一跺脚，对着铁山宗的弟子们低吼，都愣着作甚。平日里长老如何教导你们的？铁山宗的汉子岂能在这等时候畏缩？在他的呵斥下，铁山宗亦有10几人面带惭色，硬着头皮站了出来。然而即便如此，主动请缨的弟子加起来也不过50余人，距离那130颗血魂丹所需的数量还差得远百器门与御兽门残存的弟子
此刻却无一人出声，皆是低垂着头，不知在想些什么。楚南将这一切看在眼中，心中冷笑：这群家伙死到临头，还想着勾心斗角，指望别人牺牲。楚南心中不快，冷笑道：也罢，既然你们想给老夫节省丹药，那老夫便却之不恭了。桑雷闻言，听出自家长老动怒，当即按捺不住，目光转向百器门那几名筑基后期的弟子，瓮声瓮气地说道：你们百器门的平日里仗着法宝神兵众多，方才一战受伤最少，此刻大敌当前，怎地反倒像个娘们似的，婆婆妈妈。那几名百器门弟子被他说得面红耳赤，却依旧梗着脖子不肯上前。眼看着好不容易营造出的同仇敌忾之势，便要因此毁于一旦。穆红林银牙暗咬，再次出声：所有千雷宗弟子上前领取血魂丹。他这是打算让千雷宗的弟子全部服下丹药了。杜青山亦是神情凝重，紧随其后。所有天剑门弟子上前领丹。楚南见这二人竟有如此担当，心中也不由微微一动。丧雷见状，急得抓耳挠腮，正要开口让铁山宗弟子也全上，却听楚南淡然开口：罢了，若是诸位信得过老夫，这血魂丹便让老夫来分配，如何？他话音刚落，御兽门残存弟子中，一名修为已达筑基后期的青年修士终于忍不住开口，语气中带着几分怨怼与不忿：胡山前辈，我们不是信不过您，只是若让您分配，怕是肯定会偏袒你铁山宗。他话未说完，只觉眼前一花，楚南伪装的胡山长老身形竟如鬼魅般一闪而至，合欢金功法暗自催动，疾风步配合着天鹰九击中的第八式，快到极致。枪！一道雪亮的刀光迅疾无比的划过，那名御兽门弟子甚至连惊呼都未能发出，一颗大好头颅已然冲天而起，鲜血如喷泉般狂涌。咣当！无头尸身栽倒在地，发出一声闷响。霎时间，潭水似乎都凝固了。御兽门的其他弟子害得魂飞魄散，面无人色，连连后退。穆红林、杜青山、丧雷等人亦是悚然动容，满脸的错愕与不敢置信。胡山长老竟在此刻当着所有人的面斩杀了那名御兽门弟子。楚南手中破浪刀斜指地面，刀尖兀自滴落着温热的鲜血。时间紧迫，他既已做决定，又岂会再听人啰嗦？反正他又不是真正的胡山，根本没什么顾忌。楚南环视众人，脸上带着一丝森然的冷笑：老夫说，老夫想分配这些血魂丹，谁赞成谁反对？潭水冰冷，鲜血弥漫。那名御兽门弟子怒睁的双眼还残留着死前的错愕与不甘，头颅滚落在地，触目惊心。余下的御兽门弟子们一个个脸色惨白如纸，身体控制不住的抖动，看向楚南的眼神充满了极致的恐惧，连连后退，唯恐下一个便是自己先前还想出声反对的几名百器门弟子，此刻更是噤若寒蝉，喉咙里像是被塞了一团棉花，半个字也说不出来，空气死寂，压抑的让人喘不过气。穆红林与杜青山相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出了深深的担忧和无奈。虽然二人清楚胡山长老这么做是为了团结众人，但这位胡山长老的行事当真是有些肆无忌惮，完全不考虑后果，一言不合便痛下杀手，完全不按常理出牌，事后一旦御兽门追究，肯定会找后账。不过眼下二人自然也清楚该怎么做，全凭胡山前辈做主。杜青山率先拱手，声音带着几分艰涩。穆红林也随即欠身，晚辈等谨遵前辈号令。有杜青山和穆红林二人响应，其余人纷纷开口附和，不管是真心也好，假意也罢，无人再反对楚南。楚南见状，这才满意的点点头，森然的目光扫过众人，尤其御兽门和百器门弟子，冷漠道：既然如此，都给老夫听好了，血魂丹药力霸道，反是非同小可，所有身受重创灵力不济的弟子站到左边去。话音落下，人群中一阵骚动，随即50余名面色苍白气息萎靡的弟子互相搀扶着挪到了左侧。楚南又道：此丹反是轻则修为倒退，重则境界跌落，尔等筑基不易，那些尚在筑基初期的也给老夫站到左边，莫要因小失大，断了先途。此言一出，又有100余名弟子迟疑片刻后也默默地走到了左边。如此一来，场中原本280名修士只剩下了171人。楚南看着剩下的这些人，又看了看手中那13个玉瓶，眉头微微一皱，似乎有些为难。他沉吟片刻，忽然一拍脑门，像是想起了什么，从储物袋中又摸出了4个一模一样的玉瓶，咧嘴道：嘿，老夫倒是忘了，先前还得了几瓶，这一下倒是勉强够用了。众人不少弟子嘴角抽搐，心中腹诽不已。前辈，您老人家这丹药是论想起来发的吗？早干嘛去了？不过有了先前那御兽门弟子的前车之鉴，此刻谁也不敢多嘴半句。171人
楚南与桑雷无需服用，便是还有169人需要丹药。楚南手中的血魂丹此刻总共是17瓶170颗，他开始分发丹药，每人1颗，井然有序。只是分到最后，还剩下1颗血魂丹孤零零地躺在玉瓶中。在众人错愕的注视下，楚南竟是将那玉瓶盖好，然后小心翼翼地、郑重其事地将这仅剩的1颗血魂丹又收回了自己的储物袋。那动作仿佛是在收藏什么稀世珍宝。众人再次无语，面面相觑。这位长老当真是一言难尽，楚南却浑不在意，反而冷哼一声：“哼，血魂丹301颗，你们当零食都是大风刮来的，能省则省。”穆红林看着楚南那斤斤计较的模样，心中好气又好笑，实在是没忍住，从自己的储物袋中也取出了3颗血魂丹，开口道：“湖山前辈，晚辈这里还有3颗，是先前辈下的，若前辈不弃。”他话尚未说完，只觉眼前一花，手中的3颗丹药已然不见。楚南已将那3颗血魂丹稳拿在手中，掂了掂，满意的收入怀中。穆红林，楚南清了清嗓子，不再耽搁，时辰差不多了，所有人即刻服下丹药，待药力化开，结战阵，随老夫杀。最后那个杀字，他拖长了语调，带着一股令人心头发寒的暴戾之气。潭口幽光浮动，那饕餮水母庞然的身躯几乎将唯一的通路完全堵死。他巨大的眼珠不时转动，伞盖下的无数枪体中正全力炼化着那些被吞入腹中的金丹长老。先前吞噬那群修士，虽然看似不费吹灰之力，但那些金丹长老临死前的反扑，以及各种法宝神兵的冲击，着实让他体内受创不轻。不过饕餮水母并不将此放在心上，他身负一丝淡薄却精纯的饕餮血脉，只要有足够的时间，便能将这些修士连同他们的法宝尽数化为自身的养分，届时实力定然能再上一层楼。就在此时，远处水域传来阵阵波动，100余名修士周身血气翻涌，灵光闪耀，带着一股悍不畏死的气势，朝着他这边汹涌杀来。饕餮水母伞盖下的独眼闪过一抹凶厉，体内的食物尚未消化完毕，他此刻也不敢再轻易吞噬如此多的修士。无数原本萎缩的触手在妖力的催动下急速恢复暴涨，如同铺天盖地的毒蛇，朝着那群胆敢挑衅他威严的人类修士席卷而去。五派弟子服下血魂丹后，战力飙升，此刻人人双目赤红，杀气腾腾。依旧是先前那套战阵，铁山宗弟子们咆哮着顶在最前方，手中重兵带起狂猛的劲风，其后便是天剑门的剑修，剑光霍霍，组成层层剑网。百器门弟子祭出各色法宝，光华流转。千雷宗弟子身上电蛇游走，雷鸣阵阵。最后方则是御兽门残存的弟子与那些先前便已负伤、未曾服用血魂丹的修士负责策应。这战阵面对寻常妖兽群或许能发挥奇效，但在3阶顶峰的饕餮水母面前却显得如此不堪一击。那些手臂粗细、闪烁着幽光的触手，每一根都重于山岳。砰砰砰！最外围的铁山宗弟子，即便有血魂丹加持，与触手斧一接触，便如同被攻城锤正面砸中，护体灵光瞬间破碎，口喷鲜血倒飞而出，瞬间便有数人筋骨断折，生死不知。天剑门的弟子剑气纵横，锋锐无匹，确实斩断了数根袭来的触手。然而那饕餮水母的触手实在太多，密密麻麻，无穷无尽，斩断一根，立刻便有3、5根从旁边的水域中呼啸而至。不过片刻，天剑门的剑阵便被撕开数道缺口，险象环生。百器门的弟子们掷出的法宝砸在那些滑腻坚韧的触手之上，大多只是溅起一片涟漪便被弹开，除非是那种灌注了全身灵力、直指要害的强大法宝，否则根本无法对其造成有效伤害。千雷宗弟子引来的雷霆轰在触手表层，劈得焦黑一片，滋滋作响，却也仅仅是皮外伤，难以真正伤及其根本。至于御兽门的弟子，此刻更是手足无措，他们仅存的几头灵兽在饕餮水母那恐怖的威压面前，早已吓得瑟瑟发抖，蜷缩在主人身后，根本不敢上前。一个看似牢不可破的100人战阵，在饕餮水母狂风骤雨般的攻击下，尚未真正接近其本体，便已有了溃败之势。畜生，看招！穆红林见几方修士在饕餮水母的触手攻击下节节败退，伤亡惨重，他银牙一咬，身上雷光爆闪，血魂丹的药力在他体内汹涌，那件自王猛处得来的增速法宝被他催动到了极致。他身形在水中留下一道道残影，险之又险地避开了数条抽来的致命触手，朝着饕餮水母的本体急速靠近。雷霆万钧，一声交翅，漫天青色雷光自穆红林双掌间喷涌而出，交织成一片狂暴的雷网，将前方数根挡路的触手暂时逼退。雷网虽然未能斩断那些坚韧的触手，却也为他争取到了宝贵的刹那。几乎在穆红林发难的同时，杜青山亦是长啸一声，手中长剑绽放出刺目剑芒。
他心知寻常法宝难伤这巨兽分毫，当下毫不犹豫催动了天剑门的秘传剑诀剑气冲霄。服用了血魂丹之后，这一式剑诀的威力比先前何止强了数倍。一道凝练至极的粗大剑气带着斩破一切的锋芒，破开水流，直指饕餮水母那颗巨大的独眼。穆弘林见杜青山剑气已至，果断催动惊雷印，青铜小印在他头顶滴溜溜一转，骤然爆发出耀眼雷光，化作一道小山般的雷印，紧随那道剑气之后，狠狠砸向饕餮水母的眼珠。哦！饕餮水母显然未曾料到这两个渺小的人类竟能爆发出如此攻击，躲闪不及。杜青山的剑气与穆弘林的惊雷印几乎不分先后地轰击在他左边的巨大眼球之上，腥臭的墨绿色汁液瞬间飙射而出，那巨大的眼珠之上留下了一道深可见骨的剑痕与一个焦黑的印记，显然受创不轻。剧痛之下，饕餮水母发出一声震动潭底的凄厉咆哮，庞大的伞盖猛地一震，他那巨大的头颅竟是如同攻城巨锤一般，携着无边怒火，朝着穆弘林与杜青山所在的方向狠狠撞了过来。穆弘林刚刚全力催发惊雷印，旧力已去，新力未生，眼见那山岳般的阴影当头砸下，避无可避，噗！他被那巨手的边缘擦中，整个人如断线风筝般倒飞出去，一口鲜血狂喷而出，瞬间便萎靡了下去。杜青山凭借精妙的御剑诀，身形在水中诡异不乏，险之又险地避过了这致命一撞，脸色却是一片煞白。他想要救援穆弘林，却根本阻止不了这头已然彻底暴怒的巨兽。饕餮水母一击撞飞穆弘林，于是不歇，巨大的伞盖在水中横冲直撞。那些刚刚结成战阵试图抵挡的各派弟子，在这等蛮横的冲撞面前，脆弱的如同纸糊。啊！救命！惨叫声此起彼伏，仅仅是几个呼吸的功夫，便有10几名修士被那庞大的伞盖直接撞飞，身体在半空中便已扭曲变形，跌落在远处，七窍流血，眼看是活不成了。一时间阵型大乱，人心惶惶。楚南立于战团后方，将这一切尽收眼底，眉头微皱。他原以为有血魂丹激发潜能，加上近200名筑基修士不顾一切的拼死一搏，就算无法重创这饕餮水母，至少也能对其造成一些麻烦，拖延片刻。然而眼前的一幕却让他深刻体会到，在绝对的境界压制面前，数量的优势显得何其苍白无力。这群弟子纵然悍勇，怕是连那饕餮水母的眼皮都碰不到。丧雷，去救人！楚南对着身旁早已按捺不住，几次想要冲上去的桑雷低喝一声。桑雷闻言一怔，连忙应下。楚南不再迟疑，双目微合，体内许久未曾全力催动的合欢金功法在这一刻轰然运转。他深吸一口气，身形微微下沉。疾风步，楚南身影快于电闪，自后方冲入战团。破浪刀在他手中发出一阵欢快的嗡鸣，合欢金功法全力运转，牦牛劲带来的巨力灌注双臂。天鹰九击，第1击神鹰探爪，第2击苍鹰回旋，第3击飞鹰猎食。楚南的身影在水中拉出一连串模糊的轨迹，每一刀劈出都带着裂空之声。他此刻再无半分保留，实力比之外门斗法时何止强横1倍。一招一式连绵不绝，刀光霍霍，竟是隐隐形成了一只搏击长空的巨鹰虚影。从第5击雄鹰展翅开始，那刀芒的威力已然超过了先前杜青山未服用血魂丹时催发的剑气冲霄。枪！枪！枪！然而饕餮水母的防御实在太过惊人，他那看似柔软的伞盖实则坚韧无比。楚南的刀光斩在上面火星四溅，却大多只留下了一道道浅浅的白痕，根本无法造成实质性的伤害。饕餮水母被楚南这连绵不绝的攻击吸引，那只完好的独眼之中凶光更盛，舍弃了其他修士，庞大的身躯一扭，竟是朝着楚南这边猛扑过来。无数触手铺天盖地，腥风扑面。楚南神色平静，不退反进。天鹰九击第8式阴阳万里，悍然出手，雪亮的刀光在水中划过一道玄奥的弧线，正中饕餮水母那颗巨大头颅先前未曾受伤的额头部位。噗嗤，这一次不再是白痕，坚韧的表皮被划开，墨绿色的汁液混杂着些许血丝飞溅而出。饕餮水母吃痛，发出一声更为愤怒的咆哮，独眼死死锁定了楚南，速度不减反增，是要将这个敢于伤他的小虫子碾碎。楚南嘴角勾起一抹冷俏，等的就是你。眼看那血盆大口就要急伸，他双手印诀急速变换，五雷咒。刹那间，5道颜色各异的雷光在他指尖汇聚，压缩、精锐、木生、水柔、火烈、土厚，5行之力流转不休，凝成一股令人心悸的毁灭气息。那饕餮水母正怒冲而来，根本未曾料到这个以刀法见长的人类修士竟还会如此精妙的雷霆秘术。
更没想到他的目标竟是自己先前被杜青山与穆红林联手击伤的那只左眼。五色雷光脱手飞出，后发先至，精准无比的轰向那只已然淌着墨绿色汁液的巨大伤眼。轰！那五色雷光不偏不倚，正中饕餮水母左眼那巨大的伤口。本就墨绿色汁液横流的眼眶，被这蕴含5行生克之力的雷霆狠狠一击，更是炸开一个触目惊心的血洞。哦！饕餮水母发出比先前任何一次都要凄厉痛苦的咆哮，庞大的伞盖疯狂地颤抖，潭水因它剧烈的扭动而掀起滔天巨浪。剧痛之下，他那数十根完好无损的触手猛地绷直，顶端竟同时亮起幽蓝色的光芒，显然是要发动某种强大的妖术反击。那幽蓝光芒汇聚，散发出令人心悸的能量波动，目标直指半空中的楚南。楚南冷哼，双手印诀在变，五雷咒。吸！又一道五色雷光激射而出，却并非直接攻击，而是在半途陡然长大，化作一个旋转的五色漩涡，迎向那些触手顶端射来的幽蓝妖力。诡异的一幕发生了，那数十道足以轻易灭杀筑基后期修士的幽蓝妖力洪流，一接触到五色漩涡，竟如百川汇海，被尽数吸扯进去。五色漩涡急速旋转，其内的幽蓝色光芒一闪而逝，随即更为狂暴的毁灭气息从中爆发。轰隆！一声巨响，那五色漩涡竟在吸纳了饕餮水母的妖力之后，猛地反向炸开，目标正是那数十根发出妖力的触手。噗！噗！噗！饕餮水母眼部周围的触须虽然坚韧，但也经不住自身妖力混合了五雷咒之力的反噬爆炸。首当其冲的2根粗大触须，当场便被炸得血肉模糊，从中折断，断口处焦黑一片，墨绿色的汁液喷涌如泉。其余触须也大多受创，表皮被炸裂，不断抽搐。饕餮水母痛上加痛，彻底陷入了狂怒。他疯狂地摆动着残躯，试图用那庞大的伞盖将楚南撞碎。然而楚南身形灵活，疾风步施展到极致，在水中辗转腾挪，每一次都能险之又险地避开，同时他手中的五雷咒却一道接一道，毫不停歇地轰向饕餮水母那只鲜血淋漓的左眼。五雷咒，再来！轰！轰隆隆！每一道五雷咒落下，都让饕餮水母的左眼伤势更重一分。起初只是血洞，渐渐的，整个眼球都被轰得塌陷下去，墨绿与暗红的液体混杂着碎肉不断飞溅。前后不过10数息的功夫，饕餮水母那巨大的左眼已然彻底被毁，一个深邃的孔洞出现在他头颅左侧，甚至能隐约看到其内翻涌的腥臭组织。饕餮水母已成独眼水母，他的视线本就不佳，此刻更是雪上加霜。唯一的右眼因为剧痛和狂怒布满了血丝，看向楚南时充满了无尽的怨毒。眼睛是他最大的弱点，因形体特殊，饕餮水母的眼睛与腹部空间连通，一旦双眼被毁，腹部空间便会出现豁口。这倒不是饕餮水母弱，实际上正是因为饕餮水母其腹部空间的罩门在眼部，且还有多重触须防护，这里才最安全。而一旦被它吸收体内，从内门根本打不开罩门，也就彻底锁死了有人能逃出来的可能。毕竟谁能想到楚南能这般变态，仰仗疾风步轻易穿过他的万千触须，且还有五雷咒这种能吸收转换的变态法术，直接轰碎了他眼部周围的触须。不甘的咆哮声中，饕餮水母庞大的身躯竟是猛地一沉，随后竟是猛地调转方向，背对楚南。潭水之中，血腥气与妖兽的腥臭弥漫。幸存的5派修士在丧雷的呼喝组织下，渐渐合拢一处。先前近300人的队伍，此刻只剩下200出头，不少人身上都带着伤，灵力消耗巨大，脸色苍白。就连先前悍勇无比的穆红林，此刻也由同门搀扶着，气息萎靡，显然在饕餮水母那含怒一击之下受创极重。然而当他们看到远处那湖山长老凭借一己之力，竟将那恐怖的饕餮水母一只巨眼生生轰爆，逼得其连连后退，每个人脸上都浮现出难以抑制的喜色。这湖山长老不过一道分身而已，竟然以一己之力挡住了饕餮水母，当真强的匪夷所思。众人欢呼雀跃，胜利的曙光仿佛就在眼前。然后就在众人心神稍松，以为局势将要逆转之际，杜青山清朗的声音却带着几分狐疑响起。潭口方向似乎有人。众人闻声望去，只见在那唯一的出口方向，幽暗的水波之中，10几道模糊的人影正鬼鬼祟祟地朝着外面前去，动作迅捷，显然是想趁乱溜走。为首一人身形踉跄，赫然便是焚火谷亲传弟子韩风。原来韩风之前带着10几名焚火谷弟子逃离之后，根本没有胆量去找寻其他宗门的队伍，只是寻了个隐蔽的角落躲藏起来休养恢复。直到方才他们察觉到潭口方向传来剧烈的灵力波动与妖兽的咆哮，这才悄悄摸了过来，正看到5派修士与饕餮水母大战。韩风眼珠一转，便打起了趁乱逃跑的算盘。焚火谷的鼠辈，
丧雷目眦欲裂，手中巨斧一指，怒声咆哮：危难之时不见尔等踪影，如今我等拼死缠住这孽畜，你们倒想捡便宜开溜，无耻至极！他话音未落，异变陡生，人群之中，百器门与御兽门残存弟子，竟也有数十人猛地调转方向，不顾一切地朝着坛口冲去。显然也是想趁楚南和饕餮水母对峙的空隙，浑水摸鱼，逃出升天。丧雷大怒，气急败坏，想要阻止，但两派弟子岂会听他的？便是剩下的3派弟子，此刻也有不少修士，目光蠢蠢欲动。啊！饕餮水母本就因左眼被毁而陷入狂怒，此刻见这些渺小的人类竟敢无视他的存在，试图从他眼皮底下溜走，独眼中凶光更盛，庞大的伞盖猛地一震，一股无形的却又带着毁灭性力量的音波自他口中骤然扩散开来。嗡！所有修士只觉得脑袋里像被重锤狠狠砸了一下，天旋地转，气血翻涌，修为稍弱者更是眼前一黑，险些栽倒。噗噗！几名本就身受重伤、灵力枯竭的弟子，在这恐怖的音波冲击之下，连惨叫都未能发出一声，身体竟直接爆成一团血雾。楚南首当其冲，只觉一阵强烈的眩晕，识海中仿佛有无数根钢针在此，心知不可再拖延。楚南强忍不适，体内合欢金功法再次催动到极致，双手硬诀翻飞，五雷咒，又是一道五色雷光激射而出，目标直指饕餮水母那只完好无损的右眼。饕餮水母似乎也察觉到了楚南的意图，那只独眼之中爆发出无尽的怨毒与杀意。他猛地一沉，庞大的身躯竟是调转方向，伞盖下方那深渊般的巨口对准了楚南，一股恐怖的吸力骤然传来。他准备先吞了楚南，然后再去虐杀那些想逃跑的各派修士。楚南心头一凛，即风步运起，身形在水中留下一道残影，显之又显地避开了那股吸力。然而饕餮水母已经盯上了楚南，竟是不再理会那些逃向出口的修士，庞大的身躯急速穿行，朝楚南追来。也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约定的半盏茶时间已然悄然而至。饕餮水母那粘稠腥臭的腹内空间，各派长老早已装备就绪，动手！秦云海一声低喝，第一个出手。砰！秦云海手中凭空出现一柄锈迹斑斑的铁尺，对着身前那不断蠕动的腥臭肉壁狠狠砸下。轰！与此同时，红土斩周身赤红异火暴涨，化作一条咆哮的火龙，狠狠撞向一处。其余各派长老也纷纷将压箱底的手段尽数施展出来，一时间各种法宝的光华、秘术的轰鸣，在饕餮水母的腹内空间疯狂肆虐。红土斩的碧焰火猛地一跳，他脸上露出一丝讶异：诸位，老夫这一火感应到，此处的肉壁似乎最为薄弱。他所指的方向正是众人头顶偏左的一处。虽然红土斩等人并不知道那里对应着饕餮水母被毁的左眼，但此刻他们都是身经百战的老狐狸，自然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好，就攻那里！诸位，成败在此一举。10余名金丹长老不再迟疑，将所有攻击尽数汇聚于红土斩所指的那一点，疯狂轰击。哦！饕餮水母猛地发出一声比先前任何一次都要凄厉痛苦的咆哮，他那庞大的身躯疯狂地扭曲翻滚，再也无法维持先前吞噬楚南的姿态。数十根完好无损的触手如同失去了控制的疯魔，在潭水中胡乱抽打席卷。那些正亡命奔逃试图冲出潭口的百器门与御兽门弟子顿时遭了殃。啊！不！惨叫声此起彼伏，数名修士躲闪不及，直接被那山岳般沉重的触手拍中，当场化为一滩肉泥，鲜血瞬间染红了周围的潭水。潭底深处幽暗无光，唯有一双巨大的赤红眼眸在这片死寂水域中分外醒目。那赤红眼眸陡然一凝，此处距离黑龙潭的出口何止数千丈之遥，寻常声息绝难传递。然而方才饕餮水母那凄厉至极的惨呼却清晰地传入了这庞然大物的耳中。哼，这群小虫子倒真是有些难缠。一个沉闷如雷的声音在水底回荡，带着几分不耐。话音未落，一声更为惊天动地的巨吼猛然炸开，震得整个潭底都微微晃动，无数细小的水泡从淤泥中翻涌而出。这剧烈的动静惊扰了不远处一块巨大礁石后盘膝而坐的一道白色身影。那白衣修士缓缓睁开双目，眸光平静无波，淡淡嗤道：这家伙又在发什么疯？一旁林悠悠立于幽暗水波之中，周身却似有清辉流转，不染尘埃，自有一股飘然出尘的气韵。闻言，他连步轻移，来到那巨型黑影之前，声音清冷：发生何事了？哼！那黑影发出一声低沉的冷哼，赤红的眼眸中闪过一丝不屑：本座的事情何时轮到你这小小女娃来过问？随即他语气一转，带着显而易见的焦躁：那6派的高层究竟何时能到？
若是再拖延下去，那群六派的小虾米，本座可没什么耐心再陪他们继续消磨了。白衣修士的声音适时响起，依旧平稳。计划一切顺遂，勿要心急。如果顺利，最多再有一盏茶的时间便到了。一盏茶。黑蛟巨大的头颅微微晃动，赤红眼眸中凶光闪烁，最好别想耍弄本座，否则你们两个还有那小女娃，统统都要给本座陪葬。潭口已然化作一片修罗土场，饕餮水母彻底疯魔，那只仅存的独眼赤红如血，庞大的伞盖在水中横冲直撞，数十根粗壮的触手狂乱舞动，每一击都卷起惊涛骇浪，每一击都带着毁灭性的力量。水波被搅得浑浊不堪，浓郁的血腥气混杂着妖兽特有的腥臭，令人作呕。那些不顾一切冲向出口的百器门与御兽门弟子，此刻成了饕餮水母泄愤的首要目标。凄厉的惨叫声不绝于耳，却又被更大的水流声和妖兽的咆哮声所淹没。噗嗤，一根触手横扫而过，一名百器门弟子刚刚祭出的防御法宝应声而碎，他连惊呼都未能发出，整个人便被拍成了一团模糊的血肉。又有几名御兽门弟子试图合力抵挡，但他们的灵兽早已在饕餮水母的凶威下瑟瑟发抖，根本不敢上前，转瞬之间便被数根从不同方向袭来的触手缠住撕裂，断肢残骸随着浑浊的潭水四下漂浮，触目惊心。不过也因为饕餮水母发狂，所以并没有去管潭口区域。焚火谷的寒风带着十几名弟子，竟真的趁着混乱，从饕餮水母疯狂攻击的间隙中侥幸冲了出去，消失在潭口幽暗的水道之中。这一幕无疑更加刺激了那些想要逃生的人，让他们不顾一切的向前，也加速了他们的死亡。楚南凝神望着眼前的惨状，眉头紧锁。这饕餮水母皮糙肉厚，此刻又陷入癫狂，胡乱冲撞。他引以为傲的五雷咒乃是远程攻伐之术，虽然威力绝伦，但想要在如此混乱的局面下精准命中那只不断晃动的独眼，难如登天。先前能够一举轰爆其左眼，除了出其不意，更主要的是有天鹰九击正面硬汉迷惑了他的注意力，为五雷咒创造了绝佳的攻击时机。现在这头巨兽已然彻底发狂，根本不给他从容施法的机会。无数触手从四面八方袭来，楚南脚下疾风步运转到极致，身形在狭窄的缝隙中闪转腾挪，险之又险地避过一次次致命的攻击。丧雷，带人再退，远离这里！楚南高声断喝。是。湖山长老。丧雷不敢怠慢，连忙组织着铁山宗、天剑门与千雷宗残存的弟子，朝着更远处的安全地带退去。然而那些一心只想逃命的百器门与御兽门弟子却对此充耳不闻，反而更加疯狂地朝着潭口涌去，仿佛那里便是唯一的生路。但更多的人却是还没接近潭口，就被舞动的触须砸中，轰成碎渣。楚南见状，心中焦急万分，这样下去根本不是办法。别看这饕餮水母此刻状若风虎，似乎受创极重，但他清楚，在其腹中搅动风云的各派长老，攻击之力定然无法持久。一旦他们力竭，这饕餮水母不再遭受内外夹击的痛楚，平息了狂暴，那麻烦就大了。剩余的三派弟子，如果也学着百器门和御兽门那般混乱冲击，固然或许能有少数幸运儿逃出升天，但绝大多数人都将在这饕餮水母狂乱的触手攻击下化为齑粉。哼，你已经仁至义尽了。九宁清冷的声音在他脑海中响起，这等局面非你一人之力可以挽回。以你的速度，现在想走，他拦不住你。再迟疑下去，等他稍微缓过劲来，你想走都难了。楚南咬了咬牙，心中涌起一股强烈的不甘。就差一点，只要能再重创那只独眼，内外合力定能彻底破开这孽畜的防御。突然，就在这时，楚南体内合欢金功法微微一颤，他敏锐地察觉到，从饕餮水母那只被他轰爆的左眼眼眶深处传来一阵奇异的能量波动，似乎有什么东西正要从那里破壁而出。楚南心头一动，哦，九宁也察觉到了，里面那些六派长老应该是也发现了这饕餮水母的罩门所在，正在从内部猛攻那处薄弱点。若你此刻能再给他那只完好的眼睛来上一下狠的，里应外合，说不定真能让他腹内空间彻底洞开。九宁话锋一转，又带着几分不确定。不过此兽如今暴怒，身形闪避不定，你的五雷咒想要再次精准命中他的眼睛，怕是难了。这家伙的表皮坚韧的厉害，打在别处根本无关痛痒。楚南闻言陷入了短暂的沉思。五雷咒确实难以锁定，饕餮水母的独眼在疯狂摆动中几乎没有片刻停歇，而周围还有无数触手虎视眈眈。但他深吸一口气，原本有些凝滞的思绪豁然开朗。不，还有办法。五雷咒难以锁定，那便不用五雷咒。他的合欢经中除了玄妙变化的五雷咒，可还有一门霸道绝伦、一往无前的功法秘术——天地一刀斩。天地一刀斩，只有一刀，但这一刀
却是凝聚全身灵气壁中的一刀。楚南深吸一口气，合欢金功法在他体内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疯狂运转，炼气8层的灵力毫无保留地奔腾而出。牦牛劲瞬间催发至极限，筋骨齐鸣，一股远超寻常炼气修士的磅礴力量汇聚于双臂。他的眼神决绝，破浪刀高高举起，刀身之上灵光吞吐不定，仿佛承载了万钧之力。周遭的水流因这股骤然爆发的气势而凝滞，继而向两侧排开，形成一片短暂的真空。天地一刀斩！一声低沉的怒喝，并非从他口中发出，更像是从他灵魂深处迸发。这一刀没有繁复的变化，没有绚烂的光影，只有最纯粹、最极致的毁灭与一往无前。刀锋落下，一道凝练到极致，仿佛能斩断世间万物的匹练刀芒，撕裂了浑浊的潭水，如开天辟地般，径直朝着那饕餮水母仅存的右眼怒斩而去。水域在这一刀之下，仿佛被从中生生劈开，出现了一道触目惊心的黑色裂痕，久久不能弥合。饕餮水母那只独眼中第一次浮现出真切的恐惧，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致命危机。无数触手疯狂回防，层层叠叠，试图挡住这毁天灭地的一击。庞大的伞盖也急速收缩，想要后退闪避。然而在天地一刀斩这凝聚了楚南全身精气神与所有灵力的一击面前，所有的抵挡都显得那般苍白无力。刀芒过处，坚韧的触手如铜朽木般寸寸断裂，腥臭的汁液四散飞溅。饕餮水母根本无法躲避这锁定了他气机的一刀。噗！惊天动地的斩击，不偏不倚，正中饕餮水母那只本就布满血丝的右眼。没有惨烈的咆哮，只有一声令人牙酸的闷响。饕餮水母那巨大的右眼，连同周围坚韧的皮肉、眼眶，竟被这一刀直接从中断裂，豁开一个巨大的豁口。墨绿色的、暗红色的腥臭液体混合着碎裂的组织，如同决堤的洪流般喷涌而出。透过那巨大的伤口，甚至能看到其腹内蠕动的空间。饕餮水母腹内空间，秦云海等人正合力猛攻红土斩所指的那处薄弱点。血魂丹的药力正在飞速消退，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一丝焦急与疲惫。他们的时间不多了。秦云海手中的铁尺每一次砸下，都让那肉壁剧烈震颤。他冲在最前方，承担了大部分反震之力。然而就在此时，头顶上方那片先前被他们重点攻击的肉壁猛地亮起一道刺目至极的刀芒。小心！红土斩失声惊呼，刀芒快到极致，贯穿而下。秦云海瞳孔骤缩，只觉一股死亡的气息扑面而来。他想也不想，将手中那柄陪伴他多年的铁尺法宝横荡于身前。咔嚓！铁尺应声而碎，一股沛然墨玉的巨力狠狠撞在他的胸口。噗！秦云海如遭雷击，整个人倒飞出10几步，口中鲜血狂喷，脸色瞬间变得煞白一片，骇然不已。这是何等恐怖的攻击！他正惊疑不定，却听身旁传来红土斩等人惊喜交加的呼喊：破开了，破开了！哈哈哈，我们出来了！秦云海这才发现，先前那坚韧无比的肉壁，此刻已然洞开一个巨大的缺口，外界的光亮与水流涌了进来。他也顾不得身上的伤势与方才的惊悸，一把抱起角落里那具早已冰冷的湖山长老的尸身，嘶吼道：走！10余名金丹长老此刻哪还有半分先前的狼狈，一个个精神抖擞，鱼贯而出，重新回到了黑龙潭的水域之中。哈哈，老夫终于出来了！这该死的孽畜，看老夫不扒了你的皮！逃出升天的长老们放声大笑，以他们的实力，一旦灵力稍作恢复，联手解决这头重伤的饕餮水母，并非难事远处。铁山宗、天剑门与千雷宗残存的3派弟子，亲眼目睹了湖山长老那石破天惊的一刀，硬生生将饕餮水母的另一只眼睛斩爆，更将各派长老从其腹中救出，一个个激动的难以自持，爆发出震天的欢呼。湖山长老威武，赢了，我们赢了！穆红林在同门搀扶下，苍白的俏脸上也露出了由衷的笑容。杜青山更是长长舒了一口气，带着天剑门的弟子迅速迎向自家门派的长老。穆红林也带着千雷宗弟子上前拜见各自的长辈。桑雷亦是满脸喜色，大步流星地冲向秦云海。秦长老，你没事太好了。随即他左右张望，在人群中搜寻着，然而哪里还有湖山长老的半分踪影？湖山长老呢？长老去哪儿了？楚南此刻正奋力游向出口，他在辟出那惊天动地的天地一刀斩的瞬间，便觉体内灵力瞬间被抽至一空，经脉传来阵阵撕裂般的剧痛。对此，楚南早有准备，毫不犹豫，直接将早已准备好的10颗3文回春丹尽数吞入腹中。丹药入口即化，化为一股股精纯的药力，迅速滋养着他干涸的丹田与受损的经脉。他甚至没有去看那一刀的战果，也没有理会那些脱困而出的金丹长老。疾风步，
借着丹药带来的些许恢复，楚南的身形化作一道模糊的影子，没有丝毫停留，径直朝着黑龙潭唯一的出口方向亡命逃窜。他能做的已经都做了。六派长老已经脱困，这饕餮水母虽然重伤，但尚未毙命，想要彻底将其斩杀，以他现在的实力根本不可能。而且他的身份也经不起推敲了。此时不走，更待何时？虽然可惜了那饕餮水母的3阶妖丹，但小命要紧。潭口越来越近，幽暗的水道就在前方，只要冲出去，便能暂时摆脱这片是非之地。然而，就在楚南即将冲入那水道的刹那，九宁急促而凝重的声音在他脑海中炸响：“楚南，快退！不，来不及了，快躲进阴阳顶空间，出口危险，有危险！”楚南闻言，心头巨震，根本没有丝毫迟疑，神念一动，身影便消失在原地，已然躲进了阴阳顶空间之中。阴阳顶倏然缩小，化作一粒微不可察的尘埃，悄无声息地落向下方，附着在一片不起眼的水草叶片之上，随着水流轻轻晃动。阴阳顶空间内，楚南心有余悸，急忙问道：“魔女，究竟怎么回事？”九宁悬浮于半空，一袭黑裙勾勒出曼妙身姿，她那绝美的容颜上此刻带着几分凝重。本尊方才感应到，那潭口之外隐藏着一股极为强横的妖兽气息，其实力远在那头饕餮水母之上，应当是4阶妖兽无疑。4阶妖兽，楚南倒吸一口凉气，那可是堪比人族元婴期修士的存在。黑龙山脉6大宗门，至少在明面上，可从未听说过有元婴老怪坐镇。他脑中灵光一闪，猛地想起了先前搜魂那些2阶妖兽记忆时得到的关于这黑龙潭更深层次的信息。那头盘踞在第3层水域，实力深不可测的玄甲老龟，其品阶描述似乎与4阶妖兽极为吻合。而潭底最深处的那头神秘黑蛟，搜魂得来的记忆更是模糊，只知其恐怖，品阶至少在5阶。楚南一颗心直往下沉，最坏的情况已然出现。看来那玄甲老龟极有可能一直镇守在潭口。先前寒风那些看似侥幸逃脱的焚火谷弟子，只怕早已凶多吉少。有这头4阶老龟守在出口，别说是剩下那些疲惫不堪的3派弟子，便是刚刚脱困同样消耗巨大的各派金丹长老，恐怕今日也休想有一个能活着离开此地。这黑龙潭当真是一处绝死之地。九宁见楚南脸色变幻，淡淡开口：“无需太过忧虑，依本尊看，那黑蛟在此的布下如此大的手笔，想来也差不多到了收网的时候了。”他顿了顿，继续分析道：“从你进入这黑龙潭到现在，也不过才半日功夫，只要能在接下来的1日之内设法从这里脱身，回到方氏，一切便都还来得及。”说着，九宁红唇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弧度，凤目流转间带着几分戏谑：“想不想看看外面的情形？”楚南闻言一怔：“魔女，不是你让我躲进来的吗？莫非不出去也能看到？”九宁轻哼一声，似是对楚南的少见多怪有些不屑，声音带着一丝慵懒的傲然：“雕虫小技罢了。”话音落下，他玉手随意地向前一挥，刹那间，楚南面前的虚空荡起层层涟漪，一面巨大的水镜凭空凝结而成，镜面光滑流转，清晰无比地映照出阴阳顶外界那黑龙潭潭口附近的景象。水镜之中，景象纷乱，丧雷在人群中急切地寻找，却始终不见那道熟悉的身影。他冲到秦云海面前，大声询问。秦云海听丧雷说，方才那惊世骇俗的一刀，竟是胡山师兄的一具分身所为，心中猛地一沉。莫非胡师兄力竭，亦或是在那最后一击中，分身与那孽畜同归于尽了？他怀中抱着胡山的主身，心头升起几分不祥的预感。然而，除了秦云海，其余几派刚刚脱困的长老却并不怎么关心胡山的死活。他们被困于水母腹中，受尽折磨，此刻憋了一肚子的火气。焚火谷的红土斩周身火焰一脸，对秦云海粗声说道：“秦老鬼，胡山的主身在此，分身就算折损，也不过是损失些修为罢了。回头我焚火谷送上些灵丹妙药，定能让他恢复如初。眼下最要紧的是先宰了这头畜生。”其余几位长老也纷纷附和。洪长老所言极是，胡道友救我等于危难，这份人情我等各派都记下了。不错，先杀了这孽畜，取了他的妖丹，也算给我等出了口恶气。秦云海闻言不再迟疑，他将怀中胡山的尸身交给桑雷，沉声道：“你带人继续寻找胡长老的下落，老夫先与诸位道友诛杀此寮。”桑雷虽心中焦急，却也只能点头应下。秦云海转身与那10余名金丹长老会于一处，个个面色阴沉地打量着那头双目尽毁，在水中痛苦翻滚的饕餮水母。他们虽然消耗巨大，但此刻已脱离水母腹部空间的压制，终于能施展开手脚，联手对付一头遭受重创的3阶妖兽，不过是手到擒来。饕餮水母似乎也感受到了这10几名人类强者的杀意，
仅存的本能让他发出一阵威胁的低吼：“孽畜，还敢逞凶！”百器门那位王姓长老脾气最为火爆，他第一个出手，掌心光华一闪，一尊镌刻着繁复符文的青铜宝塔凭空出现，宝塔迎风暴涨，带着镇压山河之势，朝着饕餮水母的头顶狠狠砸去。王长老出身百器门，手中法宝威力非同凡响，此乃一件罕见的4品法宝镇山塔。然而不等那宝塔落下，潭口处的水波猛地一阵扭曲，一道人影竟被从外面狠狠抛了进来。那人影身上还穿着焚火谷的服饰，正是先前侥幸逃脱的韩风。王姓长老身后，红土斩看到自家宗门的弟子，面色大变，急忙喝止：“王老鬼，快住手！”可惜为时已晚，镇山塔威势已成，根本来不及收回。轰！青铜宝塔结结实实地砸在韩风身上，韩风连一声惨叫都未能发出，整个人连同护体灵光瞬间被轰成了一捧血雾。王老鬼，你做什么？红土斩救援不及，眼睁睁看着韩风化为飞灰，当场暴怒。百器门那王姓长老脸色也难看至极，他并未理会红土斩的咆哮，一双锐利的眼睛死死盯着幽暗的潭口，厉声喝道：“何方鼠辈暗中作祟，给老夫滚出来！”其余长老也纷纷收了手，神情戒备地望向出口。他们都清楚王长老绝非有意，而是来不及反应，潭口之外必有变故。话音未落，噗噗噗噗，一连串沉闷的声响从潭口方向传来，又是数十道人影被接连不断地抛了进来。这些人影还未落地，便在半空中接二连三地爆开，化作漫天血雨。正是先前那些不听劝阻、执意逃窜的百器门与御兽门弟子，欺人太甚。御兽门一名柳姓长老目眦欲裂，他门下弟子死伤最为惨重，此刻再也按捺不住。他猛地一拍腰间兽囊，3道灵光从中飞出，现出3头气息强横的金丹期灵兽，一头是背生双翼的斑斓猛虎，一头是通体碧绿的剧毒妖蟒，还有一头是身披重甲的独角犀牛。3头灵兽感受到主人的滔天怒火，齐齐发出一声咆哮，卷起汹涌的水流，便朝着那幽暗的潭口冲杀而去。轰！就在这时，潭口处的水流猛地向两侧排开，一只巨大无比、布满了岁月沟壑的龟手缓缓地从幽暗中探了出来。那龟手之大，几乎堵住了半个出口，一双浑浊的眼眸开合之间，透着一股漠然与古老。它周身散发出的气息，并非寻常妖兽的凶厉，而是一种深邃且广袤的威压，仿佛这片潭水乃至整座黑龙山脉的沉重都凝聚在它身上。它的出现让整个潭底的水压都陡然增大了数倍，令人呼吸都有些困难。它张开了嘴，一个沉闷至极却清晰传入每个人耳中的声音在潭水中回荡，一个不留。话音落下，那3头悍不畏死冲来的金丹灵兽在接近龟手10丈范围时，身躯竟猛地一滞，随后他们的血肉以一种肉眼可见的速度干瘪枯萎，一身精血与妖力仿佛被瞬间抽干，只剩下3具皮包骨头的干尸无力地坠向潭底。潭口那巨大的玄龟身后，幽暗的水波之中，6道形态各异却同样散发着3阶妖兽恐怖气息的身影缓缓显现。一条通体漆黑、快于电闪的影骑鲨身形在水中若隐若现，其背鳍如刀锋般锐利，双眼闪烁着嗜血的红光，每一次摆尾都能搅动大片水域，透出令人心悸的速度与杀意。一头体型庞大、双前闪烁着金属寒光的铁前蟹王横行霸道，坚硬的外壳布满古老的纹路，8条粗壮的甲足如同钢铁支柱，每一步都踏得潭底泥沙翻涌，散发出难以撼动的力量感。一只散发着幽绿光芒、剧毒无比的腐毒水菌伞盖不断收缩，其触手细密如发，却在末端凝聚着恐怖的毒液，周身弥漫的腥臭气息让周围潭水都泛起不祥的泡沫。一头样貌狰狞、额前吊着一盏幽幽明灯的深渊灯鬼，裂开的巨口中满是利齿，那明灯发出诡异的蓝光，仿佛能勾魂摄魄，而他丑陋的身躯则在水中扭曲蠕动，显得阴森可怖。一尊遍体长满了岩石尖刺的岩脊海胆缓缓转动着身躯，那些尖刺每一根都如同锐利的刀刃，散发着沉重的土形妖力，其坚韧程度仿佛能抵挡一切攻击，给人一种无懈可击的压迫感。最后是一头拥有着修长脖颈与蛇一般头颅的长颈蛇龙，冰冷的树瞳扫视着众人，它修长的身躯在水中蜿蜒，鳞片在微光中泛着幽冷的金属光泽，吐出的信子带来阵阵刺骨寒意，昭示着其捕食者的本能。阴阳顶空间内，楚南透过水镜将外界的突变看得一清二楚。那头玄龟现身之后，整个潭底的气氛都凝固了。先前还气势汹汹准备联手诛杀饕餮水母的10几名金丹长老，此刻人人面色煞白，如临大敌。御兽门那位柳姓长老的3头金丹期灵兽本是威风凛凛，此刻却瑟瑟发抖，发出阵阵低沉的哀鸣，竟是不断的向后退缩，
完全不敢上前。那头双目尽毁的饕餮水母发出一声夹杂着痛苦与嚣张的咆哮，竟是主动靠向了那6头新出现的妖兽，与他们并肩而立。这番景象让6派的10几名长老头皮阵阵发麻。刘老鬼！红土斩的声音干涩无比，他扭头看向身旁的御兽门长老：“你御兽门最是熟悉妖兽，这些都是什么来路？”柳姓长老的嘴唇都在哆嗦，声音艰涩：“御兽门熟悉的多是3阶以下的低阶妖兽，高阶妖兽除了一些传说中记载的，老夫也不熟。”他顿了顿，语气中带着绝望：“这几头妖兽，老夫一头都未曾见过。”红土斩闻言，心头一噎，但他转念一想，便也明白了柳姓长老话中的含义。3阶妖兽实力已然比肩人类金丹修士，能够成长到3阶的妖兽，无疑不是血脉非凡之辈。寻常金丹修士若无法保功法之长，1对1都未必是其对手，就算能胜，想活捉更是难上加难。御兽门的宗主也不过金丹后期修为，他们又哪里有机会去深入了解如此多的3阶妖兽？红土斩压下心中的惊骇，沉声问道：“莫非这些妖兽全都是3阶？我的3只灵宠也都是3阶妖兽？”柳姓长老深吸一口气，脸上血色尽退。若是寻常3阶妖兽，哪怕是如那饕餮水母一般的顶尖3阶妖兽，我的灵宠也断不知畏惧至此，生出不战而逃的念头。他死死地盯着那6头形态各异的妖兽，声音颤抖。那6头妖兽恐怕每一头的实力都不在那饕餮水母之下，但真正让他们恐惧的是后面那头能口吐人言的老龟，他的实力只怕已在3阶之上。此言一出，红土斩、秦云海等一众金丹长老齐齐倒吸一口凉气。3阶之上，那是什么概念？4阶妖兽，那可是等同于人族元婴期修士的恐怖存在。要知道，6大宗门若不动用压箱底的最后底牌，明面上连一名元婴修士都没有。而若是比4阶更强，他们根本不敢再想下去。10几名金丹长老一个个面色沉重如水，心中都清楚，今日怕是踢上了一块无法撼动的铁板。老红，现在怎么办？秦云海的声音有些发干，他望着坛口那尊山岳般的玄龟，以及其身后虎视眈眈的6头3阶大妖，一颗心沉到了谷底。眼前这些妖兽没有一头是善茬，别说攻击，光是那玄龟身上散发出的威压，就让他们这些金丹长老感到阵阵心悸。今天这事怕是难以善了。红土斩深吸一口气，强行压下心头的翻涌，他环顾四周，看到的是一张张或绝望或惊惧的脸。事已至此，绝不可力敌。他沉声开口，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入每一位长老耳中。以我等现在的状态，别说那只实力深不可测的老龟，便是那6头3阶妖兽，我等都未必能应付。为今之计，只有一个法子。红土斩的视线落在了那头沉默的玄龟身上，与他沟通，拖延时间。宗主他们已接到我等的传讯，想必正在赶来的路上。只要宗主他们一到，凭借各派的镇宗法宝与绝学，未必就不是这老龟的对手。他加重了语气，凡事总要有实力才能谈。退一步讲，就算不敌，救下我等与这些幸存的弟子，定然不成问题。其余几位长老闻言，眼中重新燃起一丝希望，皆是凝重点头。秦云海狠狠一跺脚，满脸晦气：“娘的，这黑龙潭什么时候成了妖兽窝了？竟冒出这么多厉害的家伙！”也就在此时，那头双目尽毁的饕餮水母正凑到玄龟身前，无数触须轻轻挥舞，似乎在用一种特殊的方式与那老龟飞速交流着什么。那6头3阶大妖也只是冷冷地看着，并未立刻动手。这诡异的平静反倒让众人心头更加不安。红土斩不再迟疑，他上前一步，运起灵力，朗声开口：“想必阁下便是这黑龙潭中修出灵智的前辈，我等佩服。老夫红土斩乃黑龙山脉坟火谷长老。”他指了指身后众人，这些也都是我黑龙山脉6大宗门的长老与弟子。先前我等与潭中妖兽多有冲突，实属误会一场。如今前辈现身，我6大宗门愿意与前辈坐下来谈谈和解，不知前辈意下如何？说着，红土斩话锋一转，不卑不亢：“我6大宗门在此地传承已有1000年，门中不乏寿元数百载的前辈高人，说不定曾与阁下有过交情，还望前辈能给我等6派一个薄面。但有所求，只要我等能办到，绝不吝啬。”红土斩一番话说完，那玄龟依旧是那副漠然的表情，浑浊的眼眸中看不出半分波澜。6派长老的心都悬了起来，只能硬着头皮默默等待。阴阳顶空间之内，楚南看着水镜中的这一幕，心中满是狐疑。这姓洪的这么说有用吗？难道那老龟真会听他废话，跟他们谈判？九宁悬于半空，发出一声不屑的冷哼：“笨死了！这姓洪的老头分明是看穿了实力差距，想用言语拖延时间罢了。”
他红唇勾起一抹玩味的弧度，继续道：“不过这倒是有趣，这头大乌龟若真是那头黑蛟派来的，其目的定然是想将6派的高层一网打尽。他现在不动手，显然也是在等。这姓洪的举动看似精明，想要拖延时间，等待救援，殊不知恐怕正中了这头乌龟的下怀。”阴阳鼎之外，6派修士与众妖兽的对峙，让坛底的气氛诡异到了极点。终于，那头饕餮水母似乎与老龟交流完毕，独眼上的触须不再抖动。老龟那山岳般的头颅缓缓转动，浑浊的眼眸落在了红土斩等人的身上。他的嘴巴没有动，但一个沉闷而古老的声音却仿佛从四面八方传来，在每一个人的识海深处轰然响起，带着不容置喙的威严。老朽已了解详情，你们人类修士扰乱水域安宁，残杀水域生灵，既然来了，就都留下吧。此言一出，红土斩等人心头猛地一沉，一股寒气从脚底直冲天灵盖。红土斩急忙上前一步，强行压下心中的恐惧，拱手道：“道友息怒，我等之前并不知道道友也在此方水域清修，若是知晓，断然不敢前来打搅。”他话锋一转，语气诚恳：“为表歉意，我等愿意给道友做出补偿。”说着，红土斩一咬牙，仿佛下了极大的决心：“我焚火谷愿出3颗5品破镜丹。”他身后，秦云海、王姓长老等人闻言，无不骇然变色。5品破镜丹，那可是能让金丹大圆满修士增加3成几率冲击元婴瓶颈的无价之宝，每一颗都足以在外界引起腥风血雨。红土斩竟一口气许诺了3颗。红土斩对老龟抱拳，沉声道：“这5品破镜丹能助金丹修士凝聚元婴，想来对道友的修行也应有所注意。”说完，他回头对秦云海等人递了个眼色，众人立刻会意。秦云海当即上前抱拳：“我铁山宗愿为前辈亲手锻造一件3品顶级战甲。”百器门那位王姓长老也连忙开口：“我百器门亦可奉上一件3品顶阶法宝，只求与前辈化解干戈。”天剑门、千雷宗、御兽门的长老也纷纷开口，许诺下种种珍贵的宝物与功法，其中价值最大的无疑还是红土斩那3颗5品破镜丹。谁知那玄龟听完众人的许诺，那双古井无波的眼眸中竟是流露出一丝人性化的嘲弄。他缓缓地摇了摇头，那个沉闷的声音再次响起，带着一丝不屑：“元婴之力，老朽800年前便已凝聚，你说的丹药对老朽无用。至于法宝，老朽这身龟壳大概相当于你们人类修士口中的5品法宝，你等说的那些东西也对老朽无用。”轰！这2句话仿佛2道9天惊雷，在所有6派修士的脑海中轰然炸开。红土斩等人大惊失色，脸上的血色瞬间退得一干二净。800年前就已凝聚元婴之力，这老龟所言若是未真，他岂不是800年前就已经是堪比元婴修士的4阶大妖了？这太恐怖了！要知道，黑龙山脉6大宗门的传承，最长的也不过1000余年，底蕴最浅的百器门，从开宗立派到今天，更是只有600多年的历史。众人只觉得手脚冰凉，他们今天哪里是踢到了铁板，分明是撞上了一座亘古便已存在的太古神山。这是一个活了不知多少岁月的老妖怪。不过红土斩到底是身经百战之辈，他强行从那无边的恐惧中挣脱出来，捕捉到了一丝希望。这老龟解释了这么多，却没有直接动手，这或许意味着事情真的还有谈判的余地，再不济也能拖延到各派高层前来救援。红土斩当即改了称呼，姿态放得更低，恭敬地躬身行礼：“前辈，是晚辈等人有眼不识泰山，唐突了前辈。既然我等所言之物入不得前辈法眼，不如由前辈您来提要求，可好？只要我等6派能拿得出，定会给前辈一个满意的交代。”红土斩这番姿态换来的却是那玄龟的一声莫名轻笑，那笑声不大，却像是重锤敲在每个人的心上。行，既然你们6派有如此诚意，老朽不答应，倒显得老朽太过霸道。也罢，老朽却有一些所求之物。老龟古老的声音缓缓回荡道：“老朽这副躯壳虽坚固，却也笨重，早已厌倦。听闻你们人类修士的炼丹术冠绝天下，老朽需要一枚化形丹，你们可有？”这红土斩等人脸上的血色刚刚恢复几分，闻言瞬间又退了个干净，整个人都噎住了。化形丹这3个字对在场的金丹长老而言，不啻于天方夜谭，那是能让4阶之上已开灵智的大妖褪去兽躯，化作人形的无上神丹。此丹乃是7品丹药，据传一颗就价值上亿灵石，且有价无市。焚火谷虽然以炼制丹药见长，但就算是宗门高层，最多也只能炼制5品丹药。这化形丹别说炼制，就连见都没见过。而且
就算六派倾家荡产，真凑出上亿灵石，也根本找不到地方购买。宏图展嘴唇蠕动了几下，声音艰涩无比：“前辈，此物太过珍惜，我等实在拿不出来，能否换个要求？”“没有吗？”玄龟似乎并不意外，那巨大的头颅微微点了点。“也罢，老朽便换个要求，若没有化形丹，给老朽一件6品战甲，或6品神兵，亦或6品法宝，只要能拿出一件，此事便可作罢。”他那浑浊的眼眸扫过众人，补充道：“若无丹药，有件合身的甲胄或是趁手的兵器，也能让老朽的实力再进一分。”这，宏图展等人再度陷入死寂。如果说化形丹是遥不可及的传说，那6品法宝就是压在他们心头的一座无法逾越的大山。宏图展自己所用的法宝也不过是3品顶阶。在场的长老中，唯有百器门那位王姓长老仗着宗门优势，手中有一件4品法宝镇山塔。铁山宗的胡山之前斩杀白找章鱼王用的那件神兵斧头是众人中最好的，也仅仅只有4品。各派的正宗底蕴或许有几件5品的法宝和神兵，可6品在战甲、法宝、神兵中同品阶下，战甲的价值最高，法宝次之，神兵价值最便宜。但即便如此，一件6品的神兵价值也在6000万灵石左右，而价值最高的6品战甲起码要上亿灵石起步。这个要求比之化形丹也差不了多少，六派想要拿出来，付出的代价太大了。宏图展哪敢轻易答应，莫奈何他只能硬着头皮再次躬身：“前辈，这个要求还是太高了，我等倾尽宗门之力也无法办到，前辈能否再换一个？”玄龟那张布满褶皱的脸上依旧看不出喜怒。也罢，他似乎很好说话，再次答应了。那老朽再换一个要求。他的视线落在了那头双目尽毁的饕餮水母身上。老朽听着水母说，先前重创他的是一个会使雷法的修士。玄龟的目光缓缓扫过六派众人，只要将此修士交出，你们每一派再赔偿我这方水域500万灵石，老朽便放你们离开。阴阳鼎中，楚南听得啧舌，这老龟当真是狮子大开口，500万灵石一家，6家便是3000万，这笔巨款足以买下好几件4品法宝了。更让他心头发寒的是，那头饕餮水母竟对自己恨之入骨，点名要人。可以想见，自己若是落到这群妖兽手里，下场怕是比死还难受。幸好他听了九宁的话，提前一步躲进了阴阳鼎。外界，宏图展等一众长老听到玄龟这第3个要求，齐齐眉头紧皱。3000万灵石不少，但如果分摊到6家身上，每家500万，倒也不是拿不出来。这老龟实力莫测，年龄大的吓人，恐怕就是各派宗主来了，也未必能讨得好。关键是6派这次损失已经很大，真的要因为出一口气跟着老龟斗，更别说除了这老龟外，还有6个实力不下饕餮水母的妖兽。这股势力加起来，6派中每一派单独拿出来都无法抗衡。不单是宏图展，其他长老心中都萌生了将假谈判变为真谈判的想法。在场唯有秦云海脸色铁青，难看到了极点。胡山师兄不仅是铁山宗的首席护法长老，这次可是靠着分身救了他们所有人。要是把胡山师兄交出去，让铁山宗的脸面往哪搁？秦云海当即上前拱手：“前辈，先前我派胡长老虽打伤了那水母，可也是为了自保，前辈能不能换一个要求？”顿了顿，秦云海咬牙切齿：“我铁山宗愿出1000万灵石补偿前辈。”怎料那老龟闻言，浑浊的眼眸中竟是猛地迸发出一股骇人的凶光，之前那副慢条斯理的模样荡然无存。你们人类当真是得寸进尺。他那古老沉闷的声音此刻带上了滔天的怒火，化作滚滚音浪，震得潭水翻涌。老朽提一个要求，你们办不到；老朽再提一个，你们还是办不到。终于有个能办到的，你等还要跟老朽讨价还价。既然如此没诚意，那就不用谈了。宏图展等人闻言，无不心头狂震，面色巨变。宏图展立刻上前躬身急切开口：“前辈息怒，前辈息怒，容我等去劝劝他，商议商议。”老龟那巨大的头颅缓缓收回几分，一双眼眸冷漠地扫过众人，再无半分商量的余地。只给你们半盏茶时间，若做不到，老朽也懒得再更换别的要求，定要将你们杀得干干净净。看着宏图展几人围了过来，秦云海双目赤红，愤怒地朝几人传音：“胡山师兄刚才可是救了你们所有人的命，你们还真要忘恩负义，将胡山师兄交出去？我铁山宗绝不答应。”宏图展连忙传音安抚：“秦兄，并非如此，只是拖延时间。”说着，宏图展看似不经意地瞥了一眼自己手上的储物镯，继续传音：“我刚才已接到传讯，再有片刻功夫，我焚火谷的谷主储天年就到了。”而就在这时，
秦云海手上的储物镯也微微亮了一下。秦云海神识一扫，原本暴怒的神情瞬间凝固，随即化为一抹惊疑。他沉声传音：“我铁山宗宗主熊南风也片刻就到。”洪兄的意思是？洪图斩眼中闪过一抹金光，迅速传音：“我们有半盏茶的时间可以拖延，诸位立即联系各派赶来的高层。我刚才已用神识铭刻玉简，将此地的情况和我们楚宗主说明。宗主的意思是联合我们6派高层，试试那老龟的深浅。若那老龟真有通天彻地之能，到时再谈也不迟。可若那老龟只是徒有其表，哼！”洪图斩的声音里透出一股森然的贪婪。4阶妖兽的内丹可是价值连城，足以弥补我等各派这次所有的损失，甚至还有富余。秦云海等人闻言，精神皆是一振，恐惧与绝望被贪婪与希望取代，他们立刻不再犹豫，纷纷假借商议，暗中催动神识，将此地的情报飞速铭刻于玉简之中，联系着各自宗门赶来的高层。一时间，数道微不可察的灵光自几位长老的储物法宝中悄然飞出，瞬间没入上方的水域，消失不见。潭底深处，幽暗之中，林悠悠手臂上那只精巧的储物镯微微一亮，他取出一枚玉简，神识探入，片刻后，脸上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浅笑。6派的高层到了。那盘膝而坐的白衣修士闻声，缓缓起身，朝着那巨大的黑影走去。计划顺利，6派的宗主到了。白衣修士的声音平静，听不出任何情绪。他手掌一翻，一个血色的小玉瓶凭空出现，散发着奇异的香气。玉瓶悠悠漂浮，来到那庞然的黑蛟身前。这是我派答应你的化形丹。结。黑蛟喷出一股灼热的鼻息，将那血色玉瓶卷到面前，发出一阵刺耳的狂笑。算你们守信用，等本座炼化了那些小杂鱼，答应你们的事，本座肯定会做到。话音落下，黑蛟巨大的尾巴猛地一甩，搅起无边暗流，庞大的身躯化作一道黑电，朝着潭口方向冲了出去。阴阳顶空间内，楚南透过水镜，将外界6派长老那装模作样的商议看得分明。6派明显是在拖延时间，他心中暗自盘算，算时间，6大派的高层应该也快到了。这老龟虽然厉害，但6大派毕竟传承1000年，底蕴雄厚，仅靠这只老龟，怕是不足以震慑6派。而那时，恐怕就是这潭底黑蛟显出真身的时候了。魔女，你说这次6派能逃过一劫吗？九宁悬浮于半空，闻言先是摇头，却又微微点头，随即发出一声冷哼：“世间之事，真真假假，看到的未必是真的。反正你什么都做不了，与其想这些有的没的，不如想想待会儿该怎么找机会脱身。”楚南闻言一怔，想想也是，他能做的已经都做了，6派高层既然赶来，定然不会毫无准备。若是准备万全，最后还是难逃一劫，那便是命中注定，谁也无法改变。眼看半盏茶的时间即将过去，那玄龟浑浊的眼眸中已经透出几分不耐。老龟真要开口，却在这时，潭口方向6团璀璨的光华骤然亮起，撕裂了幽暗的潭水。玄龟与那6头3阶大妖齐齐朝着出口方向望去，动手！就在此刻，玄龟身后，红土斩猛地发出一声暴喝。秦云海、王姓长老等10余名金丹修士身上灵光暴涨，竟是绕过了那巨大的玄龟，将所有压箱底的攻击尽数朝着那双目尽毁的饕餮水母与其余6头3阶妖兽狠狠轰了过去。卑鄙的人类，你们找死！玄龟勃然大怒，他那山岳般的龟壳猛地一震，一股毁天灭地的威压就要扩散开来。然而，一张遮天蔽日的金色巨网却毫无征兆地从天而降，直接将他庞大的身躯死死罩住。远处，丧雷、杜青山、穆红林等幸存的弟子看到那张巨网，不由失声惊呼：这是百器门的镇宗之宝，5品顶阶法宝天罗地网。难道是百器门的宗主来了？那团光华肯定是我各派的高手来救援了，我们有救了！众人欣喜之际，那张从天而降的金色巨网铺天盖地而下，已将玄龟庞大的身躯牢牢锁住。金网之上符文流转，光华大盛，随着玄龟的每一次挣扎都收缩得更紧一分。咔咔，坚不可摧的龟甲边缘竟被那金色的丝线勒出了一道道深痕，四肢更是血肉模糊，有暗红色的妖血渗出。玄龟发出愤怒的咆哮，却无济于事。也就在此时，那6道撕裂潭水的璀璨光华在半空中骤然汇聚，凝成一柄通天彻地的巨型光剑，剑尖直指被困的玄龟帆。6道光华之中传来一声威严的暴喝，天罗地网猛地一抖，竟是将那山岳般的玄龟整个翻转过来，露出了其相对柔软的腹部甲靠。轰！巨型光剑没有丝毫停滞，携着斩灭一切的威势，狠狠刺在了玄龟的腹部。嗷！玄龟发出一声震天动地的凄厉惨嚎，一大口腥臭的妖血狂喷而出，
浑浊的眼眸中第一次流露出真正的痛苦与虚弱。光华散去，6道身影已然落在坛底各处，将那7头妖兽与玄龟隐隐包围。为首一人身着华贵火纹长袍，手持一柄玉扇，面容俊朗，正是焚火谷谷主储天河。他身旁一名身材魁梧、肌肉虬结的中年壮汉，双拳紧握，正是铁山宗宗主熊南风。另一侧，百器门门主黄百雄，一身锦衣，面带倨傲，眼神中满是贪婪。天剑门门主崔秋白，白衣胜雪，身形笔直，整个人便是一柄出了鞘的利剑。千雷宗宗主穆望，则是个面容和蔼的白发老者，他含笑看了一眼远处的穆红林，微微点头。最后一人通体笼罩在宽大的黑袍之中，气息阴冷，正是御兽门门主裘万彻。哈哈哈哈！百器门门主黄百雄发出一阵刺耳的大笑，他指着那被天罗地网翻过来还在不断抽搐的玄龟，满脸不屑，还以为是什么了不得的老怪物，也不过如此。诸位，速战速决，宰了那几头小的，这老龟的龟壳老夫要了。话音未落，黄百雄身形一晃，已然朝着那头体型庞大的铁钳蟹王扑了过去。黄老鬼还是这般心急。楚天河轻摇玉扇，微微一笑，身形飘忽，迎上了那条快于电闪的隐气鲨。熊南风一声咆哮，如猛虎下山，直取那尊变体尖刺的延脊海胆。崔秋白剑意冲霄，人剑合一，化作一道流光，斩向那头长颈蛇龙。穆望舟身雷光闪烁，引动万千电蛇，照向那只散发剧毒的腐毒水军。裘万彻的黑袍之中伸出数条漆黑的锁链，悄无声息地缠向那头样貌狰狞的深渊灯鬼。6大宗主对上了6头3阶大妖。红土斩、秦云海等一众长老见状，也是精神大振。诸位，杀了那头水母！秦云海怒吼一声，10余名金丹长老不再犹豫，各自祭出法宝，将所有攻击尽数倾泻在那头双目尽毁的饕餮水母身上。可怜那饕餮水母本就遭受重创，又哪里经得住10余名金丹长老的联手围攻？不过几个呼吸的功夫，他那庞大的伞盖便被轰得千疮百孔，无数触手被斩断撕裂，发出一阵阵凄厉的哀鸣，庞大的身躯无力地坠向坛底，眼看是活不成了。远处，丧雷、杜青山、穆红林等幸存的3派弟子看到这摧枯拉朽的一幕，脸上都浮现出狂喜之色。我等6派宗主都到了，哼，有宗主等人出手，定能杀光这些妖兽，为死去的同门报仇。压抑了许久的兴奋与激动，在这一刻彻底爆发，欢呼声响彻坛底。阴阳顶空间内，楚南透过水镜将外界这番惊天逆转看得一清二楚，脸上满是错愕。他转头看向悬浮在半空的九宁，语气中带着几分难以置信：魔女，这就完了？那头老龟不是堪比元婴修士的4阶大妖吗？怎么会败得如此轻易？九宁的声音里带着惯有的清冷，还有一丝对楚南少见多怪的鄙夷。你当五品法宝是寻常玩物吗？那张天罗地网可不仅仅是困住了那老龟的躯体，网上铭刻的符文阵法已将他一身通天妖力压制了7、8成，没了妖力护体，他不过就是一只空有坚硬龟壳的普通老龟罢了。九宁顿了顿，继续道：那6个宗主个个都是金丹后期的修为，6人合力催动各自法宝发出的全力一击，威能之强岂会输给寻常的元婴修士？这老龟能硬抗一击不死，已经算是皮糙肉厚，不愧是活了不知多少年的老妖怪了。楚南听得心头骇然，这才明白五品法宝的恐怖之处。他望着水镜中那节节败退的妖兽，心中却无半分喜悦，反而升起更深的忧虑。魔女，那这天罗地网能否困住那头黑蛟？呵，九宁发出一声轻笑，带着几分嘲弄。你以为法宝是万能的？任何法宝讲究的都是出其不意，一旦有了防备，威力便要大打折扣。这老龟已经吃了亏，你觉得那藏在暗处的黑蛟还会傻乎乎的往里钻吗？他悬浮于半空，黑裙飘动，绝美的容颜上浮现一抹凝重。他做事手下这些3阶大妖被屠戮，却迟迟不现身，为的恐怕就是想看看这6大宗门究竟有多少压箱底的宝贝。这头黑蛟远比你想象的要狡猾冷血。九宁的语气变得前所未有的严肃。楚南，待会儿若有任何机会脱身，万不可有片刻迟疑。楚南心中一凛，重重点头。水域之中，战斗已然是一场酣畅淋漓的屠杀。百器门门主黄百雄对上了那头横行霸道的铁钳蟹王，他嘿嘿一笑，根本不近身，只是随手一抛，一面古朴铜镜飞出，射出定身神光，让那蟹王动作一滞。又一柄金色小剑飞出，绕着蟹王巨大的钳子叮叮当当一通乱砍，火星四溅。随即一方紫金大印当头砸下，砸得那铁钳蟹王眼冒金星，甲靠开裂。3件法宝齐出，打得那蟹王毫无还手之力，
只能愤怒地挥舞着大钳子，却连黄百雄的衣角都碰不到。另一边，铁山宗宗主熊南风对上了那尊满身尖刺的岩脊海胆，他一声咆哮，手中多出2柄磨盘大的黑色巨锤，抡起来虎虎生风，对着那海胆就是一通猛砸。当当当当，沉闷的巨响在潭底连绵不绝，仿佛有个铁匠在疯狂打铁。那岩脊海胆引以为傲的岩石尖刺竟被砸得一根根断裂崩飞，他疼得满地乱滚，却怎么也摆脱不了那雨点般的锤击。焚火谷谷主楚天河最为潇洒，他摇着玉扇，身旁一道白色异火盘旋，所过之处潭水竟被生生煮沸，咕噜噜冒着泡。那条快鱼电闪的影旗鲨此刻却成了热锅里的鱼，他每一次冲锋都被那白色异火逼退，身上更是被灼烧得滋滋作响，一股焦糊的肉香在水中弥漫开来。影旗鲨不断发出凄厉的惨叫，身上青烟直冒，眼看就要被烤熟了。天剑门门主崔秋白则将快自觉发挥到了极致，他身形飘忽，手中长剑化作千万道剑影，在那头长颈蛇龙身上来回穿梭。那蛇龙愤怒地喷吐着毒液，扭动着修长的身躯，却连崔秋白的残影都无法捕捉。片刻之后，崔秋白收剑而立，白衣依旧不染尘埃，而那头长颈蛇龙身上已是千疮百孔，无数道深可见骨的剑痕遍布全身，墨绿色的血液汩汩流出，巨大的身躯晃了晃，轰然倒下爆。千雷宗宗主目望，周身雷光游走，无数银蛇电弧将那散发剧毒的腐毒水军团团围住。那腐毒水军身上竟没有一道伤痕，可他整个伞盖都在剧烈的抽搐，口中不断吐出白色的泡沫，两眼翻白，一副随时都要昏死过去的样子。御兽门门主裘万彻更是连动都懒得动一下，他只是站在原地，宽大的黑袍下飞出3头气息同样强横的水系灵兽，对着那头深渊灯鬼便是一阵疯狂撕咬。可怜那灯鬼样貌狰狞，却被3头同阶灵兽围殴，不多时便被咬得遍体鳞伤，头顶那盏引以为傲的明灯都被其中一头灵兽一口咬碎。也就在此时，红土斩、秦云海等10几名长老终于将满腔的怒火尽数宣泄在了那头饕餮水母身上。轰！伴随着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10几道攻击汇于一点，饕餮水母那本就破烂不堪的庞大伞盖再也支撑不住，轰然爆开。墨绿色的腥臭之液混合着无数碎肉，如同一场暴雨向着四周溅射开来。那头凶威赫赫的3阶大妖就此尸骨无存。丧雷、穆弘林、杜青山等一众幸存的3派弟子看着眼前这摧枯拉朽的战局，先前积压在心头的恐惧与绝望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狂喜与崇敬。这就是6大宗门宗主的实力。先前让他们束手无策，几乎陷入绝境的7头3阶大妖，在宗主们的手中竟如同土鸡瓦狗，不堪一击。此刻6位宗主已然各自结束了战斗。黄百雄收回3件法宝，一招手便将那铁钳蟹王坚硬无比的内丹射入手中。熊南风巨锤遁地，将那沿极海胆的内丹从碎裂的尸身中震出。楚天河、崔秋白等人也纷纷将各自对手的妖丹取到手中。一时间，6颗散发着磅礴妖力的3阶内丹在潭底熠熠生辉。阴阳顶空间内，楚南看着水镜中那6颗价值连城的内丹，心里也不免有些眼热。这可都是3阶妖兽的内丹，每一颗都足以换取海量的修炼资源。此时，红土斩、秦云海等6派长老纷纷来到自家宗主面前，躬身行礼。红土斩对着焚火谷谷主楚天河，脸上满是愧色：“宗主，弟子办事不力，累得宗门此次损失惨重，还请宗主责罚。”秦云海等人也纷纷低头向各自的宗主请罪。楚天河摆了摆手，温声安抚：“谁也未曾料到，这黑龙潭深处竟隐藏着如此多的高阶妖兽，此事怪不得你们。”他顿了顿，目光扫过众人，问道：“之前你们在御简中提及，是铁山宗的湖山长老将你们从水母腹中救出，他人呢？”红土斩没想到宗主会主动关心湖山，连忙解释道：“回宗主，救我等的是胡长老的一具分身，不过那分身在施展出惊天一击后，似乎灵力耗尽，与那饕餮水母一同消散了。胡长老的本尊在那边。”6派宗主的视线齐齐落向不远处那具躺在地上的尸身。楚天河身形一晃，来到胡山身旁，伸出2指搭在其手腕上探查片刻，眉头微微蹙起。铁山宗宗主熊南风见状，连忙上前，瓮声瓮气地问：“楚兄，我派的胡长老，他怎么样了？”楚天河收回手指，沉吟道：“从他体内的伤势与法源残留来看，似乎不具备凝聚出那等强大分身的实力。不过世事无绝对，或许是动用了什么秘法。”说罢，他翻手取出一个玉瓶，从中倒出一颗龙眼大小、散发着沁人清香的丹药。这是5品丹药，千年保心丸，药力温和，能固本培元。先让他服下，看看能否苏醒。
一旁百器门的黄百雄却显得极不耐烦，粗暴地打断道：“行了行了，别婆婆妈妈的，眼下先结果了这只老乌龟才是正事。”说着，他身形一闪，已然来到被天罗地网困住的玄龟面前，发出一阵嘿嘿冷笑。听说这万年老龟的龟血不仅是炼制高阶丹药的绝佳材料，还能用以淬炼神兵法宝。老夫不会马上杀了你，但会先将你的龟壳完整的剥下来，再将你囚禁于我百器门的地火之中，慢慢取血，定要让你物尽其用。阴阳鼎中，楚南听到这番话，脸色冷峻。怪不得那黄风行事嚣张跋扈，毫无人性，原来这百器门从上到下都是一路的凶残货色。面对黄百雄赤裸裸的威胁，那玄龟只是平静地看着他，古井无波的眼眸中甚至连一丝波澜都未曾泛起。他缓缓开口，声音古老而淡漠：“有本事你就来拿！”你！黄百雄勃然大怒，满脸的贪婪化为狰狞，死到临头还敢嘴硬。好，老夫这就让你知道什么叫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话音未落，他掌心光华一闪，一柄寒光四射的金色小剑法宝凭空出现。老夫先废了你的丹田，再来慢慢炮制你这身龟壳。那柄金色小剑裹挟着黄百雄的阴冷杀意，没有半分迟滞，直接刺向玄龟柔软的腹部。噗嗤，利刃入肉的声音清晰传来。玄龟那庞大的身躯猛地一颤，发出一声压抑不住的痛苦嘶吼，暗红色的妖血从伤口处喷涌而出，染红了腹下的潭水。哈哈哈哈！黄百雄见状，发出得意的狂笑，他单手一招，便准备收回那天罗地网，好慢慢炮制这头已无反抗之力的老龟。然而就在他法诀催动的瞬间，异变陡生，整个潭底的水流毫无征兆的疯狂倒卷，形成一个巨大的漩涡。一股根本无法抗拒的恐怖吸力从那漩涡的中心骤然传来，那张本该飞回黄百雄手中的天罗地网，竟是被这股吸力猛地一扯，瞬间脱离了他的掌控，化作一道金光，没入了远方幽暗的水域深处。我的网！黄百雄脸上的狂笑瞬间凝固，取而代之的是惊怒与骇然。他猛地抬头，死死地盯向那吸力传来的方向。只见在那幽暗的尽头，一个硕大无朋、似蛇非蛇的狰狞兽首缓缓浮现。那兽首通体漆黑，布满了森然的鳞片，头顶之上赫然有两个狰狞的鼓包，仿佛有什么东西即将破肉而出。一双比灯笼还要巨大的赤红眼眸正漠然地俯视着他们，其中充满了戏谑与残忍。结结结，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冷笑声直接在每个人的灵魂深处响起。那兽首张开血盆大口，将被他吸走的天罗地网一口吞下，仿佛只是吃了一道不起眼的开胃小菜。什么？楚天河、熊南风等其余5派宗主脸色巨变，身形一晃，瞬间便将黄百雄护在中央，6人背靠背，结成了一个临时的防御阵型，神情凝重到了极点。红土斩、秦云海等一众长老刚刚才从斩杀饕餮水母的喜悦中回过神来，此刻看到那尊恐怖的兽首，一个个全都傻了眼，浑身冰凉。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解决了那头4阶玄龟，潭底竟然还隐藏着一个更加恐怖的存在。这黑龙潭究竟是什么龙潭虎穴？所有弟子速速靠拢！秦云海最先反应过来，对着远处那些早已吓呆的幸存弟子发出一声暴喝。丧雷、杜青山、穆红林等人不敢怠慢，连忙组织着残存的弟子退到6派宗主与长老们的身后，一个个面无人色，身体控制不住地颤抖。那道兽首散发出的威压，比之先前的玄龟还要恐怖10倍不止。阴阳顶空间内，楚南透过水镜看着那尊缓缓从黑暗中显露全身的庞然大物，只觉得一股寒气从脊背升起。那是一头体长超过100丈的巨型黑蛟，它那庞大的身躯盘踞，每一次呼吸都搅动着潭水翻涌，仿佛这片水域的君主。黑蛟终于出来了，楚南喃喃自语，心头沉重。潭水之中，气氛凝固到了极点。那头硕大无朋的黑蛟只是静静地悬浮在那里，那双赤红的眼眸蓦然扫过，便让在场的所有修士，从金丹长老到宗门之主，都感到一股源自灵魂深处的战栗。我的网！你这该死的畜生，把我百器门的镇宗之宝吐出来！黄百雄的咆哮声打破了这片死寂，他双目赤红，几乎要滴出血来，指着那黑蛟的鼻子破口大骂。那可是5品顶阶法宝天罗地网，是百器门传承的根基之一，如今却被这头来路不明的妖兽一口吞了，这让他如何能不抓狂？然而黑蛟只是懒洋洋地瞥了他一眼，那眼神仿佛在看一只聒噪的蝼蚁。铁山宗宗主熊南风魁梧的身躯绷得紧紧的，肌肉虬结，他死死盯着那黑蛟，喉咙里发出一阵低沉的咕噜声，传音给身旁的楚天河。楚兄，这东西比那只老乌龟强了不止100倍。楚天河面色前所未有的凝重，他手中的玉扇早已收起，沉声回应：这并非寻常妖兽，若我没看错，
这应当是传说中能呼风唤雨、有化龙之姿的蛟。此言一出，周围几位宗主无不心神俱震。他们都是活了数百年的老怪物，对于古籍中记载的种种传说，自然不会陌生。蛟乃是凌驾于寻常妖兽之上的存在，血脉高贵，天赋异禀，成年便可匹敌元婴后期的大修士。若是机缘足够，甚至能褪去蛟身，化为真龙一旁的红土斩。听到楚天河的话，浑身一颤，他失神地望着那庞大的黑影，口中喃喃自语：黑龙潭，黑龙潭，难道说此地的传说竟是真的？远古之时，这里真的有蛟化龙。这个念头一出，所有人的心都沉入了无底深渊。如果传说是真，那他们今天闯入的根本不是什么妖兽巢穴，而是一处龙潭。结！一阵刺耳的狂笑声在每个人的识海中炸开。那黑蛟巨大的头颅微微晃动，赤红的眼眸中满是戏谑。算你们这些渺小的人类还有几分见识。好了，本座今日心情不错，你们有什么遗言尽可以说来。黑蛟的声音带着一股古老的沧桑与不容置喙的霸道。等本座化为人形，说不定还能有兴致替你们一一实现。化为人形。听到这4个字，楚天河等人的面色又是一变。4阶妖兽虽能口吐人言，凝聚元婴之力，但想要褪去兽躯，化作人形，唯有服用传说中的7品神丹化形丹。他们猛地想起之前那玄龟提出的第一个要求，便是化形丹。原来那玄龟索要化形丹，竟是为了献给这头黑蛟。这黑蛟的实力已然深不可测，若是再让它成功化形，其实力又将达到何等恐怖的境地。虚张声势！黄百雄被夺宝之恨冲昏了头脑，他厉声怒喝：什么狗屁妖蛟！诸位，他再厉害也只是一头畜生，我们6人联手未必不能宰了他。他的眼中迸发出疯狂的贪婪，宰了他，这头妖蛟浑身是宝，他的内丹、精血、龙筋、鳞甲，哪一样不是价值连城的宝贝，足以弥补我们这次所有的损失。黄百雄的话让其余几位宗主的心头也泛起一丝波澜，恐惧的尽头便是疯狂的贪欲。他们很清楚，面对这等恐怖的存在，求饶绝无可能，逃跑更是痴人说梦，唯有拼死一战。胜则一步登天，得到天大的机缘；败也无非是早死晚死的区别。楚天河深吸一口气，眼中闪过一抹决然，他缓缓环视众人，声音低沉而有力：诸位，已经没有退路了，动手！话音落下的瞬间，6大宗主的气势轰然爆发。楚天河周身白色一火冲天而起，将周围的潭水瞬间蒸发，形成一片真空地带。熊南风仰天咆哮，身形暴涨，化作一尊3丈高的肌肉巨人，手中那2柄磨盘巨锤燃烧起熊熊的血色气焰。崔秋白人剑合一，一道贯穿天地的璀璨剑芒撕裂了幽暗的潭水。目望周身万雷奔腾，化作一片雷霆的海洋。裘万彻的黑袍无风自动，无数怨毒的兽魂从中飞出，发出凄厉的咆哮。黄百雄更是将压箱底的数件4品法宝尽数祭出，宝光冲天6派宗主手段尽出，在这一刻毫无保留，联手攻向了那尊山岳般的黑蛟。面对6大宗主石破天惊的联手一击，那巨大的黑蛟赤红的眼眸中竟是流露出一抹人性化的轻蔑。黄百雄冲在最前，他被夺宝之恨彻底冲昏了头脑。之前对付铁钱蟹王的3件法宝，此刻宝光大放，化作流光，朝着黑蛟的头颅狠狠砸去。姐，除了那张破网，你这些在本座眼里不过是些破铜烂铁。黑蛟发出一阵刺耳的冷笑，他甚至没有闪躲，只是随意地抬起一只狰狞的蛟爪，对着那3件宝光闪烁的法宝轻轻一拍，当当，咔嚓，古朴铜镜、金色小剑、紫金大印，3件在外界足以引起金丹修士争抢的4品法宝，在蛟爪之下，竟是连一个呼吸都没能撑住，便直接被拍成了漫天碎片。噗！法宝被毁，黄百雄心神牵连之下，当即喷出一大口鲜血，满脸的骇然与难以置信。与此同时，焚火谷主楚天河催动的白色异火也已盘旋至黑蛟身前，那能煮沸潭水的恐怖高温，却似乎对黑蛟没有造成任何影响。呼！黑蛟张口喷出一股肉眼可见的黑色气息，那气息阴冷死寂，带着一股腐朽万物的味道，与那白色异火一碰，原本熊熊燃烧的异火竟猛地一暗，差点当场熄灭。楚天河大惊，想也不想，急忙收回异火，身形暴退。吼！铁山宗宗主熊南风化身的肌肉巨人已然杀到，他手中那2柄燃烧着血色气焰的磨盘巨锤，带着开山裂石之威，狠狠砸在了黑蛟的背部。当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传来，黑蛟庞大的身躯只是微微晃了晃。你这力道不错，可惜实力太弱。黑蛟那戏谑的声音响起，他那长达100丈的巨大蛟尾看也不看，反手便是一记横扫，
速度快到极致。熊南风瞳孔骤缩，根本来不及躲闪，便被那交尾结结实实的抽在胸口。他那堪比法宝的强横肉身瞬间凹陷下去一大块，整个人化作一颗炮弹，被狠狠地抽飞了出去，撞在远处的潭壁之上，生死不知。万雷天影，千雷宗宗主穆望须发接张，周身雷霆万钧，比之先前穆弘林施展的雷法，威势强了100倍不止。无穷无尽的雷蛇电网将黑蛟庞大的身躯尽数笼罩。然而承受着这狂暴的雷霆轰击，黑蛟竟是纹丝不动，甚至还舒服地晃了晃脑袋。他那赤红的眼眸中带着一丝回味与不屑。这点雷电比本座突破元婴时的雷劫差太多了。轰！此言一出，正在施法的穆望以及远处勉强稳住身形的楚天河、黄百雄等人脑海中仿佛有惊雷炸响。突破元婴时的雷劫，难道说这头黑蛟早已不是堪比元婴修士的4阶妖兽，而是已经突破了4阶，达到了恐怖的5阶，那可是等同于人类化神期修士的无上存在。这个念头让所有人的心瞬间坠入了无边的冰冷深渊。结，看着众人那震撼绝望的表情，黑蛟似乎极为享受，他发出一阵兴奋的狂笑。放心，本座在此地设下此局，你们对本座还有大用，本座会好好陪你们玩玩的。话音未落，他猛地发出一声震动神魂的咆哮。哦！恐怖的音波扩散开来，首当其冲的穆望只觉神魂巨震，眼前一黑，口鼻之中鲜血狂涌，整个人便从半空中无力地坠落下去。爷爷！远处的穆弘林发出一声凄厉的悲呼，不顾一切地冲了过去，将昏迷的穆望紧紧抱住。红土斩、秦云海等一众长老看到几位宗主转瞬之间便接连落败，一个个胆战心惊，手脚冰凉。金云斩！就在这时，一直沉默不语的天剑门门主崔秋白终于出手，他将毕生剑意凝聚于一点，一道贯穿天地的巨型剑影撕裂潭水，朝着黑蛟的头颅怒斩而下。这是他最强的一击。然而面对这毁天灭地的一剑，黑蛟只是不屑地张开了血盆大口。哥，那足以斩断山岳的剑影竟被他一口吞了下去，末了还心满意足地打了个饱嗝。这一幕让所有人彻底陷入了死寂。御兽门门主裘万彻见状，通体笼罩的黑袍猛地一抖，竟是毫不犹豫，转身便朝着潭口的方向亡命飞去。逃！再不逃，就真的全都要死在这里了。他御兽门本就不善争斗，面对这等无法理解的存在，他的那些灵宠连被放出来的勇气都没有。想逃？黑蛟那戏谑的声音传来，在本座面前，你逃得了吗？他张开巨口，猛地一喷，一道璀璨的剑光竟是被他从口中喷吐而出，赫然是方才被他吞下的那道金云斩。剑光迅如闪电，后发先至。正在逃窜的裘万彻只觉背后一股致命的危机袭来，他骇然回头，却只看到一片耀眼的白光。噗！裘万彻根本无法抵挡这属于崔秋白的最强一击，一口鲜血狂喷而出，整个人如断线的风筝般坠落。若非他身上穿着一件护身的2品战甲，怕是这一击就足以让他当场形神俱灭。阴阳顶空间内，楚南透过水镜将外界那摧枯拉朽、一面倒的屠杀看得一清二楚，只觉得一股寒气从脚底直冲头顶。这黑蛟太强了，强到了一种让人完全生不出反抗念头的地步。6大宗门的宗主在他面前竟真的和蝼蚁没什么区别。潭底陷入了一片死寂，先前还威风八面、不可一世的6大宗门之主，此刻或重伤昏迷，或狼狈不堪，再无半点高人风范。幸存的长老与弟子们挤在一起，身体因为极致的恐惧而不住的颤抖，连呼吸都变得小心翼翼，生怕惊动了那尊山岳般的恐怖黑蛟。绝望如同冰冷的潭水将每一个人淹没。焚火谷谷主楚天河强撑着站起身，抹去嘴角的血迹，体内翻涌的气血让他脸色一阵清白。楚天河压下心头的惊悸，对着那庞然的黑蛟拱了拱手：前辈神通盖世，我等自愧不如。今日之事皆是我等有眼无珠，多有冒犯，实属误会。我6派在此地传承千年，根基深厚，还望前辈看在6派无数生灵的份上，莫非真要斩尽杀绝，与我6大宗门结下不死不休的死仇？楚天河的声音沉稳，试图在这绝境之中寻到最后一线生机。结！黑蛟那令人毛骨悚然的狂笑声再度在众人识海中响起。6派？什么东西？他那灯笼般的赤红眼眸中充满了不加掩饰的鄙夷。等本座化形而出，第一件事便是去你们那所谓的6大宗门走一遭，将你们这些蝼蚁的根连根拔起，斩草除根。轰！此言一出，楚天河等人面色惨变，心中最后的一丝侥幸也彻底化为了齑粉。这头黑蛟不仅要杀了他们，还要将6大宗门满门屠尽。然而就在众人彻底陷入绝望之际，
那黑蛟话锋一转，语气中带着几分玩味。而且，你们六派有今日之局，跟本座可没什么关系，是有人你们六派送到本座面前而已。本座不过正好需要血石，笑纳罢了。什么？此话一出，楚天河等人心头狂震，被人算计了，这究竟是什么意思？黑蛟那巨大的头颅缓缓转动，赤红的眼眸扫过潭底幽暗的角落，发出一声不耐烦的冷哼。怎么，本座已经收拾了这些碍事的家伙，你们还不准备出来吗？话音未落，两道璀璨夺目的霞光毫无征兆地从潭底深处的幽暗中飞射而出，瞬间便落在了场中。霞光散去，现出两道身影，为首的正是先前在潭底深处与黑蛟密谈的那名白衣修士，而站在他身旁的竟是先前在拍卖行中对楚南青眼有加、姿容绝美的林悠悠。此刻的林悠悠脸上再无半分温婉浅笑，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淡漠。他那清冷的目光扫过狼狈不堪的六派众人，仿佛在看一群死物。白衣修士则是负手而立，神情平静，似乎眼前这血腥的场面与他没有丝毫关系。你是福源拍卖行的林女娃？焚火谷谷主楚天河看着那张熟悉的绝美面容，眉头紧紧皱起。红土斩等六派长老更是面露惊疑之色，失声道：你不是应该在方氏的拍卖行里，怎么会出现在这里？面对众人的质问，林悠悠脸上挂着一抹淡淡的浅笑，那笑容里再无半分温婉，只剩下冰冷的漠然。拍卖会里的不过是我的一个替身罢了。他的话语轻描淡写，却让众人心头一震。至于引诱你们六派前来搜寻这黑龙潭的，也是我。话音落下，林悠悠素手一翻，一株通体散发着幽蓝光晕，形态与传说中一般无二的水草出现在他的掌心。他语调平淡地继续说道：黑龙潭中从来就没有什么寒星母草，这株母草是我们天行宫在10年前亲手放入此地的。阴阳顶空间之内，楚南瞳孔猛地一缩，他这次冒着天大的风险深入黑龙潭，为的就是这寒星母草。什么？楚天河等人闻言无不骇然变色。楚天河脑中电光火石般闪过一个念头，他猛地想起了什么，声音变得异常干涩。10年前，你们福源拍卖行出来方式，便拿出一枚南州令，对我等六派施压，强行在此地立足。难不成从那个时候起，你们就在为了今天布局？林悠悠赞许地点了点头。楚谷主果然心思缜密，我不明白。楚天河厉声喝道：你们天行宫与这妖蛟勾结，费尽心机毁我六派，对你们究竟有什么好处？难道就为了这区方氏的利益？方氏？林悠悠发出一声不屑的轻笑，那笑声里充满了居高临下的傲慢。这点利益，我们天行宫还看不上。说起来，我们天行宫也并无意针对你们六派，因为……他顿了顿，清冷的目光扫过众人，一字一句地说道：你们还不够资格，只不过我们恰好想请这只黑蛟帮个忙，而他又恰好提出了一些微不足道的要求，你们六派又恰好在此地，所以只好牺牲你们了。这番话如同一记记重锤，狠狠砸在楚天河等人的心上，让他们脸上血色尽退，只剩下无尽的屈辱与愤怒。好一个天行宫，好一个以大欺小！铁山宗宗主熊南风气得浑身发抖，他指着林悠悠怒极反笑：你们就不怕此事传扬出去，被整个南州的同道耻笑吗？传扬出去？林悠悠仿佛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这黑蛟正要借助传承秘法突破化神之境，而你们就是他最好的血食祭品。等到他将你们所有人吞噬殆尽，又有谁会知道今日之事与我天行宫有关？世人只会知道黑龙山脉6大宗门不知死活，闯入龙潭，惹怒了远古凶兽，落得个满门覆灭的下场。熊南风脸上的怒火瞬间凝固，取而代之的是彻骨的寒意与骇然。阴阳鼎中，楚南同样被这番话震得头皮发麻。天行宫，南州3大顶尖宗门之一，这林悠悠竟是出身如此恐怖的势力。更让他心惊的是，这头黑蛟竟已是化神巅峰，马上就要突破了。听这意思，莫非他真要将此地所有修士全部吞噬？这也太残忍了！残忍！九宁的声音在楚南脑海中响起，带着一贯的清冷。人类的餐桌上摆满了各种妖兽烹制的美食，对异族而言，人类同样也是餐桌上的佳肴。这世间本就如此，无所谓残忍与否。只是九宁话锋一转，悬浮于半空的他，那双凤目中也流露出一丝沉吟。不过事情有些不对劲，这头黑蛟既然也有如此实力，为何不直接杀上6派山门，将他们尽数吞了，反而要多此一举，跟这姓林的丫头合作？这……楚南闻言也愣住了。是啊，以黑蛟碾压6大宗主的实力，根本没必要如此大费周章，这其中定然还有着不为人知的隐情。
潭水之中，楚天河与熊南风等人脸上只剩下惨然的苦笑。挣扎，反抗，在绝对的力量面前，一切都显得那么可笑与苍白。好了，可以开始了吧？那头黑蛟似乎失去了耐心，赤红的眼眸转向林悠悠，声音中带着一股急不可耐的催促。本座已经等不及了。林悠悠清冷的脸上浮现一抹浅笑，他偏过头看向身旁那名始终沉默的白衣修士。白衣修士会意，缓缓点头。他手掌一翻，一尊不过巴掌大小、通体血红、造型古朴的小鼎凭空出现在他掌心。那小鼎出现的瞬间，一股浓郁到化不开的血腥煞气猛地扩散开来，让周围本就冰冷的潭水变得更加阴寒刺骨。这是什么邪物？楚天河心头狂跳，厉声质问。好重的煞气，你们究竟想干什么？想干什么？林悠悠的笑意更浓，那是一种看待将死之物的怜悯与嘲弄。这头黑蛟前辈在突破化神时曾经历9重雷劫，体内一直留有暗伤，难以痊愈。这次自然是想借诸位一身的精纯血肉与法源，先疗愈旧伤，再一举突破瓶颈。至于这件宝贝，林悠悠的视线落在那血色小鼎上，声音里带着一种近乎炫耀的傲然。想必诸位也曾听闻过他的大名，昔日南州第一魔道大派和欢宗的镇派邪宝之一炼奴鼎。什么？炼奴鼎？这3个字仿佛3道催命符，让楚天河、熊南风等所有幸存的修士浑身巨震，脸上最后的一丝血色也褪得干干净净。合欢宗的炼奴鼎，传闻中可炼化生灵为血奴，剥夺其神智，榨干其所有精气神，歹毒无比。这件传说中的魔器怎么会出现在这里？你们要用此鼎将我等活活炼化？熊南风的声音都在颤抖，充满了无尽的惊惧。回答他的是白衣修士冷漠的行动。只见他口中念念有词，单手掐诀，那尊血色小鼎瞬间脱手飞出，迎风暴涨翁。小鼎悬于潭水中央，鼎口朝下，无数诡异的血色符文从鼎身上亮起，一道道刺目的血光瀑布般倾泻而下，瞬间便将方圆数百丈的水域化作一片粘稠的血色海洋。跟他们拼了！楚天河发出绝望的怒吼。事已至此，唯死而已。他强体体内残存的法源，白色异火再度升腾。其余几位宗主与长老也纷纷祭出最后的保命手段，试图冲破这片血海的笼罩。然而当那血光触及他们身体的瞬间，所有人的动作都猛地一滞。啊！一名千雷宗的长老最先失控，他抱着头颅发出凄厉的惨叫，双眼变得血红，神智瞬间错乱，竟开始疯狂攻击身旁的同伴。紧接着一个又一个的修士，无论是金丹长老还是幸存的弟子，都在血光的侵蚀下，双眼变得迷茫空洞，彻底放弃了抵抗。他们有的抱头痛哭，有的疯癫大笑，有的则像木偶一样呆立在原地，任由自身的精血与法源被那血光一丝丝的抽离，汇入上方的炼奴鼎之中。潭底化作了一片群魔乱舞的人间炼狱，唯有黑蛟、林悠悠以及那催动法宝的白衣修士在这片血海中安然无恙。好了，我的法源有限，坚持不了太久，你抓紧时间。白衣修士的脸色有些苍白，显然催动这炼奴鼎对他消耗巨大。哼！黑蛟发出一声冷哼，巨大的嘴巴猛地一张，呼！一股庞大的吸力传来，潭底那些先前被6大宗主斩杀的妖兽尸骸，以及更远处水域中无数被惊动的大小妖兽，全都被这股力量卷了过来，抛入血光的笼罩范围。这些妖兽无论是低阶还是高阶，一旦被血光沾染，下场便和那些人类修士一般无二，挣扎嘶吼片刻便会失去神智，沦为被炼化的祭品。黑蛟，你背信弃义！就在这时，那头先前被天罗地网重创的老龟，竟是凭借着强横的肉身与意志，发出一声虚弱而愤怒的咆哮。老朽帮你开启灵智，助你修行。你竟连老朽也要一并炼化？老匹夫！黑蛟赤红的眼眸中闪过一抹残忍的冷笑。这方水域谁不听从本座号令？唯有你终日倚老卖老，在本座面前摆前辈的架子，本座早就看你不爽了。话音未落，他那巨大的蛟爪猛地一挥，砰！老龟本就重伤的龟甲上再度添了一道深可见骨的爪痕，他一大口妖血喷出，神情迅速萎靡下去。很快他那浑浊的眼眸中也开始出现挣扎与迷茫，显然也快要抵挡不住炼奴鼎的侵蚀了。眼看大局已定，黑蛟发出一阵满足的狂笑，他正要开始吞噬这些被炼化的血石，赤红的眼眸却猛地一凝。不对！他那庞大的神念扫过整个潭底，脸上的笑意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股惊疑，这水域中的妖兽尸体怎么少了好多？是谁偷了本座的血石？黑蛟愤怒地发出一声怒吼，震动水域，翻涌出层层大浪。阴阳鼎中听到黑蛟的咆哮，楚南心惊肉跳。这黑蛟说的
不会是被他收进阴阳鼎里那些妖兽尸体吧？眼见那黑蛟在外界发出沉重鼻息，似乎在探寻究竟。楚南心头一凛，急忙看向九宁魔女，这黑蛟实力如此强，还有白衣修士那手中的血色法宝，咱们不会有事吧？楚南看着水镜中那尊山岳般的黑蛟，只觉得头皮阵阵发紧。九宁悬于半空，发出一声不屑的冷哼：你当阴阳鼎是什么？也就是你现在修为太低，根本驾驭不了它的1/10威能。否则，你若有本尊当年1%的修为，挥动这鼎，直接就能把这条不成气候的小泥鳅给活活砸死。放心吧，只要你躲在这里不出去，他们根本找不到你。楚南被噎得说不出话来，他定了定神，指着水镜中那些在血光里神情癫狂、状若疯魔的修士。那外面的人都怎么了？那姓林的丫头不是说了吗？九宁红唇勾起一抹玩味的弧度。那血色小鼎是你和欢宗的法宝，你反倒来问本尊？楚南顿时满脸无奈，他一个外门弟子，哪里有机会知道宗门传说中的邪宝？九宁见他吃瘪的模样，唇角的笑意更深了几分，这才慢悠悠地解释起来：这血光之中应该暗含着类似夺舍的控制铭文，能直接侵蚀神魂。等这些人彻底放弃挣扎，便会被完全控制，沦为待宰的牲畜。他话锋一转，语气中带着几分了然。本尊猜测，此法虽然歹毒，但真正的目的是为了后面更方便的吞噬。这头黑蛟明显是神魂受过重创，他想让这些被控制的人主动献祭出自己的灵魂之力，供他吞噬疗伤。若非如此，以他的实力，大可不必如此麻烦，直接将这些人全部生吞了便是。那些妖兽的尸体虽然死了，但魂魄一时半刻不会彻底消散，借助这血色小鼎的威能，同样可以被抽离出来，供他吞噬。所以他才会如此在意那些消失的妖兽尸体。楚南听得遍体生寒，他不由想起了林悠悠先前在拍卖行中对自己那温婉浅笑、屡屡示好的模样。谁能想到，在那副绝美的皮囊之下，竟藏着如此蛇蝎心肠。与妖兽合谋，布下惊天杀局，将数百名同道修士当作血食祭品，眼睛都不眨一下。天行宫。楚南在心底默默念着这个名字，一股寒意从心底升起。他打定主意，日后绝不能再与这福源拍卖行有任何瓜葛。潭水之中，黑蛟的怒吼犹在回荡。那名催动法宝的白衣修士眉头已然紧锁，他脸色泛着一丝不正常的苍白，显然驾驭那血色小鼎对他消耗极大。我这只是一具分身，法源有限，驾驭不了炼奴鼎太久，你速速吸收。白衣修士的声音冰冷，带着不耐。黑蛟巨大的头颅猛地一转，赤红的眼眸死死盯着他。本座说，这水域中还有第三方势力。白衣修士怒意上冲，你什么意思啊？这水域中的妖兽数量，本座清清楚楚。黑蛟的声音震得潭水翻涌，至少少了上千只。林悠悠此刻也黛眉微蹙，他清冷的目光扫过那些在血光中挣扎的修士，六派修士的数量似乎也少了一些。不可能！白衣修士断然否定，我进来时早已用阵法封锁了整个潭面，只许进不许出，没有人可以逃离。他深吸一口气，眼中寒芒一闪，就算真有别的势力插手，也一定还在水域之中。说罢，白衣修士大喝一声，双手掐诀，再次催动。那悬于上空的炼奴鼎血光暴涨，以更快的速度向外扩散，短短瞬间便将整个黑龙潭的每一寸水域都彻底笼罩在内。血光所过之处，水草枯萎，岩石失色，一切生机都被强行剥离。足足持续了数息之后，那铺天盖地的血光才猛地收缩，重新汇聚在周围那些被控制的修士和妖兽身上。白衣修士的额头已然见汗，他沉声道：炼奴鼎的威力你也知道，这水域之中已无任何活物，难道是本座在说谎不成？黑蛟怒不可遏。林悠悠清冷的声音适时响起，会不会是被那些修士提前收入了储物法宝之中？白衣修士闻言动作一顿，他抬手一指，一道血光从炼奴鼎上分出，瞬间没入一名被控制的千雷宗弟子体内。那弟子身体剧烈一颤，血红的双眼中恢复了一丝清明与无尽的恐惧。说，林悠悠的声音不带任何感情，可有谁收走了大量的妖兽尸体？说出来，饶你不死！那名千雷宗弟子浑身抖得如同筛糠，声音嘶哑而颤抖。有，是铁山宗的胡山长老，他杀了很多妖兽，都收走了。胡山，林悠悠似乎想起了什么，好看的眉头皱得更深。胡山人呢？那弟子眼中满是绝望，哆哆嗦嗦地回答：胡长老的分身在救各派长老的时候，好像和那只饕餮水母同归于尽了。林悠悠知道再问不出什么，冷哼一声，挥了挥手。那道血光从弟子体内抽出，他又发出一声不似人声的惨叫，重新变得疯癫痴傻。林悠悠转向黑蛟，语调平淡：你也听到了，并非有其他势力，
只是有一名修士收走了那些妖兽。他的分身已毁，本尊又被困在这里，想来他的储物法宝应该也遗落在了这潭底某处。这水域这么大，一件储物法宝确实不好找。黑蛟鼻孔中喷出2道灼热的气流，显然还是怒气难平。若是因为少了这些血石，让本座功亏一篑，又该如何？哼！白衣修士发出一声冷哼，炼奴鼎已开，不可中断。你先吸收那储物法宝，我们帮你找。说着，白衣修士看向林悠悠，悠悠，你去将所有人的储物法宝都收集起来，一一查看。是。林悠悠微微颔首。黑蛟听到此言，那双赤红的眼眸中的怒火才稍稍平息，他巨大的头颅重新转向了那些被血光笼罩的修士与妖兽。那黑蛟猩红的眼眸最先落在了那些被斩杀的妖兽与死去的修士尸身上。血光笼罩之下，那些残破的尸身静静地躺在潭底。黑蛟张开血盆大口，猛地一吸。下一刻，诡异至极的一幕发生了。无论是那些修士还是妖兽的尸体，竟齐齐睁开了眼睛。他们空洞的眼眶里没有半分神采，只是直勾勾地望着上方，如同被人操控的傀儡，场面恐怖而又阴森。黑蛟的大口中吸力不断传来，一缕缕肉眼机不可见的虚影被硬生生地从那些尸骸中抽离出来，汇成一道灰色的气流，被他吞入腹中。阴阳顶空间之内，九宁的红唇勾起一抹冷笑，本尊果然没有猜错，这头黑蛟就是在吸收这些修士和妖兽的残魂，用以恢复他的神识。楚南看着水镜中那邪异的场景，心头阵阵发毛，忍不住问道：突破元婴，到达化神之境，雷劫会损伤把神识，你是在担心以后渡劫？哥哥喽，你别搞混了，那是妖兽从4阶晋升到5阶的雷劫，而非人类修士。九宁憋笑瞥了他一眼，慢悠悠地道：人类修士在真正退凡飞升之前是不需要渡劫的。说到这里，九宁那双绝美地凤目斜斜地瞄了楚南一眼。当然，本尊说的是人道筑基和地道筑基，你这种天道筑基不在此列。楚南心头一噎，九宁没理会他的表情，继续解释：但妖兽不同，从3阶开始，每一次大境界的提升都需要渡过天劫。虽然大部分妖兽的寿命比你们修士长得多，可终究也有受尽之时，逃不过天劫的考验。而且相比你们修士层出不穷的法宝和神兵，妖兽渡劫的手段少得可怜，大多时候全凭一身血肉硬抗，九死一生。所以这也是妖兽为何无不想化形成为人类的原因。楚南立刻反应过来，化形成人，渡劫的把握就会大很多。九宁赏了他一个白眼，化形成人便等同于人类，在退凡飞升之前就再也无需渡劫了。楚南心头一凛，这样的诱惑确实太大了，他不禁脱口而出：这头黑蛟与天行宫合作，莫非就是为了得到化形丹？这一次九宁却皱起了眉头，没那么简单。这黑蛟为了恢复神识，不惜吞噬整个黑龙潭的生灵，手段虽然歹毒，可确实是恢复神识最好的方法之一。但关键在于，他这神识受损的未免也太严重了。他悬浮于半空，黑裙飘动，绝美的容颜上那抹玩味已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丝凝重。这黑蛟血脉非凡，体内必有一丝真龙血脉，根基远非寻常妖兽可比。如果仅仅是4阶晋升5阶的天劫，就算再厉害，也不可能将他的神识伤到如此地步。这其中肯定另有原因，而这恐怕也是这头黑蛟无法直接离开此地，去你们6派山门大开杀戒的真正缘由。随着黑蛟将那些残存的灵魂一一吸尽，潭底那些修士与妖兽的尸身便再也无法维持形体，纷纷化作齑粉，随即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牵引，化作一道道精纯的血肉长流，被黑蛟鲸吞入腹。黑蛟满意的打了个饱嗝，那双猩红的眼眸缓缓转向了血光笼罩之下那片黑压压的妖兽群。这些妖兽正是先前追杀6派弟子，最后被楚南坑入珊瑚礁的那上万只低阶妖兽。此刻在炼奴鼎的血光侵蚀下，他们眼中的疯狂与暴虐早已消失，只剩下彻底的茫然与空洞。注意到黑蛟的视线，那白衣修士面无表情，只是对着那片妖兽发出了一道神念：献祭。冰冷的声音仿佛九幽之下的赤令，在所有妖兽的识海中轰然炸响。下一刻，那上万只妖兽竟是齐齐调转方向，井然有序地排成一道望不到尽头的长龙，主动朝着那山岳般的黑蛟涌去。结，活着的血食可比死去的要美味得多。黑蛟发出一阵兴奋的狂笑，张开了那深渊般的巨口。冲在最前的一头虎纹妖鲨在距离黑蛟100丈之时，身体猛地一颤，随即轰然自爆，血肉爆开，化作最精纯的能量。而他那刚刚离体的魂魄则被一股巨大的吸力扯出，化作一道流光没入黑蛟口中。黑蛟来者不拒，巨大的蛟尾惬意地甩动着，大口吞咽着这连绵不绝的盛宴。
阴阳鼎中，楚南看着这宛若末日般的景象，只觉得浑身发冷。这炼奴鼎当真歹毒至极。他心头巨震，魔女，莫非待会儿六派那些人也会像这些妖兽一样被控制着主动赴死？自然，九宁的声音听不出喜怒，而且妖兽大多是天地孕育，实力强弱几乎全看血脉，而你们人类修士则仰仗功法、外物与种种机缘，神识的凝练与坚韧，远非这些低阶妖兽可比。对这头黑蛟来说，六派的修士，尤其是那些金丹长老和宗主，每一个都抵得上成百上千只低阶妖兽，是不折不扣的灵丹妙药。楚南的心又沉重了几分。足足1炷香的功夫过去，上万只妖兽的献祭终于走到了尽头。黑蛟意犹未尽地咂了咂嘴，将那双猩红的眼眸投向了楚天河等一众六派修士。然而那白衣修士这次却没有立刻动手。黑蛟眉头一皱，神念传音：怎么还不动手？白衣修士的声音依旧冰冷：再等等，我这分身法源有限，方才的精力主要用在奴化那几个宗主和长老身上，其余那些弟子还有不少尚未彻底失去神智。黑蛟扭头看去，果不其然，在那些3派的幸存弟子中，仍有不少人脸上还残留着痛苦与挣扎的神色，而楚天河、熊南风等一众宗主和长老则早已双眼无神，面无表情，彻底沦为了被操控的傀儡。节节，本座不挑食。黑蛟发出一阵冷笑，让他们先过来。白衣修士眉峰微动，却也未曾拒绝。他心念一动，那被控制的秦云海便第一个迈开步子，神情木然地走向黑蛟。在他身后，红土斩、百器门的王姓长老等人也如同提线的木偶，一个个排着队跟了上去。秦云海走到了与先前妖兽自爆时相同的位置，停了下来。他缓缓抬头望着黑蛟那狰狞的巨手，脸上竟是浮现出一抹虔诚至极的神情，仿佛在朝拜自己心中的神明。下一刻，他体内的法源与精血轰然逆转。啊！一声不似人声的凄厉惨嚎从他口中发出，那是灵魂被硬生生剥离的极致痛苦。然而他那张扭曲的脸上却依旧挂着那诡异的虔诚。砰！伴随着一声闷响，秦云海的整个身躯轰然炸开，化作一团浓郁的血肉精气，连同他那刚刚被剥离的灵魂一同被黑蛟吞入腹中。节，美味，果然还是你们人类的魂魄最为美味。黑蛟发出一阵满足的狂笑，兽首狰狞。继秦云海之后，紧接着百器门那位王姓长老双目空洞，也迈着僵硬的步子走向了那深渊般的巨口。在他之后是御兽门的柳长老、天剑门的杜长老，六大派这些平日里高高在上的金丹长老，此刻却成了流水线上的祭品，一个接一个神情虔诚而扭曲地走向死亡。他们的躯体在自爆中化为最精纯的血肉能量，灵魂则成为黑蛟恢复神识的大药。最后轮到了焚火谷的红斩图。砰！红斩图的身躯如同之前的各派长老一样，同样爆碎开来，只是在他炸开的血雾之中，一朵橙黄色的火焰悠悠飘出，散发着一股灼热的气息。黑蛟似乎很不喜欢这火焰的味道，猩红的眼眸中闪过一抹厌恶。他张口喷出一股黑色的气息，那朵异火连挣扎一下都未能做到，便被黑气一卷，当场熄灭，吞噬了所有金丹长老后，黑蛟庞大的身躯微微一震，竟是缓缓闭上了那灯笼般的赤红眼眸，似乎正在消化着这顿大餐。坛底暂时陷入了一种诡异的平静。那名白衣修士的脸色愈发苍白，但他手中的法诀未停，依旧不疾不徐地操控着炼奴鼎。血光笼罩之下，3派那些残存的弟子脸上的痛苦与挣扎终于彻底消失，一个个变得目光呆滞，神情木然，彻底沦为没有思想的血奴。良久之后，节，黑蛟猛地睁开双眼，仰天发出一阵震动神魂的兴奋狂笑。600年了，哈哈哈哈！本座受损的神识今日终于彻底恢复了。他的声音化作滚滚音浪，在坛底掀起滔天巨浪，那股发自灵魂深处的喜悦与癫狂让所有幸存者心胆俱裂。抓紧时间！白衣修士的声音冰冷，毫不客气地催促道。黑蛟的狂笑戛然而止，他也知道眼下不是庆祝的时候。他那双恢复了金光的赤红眼眸最终锁定在了楚天河、熊南风等6位宗主的身上，这些才是真正的饕餮盛宴。黑蛟张口一喷，一个血色的小玉瓶被他吐了出来，正是先前白衣修士给他的那枚化形丹。丹药近在眼前，他却并未急着吞服。白衣修士会意，心念一动，便要操控楚天河等6人上前。可就在这时，黑蛟巨大的头颅猛地一转，看向了不远处那头同样目光呆滞、眼稀的老龟。本座要先吞了这老匹夫。他的声音里充满了快意的残忍与怨毒。白衣修士没有废话，法诀微变，那头庞大的老龟便身不由己地朝着黑蛟缓缓挪去。黑蛟张开那足以吞天噬地的巨口，
口中念念有词，发出阵阵古老而晦涩的音节。就在他即将吞下老龟的瞬间，天地色变，整个黑龙潭的水域毫无征兆地疯狂暴动起来，无数暗流漩涡凭空出现，搅得天翻地覆。潭水之上，原本被阵法封锁的夜空竟是乌云汇聚，一道道沉闷的雷鸣之声隐隐传来。阴阳顶空间之内，一直悬浮于半空的九宁黛眉猛地一挑，那双睥睨天下的凤目之中，第一次流露出了真正的讶异。这头黑蛟，他在召唤雷劫，一举突破化神境了。阴阳顶空间之内，楚南听着九宁那带着惊异的话语，心神俱震。他紧紧盯着水镜，只见外界的潭水已经彻底沸腾，无数漩涡如同一只只睁开的魔眼，疯狂地撕扯着这片水域。潭水上方的夜空已然被浓重如墨的劫云彻底笼罩，一道道粗壮的紫色电蛇在云层中穿梭，发出阵阵压抑的轰鸣，毁灭的气息铺天盖地而来。那名白衣修士脸色微变，他低喝一声，身上一道霞光飞出，化作一个光罩，将身旁的灵幽幽护在其中。轰隆！终于，第一道雷劫来了，一道水桶粗的紫色天雷，撕裂了漆黑的夜幕，带着审判万物的无上天威，狠狠劈落。整个黑龙潭的水域在这一瞬间被彻底染成了耀眼的紫色。黑蛟那双猩红的眼眸中却满是兴奋与癫狂，他无视了头顶的雷劫，张开那深渊巨口，便要将那庞大的老龟连同魂魄一同吸入腹中。可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那老龟原本呆滞空洞的眼眸陡然恢复了清明，他没有半分迟疑，庞大的身躯竟是化作一道流光，主动冲进了黑蛟的血盆大口之中。黑蛟明显一愣，不等他反应过来，一边再起。那6名原本如木偶般戴立的6派宗主楚天河、熊南风等人眼中也齐刷刷地恢复了神采，紧随其后化作6道流光，争先恐后地冲入了黑蛟的口中。吼！黑蛟发出惊怒交加的咆哮，他察觉到了不对，狰狞的头颅猛地一甩，喷吐出海啸般的黑色气息，试图将那7道身影逼出来。可哪里还吐得出来？黑蛟狰狞的头颅猛地转向那名白衣修士，愤怒的神念如同风暴般席卷而去。怎么回事？他们不是都被你控制了吗？然而那白衣修士脸上却不见丝毫慌乱，反而露出了一抹淡淡的笑意。哗啦一声，他单手一招，那悬于上空的血色炼奴鼎竟是光芒一脸，迅速缩小，飞回他的掌心。而潭底那些幸存的3派弟子也随着炼奴鼎的血光一同被收入鼎中，消失不见。看着暴怒的黑蛟，白衣修士唇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谁说我将他们炼化了？他将手中的炼奴鼎轻轻抛了抛，那云淡风轻的模样，仿佛在欣赏一件完美的艺术品。他一字一顿，声音清晰地传入黑蛟的识海。现在有7个元婴期修士在你体内，你要面对的是8倍威力的雷劫。黑蛟，明年今日就是你的忌日。轰！白衣修士的话如同一道比天雷更加恐怖的惊雷，在黑蛟的脑海中轰然炸响。他的兴奋，他的狂喜，他的得意，在这一刻尽数化为了无边的惊骇与彻骨的寒意。他猛地抬头望向那愈发浓郁的劫云，那双灯笼般的赤红眼眸中第一次流露出了真正的恐惧。那白衣修士的话每一个字都像是一柄淬毒的尖刀，狠狠扎进了黑蛟的神魂深处。啊！卑贱的人类，你们竟敢算计本座！黑蛟那山岳般的庞大身躯疯狂地扭动，掀起万丈狂澜。他那双猩红的眼眸中再无半点得意，只剩下被戏耍的无尽怒火与对死亡的恐惧。他猛地摆动娇躯，竟是完全不顾头顶那即将落下的恐怖雷劫，化作一道毁天灭地的黑色洪流，朝着那白衣修士悍然冲去。本座就算死在雷劫之下，也要先将你碎尸万段！狂暴的怒吼震得整片水域都在哀鸣。然而面对这头濒死凶兽的疯狂反扑，那白姓修士的脸上却依旧挂着那抹云淡风轻的冰冷笑意。他甚至连动都懒得动一下，只是戏谑地看着那道越来越近的黑色洪流。就在这时，一变陡声，轰轰轰，一连串沉闷至极的巨响竟是从黑蛟那庞大的腹部之中猛地传了出来。黑蛟冲锋的身形骤然一僵，庞大的身躯不受控制的剧烈翻涌扭曲，他腹部那坚不可摧的黑色鳞甲竟被一股股狂暴的力量从内向外撑起，一道道狰狞的裂痕瞬间遍布，暗红色的胶血混合着碎肉从鳞甲的缝隙中疯狂喷涌而出。嗷！黑蛟发出一声比先前任何一次都要凄厉百倍的痛苦哀嚎，庞大的身躯在水中疯狂翻滚，搅得天翻地覆。轰隆！黑蛟的哀嚎声还未落下，蓄势已久的第一道雷劫轰然落下。水桶粗的紫色天雷裹挟着毁灭万物的气息，结结实实地劈在了黑蛟的背上。焦黑的鳞甲瞬间炸开，血肉翻飞，深可见骨的伤口处，紫色的电弧疯狂窜动，不断破坏着他的生机。内外交困，
黑蛟发出一声痛苦到极致的咆哮，那山岳般的身躯在潭底疯狂翻滚，却怎么也无法摆脱那来自腹中的剧痛与悲伤的雷霆灼烧。他艰难地抬起头，那双猩红的眼眸死死地盯着不远处依旧云淡风轻的白姓修士，神念中充满了滔天的恨意与不解。你让那6个人做了什么？白姓修士的脸上依旧挂着那抹冰冷的笑意。我什么都没让他们做。他缓缓开口，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入了黑蛟的识海。我只是让他们带了一张6品符箓，翻天符而已。而且刚才进去的可不是6个人，而是6具分身。话音未落，他身旁的灵幽幽素手一挥，霞光闪过，6道身影凭空出现，竟赫然是楚天河、熊南风等6派宗主。他们虽然面色苍白，气息萎靡，但却完好无损地站在那里。阴阳顶空间之内，楚南看到这一幕，整个人都懵了，脸上满是匪夷所思。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不是说他们都被炼化控制了吗？怎么又活过来了？九宁悬浮于半空，神情没有半分意外，只是红唇勾起一抹淡淡的弧度。本尊早就跟你说过，眼睛看到的东西未必就是真的，你且好好看着便是。外界楚天河等6人齐齐对着那白姓修士躬身抱拳，神情肃穆。此次多谢道友设此棋局，否则我等6派今日定然万劫不复。轰隆！黑蛟庞大的脑海中仿佛有亿万道惊雷同时炸开，他愤怒地盯着那6道身影，庞大的蛟躯因极致的愤怒而剧烈颤抖。不可能，本座吞进去的个个都有金丹巅峰修为，怎么可能是分身？他的神念扫过眼前的楚天河等人，语气中的惊疑愈发浓重，而且本座能感觉到眼前这6人的修为不过全都是金丹初期而已。白姓修士闻言，嘴角勾起一抹冷漠的弧度，淡漠开口：谁告诉你分身的修为就一定要比主身弱？此言一出，黑蛟那庞大的蛟躯猛地一颤，猩红的眼眸中惊疑之色更浓。10年前他们6人便已触摸到元婴的门槛。白姓修士的声音平淡，却如九幽寒冰，冻结了黑蛟的神魂。我天行宫赐下6枚悟道丹，助他们一举凝结元婴。之后他们便立刻用我天行宫的无上秘法，将那刚刚凝聚与神魂本源相连的元婴炼化成了如今这6具身外化身。而他们原本的肉身因元婴被剥离，修为自然跌落回金丹巅峰，也就成了你口中那6具完美的分身。至于这6具以元婴炼化的身外化身，虽然需要从头修炼，但天赋根骨远胜从前，更等同于多了一条性命。只要勤加修炼，重回元婴之境，不过是时间问题。若非如此，又怎能骗得过你这头活了1000年的妖蛟？白姓修士每说一句，黑蛟眼中的怒火便熄灭一分，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浓的寒意与恐惧。这番话如同一柄无形的巨锤，将黑蛟所有的狂傲与自负砸得粉碎。轰隆隆！就在这时，潭水上方的夜空中，那浓厚的结云疯狂翻涌，发出的雷鸣之声比先前沉闷了10倍不止。第2道雷劫正在酝酿，那股毁天灭地的威压甚至穿透了层层水域，让潭底的每一个人都感到一阵心悸。黑蛟庞大的身躯僵在原地，他能清晰地感觉到天穹之上那股锁定了自己的天威，比之第1道强了何止8倍。一阵沙哑凄厉的笑声从黑蛟的口中传出，那笑声里再无半分得意，只剩下无尽的悲凉与自嘲。他清楚，尽管6张6品符箓给他体内造成重创，但真正的危机才刚刚开始。从5阶突破到6阶的雷劫足足有6道，一道比一道恐怖。就算他在全盛时期想要安然度过正常的6道雷劫，都要脱层皮，稍有不慎便会身死道消。而现在因为他体内吞噬了6派宗主和老龟，算上他在内共有8道气息，雷劫也随之变强了足足8倍。内有重创，外有8倍天劫，这是针对他的必死杀局。黑蛟发出的凄厉笑声中充满了无尽的悲凉。本座不明白。他死死地盯着那名白姓修士，神念中带着最后的困惑。是你们主动来找本座合作，本座也答应了，待恢复神识，突破6阶之后，便帮你们开启那条通道。现在你们为何要过河拆桥？那白姓修士闻言，唇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仿佛在看一个将死的蠢物。我天行宫乃南州3大宗门之一，岂会与你这等异族妖兽合作？10年前从我天行宫找到你的那一刻起，就从没打算放过你。白姓修士的声音平淡，却如九幽寒冰，瞬间冻结了黑蛟的神魂。只不过我天行宫不便直接派出高手前来斩杀，而你又龟缩在这黑龙潭深处不肯现身，这才不得不联合这黑龙山脉的6派，为你设下此局，引你入瓮。黑蛟那庞大的蛟躯剧烈地颤抖着，他气急攻心。所以你们耗费整整10年，给本座画下一张大饼，一步步帮本座破解封印，
还让六派派出如此多的修士送死，就是为了等本座渡劫之时暗算本座。说到这里，黑蛟猛地转头，那双猩红的眼眸看向了楚天和六人，发出一阵怨毒的冷笑。可怜你们六派，竟被人当了棋子，还不自知。楚天和脸色微变，随即厉声怒喝：妖蛟，休要在此妖言惑众！除魔卫道：来我辈正道修士之本责，若放你这等凶物脱困，为祸一方，那才是真正的浩劫。一旁百器门的黄百雄更是发出一阵阴冷的黑笑：成王败寇，废话少说。天行宫已经承诺，事成之后，你这身残躯便交给我六派作为补偿。他上下打量着黑蛟那庞大的身躯，满脸都是毫不掩饰的贪婪。等你这身蛟皮被扒下来，炼成战甲，定能卖个天大的好价钱。阴阳顶空间之内，楚南被这惊天的反转震得脑中一片空白。原来六派竟然早就和天行宫达成了协议，这是一场局中局。看来此事只有六派的宗主知晓。九宁的声音在他脑海中响起，带着一丝洞悉一切的了然。而六派那些修士，包括之前的秦云海、红展图等一众长老，皆不知情。也正因为他们是真的不知情，所以这黑蛟才会彻底放松警惕，选择相信天行宫在此地召唤雷劫。殊不知天行宫谋算至深，环环相扣。九宁俏脸肃穆，沉声道：依这只黑蛟的状态，怕是连第三道雷劫都扛不过去，便要生死道消。楚南沉默，已被这惊天的反转震的脑中一片空白。他猛地想起了什么。在珊瑚礁群时，他让丧雷等人联络各自的宗门，请求支援，本是拖延之计。可不久后，那头本该被引开的饕餮水母，竟毫无征兆地折返回来，堵住了唯一的生路。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当时六派弟子向宗门传讯，他们的宗主便立刻将此地的变故告知了天行宫，而天行宫又将这计谋通知了黑蛟，所以那饕餮水母才能精准地杀一个回马枪。楚南的眼神一点点变得冰冷，他想起了丧雷的憨厚，穆红林的英气，还有杜青山那舍己为人的决然。原来他们所有人从踏入黑龙潭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是被舍弃的棋子。所谓的宗门荣耀，所谓的同门情谊，在这些宗主的眼中，不过是用来完成这场杀局的筹码。可笑他之前看到那些弟子被妖兽残杀，竟还想着出手搭救。殊不知在那些高高在上的宗主眼里，这些弟子的命与那些被当作血食的妖兽并无任何区别。这所谓的正道六派，行事之狠辣，与他和欢宗相比，又有何异？就在这时，外界风云在变。轰隆隆，潭水之上，第二道天雷终于酝酿完毕。那雷霆比第一道粗壮了数倍，通体已化作深邃的幽紫色，散发出的毁灭气息，让整个黑龙潭的潭壁都开始皲裂。吼！黑蛟发出绝望的嘶吼，他庞大的身躯上妖力狂涌，试图抵挡。然而，内有6丈6品符箓爆发的重创，外有8倍威力的天劫，他的一切挣扎都显得那么徒劳。幽紫色的天雷摧枯拉朽般撕碎了他的护体妖气，狠狠地劈在他头顶那2个狰狞的鼓包之上。噗嗤，血光迸溅，黑蛟那2个即将化龙的鼓包竟被这一道天雷硬生生劈得炸裂开来。墨绿色的胶血混杂着白色的脑浆，哗啦啦地流淌而下，场面血腥至极。黑蛟庞大的身躯重重砸落在潭底，气息萎靡到了极点，连挣扎的力气都快要没有了。他艰难地抬起头，那双猩红的眼眸中，所有的凶性与狂傲都已消失殆尽，只剩下对死亡的恐惧。他不甘心地看向那名白姓修士，发出了虚弱至极的神念：你赢了，救我！只要你能救本座这一次，本座愿意签下灵魂契约，从此臣服于天行宫。面对一头拥有真龙血脉的5阶妖兽的臣服，那白姓修士的脸上却不见半分喜悦。他摇了摇头，语气中甚至带着一丝婉见的惋惜意味。你的实力确实很强，在5阶妖兽中也属顶尖，体内那一丝真龙血脉让你足以匹敌寻常的6阶妖兽。如若你能突破6阶，的确能成为我天行宫的助力，可惜太晚了。他顿了顿，声音变得愈发冰冷：救不了，雷劫乃天地规则，此局已成，就算是我天行宫也无法逆转，你注定要死在这里。轰！白姓修士的话成了压垮黑蛟的最后一根稻草，他那庞大的身躯剧烈地颤抖起来，眼中流露出彻彻底底的绝望。黑蛟发出一阵凄厉的惨笑，他死死地盯着白姓修士和林悠悠：你们杀了我，难道就不想找到那条通道了吗？我不信，我不信你们天行宫耗费10年光阴，布下如此大局，只是为了所谓的除魔卫道。你们接近本座，分明就是为了和欢宗的宝藏。我死了，你们就永远也别想打开那条通道。阴阳顶空间之内，楚南心头掀起滔天巨浪。合欢宗的宝藏，
这黑龙潭的惊天杀局怎么会牵扯到他所在的宗门？潭水之中，面对黑蛟那怨毒的嘶吼，白姓修士的脸上却浮现出一抹近乎怜悯的讥诮。你以为你能开启那条通道是什么秘密吗？我天行宫早已知晓，你根本没什么特殊的，不过是侥幸得到了当年那名合欢宗长老遗物中留下的一枚令牌而已。杀了你，拿到令牌，那条通道我天行宫一样能进。黑蛟那庞大的身躯猛地一震，猩红的眼眸中满是难以置信。你们怎么会知道？他猛然间想到了什么，那股滔天的恨意瞬间转移到了自己腹中。是那头老龟，是那个老匹夫背叛了本座。